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第一卷在儋州，范慎很困难地撑着上眼皮，看着指头算自己这辈子做过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结果右手5根瘦成筷子一样的指头还没有数完，他就叹了一口气，很伤心地放弃了这个工作。病房里的药水味总是这么刺鼻，旁边那床的老爷子前2天已经去地藏王菩萨那里报道了，大概再过几天就轮到自己吧。他得了某种怪病，重症肌无力，就是特别适合言情小说男主角的那种病，据说没得医，将来嗝屁的那天什么都动不了，只有眼泪可以留下来。可我不是言情小说男主角啊！范慎咕哝着，但由于2核的肌肉没有了作用，所以变成一串含糊的呓语。他望着自己的中指头，很同情自己，我还是处男。他这辈子确实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扶老奶奶过马路，在公车上让座位，与街坊邻居和睦相处，帮助同学考试作弊。范慎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无用好男人。他的父母早就去世了，所以只留下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医院里，等待着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到来。好人没什么好报。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范慎似乎能清晰地捕捉到自己的咽喉肌慢慢放松，再也无法松紧，自己的呼吸机也渐渐像失去弹性的橡皮筋一样软弱无力地平铺开来。医院的那个干净小护士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身旁的侍卫大妈正眼含悲悯，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什么。这就是要死了吗？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生活滋味的渴望，让他心头涌起前所未有的复杂感觉。而为自己送终的居然不是自己心中期盼很久的可爱小护士，而是这位欧巴桑，无疑更是增添了范慎心头的悲郁。凄凄惨惨戚戚的，他双眼耷拉着，看着蒙在病房窗上挡阳光的那一块黑布，觉得人生真是寂寞如狗屎。凄凄惨惨戚戚的，一滴湿湿的液体从他的眼角滑落。范慎有些悲哀，伸出舌头舔了舔从眼角滑落到自己唇边的液体，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眼泪居然不仅咸，还带一点点腥味。难道因为在医院很少洗澡，所以连眼泪都开始泛起臭气？他忍不住在心里怒骂道：叫你丫泪流满面，叫你丫泪流满面，还真以为是言情小说男主角。但他马上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为什么自己的舌头还可以伸出嘴唇去舔自己的眼泪？据医生说，自己的舌头早就丧失了活动能力，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可以很轻易地倒滑进食道，把自己的呼吸道堵死，从而成为世界上很少见的吞舌自杀的天才。然后他发现自己睁眼睛也变得容易了，视线十分开阔，视力也变得比得病前好许多，眼前的景色一片清亮，一个竹子编成的东西正横在自己眼前。本来正在发呆的范慎忽然隔着那几根竹片看到了令自己震惊不已的场景。10几个浑身充满了丽莎感觉的黑衣人正手持锋利的武器向着自己劈了过来，他一时间根本来不及分辨这是梦境还是濒死前的奇怪体验，纯粹下意识里把脑袋一缩，把2只手捂在了自己的面前。换成任何一个普通人，大概都只会有这样鸵鸟一样的选择。吃吃吃吃，无数道破空之声响起，紧接着便是无数声闷哼，在之后便是一片安静。隔了一会儿，范慎感觉有些不对劲，小心翼翼地把捂在脸上的手掌分开了2根手指，偷偷往外面望去。竹片编成的筐子把眼前的空间分割成无数块，而透过这些洞眼望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上躺着10几具死尸，地上鲜血横流，腥气冲天。范慎吓坏了，眼前看到的一切太过真切，让他一时回不过来神。紧接着他忽然想到自己脸上的手，难道自己的手也能动了？难道自己的病真的好了？那这眼前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只是在做梦？等梦醒之后，自己还是那个躺在病床上一动不能动，只能等死的废人。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如就在这梦里不要醒得好，至少自己的手可以动，自己的眼睛可以眨。他有些悲哀地想着，用手在自己湿湿的脸上摸了摸，收回手时却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一片鲜血。原来刚才他眼角滴下的那滴湿湿的液体，竟然不知道是谁溅到他脸上的血。范慎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双手，心里狂呼着，这绝对不是自己的手。在他面前是一双白嫩无比、可爱无比的小手，上面染着血污，看上去就像是修罗场里盛开的白莲一般鬼魅，绝对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拥有的小手。连番的情绪冲击一股脑地涌入了范慎的脑海之中，他不由呆了，无数的疑问，无比的惊恐占据了他的身心。这一年是庆国纪元57年，皇帝陛下率领大军征伐西蛮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司南伯爵也随侍在军中，京都内由皇太后及元老会执政。这一日，京都郊外流经河畔的太平别院失火，一群夜行高手趁着火势冲入了别院，见人便杀，犯下了惊天血案。别院的一位少年仆人则带着小主人趁夜杀出了重围，被一群穿着夜行衣的凶徒追击，双方一直厮杀到城外南下的道口上。伏击的高手们却没有想到，这个身有残障的少年居然是位深不可测的强者。而在丘陵之后，
竟然还有对方的援兵，这些援兵的身份更是让这些人害怕不已。黑骑士被弩箭射杀殆尽的凶徒们倒在血泊之中哀呼着，援兵骑在马上，身上穿着黑色的盔甲，映着天上的月光，发着幽幽暗暗的噬魂光泽。骑兵人人手上都拿着只有军队里才允许配备的硬弩，先前轻弩即发，已经射死了大部分杀手。黑色骑兵的拱卫中是一位坐在马车里的中年人，面色苍白，下巴上有着很稀疏的几落胡须。他看着厂里那个背着孩子的少年仆人，点了点头，然后轻轻拍了拍手掌，掌声就是出击的信号。骑兵分出一队，就像黑夜里的镰刀一样，毫不留情地冲进了死伤惨重的杀手队伍。忽然间，杀手队伍里的一位法师举起了法杖，开始吟念起咒语。场中的人都能感觉到有些不知名的能量波动开始在这片丘陵边上汇集。马车上的中年人微微皱眉，也没有什么动作，他身边却窜出了一个黑影，像鹰隼一样在夜空里急速飘了过去。一声脆响，法师的吟诵戛然而止，头颅高高的飞了起来，鲜血如雨。坐马车上的中年人摇摇头，从西边来的这些法师总是不明白，在真正的强者面前，法术就和丞相大人的笔一样，是不起作用的。几十名肃杀十足的黑色骑兵确认了四周的安全，握紧右拳比了一个手势，报告四周的杀手已经清除完毕。骑兵队伍分开，里面的马车缓缓前行，来到了少年仆人的身前。马车上的中年人在下属的帮助下坐上轮椅，双腿不良于行的中年人推着身下的轮椅，缓缓地靠近了场中央，一直比之如枪的那个少年。看着少年仆人背后的竹篓，坐着轮椅的中年人苍白的脸上终于现出一丝红晕，总算没有出事。背着竹篓的那人脸上蒙着一条黑色布带，手上提着一把似剑非剑的黑色铁签，还有鲜血从铁签上缓缓滴下，在他的身侧倒伏着许多死尸，死尸都是伏击的高手，尸体的咽喉上残留着血点，看来是一击致命。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个交代。眼睛上蒙着黑色布带的人冷冷说道，他说话的语音没有一丝颤抖，也没有一丝感情。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面上的柔皙之色一现即已，我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我也必须要给主人一个交代。蒙着黑色布带的少年仆人点点头，然后准备离开。你要把这孩子带到哪里去？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冷冷说道，你是个瞎子，难道让少爷跟着你浪迹江湖？这是小姐的血肉，这也是主子的血肉。轮椅上的中年人阴冷说着，我保证在京都里给小主子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那人摇摇头，扯了扯自己脸上的黑布条。轮椅上的中年人知道对方除了听那位小姐的话，就算是自己的主人也不可能命令他，只好叹口气劝解道，京都里的事情等主子回来了就一定能平息，你何必一定要带他走？我不信任你的主子。中年人微微皱眉，似乎很厌恶对方的这句话，稍停半晌后说道，小孩子喝奶，石子，这些事情你会做吗？他冷笑道，瞎子，你除了杀人还会什么？那人也不生气，轻轻推了推背后的竹篓脖子，你似乎也只会杀人。中年人阴阴一笑，这次出手的只是京都里的那些王公贵族，等主人回来后，我自然要开始着手清理他们。瞎子少年摇摇头，中年人的手轻轻在轮椅上抚摸着，似乎在猜测对方在害怕什么。片刻之后，他皱眉道，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可是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除了孩子的父亲能够保护他，还有谁有能力保护他逃过那种不知名的危险？瞎子少年忽然开口说话，声音仍然是那样的毫无情感。新的身份，不被打扰的人生。中年人想了想，微笑着点了点头。哪里？儋州港，主人的母妈现在居住在那里。一阵沉默之后，瞎子少年终于接受了这个安排。中年人微笑着推着轮椅转到瞎子少年的身后，伸出双手将竹篓里的孩子接了下来，看着小孩子冰雕雪琢般的可爱小脸，叹息道，真和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太漂亮了。他忽然间哈哈大笑道，这小家伙将来长大了一定有出息。远处他的那些下属沉默站立着，忽然听到大人发出如此开心的笑声，面上虽然依然是纹丝不动，但内心深处却是十分震惊，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究竟是什么样重要的人物。少年瞎子偏了偏头，伸手将孩子接了回来。他虽然比一般人类更加单纯，但也不愿意让筐中婴儿的脸离这条毒蛇的手太近，同时用一个单音节的词表示了纯粹礼貌上的疑问。中年人微笑着看着小孩子的脸，笑容里却有股子说不出来，特别令人恐惧的味道。才2个月大的孩子居然能够伸手抹掉自己脸上的血，经历了今天晚上如此恐怖的事情，居然还能睡得这么香，真不愧是。他的声音忽然压得很低，保证自己的下属都听不到自己后面说出的字。天脉者的孩子。这位中年人在京都里手握大权，手段狠辣无比，但凡犯事的官员落到他的手上，不出2天便会吐露实情，眼光更是毒辣。但就是这样一个非凡人物，也没有看出来这个小孩子不是在香甜的睡觉，而是被吓得昏了过去。天脉者
天指的是上天，脉指的是血脉。天脉者的意思就是指上天遗留在人间的血脉。在这个世界上的传说中，每隔数百年便会有一位上天遗留在人间的血脉开始苏醒。这种血脉有可能代表强大到无法抵御的战力，比如遥远的纳斯古国里的那位大将军，在国家即将被野蛮人灭亡的历史关头，以他个人的勇猛和战力刺杀了野蛮人原始议会里的大部分成员。也有的天脉者会表现出在艺术或者智慧上的极大天赋，比如西方的那个刚死了300年的波尔大法师及他的夫人剧作家福波。自然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是上天眷顾苦难的人间而留下来的血脉，但事实上这几个人给人间带来了和平与很多其他的东西。而且所有的天脉者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是国家可以查到蛛丝马迹。他们只是突然的出现又突然的消失，除了留下一些隐晦的记载之后，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他们存在的东西。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恰恰是知道天脉者这种异象确实存在的极少数人之一。不知什么原因，范慎死去之后，灵魂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投生到一个婴儿的身体里，而且这个婴儿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居然是大陆上面神秘莫测的天脉者。天明时，战场已经被打扫干净，马车缓缓走上了通往东面的石板路。在马车之后，一队黑色骑兵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苍白中年构成了一幅很诡魅的画面。马车硌着石头颠簸了一下，将平躺在软色丝绸垫上的婴孩弄醒了。婴儿的双眼有些无神地离开那些救了自己性命的人们面容，望着马车的前方，全不像一般的婴孩那样视线游移，清澈无比，却无法聚焦，却多了几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柔嫩的小身体里，竟然容纳着一个来自不同世界的灵魂。目光急触，那处的车帘随着迎面而来的风飘了起来，露出一角车外的青青山色和急退而后的长长石板路，就像是无数幅的画面正在不停地倒带。马车前方，瞎子少年正紧紧握着手中的铁签，眼睛上面蒙着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双眼，也蒙住了这天。儋州港在庆国的东面，虽然靠着大海，但由于最近南方的几个港口已经建设起来了，预计中的往西方去的海路也早已经连通，所以国家的贸易重心已经移往了南方。这个港口就渐渐显出了颓败，往日热闹的港口早在几年前就变得安静了起来。海鸥自在地飞翔着，不再有那些可恶的水手来骚扰。而原本就居住在儋州港的居民并没有觉得生活有太大的变化，虽然收入减少了一些，但皇帝陛下早就免了这里的几年税收，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而且这个海港很美丽，如今又变得安静了，自然更加适合人们居住。所以偶尔也会有些大人物会选择在这里建造庄园，但由于离京都的距离太过遥远，所以真正留下来的官员并不多，勉强能算得上的应该是城西那家院子里的老太太。听说老太太是京城里司南伯爵的母亲，选择来这里养老。城里的居民们都知道，司南伯爵似乎很受皇帝陛下的赏识，一直没有依照法律外派，而是留在京城的财政部里做事，所以大都对那个院子表示了足够的礼貌和敬畏。但小孩子是不懂这些的。这一天风和日丽，大人们坐在酒馆里，享受海风所袭来的咸味和湿气，享受盐渍的梅子和杯子里的那些酒水。也有一堆10几岁的少年正围在城西司南伯爵别府的后门石阶外，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正在做什么。往近处看，才发现是个十分有趣的场景。原来这些少年都是在听一个只有4、5岁的小孩子讲话。小男生长得很漂亮，眉毛如画，双眼清亮无比，声音却还是奶气未退，但说话的语气却是老气横秋的厉害。只听他叹了口气，小小的胳膊比划道：话说那楚门走到墙边，发现那里有个梯子，所以一步一步地走了上去，找到了门，所以推门而出。然后呢？然后自然就是回到人世间咯。小男生嘟着嘴，似乎很不耐烦，旁边比自己大的少年们居然会问出这样弱智的问题。不会吧？难道不会去把那个什么什么哈尼死？另外一个少年接话：对，难道楚门不去把那个哈尼死打一顿出气吗？就这样被关了好多年。小男生耸了耸肩：没有啊。真没劲。范闲少爷，今天这故事可没有前几天的故事好听。那你们喜欢听什么？缥缈之旅、风姿物语。叫范闲的小男孩对着四周比自己大的孩子们比了个中指，打打杀杀不健康，四处挖宝不环保。院里忽然传来一个极为愤怒的声音：少爷，你又到哪儿去了？围成一圈的孩子学他模样也比了个中指，只不过人数多，所以显得壮观许多，同声发道：然后笑嘻嘻的散了。叫范闲的小男孩从石阶上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一转头就跑进了院子。只是关门之前，那双机灵劲儿十足的眼睛瞄了瞄对面杂货铺里那个年轻的瞎子老板，脸上浮现出与他年纪完全不相符的复杂情绪，然后轻轻地关上了木门。这是范慎来到这个世界上第4年。这些年里，
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自己是真的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世界似乎是一样的，但又似乎有很多不一样。通过偷听伯爵别府里下人的说话，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原来自己是京都司南伯爵的私生子。就像一般的豪门恩怨剧一样，私生子的身份很容易遭致大姨妈、二姨奶之流的毒手什么，而自己那个便宜老爹似乎又只有自己这一个儿子，为了延续伯爵的血脉，所以自己被送到离京都十分遥远的儋州港来了。这些年来，他渐渐地习惯了自己的身份。虽然说一个成年人的灵魂被困在一个幼儿的身体里，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要经受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换成一个正常人，只怕会发疯。但很凑巧的是，范慎前世的时候就是个重症肌无力患者，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多年，现在只是有些行动不便而已，与前世的凄惨情形比较起来也就不算什么。所以他现在寄居在这个小儿身体之中，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最不适应的其实是现在的名字。在他1岁的时候，京都的伯爵大人寄了封信来，将他的名字取成范闲，字安之。这名字不好，听上去很像他原来家乡里骂人的话范闲，但他的外表只是个小孩子，所以根本不可能用言语表示反对。前世在医院里治病的时候，前妻还可以扭动头部，所以经常央求那个可爱的小护士给自己买些盗版影碟和书籍来看。在伯爵府中住久了，虽然老妇人外冷心热，骨子里很疼爱自己，府里的丫鬟下人也没有因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另眼看待，但是无处与人交流的痛苦还是让他有些不爽。难道能和丫鬟去说自己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难道能告诉教书先生自己其实能认得这书上所有的字？所以他经常偷偷溜出伯爵府侧门，和街上那些平民的孩子一起玩，更多的是在给他们讲故事，讲自己那个世界里的电影小说。似乎他想以此来提醒自己些什么，提醒自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自己的那个世界里有电影，有网络，有歪小说。直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述了《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这电影的剧情本就有些木然，又没有金凯瑞在那里扮可爱，所以他应该很清楚，这些儋州港10几岁的少年们根本不可能喜欢。但他还是讲了，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种荒谬感，自己明明是要死的人，为什么会忽然在这个躯体里重生？不免会想到那部电影，也许眼前的这些人，这些街道，天上飞翔的这些海鸥，都是被人安排的，就像楚门一样。楚门最后发现了他身处世界的虚假，所以毅然地坐船而行，找到了出口。但范慎，不，应该是范闲，知道自己不是楚门，这个世界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大的摄影棚。所以他发现自己天天讲故事，提醒自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一个举动。重生之后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现在四肢灵活，可以活蹦乱跳。这个认识让范闲感到很欣慰，没有得过他那种疾病的人们，大概是很难感觉到这种快乐的。他安慰自己，这或许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用了整整4年，他才想清楚这个问题。既然有重新再活一次的机会，那自己为什么不好好活一场呢？既然老天爷赐了自己新生，自己如果不好好过，岂不是太不给老天爷面子？比如，既然自己现在能动了，那为什么不多动动？所以整个伯爵府的下人们都知道，这位庶出的小少爷是个闲不下来的角色。少爷，求您了，快下来吧。这个时候，范闲正坐在院子里假山的最高头，看着远方海平线，微笑着。但在丫鬟的眼中，一个4岁的小孩子居然爬到那么高的地方，还有着那样成熟到爆掉的微笑，很明显小家伙是患了失心疯。渐渐的，假山下的人越聚越多，7、8个下人围着假山着急。司南伯爵虽然受皇帝陛下赏识，但毕竟爵位不高，官也不大，明面上的收入也不会太多，就算收入多，也不可能全部用到自己的母亲和私生子的身上，所以伯爵别府内的下人并不太多。范闲看着假山下的那些人着急的脸色，不由叹口气，老老实实的爬了下来。只是运动运动，这什么急呢？下人们早就习惯了自家这位小少爷有学大人说话口气的怪癖，见怪不怪，一把抱过他便去洗澡。等范闲被洗得口红齿白体香肤嫩之后出来时，丫鬟又抱起来了，笑眯眯地摸了摸他的脸蛋，取笑道：少爷生得像别家的小姐一样，将来不知道让哪家的小姐享福呢。范闲傻乎乎的没有接话，他还不至于用4岁小孩子的嘴巴去调戏10几岁的丫鬟姐姐，这种没品的事情他是不屑做的，等到自己6岁再开始这项伟大而又有挑战性的工作吧。该睡午觉了，小祖宗。丫鬟拍拍小家伙的屁股，他们一直很奇怪，伯爵别府里这位小少爷年纪虽小，性情已经开始显出顽劣的开端，但在某些方面却一直保持着一种成年人的自律与刻苦。比如睡午觉，但凡有过正常童年的人们，总是会记得自己当初在明媚的午间阳光中是如何的与那些逼迫自己睡觉的大恶魔们拼命斗争的伟大事迹。那些恶魔们有的叫爸爸，有的叫妈妈，还有的叫老师。但范闲少爷是个从来不需要人来逼自己睡午觉的人，每到中午12点的时候，
他就会堆出最可爱的纯真笑脸，乖乖的回到自己的卧房开始睡觉，而且中途连一点声音都不会发出来。老夫人最开始不信，喊丫鬟们盯着小家伙，以为他是借睡觉之名在床上胡闹，但盯了大半年，发现这孩子每次是真的睡得死死的，甚至喊都很难喊醒他。从那以后，丫鬟们就不再注意这件事情了，当他睡觉的时候，一般都在外面守着。这时候是夏天，丫鬟们自然乏得厉害，斜歪着身子，手中的小罗扇有一下无一下的轻轻摇着，偶有飞蝇在山风中轻舞。回到卧室之中，范闲爬上了床，掀开上面铺着的席子，小心翼翼地从下面自己掏的暗格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本书的封面微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但边角之上绣着一些不知道代表什么含义的纹饰，每一笔画的最后都勾卷了起来，像流云一般，又像是颇有上古之韵的广袖一角。他轻轻翻开这本书，翻到第7页，那上面画着一个赤裸的男子，在身体上有些红色的线条似影非影，不知道是用什么涂料画成的，竟然让观看的人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似乎这些线条正在依循着某种方向缓缓流动。范生叹了口气，自己的外表只有4岁，所以一向不敢太过表露本性，好在还有这么一本书可以让自己打发一下无聊至极的时间。这本书是自己很小的时候，那个叫做五竹的瞎子少年留给自己的。范生一直记得那位瞎子少年，自己这个世界母亲的仆人。当年他被困在小小婴儿的身体中时，就曾经在那个少年的怀中待过。从京都一路到海边的这个港口，也许对方认为自己年龄太小，根本不会记住什么，但范生的灵魂却不是个懵懂无知的婴儿，一路同行，早就能看出瞎子少年对于自己这个婴儿的关怀乃是发自内心，根本做不得假。但不知道为什么，瞎子少年将自己送到司南伯爵府后便离府而去，任由老夫人如何挽留也没有留下来。在他离开之前，便是将这本书放在了婴儿的身体旁边。范生一直对这件事情有些疑惑，难道这位仆人就不怕自己瞎练？转念一想，便知道了原因，自己是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认识书上那些字，自然也就不怕练出问题来了。但范生恰巧认识这个世界上的字，恰巧经历了这次重生大变之后，他连鬼魂神仙这种事情都深信不疑，更加确信眼前这本很像香港无线电视剧里道具的书籍就是某种真气的修炼心法。只是可惜没有名字，不然自己就可以去找街上的那些孩子们打听打听，这门真气修炼心法究竟厉不厉害。想到这里，范生又呵呵傻笑了起来。既然这贼老天让自己重活一次，自己更要珍惜啊！这内功可是自己那个世界里没有的好东西，就算眼前这无名心法不咋地，但也经不住自己从1岁开始练。要知道，这可是比打娘胎里开始练也低不了几个境界。要知道，这全天下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百姓们奉若神器的几大宗师，就算他们再天才，也不可能和范生一样，从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练那家真气。这叫什么？这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叫笨鸟先飞。更何况自己不会比那些初窥武道的少年们还要笨吧？范生这样想着，已经有明显气感的真气流开始缓缓循着那些书上描绘的线条，在他的身上流动起来，那种感觉十分舒服，就像某种温暖的水流正在洗刷着他体内的每一寸内脏。渐渐的，他进入了冥想状态，很舒服的在床上睡着了。其实范闲并不知道，自己修炼的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内功心法，如果换成一般的武者，一定会小心翼翼、无比谨慎的修行，而且一定会请师长或者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帮忙看护。这门功法最艰险的便是在入门处，要击攻入丹田雪山之时，修行者的身体与心灵的反应速度便会产生极大的差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修行者的身体机能会变得像一个无法动弹的植物人一样。如果此时修行者如果没有经验，很容易误以为自己走火入魔，强行要收纳真气入腹。如果运气好，实力异常强悍的修行者可能将体内乱窜的真气归入经络之中，但也就等于练功没有半点作用。如果是初学者，则可能被这种惊慌导致真正的心魔入侵。而像范闲这样的初学者，不但没有走火入魔，反而比那些强者们更容易体会到那种玄妙的感觉，则要归功于他的身世和运气。因为当他开始修炼这种无名真气的时候，寄居的身体还是个婴儿，从母体之中带来的先天之气还没有完全赠还给天地万物，还停留在他的体内，所以修炼起来事半功倍，甚至还奇妙无比的将先天真气囤留了大部分在自己的经脉之中。而修行者最容易遇到的心魔一关，对于范闲来说也不怎么困难。不要忘记，在前世的时候，范闲曾经缠绵病榻长达数年之久，早就习惯了自己的大脑不能指挥自己的身体，所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便没有惊慌，反而有一种找到过去残留记忆的温暖。所以第一次修炼时，气感刚刚感觉到便开始乱窜，让他身体无法动弹的时候，他并没有十分害怕。正因为无所畏惧，所以心无杂念，反而让他轻轻松松地迈过了最艰难的一关。从那以后，修炼便变得简单了起来，只要默念功诀，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冥想状态。所以对于范闲来说，每天的午睡
那是十分香甜，雷打不醒的。一般的修行者极难进入冥想状态，因为那需要机缘巧合。像这孩子一般，天天用午睡当冥想的做法，真是奢侈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上天是真的很眷顾他，一觉睡醒，凑着那张清新可爱的小脸，在丫鬟姐姐手上的毛巾里打了个滚，就算是把脸洗了。下午的时候，便开始在书房里跟着伯爵府专门从东海郡请过来的教书先生学习。这位教书先生年纪并不大，约莫30多岁，但身上的感觉却是老抚味十足。庆国早在10年前便兴起了一场文学改良，以文殊阁大人胡先生的一篇文学改良厨艺为发端。如今的文场之上，正是古文与今文大战的沙场。所谓古文，便是范闲记忆中的文言文，而今文则有些像白话文，只是用词要雅驯一些。范闲的教书先生是古文派的粉丝，所以天天叫范闲看的便是些什么经书。这些经书虽然与范闲那个世界的四书五经不大一样，但很妙的是，居然很多内容一指相差并不太大，也有如墨法道之分，以至于范闲第一次听课的时候，便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夏日热闷，书房里也是热气蒸腾。教书先生将南面的窗子推开，窗外蝉声透了起来，和着清风，极是清美。先生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学生正趴在桌上发呆，正想出言训斥，但看着那张清美的小脸蛋儿，不知怎的却心头一软。教书先生其实很欣赏自己这个小学生，小小年纪居然谈吐清楚，对于书上所载的前人微言大义也能明白一二，对于一个4岁顽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教书先生自己也有疑问，心想思南伯爵未免也太心急了些，给自己的信中要求太高，逼不得已之下，只好现在便开始教4岁黄口小儿经文。如果在寻常人家，这个年纪也不过就是学些字，背背同盟之学罢了。等教书完毕，范闲极有礼貌地向先生行了一礼，然后恭敬地等先生先离开书房，这才脱了已经被汗湿了的外衣，往书房外跑去，急得身后的丫鬟一路嚷着小心，一路跟着。等进了正院，范闲马上停了下来，脸上堆出天真可爱的纯纯笑容，像小大人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看见正中央坐着的那位老夫人，开口奶声奶气喊道：“奶奶！”老夫人面容和蔼慈祥，深深的皱纹里全是岁月的痕迹，只有偶尔眼神里露出的某些神情，才让别人知道这位老夫人其实相当不简单。据说思南伯爵能有今天，与老夫人在京都里的关系分不开。今天学了些什么？范闲很老实地站在椅子前，将先生教的东西说完了，然后行礼完毕，去偏院和妹妹一起吃饭。老夫人和孙子之间似乎很陌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范闲是个私生子的原因，老夫人虽然没有虐待他，但总是对他要求特别高，因此感觉上总显得有几丝生疏。范闲还记得自己只有1岁的时候，眼前这位老夫人曾经在深夜里抱着自己哭泣，老夫人自然想不到一个1岁的婴儿能听懂她的话，更将她的话一直默默记了下来。孩子，要怪就怪你父亲吧，可怜的小家伙，刚生下来妈妈就没了。绅士，这是范闲心头一个极大的疑问。刚到这个世界时便遭遇到了一场狙杀，虽然现在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京都高官思南伯爵，但自己的母亲是谁？当年思南伯爵还在跟随皇帝陛下西征的大军中，那些杀手自然是针对自己的母亲来的，但他体内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灵魂，所以自然不可能会对没有见面的思南伯爵有什么父子之情，只是偶尔还会想到那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女子，那位自己名义上的妈妈在想什么呢？2个丫鬟正在端菜，坐在范闲右手边的小姑娘嘟着嘴问道。小姑娘皮肤有些黑，又有些瘦，所以和漂亮的像女孩样的范闲坐在一起，就显得格外的可怜了。范闲伸出手揉了揉小姑娘头上的黄毛，嘻嘻笑道：“在想京都里面，你们平时都吃些什么菜？”这个比范闲还要小的小女孩是思南伯爵的亲生女儿，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若若。因为自幼体弱多病，而老夫人又心疼这个孙女，所以1年前就接到儋州来养病。只是养了将近1年，并没有什么起色，头上的头发还是有些稀疏，官宦人家自然不会缺衣少食，所以不可能是营养不良，大概是先天体弱。范闲和这个小丫头很投缘，虽然自己是以大叔的心态在对付这个小丫头，只是心疼对方，所以时常带着她玩，给她讲故事，但在旁人的眼里却成了他们兄妹情深的佐证。只是范闲的身份有些尴尬，私生子毕竟不能和正牌小姐相比，所以丫鬟们都刻意不提京都里那个伯爵府上的事情。听到哥哥发问，小女孩很认真地扳着手指头，开始数在京都里一般都吃些什么东西，但数来数去，3岁的小丫头哪记得住什么，只会翻来覆去的说糖葫芦和面人儿。吃完饭后已经有些晚了，太阳在陆地的另一边沉了半边，浓浓暮色笼罩着整座庭院。若若呀，你还真是个弱弱，哥哥欺负。好了，今天想听什么？白雪公主。范闲忽然笑了起来，幸亏旁边没有别的人，不然看见4岁小男孩的脸上浮现出这种成年人才能有的怪异笑容，一定会吓一跳。
哥哥给你讲鬼故事好不好？不好。范若若吓了一跳，拼命的摇头，黑黑的小脸蛋上居然马上淌下2行清泪。很明显，在这1年里，已经受过不少鬼故事的荼毒。欺负小丫头只是范闲的恶趣之一，他最拿手的还是欺负那些丫鬟，经常讲些鬼故事给他们听，然后吓得那些青春气息十足的女孩子尖叫不停，大家在床上瑟瑟挤成一团。虽然范闲为了掩饰自己，不可能用言语去调笑他们，但这个时候总是可以享受一下香泽逆之的拥抱。他安慰自己，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还处在需要触摸的期间，这些不算无耻，只是很正常的需要。而每当丫鬟们好奇小少爷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可怕的故事时，范闲就会把责任推到教书先生身上。所以丫鬟们现在看着教书先生的眼光都有些不善，心里想着伯爵老爷花大钱请你来给小少爷讲课，你居然给他讲鬼故事，吓坏了小孩子不说，吓坏了我们这些花朵，你就是罪过太大了。依照旧例的鬼故事，夜话结束之后，2个丫鬟面带受惊之色，有满足之情。事后小家伙洗了洗，便关门让他睡了。似乎又是一个平常的夜晚，范闲将自己脑袋底下那个硬硬的瓷枕趴到一边去，又去衣柜里取出冬天穿的袍子，规整成4方，变成了个枕头。他靠在枕头上，2只眼睛却是睁着的，在黑夜里发亮，许久没有睡去。虽然已经接受了自己转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事实，但并不见得能够习惯这个事实。这时候应该才晚上9点多钟，就要睡觉，实在是很不舒服。更何况他前世在病床已经睡得够久了。他摸了摸床的表面，发现自己做的暗格应该不会被人看出来，稍微放下了些心，很自然的，体内的真气开始缓缓流动，随时有可能进入那种冥想的状态。在遁入空无状态前的一刹那，范闲想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生活，以后的这几十年自己应该怎样过呢？还没来得及进入植物人状态，幻想今后的3妻4妾，却被一个不速之客生生惊醒。你是范闲？他的床前忽然多出了一个人，那双眼睛里全是冰冷的颜色，瞳子里染着一丝不寻常的褐色，一看便知道对方不会怎么热爱生命。很彬彬有礼的一句问话，但如果是从半夜3更偷偷跑进你的卧室，而且蒙着脸，手上拿着一把刀，腰里别着几个小袋子的人口中问出来，无疑是很让人受惊吓的。也亏得范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4岁小男生，不然看见这位怪叔叔，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之内叫出声音来。用脚趾头也能想到，一个能够悄无声息进入伯爵别府的夜行人，肯定是本领高强、心狠手辣的家伙。如果自己叫了，那对方肯定就把自己杀了。想到这点，范闲不免有些骄傲于自己临危不乱的本领，咳了2声，强抑住内心深处无比的紧张，扮成最可爱的乖宝宝形象扑了上去。爸爸，你终于回来了！一个4岁的小男孩眼泪汪汪地扑向某个杀手的怀里，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只是小孩子的双手太短，所以还不过来，只好用力地抓着对方的衣服，似乎是怕对方就此跑了。也许是因为抓的时候太用力，所以嘶的一声，小男孩的手上便撕下了对方的一块布料。夜行人眉头一皱，也不见他怎么动作，整个人便从范闲的怀抱里脱身而出，呆呆地站在原地，似乎是在思考为什么这个司南伯爵的私生子要叫自己爸爸。同时他也很疑惑，自己这身衣服乃是院中特级品，就算是刀子也不容易划破，这个幼童怎么用手就抓破了？他疑惑，范闲更是纳闷到心头吐血。趁身边没有人的时候，范闲经常用假山上的石头来试验自己体内无名真气的威力。当发现自己嫩细的小手指也可以勉强捏碎那些并不怎么坚硬的松石后，他对于自己的自卫能力有了一定的信心。范闲好不容易用4岁少男哭泣剂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将自己全身的真力都运到纸上，满以为可以将对方制住，谁知道竟然却只抓下来了几丝碎布。看来有事情要发生了。虽然范闲外表只有4岁，但内里却是个成熟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的血光和尸体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所以他一直心中有极大的不安，知道自己这不清不楚的身世终有一天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今天这麻烦终于来了。偷袭没有成功，自然不可能故技重施。他一面可怜兮兮地隐气着，意图迷惑那个夜行人，一面快速地转动着脑筋，想要找到逃出升天的方法。如果呼救，对方一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杀了自己，而看对方此时并没有什么动作，显然是被自己胡乱的一声爸爸给叫晕了。范闲的脑子转得奇快，一见偷袭没有奏效，倚仗着自己超幼龄的先天优势，望着那个夜行人嗷嗷地哭了起来。爸爸，爸爸！一面哭着，一面心里紧张无比的开始盘算自己怎么逃生。不用装了，范少爷。夜行人说话的语气很淡漠，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危险。看来您真的很聪明，年纪这么小就懂得保护自己。不过您应该很清楚，我可不是伯爵大人。说完这句话，夜行人将手中的刀子比了一比，然后向4岁的范闲靠了过来。范闲脸上仍然是天真无瑕，泪满面，心脏却紧紧收缩了一下，抽泣着说道：那叔叔您是谁？我是你父亲派来看你的，
所以不要叫哦。夜行人的双眼微褐，看上去有些丑陋，而他眼角的皱纹暴露了他的年龄，说话的口吻更是让范闲很直接地联想到那些骗小姑娘去看金鱼的老爷爷。但范闲并没有表露出来，仍然完美地扮演着一个4岁小孩应该有的一丝惊恐、几丝意外和少许生气。你不是爸爸？然后他像是没有看见对方手里拿的刀子，一扭小屁股爬上了大床，咕哝道：都不知道爸爸长得什么样子。夜行人阴笑着向床边走了过来，忽然间床上的小男孩扭头看着夜行人的身后，眼中闪现出一丝惊喜，叫道：妈妈！这是很蹩脚的一招声东击西，换成任何一个人施展出来，恐怕都不会骗过那位夜行人，毕竟对方在京都里也是独立拥有一座实验室的大师。但使出这一招的是个4岁的小男孩，所以夜行人很单纯的相信了。而且一听见范闲叫妈妈，夜行人的眼睛里面露出了极为震惊的神色，猛地扭头向后望去，他的身后自然是关得紧紧的门和那片浓浓的夜色。砰的一声脆响在卧室里响起，夜行人满头是血的躺在了地上。范闲手里拿着半碎的瓷枕，心有余悸的看着地下这个家伙，掂了掂手中的残枕，把牙一咬，举起小胳膊狠狠地朝着对方的后脑砸了下去。这一声是个闷响，力气用得极大，就算这个夜行人是一代宗师，遭了这一闷枕，恐怕一时半会儿也难以醒过来。外面传来大丫鬟的声音：怎么了？没什么，姐姐，摔碎了个杯子，明天再来弄吧。那怎么能行？把少爷脚扎着了怎么办？说了明天弄啊。听见一向温和可亲、天真可爱的小少爷难得发了大脾气，丫鬟住了嘴，没有再说什么。范闲走回衣柜旁，从里面艰难地拖出一床冬天的棉被，然后双指用力一撕，将被面撕成布条，拧了拧，将地上那个昏迷不醒的夜行人老老实实地捆了起来。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背后已经全湿了，一丝后怕涌上他的心头，不论前生还是今世，这都是他第一次意图杀人。虽然不知道杀死了对方没有自己也太冒险了，如果对方真是个武道高手，自己先前那一下一定会断送了自己的小命。将手探到夜行人的蒙面黑巾下试了试，发现对方还有呼吸，不知为何，范闲的心头竟然涌起了杀人灭口的念头。旋即心头一凛，发现自己重生之后似乎性格变得坚韧了许多，刚才下手如此狠辣，也没有半点犹豫。他自己没有察觉，这是因为在如今叫范闲的孩童心里，自己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这一世的重生就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他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自己的生活。罪过方知情浓，死后才知命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握着手中那把小刀，想了又想，范闲还是没有下决心将地上这个昏迷的夜行者杀死。忽然间他想到了一个人，脸上浮现出喜色，悄悄推开房门，跑到后院，从狗洞里钻了出去，来到了伯爵府对面街角处的那间杂货店外。啪啪啪啪，他轻轻敲着杂货店的门板，声音很小，在安静的儋州深夜里也没有传到远处。但范闲知道里面的那个人一定能听见这敲门的声音，虽然对方这4年来装作不认识自己，可是事到临头，范闲也只有想到这个人可以信任。谁？杂货店里传来了一个平淡至极，没有一丝情绪波动的声音。范闲心想，这个人果然还是和当年京都外一样，说话做事都一板一眼，眼睛转了2转，轻声说道：我是范闲。果然不出范闲所料，杂货店的木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那个瞎子少年就这样像鬼一样的站在门口，反倒吓了范闲一跳。范闲看着面前这个把自己送到儋州港来的人，看着对方这4年里似乎一丝也没有变化过的脸颊和双眼上的那块黑布，心里有些好奇，难道这人都不会老的吗？但此时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刺客，所以根本来不及问什么，直接开口说道：有人来杀我，现在被我敲昏了，正躺在地上。瞎子少年微微侧头，心里微微一动，面上没有一丝表情，低头行了一礼。范少爷在胡说什么？没空在这扮深沉了，你总得管我才是。范闲嘻嘻笑着，心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装不认识？不管那么多，拉着瞎子少年的手便往别府的方向走去。少爷仍然在胡说。瞎子少年微微皱眉，似乎很疑惑，面前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好像知道自己身份。当年他送襁褓之中的范闲来儋州时，范闲还只有几个月大，应该没有记忆才对，难道是伯爵府里的老夫人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他？夜已深了，远处传来几声凄厉的狗叫，不知谁家的主人起夜摸错了房门。瞎子少年捂住脸色冷漠，侧着身子听范闲说话，终于动作将杂货店的门关上，抬步往伯爵府走去。范闲心里松了口气，赶着小步子跟了上去。来到伯爵府外，2个人从狗洞那里钻了回去，站在卧室里看着地下那个仍然昏迷不醒的刺客。范闲看着地上的人，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难免有些紧张，转而问道：五竹说，这几年里你一直待在杂货店不敢认我，为什么呢？叫五竹的瞎子少年又偏了偏头，
半晌后开口说道：“小主人，您真的让我很吃惊。”他确实有些意外，虽然知道面前这个孩子既然是小姐的孩子，那么一定会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五竹确实没有想到，对方才4岁的年龄就显得如此成熟，而且居然能够暗算到京都来的费大人。先处理面前这人吧。范闲有些费力地将地上的刺客翻过身来，取下他的蒙面巾，露出刺客的真面目。刺客面容消瘦，年纪已经有些苍老了，额上的胡须都开始发白，但不知道为什么，白色里面还夹杂着一些绿油油的颜色，看上去有些恶心。范闲吓了一跳，跳到五竹叔的身后，抓着他的衣袖，苦着脸哼哼唧唧道：“叔，这刺客卖相不好。这是监察院第3处的主办费大人。”五竹缓缓蹲下身体，摸到那名刺客的下颌，全天下公认用毒最精深的3人之一，精通用毒变毒解毒，这样厉害的人物，居然会被你用块瓷枕就断送了，不知道是您运气太好，还是他的运气太差。是他的运气太差。范闲在心里暗暗说道，虽然很惊讶于地上这位的大名头，但一想到对方碰上自己这样一个貌似婴儿，实则两世为妖的怪物，对方的运气确实不太好，别用手去摸，万一他身上有毒怎么办？范闲提醒瞎子少年五竹。五竹没有停止动作，也没有解释什么，但那股子劲儿让范闲觉得对方是在向自己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够毒死他的毒物。范闲挤着眉头，苦脸问道：“说，那这人怎么办？”他不是自来熟的脾气，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眼前这个瞎子少年是他第一个认识的人，也是他唯一敢全盘相信的人，而且知道对方是很厉害的强者，所以刻意的可爱些，恭敬些，书这个字不绝于口。他的眼光四处溜着，最后落到那把刀上，把牙一咬，心想干脆把这个费大人捅死算了。察觉到他的动作，五竹站起身来摇了摇头：“你的性情与小姐相差太多，小小年纪便如此心狠手辣，也不知道是谁教的。”自己学的。范闲不敢得罪这个自己唯一敢信任的强者，很恭敬地说道：“侄儿知道叔一直守在杂货店里保护侄儿，还知道叔怕母亲的仇人会因为叔的存在找到我这儿来，所以没有留在伯爵府中，所以侄儿只好自己心狠一点。”五竹又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范闲知道母亲的这位仆人高手开始对自己起疑了，嘻嘻笑着问道：“说，接下来怎么做？”他的意思很明显，杀人这种事情还是让五竹叔叔来做好了。没料到五竹淡淡说道：“少爷，你打错人了。”啊，打错人了。范闲顿时傻在原地，慢慢的低头去看地上那位满脸上血的刺客。不过打也打了，就不需要考虑太多。五竹静静说道：“费大人是监察院第3房主办，暗地里的身份，准确来说是你父亲的属下的属下，所以他这次来儋州应该不是来杀你。如果他真的是来杀你，那我相信无论少爷再如何有本事，都已经死了无数次。”范闲这才想到，地上这位刺客先前似乎是说过是自己父亲派他来的，但长得跟 T-Bag 一样，谁敢信这种老淫棍？费介这些年一直待在京都监察院的格物所里，50几岁的老头了，虽然身上有些诸如用毒大家之类的美誉，但整体而言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这次如果不是一位有利人士托他前来儋州上课，而他也没有勇气拒绝，他是断然不会离开京都的。但想不到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学生就被对方打了2个大包，流了半碗鲜血，险些送了老命。他看着面前这个小男孩，发现对方满脸的天真可爱，那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夹杂着一丝畏惧和惭愧。如此可爱的一张小脸，再加上小男孩的身份，倒是让他的满腹怒气无处可发。转头看见一个仆人模样的家伙，他准备将怒气发到对方身上。那谁？还不快把我给解开！我是伯爵大人重金聘请的费老师。谁知道那仆人似乎比他还骄傲，根本不理会他，冷冷地说道：“我和你上司之间的协议里，似乎没有你来当老师这个环节。”吴大人。费介瞪大了有些浑浊，夹着褐色余毒的双眼，看清那仆人的模样，吓了一大跳。吴大人，原来是你！听到刺客醒过来后自称费介，范闲觉得这事情果然很费解。他认为费介很费解的原因是，自己那个父亲不是一向不管自己这个私生子的吗？怎么还会专程派个老师来？如果是教读书的倒也罢了，怎么搞这样一个老变态来教自己？看到对方认识五竹叔，范闲知道这个事情轮不到自己插嘴，装傻充愣地坐到了床上。等大人们把事情都说清楚了，范闲才用小胳膊将费介老师身上的床单给取了下来，然后躲到五竹身后，呵呵傻笑着，扮演着痴呆。可惜今天露了一小手，眼前这2个厉害人物都知道，面前这个4岁稚童的脑子里很不简单。天色已经微微亮了，远处隐隐传来鸡叫和下人们烧水的声音。五竹领着费介出门而去，只是在离开之前，范闲的耳朵里听到五竹传来的一句冷冰冰的话：“什么时候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是谁？”范闲心里咯噔一声，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4年前与五竹书千里同行来到儋州时，自己还是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他想了又想，总是找不出一个好借口，只怪当时被费介那个怪老头给吓惨了。儋州城开始从睡梦里醒来，那间不起眼的小杂货店却没有开门的迹象。在店里一个幽暗的房间里面，五竹冷冷地看着费介。脖子是什么意思？费介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可称得上是一代大家，但一想到传闻中面前这个瞎子少年的冷血毒辣，也不免心头有些惴惴，回答道：少爷总是要长大的，将来总会面临京都里面的那些事情，早些做准备，将来也可以多些胜算。五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虽然明知道对方是个瞎子，但费介总感觉那块黑布后面有2道足以杀人的金光正盯着自己。他微笑着说道：武大人如果有意见，我可以马上回京都，相信大人会尊重您的意见。五竹摇了摇头，我想脖子让你来应该不是这么简单。不错，费介心想，也只有面前这个家伙才敢直呼院长大人叫脖子。他弯了弯身子回答道：大人一直没有找到小姐留下的那个箱子，很担心会被那些有心人找到，所以想请武大人指点迷津。不用找了，小姐去世前已经把那箱子毁了。五竹面无表情说道。费介点点头，转身离开，忽然又皱眉道：总觉得小少爷有些奇怪，武大人他才4岁大，你就让他修行如此霸道的真气功法，难道不怕出事？奇怪的还在后面，他的真气功法也不是我教的。五竹看着这个即将成为小主人老师的毒物，淡淡道：就辛苦你了。费介摸了摸自己头上隐隐作痛的伤口，总觉得这句话好像有些什么不好的兆头，苦笑着告辞。等他走之后，瞎子五竹进入杂货店的一间密室，呆呆地对着角落里一个蒙满了灰尘的箱子，眼睛上依然蒙着那一块黑布，但可以明显的看出他是在思考着什么。白天的时候，伯爵别府来了位奇怪的先生，递交了名帖之后，得到了老夫人的亲自接见，又不知如何得到了老夫人的信任，开始担任范家少爷的第2任先生。丫鬟们早就把这件事情传开了，都很奇怪，一个头上裹着纱布，看着像老流氓一样的家伙，怎么有资格当自家可爱少爷的先生？书房里，范闲正乖巧可人地给费先生捶背，昨天夜里把人敲了闷枕，这时候得赶紧讨好讨好。老师啊，这可不能怪学生。他奶声奶气说着话，自己心里觉得挺恶心。您拿把刀子，学生年纪小，所以冲动了些。费介心想，自己不拿刀子，怎么把那门撬开？自己只是准备偷偷来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私生子长得什么模样，谁知道小孩子家的，居然半夜不睡觉，在玩失眠。所以有此误会也是难免的，只是后脑还有些痛，可惜了，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笔债讨回来。我还以为老师会悄悄来教我。不错，在很多江湖传说中的故事里，独处小园的少年偶遇一个风尘艺人，学得经世之意，而身边之人一无所知，这种事倒是常有。范闲苦兮兮地望着费介老师，听他说话。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而且你不是我儿媳妇儿，我也不喜欢天天爬墙。费介的脸色不太好，看着面前的小男生，所以既然能够有个身份，还是用这个身份教你比较好。范闲嘿嘿笑着，爬到他腿上坐好。老师，你和我爸爸认识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费介脸上一阵青红，明知道面前这个小家伙一肚子狠水，还在自己面前扮演天真，自己身体里生出一种浑然无力的感觉。听到对方发问，想了想才回答道：伯爵大人是我上司的朋友，所以他请我来教你，你以后还是叫我老师吧。老师，那您准备教我什么呢？费介嘿嘿笑着，微褐色的眼瞳里闪过一道妖异的光芒。我只会用毒，所以我来教你怎样用毒杀人，怎样不被别人毒死。本来以为这句话可以吓到小朋友哭，但费介马上想到自己面前这位小朋友不是一般人，自己这招估计没用。果不其然，范闲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兴奋，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显得格外感兴趣。那还等什么呢？要不要我去捉几只兔子来当试验品？兔子不好，那就用蛤蟆。费介傻痴痴地转过身去，心想这小家伙真的只有4岁吗？数月之后，离儋州港约有10几里路的乱坟岗里，微微发白的东方天空中，淡淡的晨光洒在幽暗的坟地里，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鬼气森森。费介拢着双手站在坟地的外面，看着那个正在坟坑里蹲着身子的小少爷，眉头微微的颤抖了几下。这次是借口出游，向伯爵府老夫人请的几天假，将范闲带到坟地里刨尸，用来学习人体构造。虽然知道范闲少爷和一般的小男生有很多的不一样，但当费介看到范闲居然只用了一会儿的时间就习惯了坟地里的阴森气氛，居然这么快就稳定住了心神，开始按照这1个月里学习的相关内容，对坟地里的尸体开始解剖。费介自己很受惊吓，他一向就是和这些死尸打交道的专业人士，但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可以如此平稳面对尸体的4岁小男孩。坟坑中一片污臭，一个漂亮干净的小男孩戴着个大口罩，他小小的双手正从一具半腐的尸体里往外拖出粘成一团的肠子。
这个场景很恐怖，很可怕。范闲觉得自己的第二次人生依然凄惨。取下口罩，又用清水洗了手。范闲开始记录这具尸体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然后分析可能得的病症，详细的记录在费介老师提供的一个大黑皮本子上面。做完这一切后，他才站起身来，脸色有些发白，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抖动着。老师，还有什么要做的？费介看着他，皱了皱眉，没有想到小家伙居然胆子大到如此的地步。没有等他开口说话，范闲终于没有忍住恶心，跑到地垄下面，哇的一声开始拼命地呕吐了起来。等到烦闷烧去，这才站了回来。费介的眼神里飘过一丝温柔，心想自己让4岁大的孩子接触这些生命里最恐怖的东西，会不会太残忍了一些？直到看见范闲吐了，费介忽然发现，只有这时候的范闲才真正的像一个小孩子，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像有另一个灵魂隐藏在里面一样。算了，先有个直观的认识，下次再说。费介的话音还没有完全落下，便听到范闲轻质的声音说道：可惜儋州港是个小城市，死的人太少，不然可以找具新鲜的尸体。费介心里咯噔一声，缓缓转头面对着范闲没有一丝杂质的双眼，不知道想从这眼里看出什么来，许久之后才冷冷说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害怕？为什么你不因为我让你做这些事情而感到愤怒？费介觉得很费解，皱着眉看着小家伙。范闲低下头，很恭敬地说道：因为老师说要毒死一个人来让我观察学习，我很怕，所以我宁愿来挖尸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事情。是。范闲可怜兮兮地望着他，小贤才4岁半，年纪小不是借口。费介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虽然你年纪小，也许有些事情不懂，但要知道，像你这种贵族的私生子，在以后的岁月里面可能会面临许多的阴谋与伤害，有时候这种廉价的同情心往往是杀伤自己的利器。说完这句话，费介有个奇怪的念头，也许自己说的所有东西，面前这个小孩子都可能懂。正在此时，晨光忽然映入半抬起头来的范闲双眼之中，反耀出一种很奇妙的光泽。费介心头微颤，觉得小男孩的这对眸子十分妖异。他这一生不知道用毒杀过多少人，当年先皇北伐之战，自己配置的毒液少说也杀了北魏国上万士卒。如果要论罪业，自己是命中注定要下地狱的人，但为什么自己看着面前可爱的小家伙，却会禁不住的害怕起来？将被挖开的无名坟墓重新整理好，一老一少古怪的师徒开始循着天光来处往东面走去。一路走着，费介忽然问道：你应该很好奇吧？范闲鼻子里了一声，甜甜的笑容里夹着一丝羞涩。老师对我很用心。费介根本没想到小孩子会答非所问，苦笑着说道：这时候还能笑出来，真的很怀疑你的神经和你的大脑成熟程度。笑比哭好。那倒是。费介的目光投向远方隐约可见的城墙，皱眉说道：你父亲在京都的家产很大，将来要与你争家产的人很多，所以你必须变得更强，学习更多。范闲没有说话，心里却在盘算着，一向听说自己的父亲司南伯爵很受皇帝陛下信任，所以没有外派地方，而是留在京都里面。前年京都里政治动荡，不知道有多少王公贵族都在那场政变里死去，最后皇帝陛下牢牢地控制住了局势，血洗了无数王族贵族之家。而自己的父亲虽然也是位贵族，却很奇妙的依然保持着陛下对他的信任，这官反而是越做越大了。但范闲还是不能够理解，是什么样的家产居然会害死自己，会让自己的父亲请来京都最可怕的监察院中人来充当自己的老师。我明白，将来肯定有人会想杀我，所以老师教我用毒，其实是怕我被人毒死。不错，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最方便也是最不容易引人注目的，就是用毒。费介将手放在他的头顶，轻轻摸了2下。我的任务就是在这1年之内教会你这些方面的知识，保证将来没有人能够在饭菜里下毒，毒死你。为什么是现在？前些年难道就不怕人毒死我？有些问题必须问清楚，所以范闲顾不得害怕让对方察觉到自己超越年龄的成熟，继续追问着。费介微笑着，笑容里却有些说不出来的阴险味道。因为上个月司南伯爵的姨太太刚好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伯爵府的产业你已经多出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那位姨太太刚好和监察院里的某些人有些关联。你父亲担心你这边出事，又不方便长期派人保护你，因为那样反而容易让你过早的浮现出水面，所以才安排我来教你。范闲注意到费借用了2个称呼，司南伯爵和父亲。我是私生子。范闲甜甜的笑着，按本国法律应该是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爵位的，姨太太应该不会太担心我呀。这世界上什么事情能说得准呢？费介随口答道，虽然武大人一直在暗中保护你，但他毕竟不可能当你的保姆，饭菜里的毒药毒不死他，却能很轻易的杀死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死了，有多少人会陪着你一起送命。范闲越发的疑惑了，
心想自己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究竟在暗中有着怎样的权势，明显比一个伯爵所能拥有的权力和能力要大太多。晨光微熹，费介牵着他的小手往儋州城走去，一高一矮的两个影子落在地上，拉成长长的两截。费介看了他还有些苍白的小脸一眼，其实死人是最不可怕的。是，以后不要用那种真气来控制自己情绪了，人的情绪不能得到正确的宣泄，就算你体内的霸道真气真的练到顶峰，也只会成为一个只会杀人的怪物。是，范闲很听话地散去了体内的真气，不再强行控制自己对于死尸的畏惧和恶心。就在这个时候，费介忽然说道：“你的衣袖里还有一截烂了的肠子，难道准备回家红烧？”啊！安静的郊野小道上传来小孩子的一声惊叫和某个不良老师的阴险笑声。在之后的1年时间里，年幼的范闲开始跟随从京都来的费老师学习关于毒药的一切知识，偶尔抽空出城翻山越岭去找那些马钳子、巴巴多斯坚果之类的植物性毒药，还尝遍了各种菌类，肚子疼了无数次。要不是身边有位独家宗师，只怕早就去了地府。当然，为了更深入的学习这一切，在费介老师的带领下，司南伯爵的这位私生子已经犯下了累累血案，无数尾巴不长的小白兔，四处乱窜的癞蛤蟆的阴魂，就这样葬送在他那双纤细嫩弱的双手之下。这一年，范闲5岁。很奇怪的，从费介来到儋州港之后，一直住在杂货店里的五竹似乎也就不再刻意回避范闲。至少每当范闲悄悄溜到杂货店去喝小孩子一定喝不到的酒的时候，五竹总是会帮他做几个小菜吃。范闲有时候很奇怪，五竹是自己母亲的仆人，那为什么居然连自己喝酒都不管？范闲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不是平凡人，所以才会拥有像五竹这样又忠心、实力又十分恐怖的强者作为仆人。但是范闲也不确定这位盲人高手会不会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看护着自己。不知为何，不知不觉间，范闲已经渐渐习惯了五竹在不远的地方守护着自己，习惯了那块蒙在五竹眼睛上的黑布时不时出现在某个角落，比如巷角的竹下，比如街头的豆腐摊旁，诸如此类。在这1年里，范闲体内的真气很缓慢，却是异常稳定的保持着进展，隐隐然快要接近某个关口，但那种睡梦中就能积累的霸道真气却变得有些不再稳定，让他的情绪隐隐有些躁动。他知道在这个依然陌生的世界中有许多不知名的危险，至少京都司南伯爵府中就一定有许多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问题。而他刚刚苏醒之后，便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好好活着，天天向上。就因为这个伟大的目标，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以便日后进行自己更加伟大的3大任务，他很执着于修行。而且因为前生患了重症肌无力，一直没有办法行动，所以这一生忽然间可以自由的行走，更加让范闲珍惜这种能力，天天一大清早的就爬起来锻炼身体，爬高爬低，勤奋到了一种连费介都觉得很恐怖的地步。只是可惜目前找不到法术的修炼方法。如果以勤恳论，他绝对比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要勤勉许多。不过他常常安慰自己，身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当然要比那些小鼻涕虫勤奋些才像话。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能吃苦，只是多动症而已。躺了10几年，再懒的人也都不会再想躺了。入夜，费介先生自己独居的屋子内，油灯的光辉还没有散去，他靠在桌边，花白的头发近似比出来儋州港时，反而要显得黑色更多了。此时他正提着鹅毛笔，在白色的信纸上写着什么。门外传来敲门声，费介头也不回，轻声说道：“进来吧。”范闲推开门，迈着步子跨过那高高的门槛，摸了摸小脑袋，嘿嘿笑着凑了过去。老师在写什么？费介并不怎么避着他，很随意地将信纸推到一边，转过身来和声问道：“有什么事？”和司南伯爵的私生子相处了1年，不知为何，这个令无数官员大到魂飞胆丧的监察院毒物学专家，居然心头升起些许温润来。看着这小子，便是打心里出来的欢喜。小家伙年纪小小，但能吃苦，肯钻研，而且对毒物这个东西也没有世人那种很做作的厌恶感，这一点让费介很是舒服。而且最关键的是，范闲很聪明，很懂事，甚至有时候都不像是一个5岁大的孩子。老师，范闲挪着屁股，有些困难地挪到板凳上。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关于司南伯爵和自己母亲的过往，这已经是1年当中范闲第4次问起了，但前几次问的时候，费介总是不置一词。你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费介这样说道。当然，你母亲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人。说了等于白说。监察院是整个国家负责查办要案大案以及官员重大犯罪的恐怖之地，而费介更是早期的院内人员，后来担任3处的主办，一向职高位重，就算在京都这样藏龙卧虎的地方，也都是人人畏惧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用毒宗师，居然被司南伯爵一句话就发配到遥远的儋州城来教自己的私生子。用脚趾头也能想见司南伯爵在京都里的权势是多么的恐怖，只是不知道这种权势是官面上的，还是隐藏在暗底里的能量。
至于那位在自己出生之日死去的母亲，范闲虽然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但直觉告诉他，这位母亲一定非常不简单。而且不知道是因为身体血脉相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一直觉得自己隐隐约约里很想念那个不知道名字、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子。费介似乎不想说这个问题，淡淡问道：“既然姨太太已经生儿子了，将来你自然不可能继承伯爵府的一切，那你准备做什么？”范闲甜甜的笑着：“老师教我用毒，也教我解毒，其实学了许多医学知识，将来实在不济，可以去做个医生。”费介捋了捋自己颌下长须，自惊道：“那是自然，就算皇宫里的太医，论起医术来也不见得比我强。你身为我唯一的学生，日后做个医生，自然是绰绰有余的。”师徒二人这般说着，但其实内心深处都非常明白，这只是一种奢望罢了。范闲忽然开口问道：“老师，我修炼的那种真气法门似乎有些问题，其实今天晚上悄悄过来，是想请老师指点指点。”费介自认在用毒之上，天下无人出其右，但却一直不肯教范闲别的本领，因为他总对范闲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杀人的方法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追求最厉害的杀人方法之中。而在费老师眼中，最厉害的杀人方法自然是下毒。如今范闲拥有了最好的下毒的老师，那还修行什么真气？至于范闲念念不忘的法术，费介也和一般的庆国人一样，认为那只是一种辅助战斗的鸡肋之学。不过今天范闲主动提问，也是1年里来的头一次，费介不免也有些好奇，伸出2根指头往他的脉门上轻轻一搭，不由面色一凛。费介慢慢皱起了眉头，因为相信那个瞎子的强大实力，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范闲修炼的真气会出什么问题。但今天一查脉，果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看见猥亵老师一脸慎重，范闲也知道事情有些不对，笑着问道：“有什么问题吗？笑成这样，难道不怕走火入魔？”费介瞪了他一眼，说道：“上次只知道你练的真气很霸道，但没想到霸道成这样。”范闲挠挠脑袋：“很霸道？有多霸道？”费介很认真地回答道：“相当霸道。”范闲很认真地看着他：“老师，我们都在说废话。”费介是用毒大家，不是武道宗师，自然判断不出来范闲练的这种无名真气是什么套路，但很明显地感觉到小孩体内那股真气的凶险。思考一阵之后，他劝范闲去找五竹，不料范闲唉声叹气地说：“五竹叔只是听老妈的话，把这本子给了自己，连他自己都没练过，也不肯多说什么。”费介大怒：“武大人过分了，你身为他家小少爷，怎么不亲自教你，反而让你学这些既凶险又没有名师指导的功法？”1年多来，他早已经将面前这个5岁的小孩子当做自己晚年生活最大的安慰，还指望着范闲将来能够接过自己衣钵，将自己的一身所学发扬光大，所以一听到这件事情，便开始怨起瞎子五竹来。五竹说很厉害吗？范闲眯着眼睛问道，像只小狐狸。当然厉害。费介悠悠思及过往，只是这天下知道武大人存在的也没有几个人，你知道4大宗师吧？范闲当然知道，在当今天下，百姓们奉若神明的4位武道超级强者，就是4大宗师，掐指算来，庆国2个，北齐国1个，东夷城1个。如今的世界，庆国在皇帝陛下的率领下，早已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只是很奇怪，在年前的政变流血之后，国势复盛，皇帝陛下却反而偃旗息鼓，不再对外扩张。不过最强盛的国家里面有2位超级强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错，本国目前就有2位大宗师。费介冷笑说道：“世人愚顽，只知道打架厉害，哪知道用毒一旦入了化境，那也是宗师。”范闲赶紧咳了2声，阻止了老师的自吹自擂。如果除开最神秘的神庙不算，4大宗师庆国得其2，其中1位便是如今京都守备师师长的老师的弟弟流云散手叶流云。范闲瞪大了眼睛，心想这名堂长了点，不过京都守备师负责整个京城地区的安全，是全天下最要害的位置，那师长的老师的弟弟什么叶流云的可能很强。还有位高手，听说是在皇宫之中，不过没有人见过。喂，老师，我们是在说五竹叔的事情，着什么急？费介瞪了他一眼，那个叶流云一生决斗17场，从未一败，但是当年你母亲第1次进京的时候，因为把叶流云的侄儿，也就是现在的京都守备师师长叶仲给揍成了猪头，所以叶流云放出话来要找你母亲的麻烦。范闲傻了眼，感情自己那位没见过面的老妈当年也是个嚣张角色。费介呵呵笑道：“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叶流云忽然间不再管这件事情，叶仲还跑到太平别院去给你母亲端茶认错。啊，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事儿一直神秘得很。不过应该是叶流云和五竹大人曾经在皇城跟下战了一场，武大人是你母亲的仆人，这种事情他出头是很正常的。”费介将自己手边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最后谁赢了？范闲睁着好奇的眼睛
虽然知道瞎子五竹是个相当厉害的强者，但想不到当年竟然有和如今4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决斗的经验。没有人知道结果，不过应该是战成平手。费介皱眉道：听说叶流云回到自己的剑阁之后，曾经蒙着黑布练了半年剑，也就是那次之后，他弃剑不用，一套古朴散手自成，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代宗师。想来那一战应该对他也有不少启发。他撑着小脸傻傻想着，4大宗师，那主武排行第5，难道就是第5个大宗师的意思？范闲的眼睛里桃花灿烂，心想原来自家的瞎子仆人竟然厉害到如此歇斯底里的程度，那以后自己闯世界还怕谁呢？忽然间他想到一个问题：老师，您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秘闻吗？你怎么知道的？费介冷冷道：我是监察院的高级官员，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哪有什么秘密呢？不知道为什么范闲总是对这个世界上强大的人物特别感兴趣，就像是他觉得10几年后自己总会碰上那些人一样，所以开口问道：其他的3大宗师老师都见过吗？庆国另外一位高手只是存在于传说中，据分析应该是在皇宫里面，但没有谁真正见过。费介说道：至于北齐国的绝世强者，自然是他们的国师，那个变态的光头苦荷。光头？范闲想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佛教，自然没有和尚，是个僧侣。听说当年苦荷是个苦行僧，曾经在神庙的青石阶前跪了3个月，只饮寒食露水，不知怎么居然把神庙里的人给感动了，就这样得了天授神学，成了一代宗师。费介骂咧咧说着，看来很羡慕那个叫苦荷的苦行僧，道：一看就知道那光头是个骗子。神庙？神庙就是供神的庙。老师，你又在说废话。神庙是整个大陆最神秘的所在，据说是仙人供奉神奇的所在，但是很可惜，除了运气极好的那些王八蛋，没有人能够找到神庙究竟是在哪里，所以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也许神庙根本就不存在。费介狠狠地打了一下范闲的小脑袋。平日胡闹也罢了，对于这种圣洁崇高的地方，怎么能出言不敬？范闲捂着脑袋，吃惊地看着老师，一是吃惊于用毒害命从不眨眼的老师居然也会对神庙保持敬意，二来是发现自己居然很轻松地接受了4大宗师神庙这种看上去很有些神神叨叨的说法。看来自己还真的是很适应这个世界啊！谁有证据证明神庙真的存在？范闲依然还保留着现代人的实证精神。费介傲然道：4大宗师之一的苦荷国师，只不过偶得神庙垂青，便成为大陆上的绝世强者，这难道不足以证明？也许苦荷吃了很多兴奋剂，然后找神庙来当借口。范闲扁扁嘴：呸！虽然我也很嫉妒苦荷光头的运气，但他数十年来敬神如一，这点我是佩服的。他怎么可能把神庙来当借口？另外，兴奋剂是什么？就是一种大补的药，类似于仙丹什么，肯定是补过头了，不然他头发怎么掉光了？范闲笑嘻嘻的和老师开着玩笑。费介懒得理他。神庙与天脉者一样，都是存于典籍的东西。各国的皇室祭祀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祭祀神庙，只不过神庙不愿意妄扰世事，从不入世，所以祭祀只是在皇宫外3里的天坛举行。庆国与北齐的天坛里都有神庙的大祭祀，不过他们从来不会过问政务和国事。只有些苦修士，据说是神庙在世间的遗留，行走在尘世中修炼身心。范闲面上依然笑着，但心里却在想，这神庙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如果是宗教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里没有类似于教堂一样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些下层机构，那么这个宗教就无法掌控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利益，没有利益，那任何一个组织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他是不相信神庙真的如费老师所说，只是一个脱离于尘世之外的超然存在。不过在他心里也想着，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神迹之地作为信仰，而又不干扰人类的生活，似乎倒也不错。好了啦，老师你说了半天闲话，还没有说我体内的真气到底是怎么回事。见到小学生难得发小孩子脾气，费介认真地诊了诊脉，然后郑重说道：刚才说过，你体内的真气很霸道，霸道到你虽然只修行了这么短的时间，但丹田和经络里的真气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你现在这个年龄身体所能容纳的地步。有这么严重吗？范闲苦着脸，还没有确定。那你就提前吓唬我。不是吓唬你，只是你现在就像个装酒的皮袋子，袋子拢共只有这么大，然后里面的酒水却越来越多。如果你继续练下去，我担心将来你这皮袋子会被胀破。范闲这些日子里练功，除了经常觉得腰部有些灼痛之外，并没有什么很离奇的感受，所以听见老师如此说法，不免有些不愿相信，摇头道：老师是在骂我酒囊饭袋，这话我是听得懂的。你试着按平日里的功法运行一下体内的真气。费介微微皱眉。范闲一言闭目归心，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修行的状态，体内腹下那处温暖的气团开始逐渐长大，沿着人体的经脉缓缓地向着四肢散去。费介闭上双眼，指腹搭在小家伙的手腕上，
细细品评，过了一会儿后，忽然皱眉说道：“不要故意收着，你不过是个5岁的孩子，就算这真气太霸道，也不可能伤害到我。只是你现在身躯弱小，承担不住。”哦，范闲确实一直控制着体内真气的强度，缓缓地由丹田往外释去。但此时听老师一讲，心想也对，自己这点真气自然不能伤到这个老不误。如果自己真气施得太少，老师确实很难检查到真正的症状。这般想着，他闭上了双眼，那个无名真气诀的法门在他的脑中缓缓响起。不赖华持行还灭坏，当引天拳贯己身。随着念息起时，体内的真气宛若得到了指令，跳跃着欢快地从他的丹田里跑了出来，循着他的经络由腹至后背，沿着一个很古怪的路径径直冲到了手腕上。一声闷响在书房里响了起来。费介猛地睁开双眼，只觉自己搭在小孩子腕上的手指被一股浑厚的真气一弹，他没有做好准备，硬生生地被弹到了墙上，撞得闷声一响，指尖一阵炙热灼烧感，胸口一痛，竟是噗的一声吐出血来。在另外一边，范闲也是觉得胸口一阵烦闷，抬起头来才发现了费介的惨相，一惊之下赶紧跑上前去将老师扶了起来。费介摆摆手示意无事，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摸了摸自己唇边的血渍，此时再看小家伙的眼神就有些古怪，还有几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他喃喃自言自语道：“这他妈的才5岁，这真气怎么霸道成这样了？如果你再练下去，将来岂不是要被体内的真气活活爆死？”听到老师骂脏话，范闲一愣，完全没有想到费介老师被自己手腕中忽然不听话的真气震得吐血。但费介受伤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伤势，而是关心学生将来的平安。想到这一点，就算是一直躲在小童躯壳里，有时候刻意封闭自己感情的范闲，心头也是一阵感动。木门无风而开，一道黑影像道黑色的幽光一般掠了进来。范闲很熟悉这个人的味道，所以没有怎么理会，只是扶着费介老师。两个傻子。就算在这种时候，瞎子五竹依然是这样冷淡的口吻。他一手拎开范闲，将手指搁在小家伙的脖子上，略停一会儿，冷冷说道：“你没有受伤，只是看费介吐血，心太慌了。”然后又看了一眼费介，冷冷道：“费介，你教他用毒，我信任你的水准，但是小姐当年说过，你的武道境界是京都8大处里面最弱的一个，既然是我留给少爷的东西，你最好不要在旁边多说什么。”费介在儋州城里似乎只是一个很不起眼、有些猥琐的先生，但在京都中却是位很厉害的人物。此时自己受了伤，虽然是自己有些大意，但被五竹这样一说，老脸却是有些挂不住。再加上担心范闲才5岁就开始修行如此霸道的功法，脸不由渐渐的黑了起来。费介黑着脸冷冷说道：“我自然是没有资格质疑五竹大人传给范闲的功法，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不亲自教他？要知道他毕竟只有5岁，就算他确实是天资聪颖，但这么凶险的事情，你身为他母亲的仆人，应该在一旁盯着才是。”这话说的在理，既然这门无名的真气口诀是五竹留在范闲的襁褓旁边，那他自然有义务保证范闲不会练出问题来。范闲为难地看了一眼五竹，却一眼盯上了他脸上那块一直遮着双眼的黑布。五竹缓缓开口说道：“这不是我留给少爷的，这是小姐留给少爷的。”机械。费介本来不愿意得罪这个瞎子，但这时候狠劲儿也上来了。你的修为如此之高，随便指点1-2句，范闲也不至于练得如此凶险。五竹顿了顿，忽然说道：“我没有练过什么真气。”说完这句话，他转身潇洒离去，留下屋内目瞪口呆的师徒2人。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他没有练过什么真气，而且什么2个字说的还格外沧桑。费介看着范闲故作老成的模样，便一肚子火气，怎么也不明白这5岁大的孩子是从哪个乡野比处学了这么些不咸不淡的俏皮话。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内功的人居然可以和4大宗师当中的流云散手打成平手。虽然那个时候叶流云还在用剑，并没有练成散手。老师，范闲很恭敬地问道：“一个人没有那家真气，有可能像五竹叔那样厉害吗？”费介皱眉想了想，说道：“那除非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很恐怖的地步，这样才能够用他手中的铁签子，在别人来不及反应之前插入对方的要害。”范闲自然记得自己刚刚降世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夜晚，那个瞎子少年背着自己，手里就握着一根不停滴血的铁签。不过，这种速度和力量，应该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费介摇了摇头，忽然又咳了2声，赶紧坐到书桌边上，凝重望着范闲：“小家伙，你这门功夫如果能不练，最好就别练了。有了老师教你的东西，我敢保证，将来只有别人怕你。我会考虑的，老师。”范闲很成熟地回答着。费介想了想，去床边取下一个小药囊，递到范闲的小手里面：“拿着，这药很贵，如果将来你练功练差了，记得吃1颗，用大量清水送服。”范闲握着手里的药囊，知道这药物一定很宝贵，点了点头：“谢谢老师赠药。”
费介微笑望着面前这个像小大人一样的孩子，忽然开口说道：“是不是很奇怪？明明我是被你父亲想办法逼到儋州来教你，为什么现在还对你这样好？”范闲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用感激的神情望着他。费介笑着摇了摇头，摸了摸范闲的脑袋。也许年纪真的大了，能带一个像你这样聪明的学生，确实值得高兴。现在，你先不要想京都里的伯爵府。费介正色说道：“虽然你年纪还小，但希望你记住我下面说的话。”见老师说的慎重，范闲赶紧立正聆听。你家的事情要比你所想象的远远复杂许多，这里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你一人之存亡，更可能牵涉到更多的人命，所以你一定要谨慎。在你长大之前的这些年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将来才更有保护别人的实力。将来要保护谁呢？范闲有些疑惑。费介笑着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比如说像我这种和你已经脱离不了关系的人。范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心里想着这事儿看来确实挺复杂，自己两世为人都弄不明白这些老同志到底是在玩什么东西。好了，你先回房吧，记得好好调养，那个邪门的霸道功夫最好不要练了。范闲老老实实地回了自己的房间，一进门就看见五竹正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没有灯光，一片幽暗，偏偏他眼睛上蒙的那块黑布却比这夜色更加如浓墨般之稠。叔，范闲低头行了一礼。五竹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平平直直，轻轻悠悠。那本书分2卷，第1卷叫霸道，第2卷没名字，这是小姐留给你的书，所以在你小时候我就放在你的身边。我没有练过人间这些功法，所以无法教你，但我认为既然叫霸道卷，那其霸道一些也是正常的，如果练出问题，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说完这句话，一块黑布便从范闲的眼前消失。真是简单粗暴的解释，真是个淡漠的古怪的人。范闲叹了口气，爬上了床，从暗格里取出那本没有名气的书籍，心里盘算着，其实在练功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当真气充盈丹田之后，并没有依心念循经脉而行，而是有一部分逆着虚府的通道，直接灌入了后腰肾门之上的雪山关处。雪山关通着脊柱，范闲不论前生还是今生，跟随费介的学习，都了解那里的神经束直抵大脑，是人身体上最关键的部位，稍有不慎便会残废瘫卧在床。但是范闲每天的午睡冥想，体内修炼而得的霸道真气，经过后腰雪山处一度，却会变得平稳安静许多，那种躁狂感也会随之而去，反而浑体舒泰，如同夏天里吃冰淇淋。从他1岁开始，他就是这样练的，难道从一开始自己就练错了？范闲没有信心在这个世界的武学道路上走出一条歪路，却又像饮鸩止渴的人一样，已经无法摆脱这种快乐的束缚。如果现在停止不练，体内那些霸道的真气总有一天会冲破自己这个臭皮囊。瞎子五竹说，如果练不成是范闲自己的问题，而范闲此时却在想，练还是不练，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一大清早，鸟儿在园里叽叽啾啾地叫着，府里的丫鬟下人们打扫完毕，开始准备早饭。如今司南伯爵的女儿范若若小姐已经回京都了，所以府里只剩下一个半主子，事情本就不多。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之后，大丫鬟冬儿去喊范闲起床，谁知道看见范闲的样子吓了一跳，以为小男孩生了重病，急匆匆的便准备去请大夫。谁知道医生一来查脉之后说道，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不知道最近吃了什么，火气有些重而已，开了几副方子调养，便收钱离开。自从费介来到伯爵别府之后，原来那位古文派粉丝西席先生就黯然辞馆而去。尘封入室，费介看着面前顶着2个黑眼圈的小男孩，呵呵尖声笑道，人说少年家心性如初阳，不食人间愁苦味，你又是为了何事搞到连觉都睡不好，甚至要惊动医生？范闲想了一晚上，还没有确定体内的真气到底要不要练。虽然他的本性里是将练习这种无名功法当做一项排遣无涯之生的游戏娱乐，但如果试射生死，自然要慎重些。睡得太少，本就有些神思恍惚，听着费老师那句不食人间愁苦味，下意识里便哼哼唧唧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时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书房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半天没有一丝声音发出。范闲撑起睡眼惺忪的眼帘，打了个呵欠，老师，昨儿睡得太晚，您别生气。费介看着他，下意识里伸手去捋自己胡须，不料手中还拿着那管鹅毛笔，一下子戳到自己下巴上面，才痛醒了，讷讷问道，刚才那几句谁写的？苦命的老辛。范闲想都没想，直接把辛弃疾的大名报了出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看着费介发着绿光的双眸，范闲说话开始不利索起来，结巴道，老辛是上个月城西来收海盐的一个2道贩子。哦，写得不错，一个商人能做出这等文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辛气急。范闲偷偷瞄了一眼，费介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开始上课。除了生物毒药入门之外，他还要兼教其他课程，教学任务有些重。中午吃完饭，回到卧室里，范闲终于开始面对那个复杂的问题：到底那种霸道又危险的真气，到底是练还是不练？他捧着手中那个黄书，开始犯愁。但在这之前，他首先要犯愁的应该是刚才在书房里不小心练出的那几句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这是辛弃疾遭贬谪后词风变温婉成悲凉的一首词，范闲自然是熟得很，只是随口念出，却不曾想到会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只是不知道刚才胡编的借口究竟有没有骗过费介老师。不过看费介当时的神情，应该是信了，原作者是个范海盐的商人。范闲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洁癖，更不会认为抄袭前人诗作是个多么恶心的事情。在他看来，既然这些诗词都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东西，那如果不加以利用，就等于暴殄天物。在来到这个世界的前几年里，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自己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文抄工这个有前途的工作，毫不迟疑地杀入他的计划之中，并且牢牢占据了前3名的光辉地位。范闲在构思这一段的时候，一直在催眠自己，自己不是教母，自己是地球文化遗产的传播者、保留者、伟大的共享主义者。但他并不想这样抄，不想此时此刻抄，在他的想象中，至少写什么也得用原来世界上那些先人的名字当笔名才对。就如同今天在书房中，一个5岁的小孩要抄，你也去抄骆宾王那首白毛浮绿水去，那叫得多欢快，多符合自己计划中的神童范儿。而小年纪，如果随口哼出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词，那就不再是神童，是天山童姥外表正态，内心却有365道裂痕，每道裂痕上书春夏秋冬4字，沧桑到腰。范闲一面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一面却按照这些年来稳定如山的生物钟，美美的睡了过去，又开始在梦中冥想修炼那个在费介看来无比凶险、无比霸道的真气。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范闲认命了，既然睡觉就是练功，那就练吧，哪天真爆了再说。当范闲睡午觉的时候，费介老师正在自己房间里继续写昨天晚上没有写完的那封信。信纸上有几行已经干涸透了的笔记，应该是昨夜留下来的。这个孩子漂亮过人，胆识过人，聪慧过人，毅力过人，成熟过人。如果庆国所有5岁的男孩站在一起，他一定会躲在人群的最后面，但也一定会最快被人发现。从这1年的相处来判断，将来主人的家产由他来继承是最为合适，只是可惜他的身份，这是最大的问题。字迹到此结束，他昨夜就是写到这里时，范闲开始向他讨教真气的问题，费介叹了口气，想到上午在书房里听范闲念的那几句词，略定了定神，又开始在信纸上继续写道：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最近这些年古文日衰，今文当道，实在难以相信出自一个5岁孩童之口，也很难相信是一个商人写出来的。而且小主子当时回话，眼神中略有惊慌之意，这在1年的相处过程中都很少见过。最大的问题是，我与他天天待在一起，都不知道那个辛弃疾是何时偷偷与他见面。在信的最后，他郑重写道：让东山路的人查一下，那个叫辛弃疾的海盐商人究竟是谁，和小主子接触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小主子会因为这几句词惊慌？此事很为急迫，速办。写下变形的签字落款，费介搁笔。几天之后，京都监察院开始派出密探，大肆找寻一名海盐商人，结果查到不少私盐贩子，先落数名庆国东部高官，成果显著，却一直没有找到那位姓辛的商人。据京都流言，那位让全天下人恐惧的监察院陈院长，因为此事十分震怒，全院罚饷3月，密探们所遍天下，目露凶光。上天保佑这个世界上也叫辛弃疾的可怜人。又是1年秋来到，菊花满山飘。本来费介在儋州的教书生涯应该在夏天就结束了，但费先生喜欢儋州的空气、海风，喜欢思南伯爵别府的饮食，也很喜欢自己教的这个孩子，所以又拖了几个月。几个月之后，擅长把活人毒死，自然也很擅长怎样让老人活得更久的费先生摸了摸自己日趋圆滚的肚子，十分遗憾地接到了京都的来信，依依不舍地向思南伯爵的老母亲请辞。老夫人自然知道眼前这位老师是京都有人派来的，好生安慰了几句，也不会再去挽留，然后准备了厚厚的红包，感谢了一番作罢。在儋州港往西去的官道旁边，老师和学生正在进行着分离前的对话。为什么我让你不要练那个随时会爆炸的真气，你就是不听呢？老师，至少在目前，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昨天晚上你去厨房偷酒喝的时候，为什么会控制不住把整个酒瓮给爆烂了？是意外呀。范闲很苦恼地回答，最近这几个月体内的真气越来越暴狂了，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害得小范闲已经好多天没有和丫鬟姐姐们在床上讲鬼故事，因为他害怕大家搂成一团的时候自己会错手摧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学会用毒，
你就学会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杀人方法，何必还要学那些？因为用毒很容易误伤良民。费介忽然盯着小男生的双眼说道：“你确认自己今年不满6岁？”范闲很无辜地看着自己的老师，早熟又不是我的错。费介吐了口气，呸了2声，觉得自己和这个小怪物在一起待了这么久，而没有精神错乱，确实很不容易。要分别了，费介摸着小家伙的脑袋，回头往身后儋州城望去，那座海港正在碧海蓝天的衬映下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将来如果你真的要来京都当医生，记得找我。是。范闲很恭敬地弓下腰，他确实很感激面前的这个怪老头，瞎子五竹总是那么冷淡。这些年里，小孩子体内的成年灵魂能够找到一个交谈的对象，即便对方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背景很不简单，他依然感激。而且1年多的相处，的确能感觉到对方越来越爱护自己。别学那真气了，老师，你真的很啰嗦。或许是因为年纪太大的原因，费介一手揉着范闲小脑袋上柔顺的黑手，一手摸着自己头上缭乱的花白头发。不过那真气确实没什么用，威力太大，无法控制。费介还是没有死心，东夷城那个用剑的怪物欠我人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当他的学生。范闲倒吸一口凉气，说道：“你说的是东夷城那个剑圣？”“是啊。”费介诱惑道，“4大宗师之一，怎么也比你练的东西强些。”范闲感兴趣的是另外的事情。“老师，您怎么认识他的？”“哦，他8岁的时候，他父亲请我去给他看过病。那怪物明显就是个白痴，天天只会抱着根树枝发呆，我随便治了治，结果再过了几年，听说他居然学会了4部剑法，成了1代宗师。”范闲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便治了治？先不说老师你骗医药费，只是说你险些致死一个日后的绝世强者，这就值得鄙视了。”费介假装生气，迈步向远方的马车走去，一面走一面说着：“生物毒药前讲以及相关知识入门，这些东西我都教给你，但还有个最关键的东西还没有和你说。”范闲蹭蹭跑着，小腿像风火轮一样跟在老师身后。“是什么呢？”“解毒并不难，配毒也不难，最难的是下毒。”费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范闲却在后面停止了脚步，细心体会他刚才说的那句话。跟随费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已经1年，他自然知道，这个世界上真要找到一种无色无味无异感的毒药出来，真是剑极困难的事情。所以关键还在于下毒当中的这个下字。他忽然羞羞地笑了起来，心想自己又不准备去做刺客，也不准备去皇宫里毒杀皇帝，操心这些事情做什么呢？只要保证京都司南伯爵府那位姨娘没办法找人毒死自己就好了。跟随费介老师1年，这一点信心还是有的。看着马车渐渐远离，尘土扬起，又缓缓落在路旁，范闲对着道路上的马车躬身行了一礼。他知道马车上的那个变态老头当初来儋州一定是很不情愿，不过这1年里自己跟着他到处去刨尸体切挖腿，也不免沾染了对方的几丝阴暗之气，倒觉得和对方可以算是忘年交。这样一个人离开，范闲的心里不免有些黯然。费介老师真是个不错的人，就长得惨了点。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范闲都没有适应过来。一般的贵族少年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可能会呼朋引伴学习玩闹，虽然儋州港只有他这一个小贵族，但依然可以找到很多年龄相近的玩伴。可是范闲清楚，在自己结束了故事会之后，他便不可能再与那些同龄人为伍，因为他的心理年龄比对方大太多，和那些孩子们在一起，他感觉就像是在带孩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当孩子王，来满足自己卑微的权力欲望，就算在原来的世界里，也没有几个大男人会愿意去幼儿园当老师，这是同样的道理。费介老师离开了儋州港，失去了唯一可以交流的对象，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开始无趣起来。他站在伯爵别府的门口，看着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觉得有些孤单，不知道自己窝在这小小孩童的身体里以后该怎么办。他想到自己刚刚醒过来时曾经幻想过的美妙事情，不由自嘲一笑，前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病床上缠绵。他的能力水平让他的穿越显得格外可怜，但本来以为自己比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总要多点能耐，比如能够做几块肥皂，烧几个形状丑陋的玻璃杯，出几个简单却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的点子。但当范闲发现这个世界上早就有了肥皂，玻璃也并不怎么稀奇。费介离开儋州港时坐的就是4轮马车，发现马车旁边的护卫骑的马更是马上有鞍马下有灯的时候，一股失败的情绪让他开始唏嘘起来。儋州城的天忽然阴了下来，头顶上的乌云沉甸甸的，就像是被打湿了的脏棉花，或者是火候过了的棉花糖，就这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但是住在海边的人们早就习惯了这种天气，知道离下雨来风还有很久的时间，所以并没有如何惊慌。不像以前有些年，司南伯爵别府家的那位漂亮私生子，总是喜欢在夏天台风到来之前，跑到别府院子的屋顶，对着全城的人大喊：“要下雨了，大家快收衣服吧！”范少爷，最近怎么不喊大家收衣服了？儋州港唯一的一条主街上，四处摆着吃食和小玩意儿，
摊贩们看着从人群中间走过的那个漂亮男孩，纷纷打趣道。范闲羞涩的一笑，没有说话，牵着身边大丫鬟的手往别府里走，另外一只手上托着一块豆腐。大家都知道，伯爵别府的这位私生子与一般的贵族少爷不同，最喜欢帮下人做事，尤其是帮丫鬟们做事，早就看习惯了，所以并不吃惊。此时距离费介离开儋州已经6年，范闲已经长成一个透着股沉稳劲儿的漂亮小少年。回到府中，先让下人把豆腐提到厨房，又给身体有些欠安的老夫人请安，顺手将老太太身边的一张纸揣进怀里，范闲才回到书房里。他摸出怀里京都那个妹妹寄来的信，放在那张纸旁，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精彩起来。这一年，庆国的皇帝陛下忽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改元庆历，年号与国民相同，感觉总是有些古怪。京都里的那些文官贵族虽然表面上不敢有任何意见，但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总会咕哝几句。尤其是那些酸腐文人，如今不论是经文派还是古文派，不论是国立教育院里的老夫子还是河州的小说家，都开始在交付监察院第8处审核的文章里忍不住提起了意见。改元的后续就是推行新政，但新政似乎毫无新意，只是整治吏治而已。唯一让天下臣民觉得很新妙的是，就在庆历元年，皇宫里忽然传出一道旨意，内廷开始办报纸了。报纸？没有人哪明白是什么玩意儿，直到内廷真正把第1张报纸印出来之后，大家才齐声哦了一声，再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因为这报纸是由皇宫独家控制的产物，而且每天的样刊必须经过皇帝陛下的亲自首肯才能复印，所以根本不可能刊登任何会对帝国统治带来麻烦的文章。而连续几期贵达1银币的报纸被京都里爱尝鲜的人们买到手后，有些权贵人家总觉得自己是不是上了皇帝陛下的当，最近是不是皇宫又准备修什么新园子了。那张薄薄的纸上什么有价值的内容都没有，只是写着各地的风景名胜、前朝人物传记，而占据版面最大的那一面，沿着四周印了些像流云一样的花边，记载着京都里许多官员的私生活，比如军事院主事惨遭家中悍妻毒打，京都守备师师长为何少了一颗门牙，诸如此类。还有些花边新闻涉及到邻国北齐和东夷城，但庆国的官员们却只注意了自己的这些事情，开始还可以嘻嘻哈哈，后来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丢脸的滋味，本想找那报纸的麻烦，但怎奈何后台是皇帝，只好样样作罢。报纸印数极少，整个儋州港也只有2份，其中1份是专供伯爵别府的。当范闲从奶奶的房里偷出那张下人们议论纷纷的报纸，匆匆一扫而过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张大了嘴，恨不得把拳头塞进去。这是什么年代，居然都有八卦的报纸，还是奉旨督办。还有一样新政，则是皇家颁布了通邮法令，如今的邮路畅通，这样兄妹2人才能悄悄的通信，而不怕被别的人知道。范闲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报纸，这段时间他已经听路人说了许多新政的事情，在他看来，这纯粹是皇帝陛下胡闹的产物，但是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位皇帝陛下向来不是一个胡闹的人。范闲没有心情去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兴趣去改变这个世界，但当这个世界有某些方面变得和自己以前的世界有些许程度上的相似时，他自然很想知道这些事情背后隐藏着什么。这段很拗口的思想过程之后，他还是没有想明白，苦笑着将报纸推到一边，自嘲地想着，难道这天底下还另有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而且还是特有雄心壮志的那种。不过这些不关他的事，而报纸旁边的那封信却和他脱不了关系。在范闲的记忆中，范若若就是那个和自己有点血缘关系的，许多年前曾经在儋州城待过一小段童年的，长得黑黑瘦瘦的，还没有自己这个皮囊漂亮的可怜小妹妹。已经好些年没有见过了，也不知道那个小丫头现在长成什么样子，头发上那几根稀疏的黄毛有没有变黑，有没有变得漂亮。范闲甚至都有些忘记，到底妹妹应该叫范若还是范若若。自己真是个不称职的兄长。他自嘲地想着，虽然自己身体里是个活了2辈子的古怪灵魂，但血脉里总是那丫头的哥哥，平日里关心的确实少了些。前2年范若若开始上学之后，便经常从学校里给儋州港寄信，而范闲天天在练那个霸道的真气，在接受瞎子五竹的苦训，在复习费介老师留下来的那本读物学，所以很少回信。算起来，今年范若若应该10岁，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童年的鬼故事印象太深，这位伯爵府的正牌大小姐对于远在天边的哥哥十分依赖，经常来信问候。前半年的信里还常常是表述对奶奶的思念以及对于儋州生活的回忆，这半年的信里面却只是偶尔讲讲家里的事，大部分都在说在京都府邸里的无聊日子。范闲的手指在信纸上轻轻划过，漂亮的面容上略有忧色。信纸上是妹妹略显稚嫩的字体，上面写着最近她在京都的生活，进了贵族人家女子才能进的学校，似乎一切如同这个世界每个像她这样的人应该遵循的轨迹一般。但信里的字里行间总是会透出些不怎么符合范若若年龄的忧愁来，想来应该是京都府中大夫人死后，那未生了位公子的姨娘越来越嚣张了，
小女孩孤身一人在京都，司南伯又忙于公务，她的日子或许有些小问题。捡起笔，蘸了些墨水，范闲略思考了一下，开始回信。在信中他写得很隐晦，让妹妹首先多争取一些与司南伯爵相处的时间，在父亲面前表现得柔弱可爱些，绝不埋怨，但要偶落幽怨。第二步则是要在那位姨娘和娇蛮的某位弟弟面前表现得厉害些。所谓人善被人欺，要想不被人欺负，就至少要表现出来自己有反抗的意愿。第三步，对家里的下人好一点，尤其是对于司南伯爵的幕僚，要采取那种纯净无辜眼，看着大叔展示无聊仰慕的手段，然后尽可能的小小触犯一下京都府中目前的女主人，受些小苦，然后想办法让男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保护欲，更何况是对自己的女儿。相信在周遭的影响下，司南伯爵一定会记起来自己死去的正妻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女儿。但是这种家庭手腕也需要掌握度。范闲随意暗点了2句，心想如果若若足够聪明，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只是不知道这种自己学自前世言情小说的招数会不会有用处。他忐忑不安地等着回信，生怕自己瞎出主意会给那个11岁的小女孩带去什么麻烦。过了2个月，范若若的回信来了，不知道是这些招数起了作用，还是京都府里根本就没有所谓后妈虐女事件。总之，范闲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妹妹最近很高兴。只是在信中，范若若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对家里的下人好些？范闲这才醒悟过来，在这样一个阶层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又去了一封信，讲了几个小故事来表明，尊重这个事情不只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也是有益处的。本来范闲想凭自己的记忆抄几个十日谈的故事加在寄给京都的信中，因为记得前世看教科书时，权威的评论家总是称赞薄伽丘在书中歌颂爱情，倡导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但稍一回神，范闲却是后怕不已，想起来十日谈里面的黄色段子可真是不少。这是范闲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却让他找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寄托。似乎京都那个小女孩过得好不好，也成为了他生活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远在京都的范若若虽然年幼，但也能从这些信里感觉到远在儋州的那位哥哥似乎和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心理年龄相差极大的这一对兄妹就这样书信来往，很明显范若若也受了范闲的不少感染，信上言语谈吐要比一般的小女孩成熟许多，看待世界也开始有了一些很细微的改变。春有风筝，夏有鱼，秋有青鸟，冬有雁，书信一来一往间，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范闲每次给范若若写信的时候，都会不停地苦笑摇头，他的手臂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就没有好过，不是肿就是痛，像针刺一样。有时候右手根本就抬不起来，只好用左手写，以至于身在京都的范若若收到信后会很惊叹于哥哥的小心谨慎，居然隔一封信就会换一种笔记，这一切都源于6年前的那个晚上。费老离开后，小范闲很寂寞，在某天晚上迈着小腿偷偷钻出狗洞，来到了那间古怪的经常关门歇业的杂货店外，熟门熟路地找到后门，从石阶脚下厚厚的草叶里取出钥匙，开门进去。杂货店里本来是一片漆黑，直到范闲来到后门前，里面才有一盏微弱的油灯被点亮。小范闲抽了抽鼻子，很轻易地发现了五竹为他准备的黄酒，甜甜地笑了笑，自己动手拿碗盛酒喝了起来。五竹不喝酒，范闲甚至都没有看见他吃饭，所以早就习惯了，自顾自的豪饮。只是这个场景看起来不免有些荒诞，一个6岁的小男孩居然像世间的豪迈游侠一样灌着酒，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会觉得是自己眼花。但五竹却偏偏任由范闲喝，从来没有管他的意思，甚至还很自觉地开始准备几个小凉菜，让这个小爷下酒。虽然喝的是黄酒，但喝多了仍然会有些晕。范闲眯着可爱的小醉眼，看着那个脸上一直没有表情，似乎永远不会变老的瞎子。叔，为什么这么多年你的样子都没怎么变，像是不会老似的？他接着自问自答道。看来绝世强者真的可以永驻青春，不过你不是没有练过内功吗？叔，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厉害的人物有多少？怎么分级别？9级？怎么又是9？醉意十足的小家伙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言语里的漏洞。你是几级？没级。那东夷城练4固剑的白痴几级？也没级。京都那谁谁谁的师叔叶流云是几级？还是没级。其实所有的话都是范闲在自问自答，最后他嘻嘻笑着说道，那不成，我也要练成没级。瞎子五竹的手正缓缓而又坚定地切着萝卜丝儿，他下刀很快，但刀刃却是刚一触木板便会收回，精确到一种十分恐怖的地步，而切出来的萝卜丝都像是用工具量过的一样粗细，不差分毫，晶莹一片马在案板之上，十分美丽。五竹抬起头来，略略迟疑了一下，走到范闲的身边，将手中的菜刀塞进他的手里。那个夜晚，范闲握着菜刀，看着菜板上的萝卜发呆，从此便继挖坟开膛碎尸之后，开始了自己人生第2段极为有益却又极为悲惨的学习历程。
他有时候觉得生活真的很有趣，平白无故多出来2位性情奇特、不怎么在乎自己超常早熟性格的老师，而且费介和五竹教自己用毒和杀人计，所使用的手段都比较变态。深夜，杂货店的后面房内传来一阵极轻微的嘟嘟声。五竹侧身向外，冷漠说道：“今天切得很慢。”范闲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看着面前堆积成一座小山似的萝卜丝，微微一笑，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右臂，发现练了几年的切萝卜丝速度已经和五竹叔差不多了，而且粗细也快要接近一致。可是右臂肿了又消，痛了又好，练到了今天，切萝卜丝仍然会发出声音来。范闲知道自己距离五竹对于手中刀的控制境界还相差许多。虽然不明白切萝卜丝对于修行武道有什么帮助，但一想到五竹是一位能够和4大宗师对战的绝世强者，范闲就觉得这萝卜丝切得有滋有味，硬生生切出了绝世骨的感觉。自然，他在五竹这里受的训练远远不止这一些，还有蹲马步、爬悬崖之类很俗套的东西。只是五竹的训练要求过于变态，蹲马步蹲到无法蹲马桶，切菜切到手抽筋，跑步跑到睡不醒。最痛苦的事情是，每隔3天，五竹便会在儋州港外的偏僻处与他对练，或者干脆说那是绝代强者瞎子五竹暴力殴打未成年儿童范闲。这真是可歌可泣、血泪交加的童年生活。而五竹说，当年小姐就是这样训练属下的。范闲很头痛于这些3从1大原则，所谓3从1大，指的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范闲前世时中国劲儿们扫荡金牌的最有用手段。不过范闲依然毫无怨言，面带微羞笑容地做着这一切事情。表面是因为他信守承诺，实际上却是他远超年龄的心智让他知道，这一切对于自己都有极大的好处。他体内的无名霸道真气这几年越发的狂暴了，虽然在丹田之外还有后腰处的雪山容纳，但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依然有些经不住真气在经脉中的侵伐，时常会出现真气外溢的现象。而每当这时，他身边总会有些家具之类的东西遭殃。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总有一天真气运积的速度会超过身体经脉成熟的速度，让他爆体而亡。只是料不到瞎子五竹确实没有什么收服他体内暴力真气的方法，只是让他不停地锻炼身体，将浑身的机能调整到一个极佳的状态，再用切萝卜丝的方法让他锻炼心智，不急不躁。数年下来，潜移默化中让他对于真气的控制稳定了许多。对于死亡，这个世界上所有活着的人都不如范闲有体会，所以也没有人比他更怕死，更珍惜生命。所以当知道五竹的训练对于自己克服霸道之卷所带来的副作用很有帮助时，他默默地坚持了下来。范闲日后细细想来，才明白五竹这些举动隐含着的深意。如果真气是一炉火，而自己就是那个炉子，那么锻炼自己的机能就等于打造一个结实的炉子，而锻炼心智、磨练精神，就等在炉子上开了一个小口，能够有效地控制火势。至于天天被五竹用重手捶打，范闲就只能自己解释为，这是3从1大里面的从实战出发，正是铁不锤不成器指示，真的很疼。清晨，范闲从床上醒来，揉了揉有些发木的眼睛，爬了起来，窜进了丫鬟的被窝里，嗅着被窝里残留的温柔体香，撅起了嘴，9分满足。丫鬟思思正拿着把梳子在梳头，发现他起来了，笑着走到自己的床边，将像八爪章鱼一样绞着自己被褥的男孩使劲拽了出来，也来不及再梳头发，就随便拢了拢，起身去准备晨洗的用具热水。范闲从被窝里爬了起来，一屁股坐到自己给思思用棉花做成的枕头上，掀开自己的裤子，往里面望去，嘴里念着前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最喜欢划的9拳，出右手比划着剪刀石头布。谁赢当啊？我赢当。谁赢当啊？你赢当。他最终还是挑挑眉毛，看着裤子里面自言自语道，是我赢当，你还没有能力赢当。来到这个世界很多年了，范闲早已经习惯了这种衣来伸手的腐败生活，所以一边打着呵欠，一边等着丫鬟回来。不料等了半天，他险些再倒下睡个回笼觉，也没有等到凑到自己脸上的热毛巾。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院子里隐隐传来喝骂的声音。范闲自己穿好衣服，好奇地推门走了出去，一下子就看见了让他很不爽的事情。在花园里，精神明显有些萎顿的周管家正十分凶狠地骂着丫鬟思思，好像原因是思思急着出来端热水，所以头发没有梳好，衣服也没有穿整齐。旁边有几个丫鬟正满脸害怕地围着。这位周管家是前年从京都来的，范闲自然清楚是那位姨太太派来盯着自己的人，只是1年多来，这位管家表现得倒也老实，加上范闲一直暗中盯着，也没发现他做过什么，所以一直由着他。但今天管家居然喝骂自己的丫鬟，这让范闲很不高兴。他是个很护短的人，他眯着眼走了过去，和管家求了几句情，但不知道为什么，管家今天特别执拗，非要让思思去后院领家法。范闲拧着眉头，抬着漂亮的脸望着这位管家，嘻嘻笑着说道，我的丫鬟，我带回去管好了。
这句话似乎很平淡，甚至有些示弱。周围的丫鬟们却听出了一些别的味道，害怕了起来，不知道司南伯权府最大的隐患京都与儋州的两房间的冲突，不知道还能不能压下去。周管家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显得有些嚣张，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少爷，这府里的事情老夫人说我还是管得的。少爷这个称呼被周管家刻意的拉长了，里面那种不尊敬的意味表现得一展无遗。范闲微笑看着对方眼里的那一丝鄙夷，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自怜自艾过，但难得碰见这种看孽重的眼神，不免有些略感不爽。见到事情不妙，有个聪明的丫头偷偷溜走去找老夫人，而其他的丫鬟下人则是紧张地注视着场内。虽然名义上是两房，但大家都知道范闲少爷的身份其实不怎么光彩，而且儋州港别府的一应用度全部是从京都拨出来的，出自那位二太太的手。也正是因为这样，二太太的心腹周管家才敢于对这位少爷如此不敬。毕竟在大家的心目中，将来继承司南伯庞大家产的只可能是京都里的那位小少爷，而不是面前这个笑容可爱的12岁少年。下人们虽然一向尊敬疼爱范闲，但是在这样战阵营的时刻，并没有人敢冒着得罪二太太的危险站到范闲的那一边。只有贴身丫鬟思思紧紧地握着范闲的手。范闲很清楚这些下人们的考虑，谁想生活的好点都不容易，所以也不会觉得悲哀或是心寒，只是偏着头很好奇地看着面前这位面色不佳的周管家，心想一直安分的他为什么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呢？周管家是京都司南伯爵府的二管家，因为在京都里犯了一些小错，所以被赶到遥远而偏僻的儋州港来了。但是这位周管家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远离了京都的繁华，也不因此而感到悲哀。司南伯爵的正妻已经死了很多年，二太太7年前又生了一个儿子，水涨船高，加上二太太娘家很有些背景，所以眼看着就要登上正位。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身为二太太心腹的周管家来到儋州，自然没怀什么好意。为了完成任务，所以他很小心地管理着伯爵别府，对老夫人特别的尊重，对下人也是和颜悦色，而且很少插手别人的职司。只是每次看见那个害自己被变相流放的小贱种时，总会忍不住流露出来真实的想法。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害怕那个只有10来岁的男孩，因为不论他走到哪里，似乎都能看到那个男孩微微笑着的脸，还有那双清澈透明的双眼。那张脸很干净漂亮，但如果从一醒来后就时时刻刻发现这张脸陪伴在你身旁，那种感觉就很怪异了。当周管家满脸和蔼地与下人们打着招呼时，小范闲那张漂亮脸蛋隐在花丛之中，痴痴地望着他。当周管家皱着眉头认真查看账目的时候，小范闲那张干净的脸蛋搁在账房的窗台上，天真地望着他。当周管家恭敬无比地向老夫人汇报时，小范闲那张可爱的脸蛋轻轻依在老夫人的身边，充满无数好奇地望着他。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周管家觉得自己要疯了，不管睁眼闭眼都能看到那张干净可爱无害的小脸蛋，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悠悠白雾中的鬼脸。如果不是鬼的脸，怎么可能那么漂亮，而且那么专注地看着自己？他已经快要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甚至开始疑神疑鬼，是不是那个小男孩知道自己是来对付他的？但周管家马上想到，这个孽种才这么大点儿，怎么可能知道成人世界里的那些阴险？可是为什么他总看着我？为什么？就像现在这种情况一样，明明自己的话应该会让这小贱种觉得屈辱，为什么他还能笑得出来？周管家冷笑着，心想儋州的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何必还要受这个小贱种的气？范闲并不知道自己对管家肆无忌惮的观察会给对方带来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当然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有更多的歉意。他只是好奇京都的那位姨娘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但看见周管家借着教训自己的大丫鬟来敷自己的脸面，范闲的情绪就已经开始阴郁了起来。听到那句不阴不阳的少爷2字后，脸上的笑容开始缓缓敛去。听说少爷前些年将的大丫鬟赶出府去，也太胡闹了。周管家像是没有看见少年的脸色变得不好起来，仍然继续说话，面上带着一丝不屑。今后这些府里的人事，少爷年纪还小，就少操些心。范闲笑了笑，你这是警告我安分些？周管家口称不敢，却语带骄纵，哪敢，只是临来前二太太交代过，少爷年纪小，要小的多照看一下。难道你就不怕我端出少爷的架子山？你大嘴巴？范闲好奇问道。周管家呵呵笑了起来，摸了摸下巴底下并不多的胡须，说道，虽然少爷这个自幼丧母，少人管教，但大家都知道，但毕竟也是自幼饱读诗书，怎么会如此苛待下人？他看着面前这个10来岁的漂亮少年，内心暗自好笑，就这样一个小孩子，居然还想在我面前摆主人的谱。哦，这时候范闲似乎才想起来自己私生子的身份，醒过神来，转身离开。丫鬟们虽然暗地里为少爷打抱不平，但看着没有起冲突，也是为范闲感到松了一口气。思思握着范闲的手，眼眶里都开始湿了，心想少爷真是可怜，
又怕他生气，偷偷用余光看去，发现范闲眼里满是宁静，这才放下心来。范闲牵着思思的手进了屋，搬了2个板凳放在门口，让思思坐在一个板凳上，搬着另一个板凳来到花园里。下人丫鬟们还没有散去，周管家还在回味刚才的鹦鹉。范闲将板凳放在周管家的身前，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周管家也不解其意，正准备发问的时候，小范闲已经踩着凳子站了上去。这时候范闲才12岁，身高并不高，加上一个凳子才将和周管家一般高。众人迷惑不解，不知道他站到凳子上去做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范闲抬起右手凑到嘴边喝了2口热气，然后高高的抬了起来。你要做什么？这句话还停留在周管家的嘴里，没有来得及和唾沫星子一起喷出。范闲的小手已经向后一抡，往前狠狠扇了下去。啪的一声脆响，周管家被这一记耳光扇倒在地，脸上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嘴角渗出一丝鲜血，他整个人都被打懵了。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小孩居然力气居然这么大，而且这小孩居然真的敢打自己。小范闲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揉揉手腕，从旁边一个小丫鬟手里拿过一方手帕擦了擦手，望着在地上捂脸呻吟的周管家，轻声说道：饱读诗书也是会打人的，我虽然不虐待下人，但很乐意让你知道什么叫纨绔子弟的做派。周管家凄惨地倒在地上，满脸桃花开，吐出几颗碎玉，整个人还处在半昏沉状态之中，望向范闲的无力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害意。范闲轻声说道：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难道还真以为我舍不得打你？你好像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也许一个有教养的主家不会对下人动手，但很不巧我就打了你，难道你还能打还回来？所以打了就打了，你也只有干受着，只有忍着笑吧，或者自行去向老夫人或京都去哭诉，但以后不要进后花园，我不喜欢看见你。说完这句话，他掸了掸裤上灰尘，转身上街，向板凳目瞪口呆的思思轻声说了句要出去，就离开了伯爵别府。在他的身后，丫鬟下人们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畏惧的表情，谁也想不到这个温柔可爱的男孩竟然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这种反差震慑了众人的心神，所以觉得格外恐怖。这个时候，老夫人也来到了后花园，看着躺在地上捂脸幻痛的管家，想到那个孩子，眼光里不自禁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去年赶大丫鬟出府，今天一耳光把周管家扇得不识天地五方。12岁的范闲终于成功在伯爵别府里树立了自己的些许威严。儋州港往西10里的海边是一片礁石密集的险恶地带，海风卷着蓝水往这处扑来，然后在坚硬的岩石上砸得粉碎，激起一大片血沫子。东面有一道很狭窄的小路，在怪石里时隐时现。范闲从那条小路里走了过来，将身体转了过来，背对着大海的方向，听着身后震耳欲聋的声音，抬头望去。在他的身前是一道陡峭的悬崖，这座海边山峰凭空而生，天地造化而成，山后是绵延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根本不可能绕路登临峰顶。如果想要上到峰顶，就只有从悬崖这边攀爬上去。范闲看了一眼悬崖的表面，眉头微皱，在脑海中顿时将那条自己经常攀爬的线路找了出来。只是这几天海边风大，原本有些伸出崖面借力的石块已经变得速松，今天如果要爬上去，一定要小心一些。身后的海浪扑打着黑色礁石，却没有办法越过那些石头无情而冷漠的阻隔，只是送了些海水到浅滩，让这里的沙砾比别的地方显得潮湿许多。他的双脚在沙砾里，鞋边有些湿了，浸着脚很不舒服，脱下鞋子放在悬崖下一个干净的小陷坑里。范闲又找了些干糙的沙子擦在手掌上，开始调息自己体内的真气。做好了准备，右手稳定地搭在悬崖上毫不起眼的一个凸起上，微微用力，整个人的身体便悬空而起，轻飘飘地向上攀去。他爬行的速度很快，整个人的身体都紧贴着崖面，看上去就像是某种擅长爬岩奇异的动物，每一次探手、落脚以及每一次用力都显得十分柔顺和自由，根本感觉不到十分的用力。不一会儿功夫，他的人已经快要爬到崖顶，四周的海风打着旋跑到了他的身边，吹拂散去他身体因为运动而带出来的热量和汗液，让他感觉十分舒服。靖哥哥估计也没有自己爬得快，不过山顶那瞎子可比马玉要狠多了。范闲一面爬一面想着刚才在府里花园中发生的事情，总感觉事情有些怪异。那位二太太的心腹管家既然老实了1年多，为什么偏偏今天会有些失策，给了自己机会？海风中带着湿气，所以裸露在外面的岩石上面都有些滑溜。范闲看着要到峰顶，心神有些放松，又在想着家里的那些事情，所以走了一下神，右手一滑，险些掉了下去。看似惊险，但范闲并不怎么惊慌，左手之上灌注了自己体内霸道的真气，3根手指紧紧地捏住自己唯一可以借力的石角，微微颤抖的手指似乎深深地嵌进了石头中，牢不可脱。一只木棍从他的头顶伸了下来，示意他抓住。范闲似乎很逃避这根木棍，看也不看，身体荡了回来，脚尖在崖面上一蹬，
整个人借力向上一跃，险之又险地上了峰顶。不够专心，是会让人送命的。在峰顶悬崖边上，一身粗布衣衫的五竹迎着海风站立，眼睛上一如既往蒙着那块黑布。范闲没有理他，自顾自盘膝坐了下来，调整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对他讲了今天伯爵别府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疑惑，想从五竹这里寻求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五竹冷漠说道：“你觉得自己的一耳光能够让管家收敛些？能，只要奶奶站在我这一边。”范闲低头道：“虽然他刚才并没有用真气，但这些年来藏在他少年瘦弱身体里的强大力量是真的很可怕，而且最关键是当时他所展现出来的阴郁气质真的很恐怖。”那就行了。五竹似乎不太喜欢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是疑惑，为什么管家今天会惹事？他已经在儋州港夹着尾巴过了1年半，一般情况下实在是没有理由此时露出真实的丑陋嘴脸，除非他觉得自己忍得很辛苦，而马上儋州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在他的眼里，我已经不再对京都那位小主子构成任何危险，所以没必要再刻意讨好我。范闲自嘲的笑容浮现在他稚嫩的少年脸庞上，看上去很不协调，说来真的很奇怪。如果说费界对于范闲的早熟还有几丝疑惑和惊惧，那五竹则是对这个问题毫不关心，似乎范闲就算变成一个老树妖，只要还是范闲，五竹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范闲心想，可能是因为对方是个瞎子，所以看不到自己经常无意间流露出来的那些神情，那些不应该出现在小孩子脸上的神情。五竹忽然说道：“这是小事。”显然他觉得范闲刚才的分析显得过于郑重其事。我猜测有人会来杀我，这也是小事。范闲呵呵笑着。五竹冷漠地回答道：“我和费界教了你这么多，如果你还不能处理这种小事，那才是出了大事。”范闲略略思忖一下，认可了这个事实，明白五竹叔不会带自己处理这次的事情。开始吧。是。许久之后，在悬崖上方偏僻处，范闲赤裸着上身，可怜兮兮地对着那边呻吟道：“再来。”话音刚刚飘出悬崖，一根木棍就无由从天而来，狠狠地敲在了他的后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此时范闲体内的霸道真气早已自行产生了反应，在后背上秘密地布了一层，只是那根木棍来得太快，竟在真气做出反应之前将力道全数扎了进去。之所以用扎这个字，是因为这根木棍的主人出手就像一根笔直的线条，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到了棍尖的那个点上。范闲一声极压抑的痛呼，少年的身体虽然有真气当护障，也是痛入骨髓，整个身体都缩了起来。前一刻他还痛得蜷缩在地上，后一刻他的小手往脚下的石头上一撑，整个人借着刚才缩起来的鱼势滚了起来，往后面就恶狠狠地一脚踹了过去。任谁看见一个漂亮的少年狼踹出这么阴险的一脚出来，也会感觉到恐惧，但回应他的只是很简单的一声啪。范闲半跪在地上，手摸着自己的脚踝，不停揉着，嘴里吸着凉气，痛得眉毛都绞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求饶也没有用，这是几年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的，所以只是盯着站在3米外的那个瞎子，心里不停地盘算着，按照与他的约定，只要自己打中对方一下，哪怕是1脚也算自己赢，然后就可以有1个月的假期。但被贬了几年，范闲一直没有可能碰到对方的身体。一方面是因为五竹的移动总是显得很鬼魅，悄无声息，速度相当的快，尤其可怖的是他的动作根本没有丝毫先兆，完全无法通过肩头的微侧、余光的角度之类信息来提前判断。第二个方面就是五竹手上那根毫不起眼的木棍，每当范闲想尽一切办法使静音招耗尽真气，将要靠近五竹身体的时候，那根棍子就会像从阴间的魔鬼伸出来的爪子一样，狠狠地敲在他的手腕上、脚踝上，甚至是手指上，没有碎，只有痛，难以忍受的痛。而最让范闲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管自己如何掩去自己的声音，在这样海浪打湿的轰鸣声中，蒙着一块黑布的五竹依然能够清楚地找到自己的方位，而他手上的木棍更是从没有落空过。哎呀呀呀，又是一棍敲中手腕，范闲痛极而唱，唱出京剧腔调，拖长了声音，远远地躲开那个无情的瞎子。山崖上一朵无名的小黄花瑟瑟缩缩地开着，范闲浑身无力地躺在悬崖边上。此时悬崖下的大海已经恢复了平静，在阳光的照耀着，缓缓流淌着一带金光，一直被海浪冲刷着的礁石也终于有了一些独处的时间，开始慢慢晒干。一些甲壳动物也爬了上去，就像一个个的小黑点。摸着身上的痛处，运气查看体内的状况，他发现那些暴力而行的真气，因为一部分被吸入了腰后的雪山，另一部分却因为要抵抗时刻不停的棍击而消耗掉，所以体内的真气状况正处于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就像眼前这片宁静的大海一样。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休息对于自己的修行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抵抗着浑身的酸痛，很困难地爬了起来，盘膝坐着，开始运行霸道之卷的法门。眼光余处瞥了一眼正冷冷站在悬崖边上的五竹，五竹眼睛上蒙着的那块黑布被海风吹得呼呼作响。还真酷，不是装酷。
范闲悄悄在心里对于这个瞎子下了评论，轻声开口问道：“说，当心摔下去了。”五竹这么厉害的人物，自然不会因为落下悬崖无辜死亡。范闲只是瞎说一句：“不要分心。”五竹丢下这么一句冷冰冰的话，便不再理他。范闲在心里叹了口气，开始静气凝神，进入冥想的状态。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在海风之中醒来，发现天上的太阳已经移转了方位，而身边不远处的五竹却依然保持着那个稳定的姿势，在海风之中就像一杆永远不会被砍断的大旗。他站了起来，发现身体的状况果然全部恢复了，真气愈发的充盈，而且对经络的冲击感也弱了许多。虽然肌肉和脚踝手腕处还有些酸痛，但回府之后用自己准备的药酒揉揉，自然也就没事。微腥的海风中，他走到悬崖边上，和五竹并排站着，只是个头比五竹还要矮许多，拾起一块石头，奋力往海里扔去。此时他体内的真气雄浑，导致他现在的力气也远比一般的人要大太多。石头远远地飞了出去，落入海面，只溅起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小水花。他有些满意自己的力量，心想就算那些武道高手也不见得有自己这样强悍的臂力。看着面前的壮阔蓝波，看着天上飞翔着的自由鸟，体内气机受外境牵引，精神不由一振，张开双臂，对着海面大声地吼了起来。这声吼是发泄他的郁闷，发泄他对原来那个世界的眷念，发泄他对这个世界的喜爱，也发泄着他一直没有勇气离开儋州所带来的困兽感。京都，老子总有一天是要来的。五竹就像是没有听见他的大吼，仍然是安静地站着。去做什么呢？范闲愣了愣，才知道是那位惜字如金的五竹叔终于开口问自己了，不由笑了笑，回答道：“自然是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五竹仍然没有回头，冷淡地说道。范闲耸耸自己瘦弱的肩膀，模样看着有些滑稽：“有五竹叔保护我，怕什么？和小姐出来后，我忘记了一些事情。”五竹一向平稳的话语忽然顿了顿：“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可以伤害到我，自然也就能伤害到你。”叔谦虚。范闲甜甜地笑着，心想在这个依然陌生的世界中，自己就你这么一个强者当保镖，如果你都想当甩手掌柜，那可怎么办？如果在京都，我在你的身边会给你带来麻烦。范闲抬起头，看着瞎子五竹那张似乎永远没有表情的脸，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回答道：“我会保护你的。”五竹听到这句话后，终于回过头来，很认真地盯着范闲的眼睛，说道：“这句话小姐也说过。”范闲微笑，看来自己的无耻果然很有几分老娘的遗风。为什么要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五竹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你现在站的地方，难道不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范闲不知如何回答。既然自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自然会对这个世界的很多方面感兴趣。而且缠绕他心灵最久的一个疑问就是，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6年前，费介老师还在儋州教书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神庙。当时范闲就在想，能够让自己从一个地球上濒死的病人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少年，这除了神迹还能有什么解释？所以他对神庙很好奇，很想去看看那里有些什么。至于京都，也是他很想去的地方。范若若小妞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后妈的淫威之下过幸福生活，而和费介分开几年，自己也有些去拜访那个可爱变态老头的想法。最关键的是，前世因病躺了许久，今世被小孩身躯耽于儋州许久，与生活相反的范闲的心中开始燃起一种火焰，这种火焰足以焚痛他的精神，刺激他的欲望，想要做些什么，得到些什么。安宁与野心，权力与幸福，爱情与美女，这些其实并不搭调，甚至格格不入的名词，在他的脑中如浮光掠过。思考很久之后，他才小心回答到：人的生命如果只有一次的话，那总是需要去看些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这样才能让不能重来的游戏玩得尽兴些。这是范闲的真心话。前世在临死前的病床上，他便曾经想过，如果再有来生的话，自己应该怎样度过。五竹说道：“你有什么打算？”首先要保证自己能活下去。范闲蹲了下来，又扔了块石头，只是这次没有用力，所以石头砸到了下面的灰色礁石上碎了，所以必须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然后我给自己设置了3个目标。五竹安静倾听。第一，我要生很多很多的孩子。第二，我要写很多很多的书。第三，我要过很好很好的生活。范闲很平静地说着，如此荒诞不堪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丝半点的窘迫。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世界既然不是地球，那么自己就算是地球人类在这个世界里唯一的代表人物。按照生物学原理，身为人类血肉遗产的代表者，自己应该有义务在这个世界上生许多的小孩子才对。而同时，他认为自己也是地球人类文化遗产的代表者。试问人类有古至今创造过多少美轮美奂的艺术成就，居然在这个世界上都找不到踪影。如果不写或者是抄很多很多的书，让曹雪芹、杀死比尔这些文化遗产在这个孤陋的世界里发光发财，他真觉得对不起那些在平行宇宙里寂寞的先贤。当然，
最主要的是对不起自己。自然而然，他也将自己看成地球人类观察这个世界唯一的代表，所以他要确保自己生活得很舒适，只有这样才能延年益寿，尽量多观察几年。直到很多年后，范闲才有些羞涩地自我承认，其实自己只不过是在给自己内心隐藏极深的好色、无耻、贪欲寻求一个伟大的牌坊。海边的悬崖之上，五竹似乎需要些时间才理解了范闲这3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冷静地分析道：那你需要娶很多老婆，找很多骚客，请很多仆人。骚客？范闲知道文人骚客多会于此的句子，但还是有些不明白。专门用来替人写书稿的落魄文人没有署名权。范闲笑了笑，心想自己准备让老曹老沙这种牛人当自己的大枪手，自然不需要那些骚客。正想着，又听见五竹继续冷静道：逻辑过于简单的分析，如果你要娶很多老婆，请很多仆人，找很多骚客，你就需要赚很多钱。如果你要赚很多钱，就需要很多权力。如果你需要很多权力，就需要你离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近一些。五竹转身干净利落地离开。你满16岁，我们就回京都。在他的身后，范闲依然站在悬崖边上发呆，心想自己只不过小小吐露了自己一些并不怎么过分的想法，怎么就会被这位脑筋有些问题的绝世强者给推论到什么国家权力方面去了，而且这么脆生生的就下了回京都的决定。范闲自然记得刚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自己可是被五竹背着从京都里逃出来的。他使劲地拍了拍自己的脸蛋，让自己从这种哭笑不得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跑步跟了上去，笑着说道：叔，我向您吐露了心声，您也得回馈点啥吧？想知道什么？我母亲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在京都被人追杀？小姐的事情，我会在你16岁的时候全部告诉你，这是小姐的遗命。至于追杀我们的人，已经不需要你知道，因为他们10年前已经死光了。回到儋州港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在城外很远处，范闲就和五竹分了手，自己一个人进了城。城里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这位范府少爷经常在城外去瞎逛，虽然儋州城附近没有什么大型野兽，也没有什么很危险的地方，但仍然有人觉得伯爵别府太不关心这位私生子的安全。毕竟在人们的眼中看来，此时的范闲还依然是个11、12岁的男孩，终日闲居无事，又不用向朝廷纳税的儋州居民们，总是闲到能从很多事情里推论出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伯爵别府里的某些人是不是很希望那个私生子在野外被异兽吃掉，堕下悬崖死掉？想到那个总是一脸可爱笑容的小男孩竟然是生活在这样危险的府邸之中，大家总是有些带着心悸的快感。范闲不知道这些路人在想什么，依然保持着脸上微微羞涩的笑容，微低着头回到了伯爵别府。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吃饭，所以所有下人都在等他。老夫人坐在太师椅上，眼帘似搭未搭，像是在犯困。少爷回来了，一位男仆喊了声。顿时所有的下人都活动了起来，开始准备午饭。一张大桌子搁在厅中，范闲与老夫人相对坐在两旁，中间放着七零八落许多盘菜。场间的感觉有些怪异，因为那些没有事情做的下人也都盯着范闲的筷子，并没有去后院吃饭。有几个年纪比较小的丫头更是在暗中偷偷咽口水，似乎有些饿了。这是伯爵府不成文的规矩，在范闲强力的要求下，经过老夫人的默许之后，大家早就已经习惯伯爵别府，只要范少爷在府中吃饭，那必须他尝过每一道菜，表示满意之后，别人才允许吃。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一向可爱温柔的小少爷会有这么蛮横的想法，但当有一次范闲最亲近的大丫鬟冬儿在范闲吃饭之前尝了一下咸蛋，便被范闲凶恶无比的赶出府去后，大家都知道这位少爷终究还是有权贵子弟无耻的一面。而且冬儿姑娘哭泣着离开时，伯爵老夫人也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多加一言一语，整个房间里面就只有范闲的咀嚼声和喝汤时啜吸轻微的声音。所有的下人都安静的双手下垂侍候在一旁，就像所有的大户人家一样，主人吃剩后的饭菜总会送到下人们居住的地方，当做给下层人的赏赐，所以范闲每份菜吃的并不多，只是携一块尖送入嘴里。但他吃的比较慢，很仔细，薄薄的嘴唇抿动着，看着就像2抹清亮的光在一开一合。伯爵府的老夫人手里不停地摩挲着一个雕像，口里也微细念叨，却没有发出声音。许久之后，范闲终于尝完了所有的菜，甜甜地笑了起来，双眼里泛着轻柔的光芒，指着桌子上面的一盘清炒竹蒿，对仆人们吩咐道：这盘菜我喜欢吃。仆人丫鬟们松了一口气，赶紧开始添饭。那些没有执事的人也终于可以去后院吃饭了，不过却另外有位仆人去了厨房，将剩下的所有清炒竹蒿全端到了厅上，放到了范闲的面前。奶奶，请用饭。范闲站起身来，很恭敬地向老夫人行礼，然后双手接过饭碗，礼貌地放到老夫人的面前。而他自己则是端着一碗饭，不停地携着盘子里的清炒竹蒿，一边咀嚼，一边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只是那种笑意在他漂亮的脸蛋上显得格外的古怪，就像是他终于找到了某种寻找了很久的事物。但不知为何，
事后在一边的丫鬟们看着这个12岁少年脸上的笑容，想到早晨时周管家脸上挨的那重重一耳光，心头没有理由的寒冷起来。我端回房吃。范闲对身边的丫鬟们说了声，然后端着那盘清炒竹蒿和一碗白米饭往偏院里自己的卧房走去。这时候老夫人还没有吃完饭，晚辈要离席是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但是老夫人并没有说什么。回到房间里，她取了些催吐的粉末直接吞了进去，然后将手指伸进咽喉里拼命地挖着，终于将腹中的饭菜残米吐了出来，紧接着不敢怠慢，从抽屉中取出几颗自己配的药丸，就着清水吞服了下去，又用真气运遍全身，发现似乎确实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下心来。他看了一眼盘子里的清炒竹蒿，苦笑了一下，然后倒在自己床后的马桶里，菜里有毒，是监察院那些密探经常使用的猫扣子。猫扣子是长在南边岛上的一种像柑橘一般的水果，长得很漂亮，生出来的花朵有一种怪怪的辣香味，而毒素则是存于这种水果的果实之中。因为猫扣子果汁混到饭菜中，不容易让饭菜变色，而且闻起来不会有什么异常，反而会增加饭菜的香味，所以经常被监察院的密探用来进行需要掩人耳目的暗杀。这种毒药入腹之后，大约到晚上就会开始发挥作用，让人浑身抽搐而死，特别像是某种感染类死亡，很难发现真正的死因。费介是监察院配制毒药的祖师爷，而范闲是费介唯一的徒弟，所以当他吃第一口清炒竹蒿的时候，就马上尝了出来猫扣子没有什么味道，唯一的破绽就是会带一点点苦味下毒的刺客居然知道将猫扣子的果汁混进本来就有些苦味的竹蒿之中，实在是很厉害的人物。范闲刚才没有马上离开解毒，就是害怕老夫人受了惊吓，但此时他忽然有些后怕，自己的胆子未免也大了些，如果不是自己认为的猫扣子，而是某种急性毒药，自己这时候只怕已经死了。从费介告诫他之后，他一直很注意饮食，怕京都司南伯爵府里的那位姨娘对自己下毒手，所以才会有了刚才吃饭时的古怪场景。他害怕自己吃到的毒药没有毒死自己，却毒死了府里的下人，所以要求所有的菜必须自己先过一道，就像传说中皇宫里专门负责试菜的太监一样。范闲虽然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任何人都重要，但他也不愿意让无辜的人因为自己死亡。看见少爷来到了厨房这种地方，仆人赶紧站了起来，端了个板凳给他坐，笑着问道：少爷，是不是刚才没有吃饱，还想吃点儿？范闲嘻嘻一笑，说：炒竹蒿挺喜欢吃。厨师站在旁边呵呵笑道：少爷喜欢就好。挺新鲜的，什么时候买的？范闲用力的点了点头，仔细问道：早上买的，自然新鲜。对了，今天有府外面的人到厨房来过吗？送菜的老哈病了，他侄儿子来过。没什么，那我先走了。范闲从厨师递过来的盘子里抓了块熏肉吃了，一面嚼一面害羞的笑了笑，别告诉奶奶我到厨房来偷吃的。看着小男孩离开厨房，仆人们开始议论起来，都说伯爵的这个私子人真好，没有半点全门子弟的恶习，除了吃饭的规矩实在是有些大。在儋州港的一条窄街之中，范闲手指勾住某幢建筑的后墙，手臂一用力，整个人便像只灵猫一样爬了进去。这是送菜老哈的家。伯爵别府一共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丫鬟换了一批，还都是本地人，这么多年了，所以不怎么值得怀疑。虽然送菜的老哈范闲也见过，但听说他病的时间如此蹊跷，就知道有古怪。老哈的房间里一片黑暗，但在范闲的眼中却是如同白天一样。他轻无声息地走到房间里，鼻尖嗅到一丝血腥的味道。老哈的尸体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棉被，只有一双脚露了出来，血腥味很淡，很明显刺客已经处理过。如果不是范闲的鼻子在费介的教导下十分灵敏，说不定便会错过。范闲依然安静地站在角落，黑暗掩藏了那个刺客，也掩藏着他自己。他学习瞎子五竹的方法，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真气在体内缓缓流淌，心跳也与街外的喧哗声形成一种很有默契的和谐。刺客应该还没有离开。监察院的密探行事方法一向讲究缜密，所有在对范闲下毒之后，一定会等到晚上确认了这个私生子的死亡，然后才趁夜色离开儋州港。而在这座城市里，既然刺客冒充了老哈的侄子，那么一定最熟悉这个建筑，不会愿意再去寻找另外的观测地点。但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范闲的预判，他小心观察着房间，除了床上老哈冰冷的尸体，并没有发现别的人存在。他缓缓沿着墙壁往房间里面走去，尽量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碰到屋里的家具而发出声响，眼光从房顶上和一些不易注意的角落上飘过，沿着墙壁走到了窗台附近，外面的光线从窗户触透了进来。老哈家里明显没有富到可以用玻璃的程度，所以屋内的光线并不是很亮。范闲就静静地站在那些荣光的旁边，借着光与暗的反差，掩饰着自己的行踪。站了很久，他皱了皱眉头，心想自己可能真的判断错了，那名下毒的刺客或许早就离开了儋州港。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而不是控制住周管家，明显就有些失策。他走到床边，想看一下可怜的老哈死因，
但随着脚步离床边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紧张，因为他听到了某种压抑的极为轻的呼吸声。这人的呼吸声先前一直隐没在菜场的嘈杂之中，直到范闲靠近了床才能够听到。原来刺客发现有人进来后，就已经躲到了老哈尸体的后面。床上尸体后方的呼吸十分平稳，每分钟大概呼吸7次左右。如果范闲不是拥有常人所不能想象的丰沛先天真气，耳力敏锐，那么一定不可能听到。范闲的脚步停了下来，看着那张床很久，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陷阱。窗外依然传来代表生机的叫卖声，夹着远方传来很轻微的声音，能听清似乎是某辆马车往这边开来了。他知道在这幢建筑的正面是一个菜场，恰好就在这里路变得很窄，马车经过的时候一定会有些困难，所以他轻轻握住匕首，安静等待着。刺客也在尸体后方等待着，他并没有看到进入房间的人是谁，只知道对方似乎拥有和自己一样的耐心。长久之后，他觉得自己似乎低估了儋州港这里的危险，不应该留在这里等着将可能追查到此的人物灭口，而是应该及早离去。一辆马车缓缓地行驶过菜场，两边的商贩开始谩骂起来，车夫愁苦的脸很明显地显现了出来。如果不是赶时间，他也不愿意走这条路。好不容易商贩们空出来了一段路面，车夫向四周的人们表示了感谢，然后一挥马鞭，马车往前踏去，却挤烂了一箱鸡蛋。卖鸡蛋的商贩十分生气，拉住了马缰绳，整个菜场轰的一声吵了起来，声音非常嘈杂。菜场旁的小楼内，听见外面传来轰的一声，趁着外面声音的掩护，范闲奇快无比地抬起右脚，在地上一踩，整个人便跳到了床边，右手一翻，一柄细长的匕首狠狠地向老哈尸体后方扎了下去。在那一瞬间，范闲看清楚了刺客的容貌，双眼冰冷，眼骨上的眉毛有些散乱，可以看得出来年龄并不大，相貌很普通，只是双唇有些厚，脸颊上的皮肤有些干燥。床上似乎毫无准备的刺客右手忽然动了动，一柄小小的黑色弩箭穿破了袖子飞了出来，直射范闲的面部，而范闲此时双脚刚沾到地面，右手已经举了起来，整个胸腹处没有一点防御。弩箭的飞行速度很快，像一道幽光，在弩机扣响的一刹那，范闲就反应了过来，得助于这些年五竹那根比弩箭更快的木棍教育，脚尖沾到了地面，却没有踩实，后脚跟没有着地，用脚趾的力量一扭，整个身体在空中没有办法借力的情况下，往右边偏了几寸的距离。弩箭极为惊险地从范闲的左脸旁边擦了过去，深深地射进屋顶的木梁，堵得一声闷响。刺客满脸震惊，似乎想不到来的人竟然是那个应该已经中毒死了的漂亮少年，更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能够躲过如此近距离发射的暗弩。而这个时候，范闲手中的细长匕首已经顺着扭动身体的方向，狠狠地刺入了那位刺客的身体，发出一声很难听的闷响，就像是菜刀啄入猪肉时的感觉。只是可惜，范闲为了躲避弩箭，下手有些偏，细长的匕首只是插进了刺客的肩膀，而没有杀死对方。刺客像水里的鳗鱼一样在床上一弹，左手锋芒一现，准备起身给范闲致命的一击，但马上肩部的剧痛和一股向下的冲击力让他不由自主地重新摔了下来，抠住按弩的手指也松开。他起身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肩部的疼痛，但是没有想到这种疼痛如此剧烈，而且那个小男孩的匕首竟然是穿过了自己的肩膀，狠狠地扎进了床板里，将他的身体活生生地定住。刺客的动作失效，范闲的左手奇快无比地反扼上了对方的咽喉。刺客那张平时无奇的脸颊上终于露出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厚厚的双唇微张，似乎准备说些什么。范闲的心脏一缩，感觉到微微的寒意，没有给对方说话或是反击的机会，虎口用力，咔啦一声，刺客的脖梗断了，脑袋歪到一边，当场毙命。他的手依然在刺客断了的脖子上放了会儿，感觉着那里骨节的碎裂，还有渗出鲜血逐渐变冷，才终于将手收了回来，开始半蹲着，身体大口喘气。许久之后，范闲才平静下来，身上的冷汗将他的衣服与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从刺客的肩膀处收回细长的匕首，刀锋与骨肉分离的声音很恐怖，不由让他愣了愣，又卸下死刺客袖筒里那架小巧阴毒的暗弩。细长的匕首上面涂着黑色的颜色，避免反光，但范闲知道费介老师亲手配制的黑色涂料里面不仅有毒，还有一种能够放大受伤人类痛觉的药物。他小心地将细长匕首插入用落橡皮做成的刀鞘中，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刺客尸首和床下送菜老哈的双脚，然后转身离开。推开房门，瞎子五竹正静静地站在楼梯角，他的声音传了过来：如果没有马车过来怎么办？范闲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终于克服了初次杀人所带来的那种可怕感觉，抬起头来露出招牌式的笑容：我会和他一直耗着，然后等你来。依然是从后墙下去，在儋州港外爬悬崖的训练终于在今天起了作用。范闲双脚落在地上，往前走去，知道五竹一定会离开自己，而当自己如果再有危险的时候，他又会出现。走在菜场中，身边人声鼎沸，他依然沉默着，
垂在大腿边的右手却有些微微颤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菜场的一头，在一个摊子面前，他停下了脚步。这是个豆腐摊子，摆摊的是一个20几岁的妇人，面貌柔美，系着个围裙，双手白嫩。冬儿姐姐，范闲微笑着和她打着招呼。这正是被他赶出伯爵别府的大丫鬟冬儿。当年很小的时候，范闲经常赖在他的怀里睡觉，感情一直很好。冬儿出府之后，在菜场里摆了个豆腐摊，所以范闲经常来这里买豆腐回家。冬儿看见是他来了，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柔的笑容，将他领了进来。少爷，你怎么来了？坐在小板凳上，又有居民来买豆腐。冬儿有些为难地看了他2眼。范闲点点头，让他先去照看生意。回身发现摊子的后面有个婴儿床，床上坐着一个2、3岁大的小丫头，脸蛋红扑扑的，正伸出捉嫩的双手在玩床前系着的小铃铛。范闲伸手将那个小丫头抱了出来，逗着玩。冬儿转身看见，赶忙上来接到怀里，埋怨道：“别把你衣服弄脏了，回去又得让那些丫头们洗。”范闲嘿嘿一笑，说道：“冬儿姐，我当年像你女儿这么大的时候，你不一样，天天抱着我。”冬儿笑着说道：“我的大少爷啊，你怎么和我们这些下人比？”有些奇怪，冬儿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抢在范闲之前尝了下咸蛋，就被范闲无情地赶出伯爵别府，但听语气，他似乎并不怎么记恨这个小男孩。范闲挠挠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冬儿似乎瞧出来他心情不好，所以逗着自己的女儿喊：“叫小少爷，小少爷，喊我小舅舅。”范闲坚持在豆腐摊里坐了很久，看着冬儿切豆腐、称豆腐、用纸包豆腐，逗着身边的小丫头喊自己小舅舅。许久之后，范闲终于驱除了心头的那一丝阴冷，站起来向冬儿告辞。冬儿有些为难地说道：“您来这一趟，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范闲笑了起来：“冬儿姐，难道我还差吃的吗？”“那倒也是。”冬儿捂嘴笑道，少妇的娇羞全部展现了出来。她忽然说道：“谢谢少爷给小丫头买的这些东西。”范闲笑着摇了摇头：“只要你不怪我把你从伯爵别府里赶出来就好。”冬儿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信任面前这个并不大的小男孩，虽然很不理解那天吃饭他为什么发怒，但知道对方一定不是故意的，更何况自己出府之后，少爷经常偷偷给自己送些银钱过来，后来自己嫁了人，一家3口过的日子还算舒服，出来摆豆腐摊，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知道这样才能方便少爷这个小孩子来看自己。范闲挥手与豆腐冬儿告别，走出菜场之后，回头望去，只见那个柔美可人的女子正背着小妮子在水里切豆腐，那微微前倾的身子仍然是那么的苗条丰润，并没有看出岁月的痕迹，就像10年前抱着自己时候的模样。范闲借故将冬儿赶出别府，是因为她是自己的贴身丫鬟，如果自己有什么事情，她也会很不安全。在范闲的童年时光中，他最喜欢自己的这个贴身丫鬟，喜欢赖在他的身上，甚至时常幻想着当自己长大以后可以如何，但他却忘了很关键的一点，当他慢慢的长大时，冬儿也在一天一天长大。今年他12岁，而冬儿已经20几岁。宝玉与晴雯的故事看来只好半途而废。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他一面意淫冬儿是如何的爱煞自己，一面哼着曲子回了伯爵别府，试图让自己相信已经忘记了刺客和老哈并排瞪着的那2对死鱼眼睛。因为中午吃了一顿猫扣子毒药拌竹蒿，下午又拧断了一个人的脖子，所以范闲的胃口变得极其差劲，晚饭只是随便刨了一点就丢下碗回了卧房。入夜的时候他却有些饿了，一个人举着油灯来到厨房，一路悄无声息，没有惊动任何仆人。进了厨房，他干净利落地洗了条鱼，菜刀在他的手上就像是只鸟儿一样飞舞着，片刻功夫便去零剖肚，又用五竹逼出来的切萝卜丝功夫切了些姜丝，菜刀落在案板上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接着又在放姜丝的小碟里兑了些醋。生火烧水蒸鱼肥，蹲在地上望着旁边的炉灶，望着缓缓升起的蒸汽，范闲忽然想到一个有些好笑的事情。费介老师和五竹叔因为母亲的原因都在教自己杀人以及如何避免被人所杀的本领，但客观上却附赠教会了自己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以及做一个成功的厨子。3分钟后，范闲用手取出滚烫的鱼盘，淋了些南方送来的名贵酱油，汁液琥珀，十分漂亮。蒸鱼与之一混，香气顿时弥漫在厨房里。他找到晚上的剩饭，就着蒸鱼姜醋美美的吃了一顿。第2天清晨去给奶奶请安，请安的时候，下人来报告昨天夜里厨房里被小偷光顾了。范闲马上明白是什么事情，忍不住笑了起来，一边给老夫人揉肩膀，一边对管家说道：“昨天晚上我去热了些饭吃，不要紧张。”那人目瞪口呆，心想小少爷这么大点年纪，怎么不喊下人做事，偏要自己去玩这些东西？如果把人烧着了，可不是好玩的。范闲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乖巧地对老夫人说道：“孙儿最近从书上找到一个蒸鱼的方法，所以想自己先试一下，如果味道还可以，就准备孝敬奶奶，
因为想给奶奶惊喜，所以就没敢让下人知道，没想到却惊动了这么多人，孙儿知道错了。这番话合情合理，一般人也挑不出来什么毛病。老夫人听了这句也没有什么表情，温和说道：怎样都好，只是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收拾好。伯爵别府的老夫人对范闲一向严苛，极少有这种温柔的语气，所以范闲心里略感不安，觉得奶奶的口气里似乎透出一丝对自己的怜惜，这是为什么呢？老夫人又柔和说道：昨天的事情我知道了，周管家不大好用，像夜里你去厨房这么危险的事情都没有人察觉，实在是很不像话。我已经把他打发回京都了，由着那一家子破落或整去。范闲心头微惊，这才想起来自己杀人回来后竟然忘了处理周管家的事情，很明显这次的刺客能够混入府中下毒，和这位管家脱不了干系，自己居然如此大意，果然很差劲。白天在书房毫无心情地读了会儿京都寄过来的书籍，范闲再次出府，下意识经过菜场时才深切明白奶奶那句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收拾好是什么意思。菜场的一角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却很神奇的没有波及到相邻的建筑，只是将那单独一栋小楼烧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四周围着居民在议论纷纷，范闲个子矮，蹭在一旁听着，知道这场火灾里烧死了2个人，面目全非。被烧光的地方正是昨天范闲杀人的那幢建筑，毁尸灭迹。范闲想到奶奶刚才说已经把周管家遣回京都的事情，再和面前这凄惨的灰烬颓坦一联系，顿时浑身一寒，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对自己严厉有余、疼爱不足的奶奶竟然思虑如此缜密，为了孙子的安全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一想到老夫人平日里闭目养神的老佛爷模样，范闲实在无法将这种形象和眼前这片还冒着青烟的废墟联系起来。范闲混在人群里，看着面前犹有焦糊味的残粒黑幕，知道自己又学习到了一些事情。有旁边的居民注意到他来了，向他请安后准备说些什么。范闲听若未闻的离开菜场，不知不觉间走到了那间熟悉的杂货店中。管家被赶回京都了，范闲说道。五竹站在店里，身体对着安静的街上没有什么反应，居民们都跑到菜场去看热闹去了，所以街上十分空旷。昨天我们去的那栋小楼被烧了，范闲继续说道。五竹还是没有什么反应。范闲揪住他的袖角，小声狠狠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忘了处理周管家的事情是很愚蠢的表现，还需要奶奶帮我收拾干净？五竹转过身去说道：你是想让我同情你吗？是觉得自己年纪小，对于这些事情不清楚如何处理是应该的，所以你自尊心受挫，所以寻求安慰。瞎子的声音难得出现了一丝好奇，和平日里的毫无情绪相比显得生动了许多。范闲笑道：我没有那些多余的自尊，只是觉得杀人的感觉很不好。而且他住口不说，内心深处觉得自己穿越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费介和五竹对自己的教育，自己并不会比一般的权贵子弟拥有更强的能力，说不定自己早就死了。在这样一个权力纠葛、隐秘重重的背景中，多一些知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每一位站在权力风浪顶上的人，谁不是精通那些肮脏而又繁复的手段？与他们相比，自己还真的只是一个天真的儿童。杀人的感觉与被杀的感觉，你喜欢哪个？五竹问道。范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自然没有人愿意被人杀死。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不要再问了。五竹递给他一个牌子，另外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老夫人将周管家赶出儋州，而没有杀他，是因为不想京都老宅里面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太厉害。范闲看着那个眼熟的牌子，知道是伯爵府家中执事的令牌，这块牌子就是周管家的。他抬起头来，疑惑看着五竹：你杀了他？五竹点了点头。范闲忽然想到刺客的身份，挠头问道：为什么刺客用毒和后续的手法和监察院的手段这么像？问费介去。庆历年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京都城西那个方方正正、外墙涂着一层灰黑色、看上去阴森恐怖的建筑内，一间密室之中，一位面相瘦削、嘴庞光洁、没有一丝胡须的老人正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柔顺华美的羊毛毯子。密室的玻璃窗被黑布蒙得严严实实，没有漏一丝阳光进来。这位老人很多年前在北边的过一场重病，从那以后就开始有些畏光。费老，儋州那件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老人望着面前那个头发花白、长相怪异的同龄人，看着他褐色的眼瞳，微笑着问道。费介坐在椅子上喝茶，看着院长大人唇边诡异的微笑，心想自己和他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变态呢？京都处理全国政务的各部衙门大部分集中在天河大道往东边的区域，这里没有居住太多平民，道路也格外宽阔，道路两侧是许多或美丽或堂皇的木结构建筑，这些建筑里面就是掌管着全国权力的分散中心。比如老军部就设在道口，门口放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石质雄狮，每天迎着朝阳张牙舞爪，光影幻离中，但其实看上去有些怪异，像是史前巨兽，并不能如何体现庆国的军威。
而庆国真正的权力中心，则是在北城的重重深宫之中。皇宫的建筑并不比各部衙门高大，除了那个高耸入天的瞭望塔，但厚厚的宫墙和里面宽宏无比的广场，营造出了一种极为神圣的感觉。庆国的官员其实心里都清楚，皇宫里那位雄才伟略的陛下，并不会去纠缠于官场上具体的细节，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整个庆国官僚机构中最可怕的地方，权力最大的地方，既不是各部衙门，也不是皇宫，而是城西那个方方正正、外墙涂着一层灰黑色，看上去阴森恐怖的建筑。监察院就设立在这里。庆国实行3院6部制，3院是监察院、教育院以及由老军部升级而成的军事院。而在这3院之中，权力最大的就是监察院。监察院拥有独立的调查权、逮捕权，甚至在某些事件中可以奉旨拥有审判权，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机构有权力监管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只没有缰绳的猛兽，又像是皇帝陛下手上的秘密特务机关。不，应该说，监察院本来就是皇帝陛下摆在明处的特务机关。只是庆国的官员们总是忧心忡忡，这一任的皇帝陛下天纵奇才，还可以收服那位阴险的陈院长和监察院无数的密探和暗地里可怕的实力。可万一，那将来谁来拉这头猛兽的缰绳？更何况饱受监察院之苦的官员们总在暗地里腹诽，监察院不是猛兽，只是一头阴险而卑劣的野狗。此时，监察院那个没有一丝光明的房间里，正有一番很缜密的对话。儋州港火场中的刺客确实是院中编制，归属于东山路管辖。而外地的组织事务一向归4处负责，内务部查出来，第4处的一位官员与大人家里那位二太太是远房亲戚，所以这个任务应该是这样安排下去的。费介望着院长，沙哑着声音说道：“身份，这是老人最关心的事情。”费介眯着眼睛，微褐色的眼瞳里满是不确定。我相信，在知道这件事情的8个人中，没有人会泄露。而武大人虽然是小姐的亲随，但他当年很少出手，如今的世上没有谁见过他本人。唯一与他会过面的叶流云，如今已经是一代宗师，更不可能跑到儋州去旅游。世上没有这妖巧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别人因为武大人而推断出他的身份。院长的手指枯瘦，指节突出，轻轻在桌面上敲打着，若有所思。当年我要你杀死那天夜里所有看见五竹的黑气，你向我求情，现在想来还是不对。费介笑了笑，因为与毒药浸染过多而导致变成微褐色的眼瞳里闪过一丝莫名之色。那天夜里已经死了很多人，费介至少在表面上不怎么惧怕面前这位官高位重的老人，毕竟他的身份资历摆在那里，笑着嘶声说道：“没必要的杀戮是极其愚蠢的，您忘了，当年小姐曾经这样说过。”哦，老人也微笑了起来，似乎想到很多愉快的往事，但就在这样的笑容里，他发出了一条很阴森气十足的指令：东山路听命于4处，既然文书签名齐全，那程序上并没有错，所以这件事情东山路部需要负责，其余的人随便处理。他微笑着自言自语道：“居然动用我的力量去杀我要保护的人，这是巧合，还是有些人在试探什么？那位二太太看来很不简单啊。”他接着说道：“4处严若海监管不力，乱牵一气，不是自己的儿子就瞎杀胡杀，胡闹台。听他3年处长俸禄，再派他大儿子那个教严冰云的去北边弄到2条高等级的货色才准回来。”说完这句话，院长拿起桌面上内务部已经拟好的文件，写下了最后结论，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陈萍萍。费介每次看到院长干瘪难看的签名都想笑，但又必须忍住。他知道这个女性味十足的签名会让几位高层官员死去，会让一个更高层的官员儿子凄苦地潜入敌国，必须弄到特别有价值的情报才准回国，这只怕比死还可怕。老人自嘲地笑了笑：“我和范建从小一起长大，想不到现在要为他家的事情操这么多担心。你让得力的人去查一查那位二太太和那位有没有什么关联。”范建是司南伯爵的名讳，正是范闲的父亲。费介皱着眉头，威吓的眼光微抖：“不可能，他们应该以为那个婴儿早就死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也相信他们不可能知道范闲就是小姐的儿子。”院长微笑着：“陛下一向要求贵族、文官和我们之间保持距离，而当年派你去儋州，虽然很隐蔽，但终究还是有可能被对方发现。想来，不论是太后还是宰相，都很好奇我们院子与司南伯爵的关系。那些藏在暗中的力量，借着二太太的手试探一下我们和范大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也是应有之意。所以我们不要反应过度，知道吗？”费介忽然有了怀疑，关于儋州刺杀事件的发生，说不定是因为院长大人曾经故意露出一些风声。老人推着轮椅来到窗边，掀起黑布的一角，往窗外望去，淡淡说道：“另外，关于箱子的事情，不论五竹有没有说实话，但只要不落在北边的敌人手里就好。可惜我们不知道那个箱子究竟是多大，是什么模样。”费介来到他的身边，顺着老人的眼光往窗外望去：“我下地狱之后，你早点来陪我打牌。”
陈院长笑着说道。费介知道院长大人的年纪远没有外貌那样苍老，笑道：我可是好人，将来要上天的。一个黑色的影子像风一样从密室的角落里飘了过来，将黑布拉下，阻止过于强烈的阳光照在老人的身上。这个人的动作没有一丝声音，正是许多年前在京外一剑斩杀持杖法师的那位高手。费介指着那个黑色风影说道：估计他会来陪你下棋。窗外是一片阳光明媚，远处皇宫几大殿上的琉璃瓦正闪着湛湛金光。窗前道路上的行人们经过监察院门口时，都下意识地绕路到街对面行走，似乎害怕沾染到这里的阴暗气息。监察院的门口有一块石质材料砌成的宽碑，碑上写着几句话，真金涂绘于其上。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灾厄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柴虎献媚。落款是3个字：叶青梅。没有人知道叶青梅是谁，但是京都所有居民都知道，当监察院建立的时候，这块石牌就立在了这里，永远金光闪闪，一片光明，和远处皇宫里的金黄色公檐遥相呼应，似乎隐藏了那2座建筑里所有的黑暗。在经历了一次暗潮涌动之后，儋州港迅即恢复了平静。被烧死的宋蔡老哈与他楼内另一具尸首是什么关系，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至于火灾的起因，官府更是没有给出任何说法，而渔民百姓们也没有人对这个原因发生任何兴趣。儋州港的治安一向很好，在严密的私民保甲制度控制下，那些在庆国北部流窜的罪犯和冒险者没有办法在这里获取任何利益。加上皇帝陛下因为贸易重心向南转移的原因，免除了儋州附近相邻7个郡县的税收，虽然不能让民众马上变得富庶起来，但至少保证家家有些余粮，再也不会出现30年前那场因为饥荒而导致的流民暴乱。而且儋州城虽然靠着大海，却没有沾染太多大海阴晴不定的暴烈秉性，城中居民们都很温和，所以当面对着城中最为尊贵的门第伯爵别府时，总是会表现出适当的尊敬和小心。就算人人心知肚明范闲只是个私生子，但仍然是范少爷范少爷的喊着，努力压抑住内心或许一直都有的些许鄙夷。这便是范闲的痛苦所在。这一世除了在那位命薄的州管家面前稍稍表现了一下自己做纨绔子弟的天赋外，他再也没有机会去扮演这种角色。走在儋州港的大街上，有的人对他很亲切，有的人对他很尊敬，就是没有人来惹他。体内的真气慢慢蕴积着，将他的经络打炼得异常坚实，而那些大部分流失到后腰雪山处的真气却是一片宁静，不知道窝在那里有什么用处。这一世范闲始终在扮演一个稳重实体的少年，只是这样的日子长了，总觉得有些憋得慌。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水准可以杀死1名刺客后，他更是期盼着能有形个侠，仗个义，救个美女之类的事情发生。但儋州港太平，太平。书房里点着凝神的焚香，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感觉十分舒服。范闲手上拿着一支秀气的毛笔，在剪裁成约摸4个手掌大小的宣纸上认真的写着字。如今文场之上分经文派、古文派，在用笔上也有用鹅毛笔与用毛笔这2种。如果从便捷的角度看，用鹅毛笔或许好些，所以现在京都的各部衙门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包括费介在儋州教书时也是如此。但鹅毛笔削笔尖的工艺却是需要真正手艺精良的老师傅，用久了笔尖容易变形，所以要真正推广并不容易。范闲更喜欢毛笔一些，一来是觉得既然这个世界里凑巧用的还是方块字，那么用毛笔写出来的字当然要更加美丽。他决定要把书法好好练一练，免得将来太丢人。另一方面，他认为像自己眼下正在写的这个故事是一定要用毛笔加上极娟丽的小楷来慢慢抄，才能表示出那份尊重。贴身丫鬟思思用纤细的2根手指握着墨块，缓慢而柔匀的在砚里顺势斟磨着，眼光落到少爷面前的纸上，只见上面写着。只见智能独在房中洗茶碗，秦钟跑来便搂着亲嘴。智能急得跺脚说：这算什么？再这么我就叫唤。秦钟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儿再不依，我就死在这里。智能道：你想怎样？除非等我出了这牢坑，离了这些人，才依你。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就不得近渴。思思瞄到这上面写的不堪内容，不由双颊一红，啐到这智能怎么这么无耻。范闲听到耳畔丫鬟嗔怨声音，好奇地抬起头来，笑眯眯问道：姐姐为什么说智能无耻？她在房中或是别人不曾注意的地方，总是换几个大丫鬟姐姐，这个习惯从冬儿开始就延续了下来。丫鬟们拗不过她，老太太又不管，所以只好由着她去。这么些年听下来早就习惯了，并不以为意。思思脸上红晕散开，像朝云一般，很是漂亮，一一解释道：那尼姑说话行事也太孟浪轻浮，只是少爷，尼姑是什么？馒头庵又是什么地方？范闲扑哧一笑，心想待会儿写到秦钟与智能儿苟合之事，你只怕才会觉得是真孟浪。
但听到思思问尼姑是什么，他才想起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教，自然就没有和尚，也就没女和尚了。他用空着的手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半天后憋出一句话来：尼姑就像苦行僧侣，馒头庵就类似于神庙这样的地方。思思听到他的解释，吓了一跳。少爷可不敢胡写，神庙在天之缥缈处，一向悲悯世人，又不干世事，怎么会是那种肮脏地方？范闲也不与他解释，笑着说道：知道了，我写的时候小心些就是。又写了几句，他想到了些什么，便让思思出去，免得丫鬟看见后面的少儿不宜内容，会向老太太禀报。小时候他经常讲换故事下东，东儿还一直以为是那位西席先生教的，后来还真的去老太太那里告状，害得范闲默了好几天的书。思思细心叮嘱了几句，放下手中的墨，便推门而出。临出门前那一扭的风姿，着实让范闲心头微微一热。范闲执笔沉思，心想这抄《红楼梦》果然要比剽窃前贤诗词要来的复杂许多。自己1年前开始动笔，到如今也只默写到15回，幸亏如今这脑子清楚的古怪，前世的记忆竟是分毫不差，反而更加清晰。亏得如此，才能记住曹雪芹那些美则美矣，实则难记的判词梦瞻。只是书里面的人物背景与这个世界总是有些许差别，不知道将来被别人看到后会不会理解得了，所以有些要紧处还是需要慢慢改去。但范闲对于笔下这《红楼梦》还是极有信心的，一头牛迁到北京还是牛《红楼梦》，放到这个世界上依然是《红楼梦》，依然是大牛。他实在是很羡慕前世读书时曾经幻想过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场景，所以先前将思思硬拉着陪他写了半天，嗅着室内焚香，女儿家身上体香，笔尖柔毫与纸面轻触滑润，享受着那种异常安宁的美妙感。但想到自己写书的事情如果传出去了，只怕会给自己带来许多没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决定以后还是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写。范闲总觉得自己必须要提前为将来的京都生活做好准备，从物质上以及精神上。而像《红楼梦》这种长篇美文是断断然不可能像抄袭诗词一般临时在某个酒宴之上脱口而出，所以必须要事先就准备好。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将来的人生肯定与庆国的中心那个遥远的京都脱不了干系，也许是那个当朝廷高官的亲生父亲，也许是那个印象中的黄毛丫头，也许是自己没有见过一面却总是莫名好奇的母亲。他想了想，复又落笔写完这回李宝玉与秦钟那些不可与人言之事，待墨迹干后放入信封之中，准备寄给远在京都的范若若。在儋州港的府邸内，范闲没有留存稿，前面的都是写一篇便往京都寄一篇，因为他实在是很难抑制自己心中那种想将前世的美好经验与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享的欲望，就像某个人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而且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玉石，自己藏在床下许多年，心里一定会痒得要死，总是恨不得让全天下人不应该是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这玉石夺人心魄的美丽。将名画收藏一辈子而不是人的收藏家，如果不是变态，那就是偷这幅画的小偷。而范闲知道自己肯定不是变态，虽然自己确实是小偷，但很妙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所以范闲完全忽略了范若若丫头的年纪，一直按月将稿子给她寄过去，然后告诉她这故事叫做《石头记》，是一个叫做曹雪芹的人写的，自己偶然结识，每月从他那里弄些稿子与妹分享，如何云云。虽然《红楼梦》前15章里依然有秦可卿梦中会宝玉，宝玉出世云雨情之类的段落，但范闲里笃定小丫头在自己这么几年的书信熏陶下，应该不会将这些看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将自己这哥哥看成什么淫邪之人。果不其然，范若若得了曹公文字，懵懂读之，视之如牡丹大嚼之，却也是慢慢品出了些许味道。尤其是看到黛玉进府之后，便开始觉出好来，每月必来信催哥哥多向那曹公多求献。范闲接信之时，心中不免苦闷，心想这存稿都没了，更新自然不可能太快，日后抄到70、80章时，总部还是要落个太监的下场。将今日文抄工的事业做完，范闲便开始和平常的日子一样看起书来。他的书房里有许多杂书，都是京都伯爵府寄过来的。每当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对那位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印象总会有所改观，至少对方还知道一个人成长过程之中最紧要的是哪些东西。在一个没有 AV 也没有坑的国度里，范闲用来排遣无聊生涯的方法，除了每天于体内霸道真气捉迷藏，让丫鬟们脸红羞羞，便只有阅读书房里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书籍的内容涉猎面极广，从农务耕种到庆国律法，无一不包，还有些这个世界的经书更是像砖头一样的塞满了整层书柜。这书柜是范闲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样式做的，样式很简单，每层里面放着瑶州出产的云香草，这种草最能防止蠹虫蛀食书籍，只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没几个人知道，所以在别府里只是当做一般香料在使用。读了这些年的书，范闲从那些经书里发现了许多自己前世所学的影子，只是在表述的方式上有些微的不同。这个认识让他绝了抄袭韩非子、荀子、老子、孙子若干子，从而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念头。
不论是哪个方面的学习，包括识读，包括修行，包括读书，范闲都很认真，用完全不符合他如今年龄的沉稳与刻苦在不停累积着。因为他明白自己比旁的人并不多出什么，自己并没有来到一个平均智商为50的完美世界，自己能够拥有的优势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地球社会沉淀下来的知识，还有就是比一般孩童启蒙要早许多的觉醒初始时刻。油灯里一声轻响，蹦出一小团灯花，忽然变得亮了些许。范闲伏案看书，渐渐睡去。第二日清晨醒来，洗漱完毕，范闲先去老太太卧室请安，才自去厅里用早饭。自从刺客的事情发生之后，范闲在看着奶奶的目光就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别。除了坚持了许多年的晨午请安之外，还会时常与面貌慈祥的奶奶聊些家常话，讲几个小段子逗老人家开心。听说有一天，皇帝陛下召集宰相大人、元老会领事大臣、监察院院长、宫中的太监头子，还有一群高官在大殿商议过事。结果那天天降流星，一颗陨石从天上飞了下来，砸破了殿顶，将正跪在下面的几位大臣全砸着了。陛下赶紧传唤太医前来医治，守候在病房之外。不一会儿功夫，太医出来了，陛下忙着问：太医，宰相还有救吗？太医很木然地摇摇头：宰相没救了。段子前面，老夫人满脸狐疑，不知道小孩子为什么讲起京都里的事情来了。这些权力中的阴险事，老夫人不知道亲身经历过多少，所以一向小心谨慎。陛下又问：那领事大臣呢？太医又沮丧地摇摇头：唉，也没救了。陛下又问：洪公公？太医仍然是摇摇头。陛下大怒，呵斥道：那到底谁还有救？太医精神一振，说道：陛下洪福，庆国有救了。听到最后一句，老太太顿时醒了过来，笑得颤颤巍巍，眼泪都险些笑了起来，指着范闲无辜的脸笑骂道：你这个小粗侠鬼，如果是在京都里，光凭这个笑话，你就要被监察院给逮进去。虽然庆国目前国力天下无双，但是朝政之弊却也是无法尽除。而在天下百姓心中，最大的几位奸臣，就是刚才段子里提到的宰相大人、领事大臣和太监头子洪公公。当然，其实监察院那位院长也是臭名昭著，但范闲看在费介老师的渊源上，所以不好将这人也编排进去。这个段子其实脱胎于前世某个关于台湾政局的笑话，范闲有日写在了寄给妹妹的信中，将她逗得不行。今天讲给奶奶听，这位看似糊涂，实则精明之极的老太太果然笑得不行，将整个儋州港实际上最有权力的老太太逗高兴了。范闲才向奶奶报告了一声，待会儿准备出去一趟。奶奶也很少管他的事情，又已经恢复到了那种如古井的神态之中，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出府之后，想到与自己变得越来越亲近的奶奶，不论如何，范闲还是觉得有些欣慰，毕竟这些奶奶对自己还是百般照顾。想到这件事情，他不禁想起一个传闻，听说范家在京都本来就是名门大族，但是自己父亲司南伯爵这一房却是极远的偏房，而且人丁稀少，所以很受欺压，以至于奶奶刚生下司南伯爵不久，就入了成王府，做了一般权贵家庭绝不会做的奶妈。很凑巧的是，上任皇帝并没有子嗣，所以因为性生活过于频繁的原因，英年早逝之后，两位最有可能接位的亲王殿下，一个被北魏刺客暗杀，另一位却又被已经被暗杀的那位亲王早前派的人暗杀。妈的，总之在这么复杂而荒谬的过程之后，那张其实并不起眼，还很容易导致坐上去流血的龙椅，就顶到了一生谨慎自持的成王的屁股下面。成王安安稳稳地做了几年太平皇帝，时辰到了，往天上去了，皇位就传给了现在的皇帝陛下。整个庆国在陛下的带领下西征蛮夷，北伐北魏，终于将这天下打得稀里哗啦，让原本强大无比的北魏分崩离析，变成了北齐与一些小诸侯国，还有一向置身事外的东夷城。看待帝王，不外乎是文治武功在青史上的分量。如今的庆国皇帝陛下，先不论文治，单提武功，也算得上是庆国开国以来第一人。于是早有群臣迎合上意，上书请陛下往大悦封禅，传书神庙代为祈福。但不知为何，皇帝陛下一直坚不准奏，甚至还将几位以为皇帝只是沽名钓誉、以退为进的佞臣打得当庭臀肉模糊，血流不止。而伯爵别府里的老太太，就是这位杀伐决断、权重如天，却一向隐于深宫的皇帝陛下的奶妈。范闲前些年一直还有些疑惑于自己父亲司南伯爵暗中的实力与他目前在京都中的官位有极大的不相称，居然能够让监察院的费介来当自己的老师。但当知道奶奶就是皇帝的奶妈之后，这些疑惑顿时迎刃而解。自己的父亲司南伯就有些类似于前世时康熙年前那位叫曹寅的江宁织造。曹寅的母亲孙氏正是康熙的保姆，所以此后曹寅一生都备受康熙的宠幸，官至江宁织造。虽然只是不及3品的小官，但却手中握有密折上报的权利，康熙难寻。曹家数次在家中接驾，试问整个江南官场，谁不惧他？就连日后康熙晚年，曹寅被查亏空国库银饷之事，康熙都看在当年情分上是拖了又拖，免了又免，直到曹寅死后，关系疏淡了，曹家才倒了霉。
如此，曹雪芹18岁入了北京，才有了《红楼梦》，范闲才可能在这另一个时空里抄袭《红楼梦》。曹先生，看来俺们虽然身处两地，果然是情发一心，我这书抄的也算应景。范闲想到自己家与曹家的情况差不多，不由笑了起来，轻轻弹弹手中那封夹着石头记第10回的信封，走出府去。在海边悬崖之上，范闲闭目冥想，浑身上下进入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之中。正因为前世是一个被动形成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今世能够和这种霸道的真气两相缠绵，他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有些类似于恋爱。恋爱总是有苦有甜，他修行的霸道真气也是让他喜悲交加。很明显，这种霸道真气让他的身体有了些极为神奇的变化，比如力量，比如反应，但是时常不听使唤的乱窜，却又让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年因为有五竹在一旁捶打着，所以真气老实了许多，但今天却是一个危险关口，因为今天是霸道之卷修炼的最后一天。五竹安静地站在一边，看着盘膝而坐，五心向天的范闲，手中不紧不松地握着那根寻常的木棍。随着心念动处，一直蕴积在丹田内的真气缓缓流转起来，在极为细密的神识引导下，沿着胸腹处的经络向着四处散发，由气穴处往后遁去的真气，如同过去这10几年中一样，泥牛入海一般沉进了赡门雪山之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但其余的那些真气依旧保持着强悍的数量，冲刷着他的经脉，就像是无数被烧热后的小刀子在细细刮着那些柔嫩的管壁。范闲浑身颤抖着，冷汗如浆浸出他身上的衣服，双目紧紧闭着，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抖动，忍受着无比的痛苦。修行霸道12年，连最艰险的入关也只是睡了一觉便轻松度过，从那之后便再无费劲的地方。料不到今日破第1卷之关口，竟然是如此难熬。真气仍然在他胸腹间的经络里横行，不停冲刷。这种尖锐的洗刷可以让经络扩宽，让真气运行的速度加快，但是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巨大的破坏力，能将无形的经脉扩张的力量带给神识上的痛楚，不是那么能够轻易忍住。幸亏12年来的辛勤修行，让范闲的经络强度达到了一种很结实的程度，所以才没有气溢脉闭，造成难以想象的惨烈后果。而他的心念定力也在前后2世奇异人生的帮助下，比一般的人要强太多。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其实东方海面上的朝阳才不过脱离海水的怀抱不久，横横地顿在远方，散发着温暖红红的光芒，照在悬崖之上，映出一立一坐2个孤单的人影。真气逆行而上，那股宏大却又暴力的气息终于冲破了人体内经脉细微处的阻挡，由气门直抵天枢，像一把大刀猛地向范闲额上的印堂处砍去。红色阳光里，范闲如遭雷击，头颅无由抬起，望着头顶天空，嘴巴张大，却无法发出声音。脱了衣服去。五竹手上那根木棍狠狠地敲打在范闲的头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此时真气正在范闲的印堂里向穹顶冲去，隐约中似乎能够看见自己神识里一片光亮，尤其是头顶处幻化成7彩颜色，却略显粘稠，始终看不清明。一股烦闷从那滞色处传开，让范闲好不苦恼，好不郁闷，只将这头颅仰向天空，欲得一快。便在此时，额前真气郁积处却生生挨了五竹一棍，棍子击打在他的肉身上，却更像是打在了他的心灵深处，让他脑中猛地一炸，就像头顶天空的乌云被一道闪电劈开，漫天清丽的阳光就这样洒了下来。脱了衣服去。这句话是庆国五经素语录中一段，据传如今的4大宗师之一，北齐国师苦荷的太师祖根臣，当年曾经得蒙天授绝学，悟道之时喝道：人之身体便是汉山，只有脱了方成大道。而在范闲前世所看过的书中，佛教也曾有言棒喝之道，清远禅师常云：折肉汉山如脱了，方知棒喝逛鱼痴。所以在懵懂与痛苦中的范闲，一听见五竹说的这句话，便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加之头顶通道已畅，天光自下，心神回复清明，一手内抚，全将身体上经络里的诸般痛楚全当做了天地所施，他人所受，和自己再无半点关系。将生命中一切执着放下，将身体上一切感觉放下，恰好应和了此时霸道之卷末关的心境。天地的霸道之气根本无法由一个人的身躯容纳，所以只有舍了自己的身体，而将自己与这天地之气贯通，成为自然中的一节，才能调取如此狂戾难驯的真气。范闲体内的真气渐渐平伏，头顶处的大关已经被打通，平缓而雄浑的真气从那里流淌而过，然后沿着背后天柱而下，直接灌入雪山之中。而很奇妙的是，雪山里面一直如大海般平静的所在，今天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开始渗出一些真气补充到他的丹田之中。如此一来，他体内的真气循环终于畅通，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周而复始的渠道，与外界的环境隐隐呼应。很久之后，范闲才痴痴醒来，身下早已淌出一滩污水，黑臭难闻。他望着旁边仍然是一脸冷漠的五竹，露出一丝虚弱的笑容，苦笑说道：谢谢叔，只是你这一棍子敲得真狠。此时他虽然身体感觉虚弱，
但精神却是十分旺盛。闭目查看了一下自己体内的情况，熟悉了一下真气流动的最新走势，感觉到原本暴力的真气虽然依旧强大，却明显少了许多躁息，流转起来更加舒畅自在。范闲叹了口气，想不到自己终于也能练成前世只在武侠小说里见过的真气，一股子说不清楚的味道充斥着他的脑海，下意识里右手往身边拍了下去，噗的一声闷响，就像是破布被一根烧红了的铁签一下子戳破了，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浅浅的掌印，边缘十分光滑。范闲举起自己的右手看了看，然后又低头看了看石面上的那个掌印，比划了一下大小，确认了这个掌印是自己随手拍出来的，呆呆的看了半天之后，终于醒过神来，叹息道：真的很神奇，真气外溢，稍后就好。五竹在他身边说道：叔，您不是说过自己没练过真气，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教我吗？我看别人练过，所以知道今天该怎么做。原来是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的意思。范闲忽然觉得自己有些骂自己的感觉，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刚才那个关口还真是危险，如果不是那一棒子，我还真怕自己又变成植物人了。什么是植物人？五竹很冷静地问着。范闲抬头望天，神游物外，不理不睬。他旋即想到，原来瞎子五竹也是个经验主义者，万一刚才那棒子没有把自己敲通，而是把自己敲昏了，体内那些暴力真气乱窜，把自己的五脏六腑搞成乱七八糟的下水。打了一个寒噤，他摆脱这种无比恐怖的联想，看着面前的大海宽广，心胸为之一畅。如今功法出城，隐隐兴奋之余，终于从前些日子的刺客事件阴晦情绪里摆脱了出来。这些天来，范闲一直没有想明白，刺客为什么居然真的用毒，费劲来传授自己识毒解毒的本领，难道就真的算到会有这一天？那也未免太高瞻远瞩了一些。还有就是那位二姨太胆子也太大了，就算她的身后有京都里的某处高门大宅撑腰，但用下毒的法子，等于说是连奶奶的性命也没有放在眼里。那位老夫人可是皇帝陛下的奶妈，京都里的父亲难道就一点没有察觉这件事情？正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远处山崖之下传来一阵歌声。这处山崖紧邻大海，远离儋州，而且崖后尽是荒险地，崖前乱礁林立，渔船无法靠近，所以清静得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五竹选择在这里传授范闲杀人技，所以今天忽然听到一阵歌声，由不得范闲疑惑丛生。他虽然紧张，却没有了乱了分寸，小心地趴在崖面上，隔着一块石头往歌声传来处望去。目光急处，惊涛骇浪里，一叶扁舟正在黑色的礁石间穿行，黑色礁石在白沫一片里时隐时现，小船在其间荡荡悠悠，看着似乎随时可能撞到礁石之上，摔个粉身碎骨。但偏偏就这样，小船却是自在无比地穿行着。船上坐着一个人，那人戴着斗笠，歌声正是从他的嘴里传了出来。浪花只开一时，但比千年时并无甚不同，流云亦如此。歌声柔和，却在海浪的咆哮声中清清楚楚传上悬崖来。范闲听见这歌，便想到前世松永真得送牵牛花的名句：晨光只开一刻钟，但比千年松并无甚不同。只觉得这船上人物好不潇洒，却又高深莫测。正想着，却听见五竹冷冷的声音：躲好！范闲下意识里往石后躲好自己的身体，察觉身边黑影一事，然后便无比惊恐地看着五竹直接从数十丈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在没有修行霸道真气之前，范闲绝对不会认为人的血肉之躯能够比石头还要坚硬。但当他刚才一掌在石面上拍出个掌印后，他放弃了这种想法。但他依然不认为有人可以从数十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还可以一点事没有。尤其是中途没有减任何速度，五竹帮助他推翻了这个想法，同时也给了他无比的震撼。原来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强者，真实的水准竟然如此恐怖。蒙在五竹眼睛上的那块黑布，在高速下坠的过程化作一道诡异的黑丝，而他的身体却像一道迅雷般的箭矢剁向那条小船。他没有用什么轻功，只是这样由着大地的引力让自己自由坠落，在数十丈的距离之中不停加速。当最后要踩到船头时，速度已经快到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身体割裂了空气，比风声还要快一些，发出嗡嗡的恐怖声音。他所携带的那股视线于身体到达了小船之上，猛地掀开了舟中歌者的竹笠，笠帽飞起，远远地落入海中，露出歌者的脸来。歌者的容貌朴实古拙，一双眼睛静如秋水，此时看着头顶凌空而来的那双脚，却是瞳孔一缩，金光乍现。一双白玉般的双手在袖外轻轻一舞，像枯枝发芽般指节散开，无数道气波从歌者的指尖喷出，竟是生生在五竹撞向小船之前，急射在波涛不停的海面之上，将在白浪里上下的渔舟强行往后推出了2步之地。正是这2步之地，五竹像一块天外来石般狠狠地砸在了船首，而没有砸在那个歌者的身上。风声未至，五竹的双脚已经狠狠地踩在木船的前部，这种由天而降的力量根本不是一只小船所能承受。咔啦，
一声巨响，整只船被这股巨力踩得向下方的海水里扎去，尾部高高的翘起，马上迅疾地穿入海里。那名歌者被这反震之力震得向天飞去，在空中双手一展，略显狼狈。水花四溅，船首被这强烈的撞击力震散，沉入海底。一道黑影破水而出，在漫天水花里坠上空中那个正在飘舞着的歌者，在瞬息之间出指如剑，狠狠地刺向歌者的咽喉。歌者双手一错，散手如同搭建房屋的房梁一般，极稳定而有美感地展现在自己面前，勉强封住五竹这必杀的一击。空气中一阵阵轻微的爆裂声响起，这是劲气互冲的结果。也不知道在这样短的刹那里，这两位绝世强者出了几招。片刻之后，两个身影迅即分开，分别落在悬崖下那极狭窄的一带沙滩两旁。海面上，小船的碎屑缓缓地浮出了水面，看上去就像中药罐子里的残渣，只剩下半片船尾无主漂浮，十分凄凉。暗杀不成功，所以你要赔我的船钱。歌者望着五竹眼睛上的黑布，微笑着说道。说完这句话，他将手一伸，遥遥伸向五竹，像是要向对方讨要赔款。他和五竹相隔3丈，但这一伸手，五竹却是眉头皱了皱，脚下奇快无比的向后动了2步，侧着身子避开了对方手指所伸的方向。一阵簌簌升起，五竹先前站立的地方，沙面上一片密密麻麻，正好应了那句诗：雨打沙滩万点坑。隔了3丈的距离，淡淡一挥手，劲气便直透沙面。这份修为，放眼当世也没有几个人。你为什么在这里？五竹微微侧着头，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可以看得出来比平时要慎重许多。16年前和你打过一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值得对战的对手。歌者笑眯眯地回答道。去年我回了一趟京都，叶中那小子说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你的下落，我还以为你真的跟着叶小姐去了另一个世界，还忍不住喝了2罐酒，其中1罐是倒在了地上，滴了2滴眼泪。今年我又出来旅行，刚才在海面上隔着很远就感觉到很强大的气机，所以来看看，哪里想到居然是你。歌者叹息嗔怒道：10几年不见的老朋友，怎么一见面你就要杀我？你明明知道我杀不死你，你也杀不死我。五竹偏着头想了想，似乎认可了这个事实。歌者知道这个瞎子性情有些古怪，如果对方能杀了自己，只怕还真下得了那个手，不由微笑问道：小姐归去之后，我还以为你会回神庙，为什么到儋州港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杀你？五竹没有回答他，反而冷冷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认识我，而其中你是嘴巴最大的那个。歌者面色一窘，不知该如何回答。五竹继续说道：所以如果能杀了你，让你闭嘴，我很乐意。歌者苦笑着摇头，叹息道：你还是那个可怕的脾气，修炼到你我这种境界，依然像你这样是杀的，真是很少见。五竹摇头道：我只在乎结果，从来不考虑手段。他忽然皱眉说道：既然看见你感兴趣的人了，那就走吧。说得干脆利落。歌者先是一滞，旋即朗声长笑起来，一拱拳，微笑着说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多嘴的人。说完这句话，他将双臂短袖一挥，负手于后，潇潇洒洒地飘到海面那半截短船之上。也不知道这船是如何做的，只剩了半截，居然还能浮着。他站在残船之上，双手做着划船的姿势，竟就这般滑稽无比的用内力吸引着残船向着儋州城的方向开了过去。五竹看着他离开的方向，黑布暗淡。他是谁？从峰顶爬下来的范闲并没有听见2位强者在悬崖下的对话，游子沉浸在刚才亲眼目睹超强者战的震惊之中。叶流云。果然，范闲叹息着跟在五竹的身后，也往儋州方向走去。叶流云来了，然后又走了，真的就像天上四处流动的云彩一般，不曾留下半点痕迹。儋州城的那些居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闲谈时时常尊崇无比提及的4大宗师之一，曾经来儋州喝过酒，打过架，唱过歌。五竹微有担心，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己和小姐关系的人并不多，但偏偏叶流云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完全和他的宗师身份不相符合，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叶流云来儋州这件事情太蹊跷，和自己见了一面就离开，五竹根本不相信。范闲却相信叶流云确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旅人，拍拍五竹的肩膀安慰道：谁说高手就不能旅游？这只是一种很纯粹的直觉。他的直觉一向精准，总觉得自己京都里那个老爹有些问题，监察院、刺客，胆子比母老虎还要毒辣的二太太，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司南伯爵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至少比曹寅这种包衣奴才厉害太多。但他的思维方向完全走入了歧途。他猜测自己的便宜老爹会不会是前任皇帝老成王的私生子，因为当年奶奶在成王府当奶妈，老皇帝就让他抱回去收养。如今司南伯爵因为心伤自己的身世，痛恨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安坐龙椅，而自己只能当个小伯爵，于是扮猪吃老虎，
暗地里与监察院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组织了一批私底下的力量，妄想接受如今皇帝陛下大人的一切家产。而自己呢，则因为老妈毫无疑问也是位大人物，所以成了某种家族利益联姻的产物，自己的存在对于父亲的造反大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当他将自己闲得无聊时做的推论告诉五竹时，一向东山崩而面不改色的五竹终于忍不住将手中的菜刀狠狠地啄进了菜板里面，对于某位少年的疯狂想象力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也正是因为这样，五竹决定暂时不带着他离开儋州。既然疯狂少年自己都并不担心将来的事情，脸上依然保持着羞涩的满是好奇的笑容，时刻准备投身于子虚乌有的司南伯爵造反大业中，而显得对于这种谬论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毫不在意，那瞎子五竹又怕什么呢？五竹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生死安危，只是担心范闲。而一旦范闲显得极其变态的毫不担心，五竹也就随他去，就和范闲5岁开始酗酒一样，五竹只负责保护范闲的安全，而并不会主动给出太多意见。从骨子里讲，这对主仆，这对师徒都是很懒惰，而且胆大包天的人物，他们不是不会阴谋，只是觉得有时候手中的武力比阴谋要更有力量，所以下意识里便将旁人的阴谋看作了云淡风轻之事，来便来吧，还能怎地？所谓明月大江，所谓清风山岗。其实范闲不是明月，是羞答答的弯月眉，而他还是怕死，因为他并没有捂住这种绝世手段，但他知道如果自己的身后有监察院的那位废介，还有身旁这位瞎子仆人，那么自己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在悬崖畔亲眼目睹五竹叔与4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那番交手后，他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震撼，对于武道这种事情终于也体会到了与茶道说道一般的美感，那种艺术的美感。所以他暂时停止了抄袭《红楼梦》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行之中。五竹自己并没有如何高明的剑法拳诀，但他对于如何杀死一个人很有研究，讲究快、准、直、狠。曾经对范闲说过，不要相信弧线圆融、进可攻、退可守的说法。如果要攻击对方，那么就一定要走直线，用最快的速度，走最短的距离，给对方造成最不可逆转的伤害。范闲马上想到了那天五竹叔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心想这位果然是走了最短的距离，苦笑着摇头，不知道自己要达到那种境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某日萝卜丝儿叫成之后，范闲挥着微有酸麻感觉的右臂，看着背对着自己的五竹，好奇问道：按照以前说过的，我现在的境界有几级？7级的真气水平，3级的控制能力。范闲很快地心算出结果，一平均就是5级，比4级高些，可以拿毕业证了。少年略微有些得意，漂亮的眼睛里微有娇色。五竹摇摇头，如果你运气足够好，可以杀死一名7级人物，如果你运气足够差，那一个3级的小毛贼就可能断送你的性命。范闲笑着叹了口气，心想这位嫩叔还真的说话够直接，不过自己的运气好像一直挺好，不然也就不可能死后跑到这个世界来了。在叶流云来过之后，范闲在儋州的生活真正的安宁了下来，再没有什么刺客来找麻烦。二太太听说重病了一场，变得老实了许多。京兜里范若若的书信依然每月1封寄来，范闲则是待在这座海边小城里，吃豆腐，抄小书，偶尔穿些彩衣，孝顺着老太太，到杂货店里喝酒，切萝卜丝儿给自己下酒，日子过得很是清闲。有一天，海边出现了海市蜃楼，儋州港的居民都跑出去看热闹。虽然都是常居海边的人们，但能看见海平面上那些虚无缥缈、宛若仙境似的岛屿，仍然是兴奋异常。五竹变得古怪起来，关上杂货店的门，走到偏远的海边，一个人上了悬崖，静静地望着那边的画面，似乎想起了什么让他很不愉快的事情。海市蜃楼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一会儿就散了，但他依然静静地望着那边，隔着那块黑布望着那边，就像他并没有瞎一样。范闲爬上了悬崖，赤裸的上半身显得十分匀称，已经摆脱了瘦削的体型。他看着五竹安静地坐在那边，不敢打扰他，也陪他坐了下来。看着那方被西面夕阳反照成火一般颜色的天空，许久之后，五竹忽然冷冷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范闲将自己乌黑的长发束到脑后随意扎了起来，露出那张至美中终于凸显英气的漂亮脸庞，微笑答道：16了。五竹是一个很奇怪、很神秘的人，在范闲的眼中，五竹叔的人生很凄凉，活了30来年，身边也没个伴儿，除了自己以外，就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甚至有些儋州港的居民们到现在都还认为五竹不仅是个瞎子，还是一个哑巴。他的眼睛上永远蒙着那块黑布，范闲心想，那下面一定是很恐怖的残疾，所以才会这样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费介老师称他为武大人，很明显五竹叔当年是在京都官场上混过，但他的行事作风却完全没有一丝官气，甚至连尘俗味都极少，倒有些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一想到这一点，范闲下意识里往他看去。五竹问完刚才那句话后，又回复到沉默之中，冷冷地望着天边海面上的暮色，淡红色的光芒笼罩在他的身上，映在他眼睛上的黑布上，
反射出像火一般跳跃着的颜色。范闲忽然想到了一件十分恐怖的可能，思考了许久后，喃喃问道：“叔，你刚才看着那些像仙山一样的画面发呆，你不会是从天上下来的吧？”他现在能接受内功这种东西，甚至也隐隐相信上天有眼，才会有自己这一世的遭遇。但如果说自己身边相处了10几年的伙伴突然变身成为九霄云上的谪仙，这仍然会让他受不了穿越加仙侠，只会吓得他扑倒在地。雾珠摇摇头，淡淡说道：“我只是似乎记起了以前和小姐出来时的地方。你确认你不是仙人？我老妈也不是仙女。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不是有神庙？谁说神庙里住的是神仙？说，你是不是记起了什么？不，我只是忘记了一些什么，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雾珠站了起来，还是向着海的那头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似乎在向什么地方告别，然后轻声说道：“我们回去吧，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了。”范闲微微一笑，知道对方并没有忘记那个承诺，只要自己满16岁了，就会告诉自己有关于母亲的一些事情。走到悬崖边上，他吸了一口气，体内的真气开始缓缓流转起来，整个人的身体附在悬崖之上，真气沿着经络运至掌心，被逼出掌面不足丝般距离，便倏地从掌缘外收回体内，就在手掌之间，极巧妙地构成一个微微向下陷去的真气接触面。因为真气无形，所以可以保证沿着手掌的边缘处形成一种很完美的密闭手掌，牢牢地贴在光滑的岩石上，凭借着真空的吸附力，将它整个人都固定住，然后卸下真气，一只手便会脱离岩石。如此这般，范闲看似很轻松地往悬崖下爬去，看着和蜘蛛侠一样。一般的武道修行者，不论他体内的真气如何丰沛，都做不到这一点。而范闲之所以能够做到，全依赖于他与众不同的修行方法和身体构造，还有就是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武道强者只会在乎是2字，其中的10字说的自然是体内真气的丰沛程度，而是则是一个几乎只可意会的形容，有些类似于境界。而讲究与自然呼应的法术，向来是不入真正强者之眼的墨道。在五竹看来，所谓是其实也就是真气的数量、质量以及对于真气掌控的精确程度而已。如今的范闲，在他教了10年之后，大概在3级和7级半之间徘徊着，4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武道强者都会下意识里将自己身体里的真气当做某种一次性工具或者武器，就像是水用来攻击对方，一旦泼出去之后，根本不会想着收回。一场大战之后，真气殆尽，反正也能打作冥想恢复。也难怪天下众人都这般思想，毕竟真气一旦离开身体之后，再想收回来，这本身就是有些天方夜谭的想法。但范闲不一样，他体内的真气循环线路本来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在后背后灌入雪山，等于那里就是一个开口，与外界天地元气构成了大小2个循环，所以他对于真气的感应要敏锐许多。同时范闲很闲，同时又很吝啬，所以才会不停地尝试着将真气逼出体外后再将它收回来。很辛苦地试验了3年，他现在终于可以在真气离开掌心1/10寸的距离内，将真气再从另一边收回来。这么短的距离根本无法攻击到敌人的身体，所以范闲有些悲哀地承认，自己这3年的时间基本上等于在做无用功。但既然学会了一些无用的小花招，总得想些用途，每隔3天都要爬一次海崖，他觉得很辛苦，脑筋一动，便将这招真气回流用到爬山上来了。或许范闲比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正优秀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的思维并没有锁到时代的局限，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概念，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有可能的。范闲像条鱼一样的游下山崖，抬头望去，五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站在峰顶边缘。他也不着急，微笑看着上方。他一向很喜欢看五竹下山，五竹向前走了一步，就像前面是平地，脚一悬空，他的身影便开始飘飘然落下。只是每隔3丈左右，他会很随意地伸出一只手掌，在崖上的时间轻轻摁一下，稍微延缓一下下坠的速度。如此伸掌10几次，整个人便面无表情地站在了悬崖下面。五竹下山的方式看似简单，但那种对方向、角度、力量、速度乃至海风的体验，在这刹那时光里算得分毫不差。如此强悍的计算判断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强者之一。如果想到他是个瞎子，那么可以将之一那2个去掉。虽然已经看了无数次，但范闲还是忍不住鼓掌赞叹，虾帅一气。3月份的儋州海风十分温柔，春天的气息占据了全部的舞台。漫山开着一种不知名的小黄花，家家户户都用这种花的花瓣泡茶喝，一边喝着一边在家门外与街坊闲聊。所以走在儋州港的街上，总能闻到那种淡淡的清香，不幽不腻，只是一味清纯，叫人心情十分凝美。而到了晚间，则是春雨常来之时，随微风潜入夜色，无声无息地滋润着土地，让整座儋州城的黑色屋檐和街上的青石路面都蒙上了一层迷蒙的水泽。淅淅小雨轻轻落在杂货店外的篷布上，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音，
只是冲洗掉了浅浅的那层灰，让店面显得精神了许多。但是今天杂货店又没有开门，范闲告知了老夫人一声，便偷偷来到了店里，一面包着花生，一面与五竹饮着酒。伯爵别府里的人应该知道他喜欢来杂货店，但都以为少爷只是贪那个瞎子自己酿的好酒。一方面是因为范闲确实好酒，一方面则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比较拿得出手借口。他和五竹的交往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开别人的目光，但还是比较小心。菜刀搁在菜板上，菜板干燥，刀锋上也没有菜屑，看来很久没有用了。花生壳捏破的声音响了起来，范闲扔了一粒进嘴，缓缓地嚼着，直到将干果全部嚼成了香味扑鼻的糊蓉，才端起面前3个指头大小的小瓷杯，送到唇边，呲的一声饮了下去。今天喝的不是黄酒，是京都送过来的贡酒，度数有些高，让范闲找到了一丝五粮液的感觉。他不急着发问，因为他知道五竹叔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不会让自己等很久。五竹没有坐在他的对面，而是端着一碗黄酒，坐在房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悠悠的声音响了起来：小姐姓叶，叫叶青梅，我是她的家仆，很多年前我和小姐从家里出来。叶青梅，范闲第一次知道自己母亲的姓名，莫名其妙的心头一片温润，微笑着又喝了一杯酒，很识趣的没有问家在哪里。如果五竹叔愿意告诉自己，就一定会告诉自己我们在东夷城里住了几年。小姐天生聪明，什么都懂，又有一颗慈悲之心，所以从1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东夷城里做生意，只是因为年纪太小，所以只是隐藏在幕后，而让掌柜的冒充东家。范闲端着酒杯的手顿在半空中忍不住问道：做生意和慈悲之心有什么关系？他并不好奇母亲为什么天生聪明，为什么15岁的年纪就可以做生意赚钱，因为这些年里他早就猜到自己的母亲一定不是个可以用常理推断的人物。五竹很冷淡的声音回答道：因为小姐怜世人忧患时多，所以喜欢做善事。东夷城遭水灾的时候，开粥铺最多的就是小姐，而如果要做善事，就一定要有钱，所以小姐开始想办法赚钱。范闲点点头，认可了这个逻辑。生意做得很好，渐渐也有人察觉到了商铺的幕后老板是小姐，所以有些人开始打主意，后来都被我杀了。五竹说得很平淡，但范闲知道当时的情况一定很紧张。既然五竹叔说生意做得很好，那就一定是做得非常好。所谓怀璧其罪，一个15岁的女子拥有如此大的家产，确实很容易引发世上无良之辈的野心。不过想到有一个绝世强者为母亲做保镖，范闲才将毫无理由提起来的心落了下去。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皱眉问道：老妈姓叶，难道当时你们开的商号就是叶家？是，居然是叶家。范闲满脸惊讶，我听人说过这个名字，传说10几年前叶家是天下第一商号，只是想不到原来是老妈的产业。我并不知道叶家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五竹很平静地说道：那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小姐认为我杀人太多，所以结束了在东夷城的生意，来到了庆国，开始在京都生活。范闲觉得事情应该不是这么简单，便卖了东夷城的事业，来到庆国，总要有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理由才对。五竹继续说道：小姐来京都后又开始做生意，又把生意做得很好，后来认识了一些人，包括司南伯，大家似乎都听他的，按照他的想法准备做些事情，改变一些事情，就与庆国的王公贵族们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五竹顿了顿，有一次庆国正和西边打仗，京都里防御力量空虚，刚好又出了件大事，我不在京都，小姐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出了些问题，小姐被那些王公贵族派人杀死。我赶回太平别院的时候，就只救下你来，然后就抱着你来了儋州。这件事情范闲很清楚，也清楚那些仇人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杀光了。主持复仇的人想来应该和便宜老爹及监察院脱不了干系长时间的沉默，让杂货店外的雨声显得格外清楚了起来。完了，范闲皱着眉头问道，觉得难道自己母亲的一生就这样简单几句就总结完了？他做的生意做了些什么事情，能够让整个庆国的王公贵族来对付他？为什么赫赫有名的监察院费介老师一提到自己的母亲就显得尊敬无比？基本上完了。五竹斟酌了一下用词，范闲叹了口气，确认五竹叔确实不是讲故事的好手，漂亮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知道还是得自己来问。我母亲做什么生意？奢侈品、军械、船舶、粮食，基本上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五竹很随便地回答着，范闲却是听见一个名词就吓一跳。两世的经验让他很明白，能做这种生意的人一般背后都有极大的背景，像母亲这样一个孤女，居然能白手起家到如此可怕的程度。那母亲死后这些生意呢？这是范闲最感兴趣的一点，毕竟按照庆国律法来讲，自己应该是这批庞大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后来听说叶家的生意全部收归庆国内库，范闲苦笑着摇摇头，原来变成了皇家生意，马上断绝了打官司讨家产的荒唐想法，转而笑道：叶青梅这个名字当年一定很拉风，
听说老妈进京都的时候就揍了京都守备师师长一顿。室内的油灯忽亮忽暗，听到范闲的话，五竹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唇角有些生疏的往上挑了挑，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范闲手腕一僵，小瓷杯落到方桌上，咕噜噜转着，心里喊道：笑了，他居然笑了。这是瞎子五竹第一次笑，或者说这是16岁的范闲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五竹叔笑，就在自己提到母亲当年时的那一瞬间。瞎子五竹露在黑布之外的容易并不显得苍老，但总是冰冷无比，极少出现表露情绪的表情，更很难看到诸如惊怖、伤心、悲哀之类的形容，更没有笑容。所以当他想起当年和小姐初到庆国京都时的往事，牵动唇角往上翘去时，显得有些生疏和别扭。但纵使如此，似乎永远不笑之人，偶尔露温柔，却像是悬崖之上千年不化的寒冰里突然绽放出一枝美丽无比的雪莲花，温柔无比，美丽无比。好不容易才从失神中醒过来，五竹已经恢复如常，淡淡回答道：知道小姐叫叶青梅的不多，旁的那些闲杂人等只是称她小姐，不过叶青梅这个名字就算现在想来在京都也是很出名的。是吗？范闲睁大了双眼，他觉得五竹这句话有些前后矛盾，既然知道老妈叫叶青梅的人不多，那为什么叶青梅这个名字还挺出名？之所以他会这样想，是因为他并不知道监察院门口那块石牌之上那一段金光闪闪的话，还有那个落款讲我父亲的事情吧。范闲目光闪烁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只答应说小姐的事情。你很滑头啊，五竹同学。你出生之前，我得过一场重病，忘记了很多事情。范闲捂嘴笑着，叔比我还要赖皮。那算了，说别的吧。那位妈妈长得什么模样？五竹想了想，说道：很美丽。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夹杂太多复杂的情绪，但范闲总是认为说这3个字时，五竹显得很诚恳。他微微笑着搓搓手，叹息道：原来是个很美的女生。虽然五竹说故事的水平极其低劣，但从简单的字里行间，范闲也能感觉到当年京都里那个女子的故事本身应该是怎样的多姿多彩。他的心里产生了极强的冲动，要到京都去，自己一定要到京都去。五竹比划了一个手势，示意范闲站起来跟自己走。范闲有些好奇地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最后，看着五竹轻轻在那方石墙上摁了几下，墙壁里忽然发出了轻微的声音，然后从中分开，露出了里面的一间密室。范闲吃惊地跟着五竹走了进去。密室里什么都没有，薄薄的一层灰尘铺在地上，角落里很随便地放着一个箱子。因为密室除了这个箱子之外再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很显眼。是一个黑皮箱，约莫一个成年人的手臂长短，并不是很宽，所以看上去比较细长。没有人知道小姐和我去京都之前曾经在儋州待过一段时间，这箱子就是小姐留下来的，我帮你保管到现在，以后你自己保管。范闲心头微动，走上前去，用手拂去黑皮箱上的灰尘，看着箱子口那里，发现是一块类似于黄铜般的盖子，将锁口盖住了。他很好奇老妈给自己留下些什么，不料翻了半天，发现那个盖子竟然扭不动，这箱子根本没办法打开。没钥匙。五竹看见他忙得不亦乐乎，提醒道。范闲垂头丧气说：不早说，那给个打不开的箱子我有什么用？抱你来儋州之前，因为需要让某些人相信你已经死了，所以钥匙就留在了那里。范闲心想，这种桥段未免也太老了些，挑挑眉头，从小腿边上的刀鞘里取出自己从不离身的那柄细长匕首，对准了皮箱的上方比划着，看哪里容易下手。不用试，这个箱子比你想象的要结实很多。能听出来五竹叔很反对自己暴力开启，范闲微笑着停止了动作，收回匕首，拍拍那个箱子，摇头叹息道：说不定里面有几10万两银票，可惜了，可惜了。接着他提起箱子试了试重量，发现还挺沉的，好奇心不免又重了几分。钥匙在哪里？京都。又是一个很宽泛的答案。五竹转过身去，准备走出这间密室，见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贼心不死的范闲眼珠子骨碌碌转了2下，右肘微弯，猛地一掌印在了箱子的正上方。这一掌里蕴积着他所有的功力，霸道十足，破风而落。砰的一声闷响，回荡在密室之中，竟是激起了满天灰尘，将油灯的光亮都掩去了大半。五竹的身影冷冷地转了过来，看着范闲。范闲此时正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手掌，而那个黑色的箱子上面除了些许灰尘之外，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看来要打开这个神秘的箱子，就一定要去京都了。范闲这么默默想着，筹划着自己大概什么时候能离开儋州。想来京都的父亲应该不会总让自己留在海边养老才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司南伯爵派来接他的人已经在路上了。庆历4年春，滕子京坐在儋州港唯一的一家酒馆里，抹着额头上的汗，看着酒馆的一面墙。那方墙上用上好的材料装裱着一张纸，那张纸质量不错，上面密密麻麻用小楷抄写着许多字，
那字迹明显出自文殊阁大书法家潘林之手，风格风雅有神，端正醇厚。如果放在京都，潘林大人一幅如此大小的作品，至少要卖出300两银，而儋州港本就偏远，所以好好装裱，像供神一样供在墙上，倒也并不出奇。只是这上面写的内容确实很不适合用来装饰门庭，因为上面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对，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报纸。整个儋州港也只有2份报纸，父母官的那份自然是放在官衙里，酒馆老板弄到手的这幅却是悄悄从伯爵别府的下人手上高价买来的。一般百姓是看不到这新鲜玩意儿的，所以觉得格外神奇，加上又是潘林大人手书，所以酒馆老板买来之后就挂在了墙上，当作是自己的镇店之宝。只是他也不知道这份报纸乃是别府范大少爷偷出来卖的，而且范大少爷一共已经卖了20几份给城中富商，好好的赚了一把昧心钱。而滕子京马上就要去面见这位范大少爷。跟随滕子京来到儋州的下人们正在街巷里采购此间特产的花茶。京中的伯爵大人很怀念家乡的茶味，往年都是别府的老夫人喊人买了寄到京都，但这次伯爵府既然派人来了，就顺手一道购回去。从伯爵府一共来了3辆马车，7个人，领头的就是滕子京。他没有和那些下等仆役去街上闲逛，还在不停的抹汗。儋州的天气果然比京都要热一些。本来他一到儋州就应该去伯爵别府请老太太安，但一想到这次的任务就有些心虚，所以让下面的人去收购花茶，而他可以坐在酒馆里稳定一下情绪。前几年派到儋州来的二管家如今音信全无，生死不知。伯爵府里的人们都清楚，京中一房与儋州一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儋州这边只有范闲一个人，但事实让所有人都在暗中猜测二管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如果真的像大家想的那样，那范府的人们就一定要重新审视那位私生子。毕竟二管家出事的那一年，范闲少爷只有12岁，如果想要无声无息的让二管家消失，就只可能是老太太的命令。这证明老太太是站在范闲这边，二太太的日子估计不会好过。滕子京注意到墙上那张报纸的日期是1个月前的那份，自己在司南伯的书房里曾经看过。报纸上没有什么新鲜事，京都里的那些大人物生活得很平静，大王子与西湖的战事还没有更新的消息，宰相大人私生女事件似乎也渐渐平息了。至少在伟大的皇帝陛下亲自庇护下，御史台的那些年轻人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的战果。报纸上的花边版正在连载监察院院长大人的初恋故事，虽然报纸的后台是皇帝陛下，但如果那个可怕到了极点，比柴狗还要阴险的院长大人人在京城，报纸的编辑们一定不会有这个胆子。由此可见，深受陛下倚重的陈院长大人20年来第一次回老家休假的旅程还没有结束，而皇帝陛下从来不会在院长大人不在的情况下有大动作。想起伯爵大人的吩咐，滕子京实在不很明白，接这位没有身份的少爷回京，为什么一定要赶在院长大人回京之前，而且事情交代的如此急迫，再也不敢耽搁时间了。就算拼着老太太发怒，也得将少爷接走。他抹了一把汗，站起身来，招呼手下的人赶着马车往儋州港一角的伯爵别府赶去。伯爵别府难得这么热闹，所有的下人丫鬟都站在厅的下方，好奇地打量着站在厅中间的那些家丁模样的人物。大家知道这些人都是从京都本府来的人，难怪身上淡青色的衣服看着都那么精神。只是京都与儋州两地儿隔得远，2个宅子来往并不多，难得见京都派了这么多下人来，所以丫鬟们都在猜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滕子京老老实实地领着手下跪到地上，恭恭敬敬地给老太太叩了几个响头，请老太太安，然后又将司南伯临行前交代的话都说了出来，然后安静地站到一边，等着老太太裁决。滕子京知道这位老太太在范家的真正地位，所以连呼吸声都刻意放低，显得无比恭敬，只是眼神不时偷瞥一眼正站在老太太身后为她捏肩的那个少年。少年长得很漂亮，长长的睫毛，微红的薄唇，眼睛凝柔有光，看上去跟个女孩子一样，但是满脸的笑容却让人觉得十分亲切。这自然是范闲。滕子京心里叹息一声，这样一个欲作嗣的人儿，偏偏是个没身份的私生子，这老天爷确实不怎么公平。似乎是被少年的阳光笑容所感染，滕子京猜测着这位少爷应该比京都家里那位好侍候多了吧。听完眼前这个下人的话，老太太微微垂下眼帘，想了一会儿后低声说道：知道了，子京你去歇息吧，1000多里的路都辛苦了。思思，让老黄头去准备热水和饭菜。下人们齐声应了声，从京都来的那些家丁赶紧谢过，然后老老实实的退出厅去。滕子京虽然有些着急，伯爵大人可是给了自己期限的，但在老太太面前哪敢多话，偷瞧了一眼那位还有些陌生的少爷，便退了出去。厅里一下安静了下来。你刚才也听见了，你父亲让你进京。老夫人轻轻将手搭在肩上范闲的手上，温柔地拍了2下。你怎么想？范闲虽然满脸微笑，但心里却早盘算开了。他也很疑惑，为什么老爹非要这时候喊自己进京，而且一点先兆也没有。
如果是准备给自己这个私生子谋划一个晋升之阶，可是科举大比春闱已经开始，自己此时去京都至少需要个把月，无论如何也是赶不上的。听到老太太问话，他想了想，苦笑着说道：“我没去过京都，虽然好奇，但又有些害怕。”这个回答半是实话，半是假话，实诚在于他确实对于京都的人们，尤其是自己的母亲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十分好奇，但却是根本没有害怕，有的只是一丝未知的惘然而已。你想去吗？老妇人微笑着，似乎看穿了少年心里想的事情。想。范闲老老实实回答道。孩儿从小住在儋州，早就想出去走走了。哦，不想再陪我这个老东西了。老妇人打趣道。范闲嘻嘻笑着凑去。是啊是啊，老祖宗打我板子吧。他接着说道。反正刚才那位主事也说了，父亲这次准备是让别府全部迁回京都去，总是随着奶奶一起走，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老妇人平静地摇摇头，牵着他的手让他站到自己面前，轻声说道：我身子骨可经不起这一路的颠簸，如果你要去你就去吧，我还是留在儋州看家的好。范闲一怔，没想到奶奶竟然不愿意回京都，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安静的大厅里，祖孙二人一时无语。院子里，京都来人采购的花茶堆放在一角，袋子里的茶香花香味缓缓渗了出来，将满院的花香都比了下去。花树之间，几只黄粉蝴蝶上下翻舞，花树之上偶尔传来几声雏鸟出鸣之声，十分清脆。去吧，雏凤中有出题时，你已经大了，总要去见见世面。老妇人接着微笑说道。只是你一个人去京都，小孩子家，只怕要受不少委屈，你能受得了吗？范闲知道奶奶说的是什么，甜甜笑道。二姨娘这些年对我挺好的，还经常送些东西过来，奶奶不用担心。老妇人笑着摇了摇头，知道这个外表沉稳，实则古灵精怪的小家伙内心深处一定不是这般想法，摸了摸他的脑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息道：如果将来有什么事情，看在我和你父亲的份上，多忍忍。范闲微笑着点了点头。按我的本心来说，是不愿意放你去京都的。老夫人很慎重地说着。只是你总还是要去京都，所以我要交代你一些事情。贤儿听奶奶吩咐。还记得4年前的周管家吗？老夫人微笑望着他。范闲心里咯噔一声，不敢直视奶奶的双眼，半晌之后才苦笑说道：当然记得。这声应答之后，祖孙二人便算是把这层纸捅破了。老夫人正色道：你这孩子沉稳聪明，本来不需要担心什么，但那次事情便看得出来，你的心性还是过于纯良了些。范闲心里叹息了一声，纯良难道不是褒义？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老夫人微眯着的双眼里寒光微作，冷冷说道：你若真要去京都，便要依我一桩事情。什么事情？范闲隐隐猜到。心狠一些。老夫人似乎有些疲惫，往后靠去，倚在太师椅上养神。这个世道看似太平，但如果你心不够狠，终究还是自己吃亏。范闲沉默着，其实他不是一个好先生，只是在儋州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自己阴暗的一面，所以听着老夫人的训诫，心中明白这是金玉良言。老夫人半闭着眼睛说道：当年你的母亲何其聪慧，但就是心地太善良，才落得。他忽然睁开双眼，盯着范闲一字一句道：宁肯自己去害死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害死自己。范闲用力的点了点头。你去收拾一下吧，你父亲催得急，只怕京都里真有什么事情。老夫人满脸温柔看着面前这个和自己一起度过15年的小孩子。我不去京都，就在儋州，如果在京都过得不好，有人想欺负你，你想回来就回来。唉。范闲应了一声，站起身来，径直往自己的卧室走去，没有多说什么。进了房间，他沉默地坐到床上，扯起被子抹了抹脸，抹得自己头发大乱，低声自言自语道：娘的，居然差点哭出来了，奶奶真会煽情。刚刚入夜，房间里的灯悠悠亮了起来。范闲面无表情，提笔给京都的妹妹写信，告诉她自己即将到来的消息。写完了之后，才想到这邮路一马，只怕比伯爵府的马车快不了多少，说不定他刚收到信，自己就已经到了京都，似乎没什么必要。但范闲是个很节约自己精力的人，既然已经写了，那就顺手封进信封里。他正准备喊思思明天记得寄信，一扭头却看见自己的大丫鬟思思正若有所思的在旁边撑河，看着自己发呆。思思想什么呢？他把信封在丫鬟面前晃了晃。思思一下醒了过来，窘羞道：没什么，这是寄给小姐的信。那给我吧。范闲把手缩了回去，颇好奇地看着他。怎么了？思思想了想，终于鼓足勇气问道：少爷，你要去京都了，是不是很高兴？范闲坐直了身体，微笑望着他。怎么忽然问这个？少爷，听说京都的人都很坏。思思咬着下嘴唇，不知道该不该说。而且您毕竟没个身份，去京都府里，在二太太面前只怕不好过。
范闲哈哈笑道：“原来在担心我，我躲着他就是了。将来就算在京都里混不到什么出息，也可以去开医馆养活自己，不在伯爵府待着就好。我呀，其实也只是想去京都看看。”思思说道：“少爷才不会一世碌碌无为，少爷看了这么多书，明年考科举一定能中，将来做大官，光宗耀祖。”看着他说话的认真模样，范闲微微一笑，没有接话。他心里对于光宗耀祖根本没有丝毫想法，内心深处对于京都的便宜老爹着实没有什么感情，这和与奶奶的相处分别太大。少爷为什么不愿意带我去京都呢？这才是思思真正忧愁的地方。他可怜兮兮地望着范闲，京都那些丫鬟一定都是听二太太的，你身边没个可靠的人，可怎么办？范闲叹了口气，思思比自己还要大2岁，放在别人家只怕早就许出门去了，只是因为自己2世人生，所以暗地里显得成熟稳重许多，反而让思思觉得自己十分可靠。他看着思思正色说道：“正因为我不知道京都是什么模样，所以我才不可能带着你走。”思思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想到以后和少爷天各一方，只怕再无相见之期，心头微酸，赶紧扭过脸去收拾书案上的东西。范闲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心中也是一片暗淡，但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说些什么。京都那里或许有很好的风景，有许多有趣的人或事，但一定也会有明处的刀枪，暗处的弩箭。自己愿意冒些小危险去经历这些，因为既然有第2次人生，那就断没有在小小儋州城里孤守终老的道理。但是他没有把握能够保护身边的人，所以思思是不可能跟着自己走的。晚上他悄悄去了一趟杂货店，滕子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伯爵交代的任务居然完成得如此顺利。他本来以为范闲大少爷既然没有拿得出手的身份，那么一定会非常抵触去京都出二太太的眉头，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拖在儋州。没想到这位大少爷竟似毫不在意地同意了伯爵的要求。他大清早就知道了老夫人留在儋州的决定，但也不以为意，只要那位没名分的大少爷跟着自己一干人回京就成。至于老太太，既然喜欢海边，就在这儿养老吧，反正伯爵也没有要求整个别府非要这次一起搬回京去。黑色的3架马车停在别府的正门口，御者的座位是蓝色的布垫，蓝黑相加，看着比较漂亮。门口已经围满了儋州城的居民，大家看见这种搬家的阵势，早就围了过来，四相打听才知道范家大少爷今天要回京都了。虽然儋州港的居民们拥有人类所有应有的缺点，比如好度，比如嘴尖，但是这10几年来，时常看见那个不像少爷的范小少爷在街上逛着，在屋顶上喊着，总是会生出一些感情来。此时听说他要走了，要去京都那种繁华地，料到多半是再没有回来的一天，自然还是有些唏嘘。一大群人在伯爵别府门口等着范闲最后一次踏出这个家门，但等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那张漂亮而且永远带着温柔笑容的脸。后院里忙成一团，范闲微笑着倚在柱子上，看着几个丫鬟忙来忙去。一个丫头喊着：“牙刷，牙刷忘记带了。”这声喊又让丫鬟们找了半天。她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没有什么大发明，只是将牙刷整得舒服了一些，将时人喜欢用的马尾牙刷变成了猪毛，同时把枕头整得软和了一些，用棉花代替了硬邦邦的枕头。另外还做了个淋浴用的喷头，悬在卧室的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只是目前看来，能够带到京都去的只能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几个大包将最后面那辆马车塞得实实在在之后，范闲终于扶着老夫人，满脸微笑，缓步从别府里走了出来。与四周乡亲父老拱手后，范闲并不意外的在人群之中看见眼睛微红的思思，想来昨天夜里哭过了。范闲今天破例穿了件长衫，掀起前襟，拜倒在地，向老夫人叩了个头。站起来后，他又用完全不合当时礼法的方式，将老太太狠狠地抱在怀里，用力的在奶奶满是皱纹的额头上亲了一大口，然后轻声说道：“奶奶，想法子给思思找个好婆家，至少要像多儿那样。”全府下人们就当没有看见少爷胡闹的模样。老夫人也是被搞得大惊，断没有想到一向沉稳懂事的孙儿居然也有如此胡闹的一面，敲了一下他的额头，骂道：“胡闹什么？这些事情我自然会处理。”目光从眼前这些熟悉的脸上扫过，范闲微微一笑，拱手向四处行了一礼：“这些年来辛苦大家了。”下人丫鬟们哪敢受礼，赶紧避让。老夫人忽然微笑说道：“走吧，不要让你父亲在京都着急。至于思思，将来你如果在京中过得舒服，我让他过来跟你。”范闲一怔，来不及分说什么，就已经糊里糊涂的上了车。随着车轮滚滚作响，马车缓缓行出了儋州城。天光明媚，蓝天之上，白云如丝，分外美丽。马车行过关了门的杂货店，远远经过豆腐摊。范闲掀开车帘，看着豆腐摊上的那位少妇和他身边已经能够到处乱跑的小丫头，唇角浮出一丝微笑，坐回座位。座位下是个古旧的黑色皮箱。儋州城生意最差的那间杂货铺终于倒闭了，城里的居民们随口说了几句，估计那位瞎子老板
恐怕将来会孤老潦倒。同情了几句，又开始把话题转移到刚刚离开这座小城不久的范大少爷身上。人们纷纷猜测着，伯爵大人让自己的私生子进京，准备给他安排个什么样的职司。此时，范闲正躺在宽敞的马车上，这辆马车在队伍的中间，上面铺满了他自己准备的被褥，十分软和，感受不到太多的颠簸。他自然也会猜想父亲让自己进京的真正原因，所以请这一行护卫的头领滕子京进来一叙。滕子京沉着脸坐在车厢的另一边，一双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生怕弄脏了脚边的那床雪白被褥，心里实在是很有些不舒服。看来这主也是个败家子，比金兜里的小少爷好不到哪儿去。范闲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眯着眼睛望着这位明显实力不俗的中年人，问道：滕大，这都已经离儋州很远了，能不能告诉我，父亲这次让我入京到底是因为什么？滕子京有些犹豫，似乎有些话不好说出口。范闲微笑着，眼睛里清亮无比，望着他的双眼，柔声道：你也知道我的出身，所以难免会有些担心。滕子京挤出一丝笑容，恭谨回答道：少爷多想了，老爷这次接少爷进京，那自然是要为少爷打点前程做准备。范闲挥了挥手，摇头道：车里就我们2个人，何必掩饰什么？他忽然笑了起来：如果你不肯说的话，说不定我待会儿就跳车跑了。滕子京笑了起来：少爷喜欢说笑。话还没有说完，范闲已经冷冷截道：有时候我不喜欢说笑话。滕子京心里咯噔一声，心道：难道这位说的是正经话？如果你真不想进京，这是大家都能猜到的事情，那为什么在儋州城的时候却没有在老太太面前提出反对意见？他看着面前这个面相柔美的少年，越发觉得对方其实并不简单。范闲自然不会真的跑，虽然他也知道进京估计没太多好事儿，但这些年的富贵闲人生活早就让他没了闯江湖的勇气，要住荒山破庙吃苦，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来这个世界是来享福的，而他又很愿意去京都看一看，所以当司南伯派人来接自己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对。但这并不代表他会不好奇这件事情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沉默了许久之后，滕子京终于有些忍受不住车厢里冰一般的平静，开口说道：少爷，这次之所以要急着接您回京都，其实是老爷给你准备了一门亲事。范闲看着他半天之后才开口说道：亲事？是啊。滕子京恭谨回答道：他不愿意重蹈前些年那位二管家的悲惨下场，所以对面前这半个主子格外的恭敬。范闲皱皱眉头，脸上浮出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全没有一般少年听说自己即将成亲后的表情，缓缓说道：我很好奇，对方是谁？他16岁了，早就知道这种权贵门阀中，婚事肯定是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事情。而且父亲既然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个私生子，那么总会有这么一天。只是这次的时间如此急迫，让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这件婚事会如此急迫。滕子京回答道：这个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那家小姐贤良淑德，在京里风闻一向不错。他小心翼翼的解释，反而让范闲疑窦丛生。试问自己一个没有身份的私生子，就算父母暗中的背景都异常深，但想来也没有哪位官宦人家愿意将女儿嫁给自己才对。看见他的表情，滕子京终于开口说道：只是那位小姐好像身体不大好，最近患了病，所以急着。范闲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个冲喜的神物啊，这下就明白了，不由苦笑着摇摇头。滕子京正小意看着他的神情，发现少爷居然没有发怒，也没有哀切的神情，反而有些没有回过神来，心想马上要娶一个要死的少夫人，难道少爷居然一点不生气？范闲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前世看这种片段看得太多了，而且生气并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在他的心中反而有些同情京兜里那位缠绵于病榻之上的女子，只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便要被强迫着嫁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至于自己，范闲没有那种小家子的郁闷憋屈，他总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精神，认为男女之事总是女方吃亏，男人占便宜。既然自己总是要在这个世界娶妻生子的，如此说来，万一捡到一个好女人，岂不是大赚？反正先进京再说，逃婚这种事情可不能着急，先看看再说，一切都等着看看再说。看看那个女生漂亮不？可爱不？萝莉不？少爷，为什么？滕子京小心问道。为什么不生气？范闲微笑望着他，轻轻说道：第一，我去京都不代表我会接受这门亲事；第二，如果我接受这门亲事，就一定代表着我喜欢那个女子；第三，就算那个女子缠绵病榻，我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多屈辱；第四，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滕子京愣了，这4条理由把他弄得有些糊涂，尤其是最后那条，少爷居然懂医术。可是他依然不认为少爷的婚姻会因为这一点而产生从悲剧到喜剧的飞跃，毕竟那家小姐家中很不简单，连御医都治不好的病，少爷怎么治得好？马车一直未停。滕子京出去后上了第一辆马车，
车厢里又只剩下范闲一个人，旅途难免寂寞。他掀开车帘，人行道上疾风吹拂在自己脸上，微眯着眼看着四周呼啸而过的青青山色和官道上的石板路，觉得真像是无数的画面正在倒带，就像16年前自己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在马车上看到的画面一样。4月末的一天，京都城外道旁长草早除，飞鹰也被往来踏青的男女们吓跑，只有沿着护城河的那2排青青柳树正摆动着婀娜的身姿，自矜地审视着城外那些从天下各处前来的市民们。一列3辆马车组成的小车队远远行了过来，在官道上排队等着入城。车帘掀了起来，露出一张满是阳光笑容的干净脸颊。那人望着京都的城墙，看着四周面色安乐的人们，深深吸了一口气。原来这就是京都的味道。这人自然就是范闲。经历几10天的艰苦旅程，他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京都。这一路上，他十分好奇地观望着陌生之中夹杂着几分陌生的庆国天下，终于满足了自己的游历欲望，而且与滕子京等护卫们的相处也变得熟络了许多。范闲是个习惯于满脸带笑的可爱少年，这样的人总是容易让人产生好感。滕子京扶着他的手，让他从马车上下来，双脚落在官道上，范闲微微转动脚踝，刻意让布鞋的鞋底与这片土地多接触了一会儿，似乎想体会一下京都土地的与众不同。入京的人有些多，精进森严，所以排的队有些长。范闲等得有些无聊，指着前方的城墙与滕子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他猜想司南伯府应该不会派人来接自己才对，毕竟自己的身份不怎么光明正大。正闲谈间，忽然后方的人群里微微骚动起来，人群很自觉地让开了很宽的路面。一队骑兵沉默地骑了过来，速度很快，往城门处行去，没有半点停留。队伍最前的那匹马上是一位穿着浅色襦裙的少女，在这春种天时里，竟然还戴着一顶白鹿皮做的帽子，看上去十分俏皮。这少女双眉如远山青黛，眸子清亮，十分美丽。只是她坐在马上，表情却是危险焦虑，看来她急着回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范闲站在路边，微笑望着一掠而过的马队，赞叹道：京中果然佳人多。不由想起了自己那位可能的妻子，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滕子京在旁边轻轻咳了2声，范闲心想自己只是赞了一句，又没有失态，这么紧张做什么？笑着问道：看来京都的风气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闭塞，这位姑娘穿着裙子却还在骑马，也没有人生出些议论来。滕子京苦笑着解释道：刚才过去的那位是京都守备叶仲大人的独女，谁敢说她去？范闲哦了一声，站到马车上往城门处望去。果然那队骑兵到了城门口，并没有排队，就这样验了令牌进城而去。轮到范闲进城的时候，他刻意看了看城门处官兵的表情，发现对方一因公事公办的表情，再望回自己的马车，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3辆马车上并没有范家的标记，看来自己这次入京并没有大张旗鼓。第2卷在京都，范府坐落在京都东城，离天河路还有一段距离，也看不到皇宫。这里住着的都是达官贵人，并没有平民百姓立足的余地，所以显得比较安静。冷清的一条大街上，隔着10来丈就有一座府门，每座府门外都安静地蹲着一对石狮子，数十个石狮子就这样在自家的门前百无聊赖地瞪着双眼，瞪着从街上行驶过的马车。黑色的马车缓缓从大街上经过，道路两旁没有好奇的眼光。走到范府旁边，马车有些困难地拐入了侧巷，在一片树荫之下停在了角门处。范闲掀开车帘，扶着滕子京的手下车，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了看四周的环境，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咯吱一声，木门被推开了，里面的下人们迎了出来，好奇地看了一眼范闲，嗫嚅着似乎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和行礼。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跟着滕子京往门里走去。下人们松了一口气，开始搬运马车上塞的满满的行李。门里早候着位小厮，半勾着身子引着2人进去。一路往里，只见庭院渐深，内有假山平草，花枝浅水，景致颇为精雅。而沿路遇着些婆子，一见有人来了，都是脸生静气的守在道旁，一点不见纷乱。越走越深，竟是还没有到内院，范闲不禁有些赞叹于京都老宅的豪阔，这比儋州港那处的别府不知大出几10倍去。能在京都寸土寸金之地拥有如此大的府邸，看来父亲大人的权势果然不一般。若换作一般的常人，此时出入豪宅高门总是会有些心慌拘谨，即便《红楼梦》中林妹妹出入荣国府时，也是不敢多言多语，生怕有些行差踏错，丢了自己及府中颜面。但范闲却不是常人，两世为人，生死轮转，让他身上无由生出些许洒脱之感。再者早已习惯了私生子的身份，依前世心态，也不觉着这身份有何丢脸处，倒是觉得自己父亲应该丢脸才对，由此延展开去，更是不会在乎这范府的颜面了。所以他一路走着，一路望着，面带微笑，全无一丝拘谨，虽然笑容里依然有几丝羞涩，但这些羞涩都不过是些掩护色而已。
他看着府中景色，啧啧称奇。路过垂柳时，府上一府；踏过浅湖上拱桥时，往水中精灵望上一望，显得无比随意。他这一路行来的神态，全落在何府下人眼中。这些下人不免有些好奇，这位已经听说了10几年的少爷，原来竟是这样一位人物。说不出有甚好，有甚不好，但是总觉得少年郎有股子味道。只是这味道不知该如何用言语分说。到了内院前，滕子京小声提醒道：“少爷，这里面我就不能进去了，您自己进吧。”想了想，还是忍不住提醒道：“少爷说话。”这一路行来，滕子京隐隐有些欣赏宠辱不惊的范闲，想到京中范府暗中挣扎，忍不住想提醒些什么，但话一出口，却发现自己有些梦浪，而且也根本不知该如何措辞。范闲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微微感动，微笑着拱拱手：“滕大安心。”接着又叮嘱他记得将自己的行李收拾好，自己夜间或许要用，如何如何。在今天这种时刻，居然还能好整以暇地想到晚上如何。滕子京知道面前这位漂亮的少年心智远较一般同龄人成熟，听见这句话后略觉安心，笑了一笑，自与那小厮去偏院休息。领路的小厮换成了丫鬟，还是挺至美的一个小姑娘。范闲跟在小姑娘身后进了后院，一位中年妇女端着黄铜盆子走了过来，半蹲行了一礼，然后服侍她洗了把脸，水的温度不热不冷，恰到好处。范闲沉默着擦了擦手，将毛巾递了回去，然后说了声谢谢。中年妇人听见这2个字，有些吃惊，略显慌张地退下。范闲笑了笑，这才想起来京都并不是儋州，自己对丫鬟姐姐们的客气放到此处后，就显得有些多余和不合时宜。就算进了内院，却也不是站在中厅，而是被丫鬟领着站在偏门。偏门那面墙上涂成全白，在门洞之上却有一方微微突出的黑色语言。站了很久，却没有人来理会，不知道是不是老宅给自己这个私生子的下马威。范闲心头渐渐升起一丝躁意，旋即深深吸了口气压了下去，抬眼看起那方黑岩来，仔细瞧去，发现这颇有古风的建筑，确实雅致。其实范闲错怪他们了，那些丫鬟婆子们站在一旁，倒不是刻意冷落他，只是知道这位少年的身份，一时间不敢上前，一是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毕竟对方不是范府正式所出，二来家主位置，下人们确实不敢造次。不过此时自然早有人去通报家主。范闲等了一等，自嘲地笑了笑，招手喊领自己进来的那个小丫头过来。小丫鬟面容清秀，脸蛋滑嫩无比，年龄还极小，细声问道：“少有何吩咐？”他本来想称少爷，但想到其中问题，所以喊不出来，却将那个爷字吞了进去，憋得满脸通红。范闲看这小丫头模样，哈哈一笑，说道：“给我搬把椅子来。”小丫鬟一言去了，从厅里搬了一把木椅，这椅子有些重，她搬得微微气喘。范闲上前接着将椅子放在地上，微微一笑，便大马金刀地坐了上去，抬头观望头上语言，竟是再不关心四周的目光。丫鬟婆子们看到这少年竟然就这样坐在椅子上，吃惊不小。长辈位置，晚辈理应束手紧立接前，哪有这样大模大样的道理？回廊里传来一阵极细碎的脚步声，一阵极幽淡的香味随风而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范闲侧头望去，只见一位贵妇人正满脸微笑地走了过来。这妇人面容姣好，双眸如漆，身上裙裾微摇，金当微乱，但配着妇人身上那股含而不露的贵气，却让人不觉得如何招摇，反觉着理应如此。范闲微吸一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妇人眉如远黛，一笑之下，满庭皆明，远远看着范闲就说道：“贤儿一路辛苦，且坐着吧。”范闲甜甜笑道：“姨娘好。”来者自然是司南伯府里的二太太，这位太太姓柳，名如玉，10几年前被司南伯爵收入府中。这位太太家中背景颇深，3代之内还出过一位国公，所以当年她嫁与司南伯做小，在京都里还惹出不少议论，众人都很好奇柳家是如何想法，竟然将自家女儿许给范建。虽然范建其实已经接了司南伯的爵位，但毕竟只是范氏大族中的远房，直到这10年里司南伯胜券日隆，官位渐高，大家才服了柳家及这位女子的毒辣目光。但很奇怪的是，司南伯一直没有将她扶正，这不论从情理上还是从柳氏娘家的地位上来讲，都是绝对说不通的事情。范闲满脸可爱笑容，对着这位二太太深深一躬：“贤儿见过姨娘。”柳氏亦是满脸微笑，但瞳子里却是闪过一丝莫名神采，听出面前这小子紧紧扣住了姨娘2个字，却不像一般人那般称呼自己做二太太。太太与姨娘之间的差别，便有若云霄与霓壤。柳氏微笑着说道：“进来吧，大老远的，老坐在那语檐下发呆，是个什么事儿？叫外人见了，不得说我们范府是个容不得人的地方。容不得人，那自然是鄙人有不可容之处。”范闲心中轻叹，知道姨娘是在提醒自己私生子的身份，倒也佩服对方说话漂亮。本来他不准备在言语上多加刺激对方，明知道对方在京都这宅子里经营日久，占口头便宜没什么意思，但旋即想到，既然双方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何必再容让太多？他在心头想着，看来这位姨娘倒与自己往日想的不同，应该不是自己想象当中一位阴毒的蠢货，所以此时有些不明白，4年前这位妇人为什么会使出用毒杀人这种昏招来的。随着二太太往厅里走，离她并不太远，贵妇身上特有的幽香传到范闲的鼻子里，他嗅了2下，觉得这香水还挺好闻的。在这种时候还能想这些有的没的，范闲有些满意自己目前的心境神思，微笑和柳姨娘唠着闲话，贵妇与少年倒真扮演出来了几分母慈子孝的感觉。茶上来了，是地道的五峰采花，好茶；点心也上来了，是地道的江南小酥饼，好吃食。只是说完了沿途见闻，问候完了远在儋州的老夫人，说了些儋州海边的景致，京都有些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大家发现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于是柳氏和范闲同时很有默契地闭上了嘴，陷入沉默之中。双方都意识到彼此都不是省油的灯，玩这种言语上的试探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就沉默以对。所以客厅里的气氛有些尴尬，服侍的丫鬟们噤若寒蝉，连换茶时走路的脚步都放轻了许多。只有范闲与二太太不尴尬，偶尔握着茶杯互视一眼，目光温柔，温柔一刀。柳氏心头微感沉重，她发现面前这少年果然不一般，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应对自如，全无半点紧张拘束，成熟稳重之处，竟似比老夫子还要持重些。看来自己4年前着实不该听了那人的挑唆，平白无故让这少年抢先是自己为敌，现在反而不大好办，许多手段都无法施展出来。就这般沉默着，柳氏忽然觉得这样是弱了自己的声势，毕竟自己在名义上总是长辈，于是轻咳了2声，说道：“你父亲如今任着户部侍郎，这次回京，你是准备明年的科举，还是直接进户部做事？”范闲微笑应道：“全听父亲吩咐。”顿了顿又道：“只是不知道父亲大人什么时候回来。”说老实话，在京都里他想见的人有几个，面前这位贵妇自然是其中之一，还有费介老师和若若妹妹，但最好奇的自然是自己的父亲了。他很好奇，当年的司南伯是如何能让自己的母亲天下最富有的叶家女主瞧上眼的。在他脑海深处，只认死去的女子为母，却不想认司南伯为父，这大概是男人心中某种奇妙的想法。你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正说着话，内院的大门处微微嘈乱，丫鬟们急着在迎接什么人，但声音来得太快，丫鬟们都没有拦住，一位少女就走了进来。这少女生得并不如何漂亮，但眉宇间显得异常干净，天生一股柔弱之中还带着一丝微微冷漠。这种冷漠并不是一般人所言的冰山美人对深州浊物的蔑视，而是一种基于某种尚未得知的自信而产生的漠然，一种对于周遭的抵触感觉。范闲心头微动，心到这种冷淡的感觉出现在一个高门大族家的少女脸上，实在是很不和气。少女直直望着范闲的脸，眉宇间的冷漠渐渐淡化，最终消失无痕，反是两颊上现出几丝激动的红晕，张唇欲言却又止住，退了半步，以极轻微的动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居，连人一礼，轻柔的声音显得十分的礼貌与自今见过哥哥。范闲微微一笑，伸手虚扶了一下，若若妹妹无需多礼。二人的目光撞在一处，都是那般的清澈，毫无一丝杂质，有的只是淡淡笑意。数年书信来往，想来这个世界上相知最深的便是这一对兄妹了。只是一个相当不识情趣的小孩子声音响了起来，顿时打破了兄妹二人相隔10年再聚的美好感觉。喂，你就是范闲？范闲转过脸去，看着从高高门间外踏进来的那个少年，少年体型有些胖，左脸上生了几粒令人生厌的黑痣，一脸的怨气，正略带厌恶地看着自己。范闲坐了下来，不理这厮，而让妹妹先坐下，这才微笑问道：“这位公子是谁？”他自然猜得到这小胖子是哪个角色，却故意不点名：“我就是范思哲，范家大少爷。”胖子少年看了他2眼，哼哼道：“原来你就是那个私生子。”耳旁微有声音传来，范闲余光去看柳氏，不料柳氏早已无故遁走，不知去了何处，看来是故意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来闹一番，破一破范闲的镇定功夫。反正待会儿若是出了什么不合体统之事，也可以借口侄儿年少不大懂事。一丝诡异的微笑浮上范闲的唇角，他在儋州港就知道京都府里这位正牌少爷脾气大得很，而且一向蛮横，看在父亲的份上，为了避免将来范府因为这小子得罪真正的权贵而落个悲惨下场，范闲决定拨冗亲自教育一下这个弟弟。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一个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却是出自范若若的那双薄唇：“把手伸出来。”说完这句话，范家小姐从桌下取出长长的戒尺。“为什么？”范思哲咕哝道，脸上显得十分害怕，却还是乖乖地伸出了手。啪啪2声，范思哲的手上出现2道红印子，他的眼睛里开始冒出泪花花，却还是咬牙忍着，骂道：“姐，我一个外人”2个字没有说完，范若若已经毫无表情的又是重重2记戒尺抽在了小胖子的手上。
范闲此时才发现，妹妹眉宇间的冷漠，在一般人的眼中确实很有压迫感。第一，哥哥的名讳你是不能直呼的。第二，你要明白咱家的身份，不要说出那些混账话来。第三，对兄长不敬，自然要领罚。范若若淡淡的说着话，手里拿着戒尺的模样，让范闲联想到了那些表面柔弱可爱，实则无比凶恶的幼稚园阿姨们。范思哲狠狠地盯了范闲一眼，嘴巴一扁就往后院跑去。每次一哭就去找他的妈。范若若叹息了一声，我很好奇，思哲是哪两个字？思虑凝滞如珠，横行霸道刘哲。如此雅驯的名字被妹妹谢成这两句话，倒是好笑。哪有哥哥讲的玩笑话好笑？为什么你可以手拿戒尺将人打？父亲给了我管教他的权利，这似乎与我当初对这个世界的分析有些出入。是说男权的问题？还有家族后宅权力分配的问题。目前我好像获得了一点点权利，但不要忘了，你这种权利完全依赖于那个男人的喜恶。哥哥也不要忘了，你口中所说的那个男人是我们的父亲。连珠炮一般的对问对答戛然而止。范闲与范若若相视一笑，十分愉快。此时没有外人在场，范若若也不再如先前般自持，展颜一笑，看得出心头快乐难抑。范闲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常常书信来往的妹妹是可以真正用某种只有自己才能适应的逻辑交谈的对象。而且刚开始通书信的时候，范若若年纪还小，等于在某种程度上，范若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都受到了范闲潜移默化的极大影响。二人10年不见，本应有些陌生才是，但先前一番只有二人才能感觉到其中滋味的对话，迅即间拉近了二人的心理距离，仿佛面前坐着的哥哥并不曾分开10年之久，而是日日相处庭院间并肩读书的良朋。在这种关系里，范若若是将范闲看作师长一般的人物，而范闲却是将妹妹看成学生或者是晚辈，这种心理很微妙。范闲微笑着看着他，低声道：看你眼下在府中似乎过得不错，我倒担心的有些多了。范若若低头轻声道：全亏哥哥出主意。哦。范闲羞涩一笑，难道自己写的前世言情桥段真的能起作用？只是这句又不好直接问。最近柳氏比较安分。范若若淡淡说着，她直呼姨娘为柳氏，就算此时厅中只有范闲和他二人，依然显得十分冷漠。范闲略斟酌一下后说道：虽然我远在儋州，但也知道柳家在京中地位极高，你不要过于轻慢他。不会。范若若垂下眼睑，睫毛搭在白皙的肌肤上，十分美丽。范闲微笑望着她，发现在一个世界里找到一个能知己的人，确实是件幸福的事情，虽然这个人等于是自己教出来的。他柔声说道：收到我的信了。范若若笑了笑，脸上的冰霜早已消失无踪。前天夜里在房里看见那封信，吓了我一跳，还以为是来坏人，后来看见信上的字迹才知道是你。范闲耸耸肩，心想凭五竹的能力，当送信的确实有些屈才。厅中还是没有人进来打扰二人的说话，这一点范闲很满意。他喝了一口茶，正色问道：我这次入京的原因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范若若抬起脸来，似笑非笑地望着哥哥。范闲被他望得有些窘，讷讷道：怎么了？一声略有调侃之意的叹息声响起，小姑娘微笑说道：你进京的原因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相信京都里的名门子弟们都很好奇，司南伯的私生子这次进京，对于那件事情到底有多大的成算啊？范闲微惊，问道：我一直以为父亲让我进京是很隐秘的事情，难道很多人知道？不过相信京都没几个人知道我是谁，怎么会有人好奇我的事情？因为你这次进京是准备结婚的。范若若笑了笑，父亲准备让你娶的那个女子很有名气。范闲微皱着眉头，虽然自己不见得要娶对方，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关心自己可能娶的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问道：你认识那家小姐吗？我未来的嫂嫂是林家的小姐。范若若的眼瞳里闪过一丝看不透的光彩，不止我认识，相信整个京都的人都认识她。哪个林家？为什么那女子如此出名？范闲挑挑眉头：哥哥，虽然你一向远在儋州，但我知道皇宫里办的那指印的物事，奶奶那里应该也是有一份的。范若若笑了起来。范闲回忆了一下，一拍额头，恍然大悟：难道林家就是宰相林若甫家？那位小姐就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宰相私生女事件的主角。如今的庆国天下号称盛世，连着10年风调雨顺，民富兴安，有所谓千古第一明君、千古第一志士诸多称号，但很妙的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号称千古第一的腐败官场、千古第一奸相。这位奸相就是宰相大人林若甫。林若甫出身贫寒，并非高门大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从苏州平氏做起，旋即调入京中任詹事府主簿，又调至南衙12位司阶，再入老都察院任掌印给事中，又入翰林院学士，
在上次新政之中调入6部负责具体事务，为吏部侍郎、尚书，一直升到如今的文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人。人们仔细观察宰相曾经担任过的官职，才发现他做过文职、军职，有辞臣之司，有监察之职。虽然官位屡有起伏，但竟是将庆国官场上所有的地方都经历过了，而他的官位也总是缓慢而又坚定地向上走着。传闻林若甫这个人在内宫之中并无一事，也没有盘根错节的背景关系，却能在庆国复杂的官场之中沉沉浮浮，始终不倒，这一点让许多人都感到很诧异。这位宰相大人表面亲民，内里阴险毒辣，收贿无数，加上在文官系统与王公贵族的博弈中得罪了不少人，所以落了个权贵不亲、百姓不爱的形象。只是他几十年的功夫，早已在庆国的文官系统里生出无数枝丫，大树一直屹立不倒。时常有御史上奏弹劾宰相，奈何一直没有什么实证，所以只好作罢。京都中的亲民之士对其人是恨之入骨，恨不得生啖其肉，但在官面之上却是没有人敢当面撩拨于他。在整个庆国，除了皇帝陛下可以要宰相的性命与权位，别的人都不行，这是所有官员的共识。在整个庆国，除了监察院那位院长大人可以当面唾宰相一脸口水，别人都没那么大的胆子，这是所有权贵的一致看法。而院长大人那次当街吐宰相口水，依然付出了3年俸禄的代价，这处罚是陛下亲自下的。当人们发现皇帝陛下对于宰相的信任从来没有减弱过的时候，那些自诩亲民的官员士子们开始有些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报纸上居然登出了宰相林若甫居然有一位私生女的消息。任何高门大族家主娶几房小妾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您家后院只有一个女人，对不起，还真不好意思去参加聚会。但是世风最重写同理术，像宰相大人虽然人人皆知狡诈狠怂，但毕竟一向自命清流，居然在外有个私生女，这就属于德行有亏了。而那个女儿已经10几岁，居然还没有接回府中，任由她在外独自生活，作为父亲来讲，也算是没有仁爱之心的佐证。因为消息是从皇宫放出来的，所以在京都官场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皇帝陛下看宰相已经看烦，准备换人来做，这才有了后来的御史台大夫集体上书一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皇帝陛下亲自出面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事情渐渐平息，但那位宰相的私生女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中心。范闲苦笑着，万万想不到自己即将娶的女子居然是如此的来头，而且和自己的身世如此相似。正此时，外面的动静大了起来，兄妹2人知道那人回府了，相视一眼，不再多说什么。范闲只是用眼神请求妹妹等闲时带自己出去逛逛。范若若微微点了一下头。烛火起，但外面的天色并没有全黑，所以烛火显得十分暗淡。听见一桌丰盛的菜肴，坐着5个人，旁边很多丫鬟下人在服侍着。范闲注意到柳氏并没有像一般人家的姨娘那般先侍候家主吃饭，而是坐在那个中年男人旁边，神态自若。那个中年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想到这一点，范闲的眉头不由自主地微微皱了起来，眉间皱出极好看的小褶子。司南伯面相庄肃，五官端正，下颌留着时人最喜欢留的4寸美髯，看上去便知道性情严肃，不苟言笑。安静地吃完饭，司南伯在前走着，范闲在后跟着，一路来到书房之中。这是范闲第一次和这位父亲单独相处，他微笑着，并不如何激动，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真正将对方看成自己的骨肉之亲。司南伯看着面前这个少年，看着少年飘然出尘的清秀容颜，若有所思，半晌之后才温柔叹息道：“和你母亲长得真像。”范闲并无言语相对，因为他并没看过自己的母亲长得什么模样。但是对于面前的父亲大人，他心中有无数疑问，却知道轮不到自己首先发问。这些年在儋州过得如何？司南伯看着他，眉眼间似乎有些疲惫，但依然掩不住当年风华正茂时的英俊残留痕迹。还成。来的路上，相信以你的性格，应该已经从滕子京嘴里找到了我此次急着让你入京的原因。是。会不会觉得委屈？不会。范闲笑着回答道：“我只是搭顺风车来京都而已，又没有说一定要娶那个林家小姐。”这句话一出口，书房里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半晌之后，司南伯冷冷道：“你知道娶了对方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范府除了一直未衰的胜券之外，还可以在朝廷里抱上一只粗到不能粗的大腿。”范闲讥讽味道十足回答道：“本来他对面前的中年男人并没什么感情，按道理来讲应该能够保持着旁观者的冷静，但一想到对方毕竟是自己的父亲，竟然将儿女的婚姻当做了政治联姻，虽然明白接受，但并不代表他不愤怒，只是这种愤怒在前些天里一直被他很好的掩藏了起来。”“很好，你终于生气了。”司南伯唇角微翘，一个笑容缓缓地展开，轻声说道：“一直听着儋州那边的消息，我还以为你是个不会生气的人。孩子，你毕竟只有16岁，
如果把情绪都隐藏在自己的心里，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又如何？范闲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父亲，心里确定了某件事情。有件事情我必须事先禀告父亲大人。什么事情？我不是一个很好控制的人。范闲的话说得很直白。我并没有想过控制你，虽然你是我的儿子。司南伯爵范建冷冷地看着少年的双眼，似乎想从范闲冷静的眼神中看出些许慌乱来，但是和宰相家的联姻势在必行，此事不容商议。范闲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微笑说道：你可以尝试一下。只是这笑容里充满了自信与坚持。司南伯似乎有些生气，手掌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微微用力，青筋隐现，半晌后却是压抑住了自己的怒气，冷笑说道：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那林家小姐温柔体贴，知书达理，实是良配。再说了，凭我范家如今地位，难道还需要靠儿女亲事来稳固地位？区区一个林若甫，难道就真值得你我如此看重？范闲微感惊愕，感觉父亲情态不似作伪。只是如果连堂堂宰相大人都无需看重，那为什么还要自己与林家小姐成亲？莫非真的仅仅是因为林家小姐十分优秀？这种推论是范闲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为什么一定要娶她？范闲皱眉问道。司南伯范建微微一笑，说道：因为林家小姐的母亲乃是当今长公主，是陛下的亲妹妹，只是这位长公主终身未嫁，却在暗中管理着这皇室的商号，为整个庆国以及皇宫提供着源源不绝的金钱。范闲十分震惊，心想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儿竟然是长公主的女儿，那岂不是说宰相大人与这长公主有一腿，甚至是无数腿？难怪宰相大人这些年来从下往上爬得如此顺利，原来走的是面首路线。这个秘密全天下知道的人应该没有几人，自己的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和皇帝陛下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也一定不可能察觉。范闲忽然意识到这么深的秘密，父亲本来是不应该告诉自己的。司南伯微笑道：你也应该清楚，这些话是不能在外面说的，谁说谁就要死。所以这话传到你的耳朵里，你就当没有听见过。之所以我会告诉你这个皇室的秘密，就是想让你有个准备，免得将来与林家小姐相处时有什么失妥的地方。范闲忽然想到了武竹叔以前说过的那桩事情，神色变得有些黯然，叹了口气。长公主管理的皇家商号，是不是原来叶家的生意？不错。司南伯的眼神里透着一丝怜爱，赞赏地看着面前少年，略觉吃惊于小家伙居然一下就看穿了问题的真实所在。长公主殿下只有这一位女儿，而陛下早就决定将皇家商号让长公主一脉管理，所以谁要是娶到林家小姐，成为长公主殿下的女婿，就有可能成为皇家商号未来的主人。说了很多话，司南伯略感疲惫，但内心深处却又有些兴奋，按着椅子扶手站起身来，盯着范闲一字一字说道：那家商号本来就是你母亲的，所以你只是夺回本来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一阵死一般的沉默。父亲深谋远虑，孩儿佩服。范闲对着父亲行了一礼，问道：虽然对方不是公主，但毕竟有皇室的身份，您认为我们这样做就能把母亲的家业夺回来？这种想法我觉得有些过于自大。自然还有后手，不要忘了魏父是户部侍郎，管的也是银钱之事。范建微笑着，愈发欣赏面前这个少年冷静的头脑和态度。而且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林若甫这个老贼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他对于我们两家的婚事还有疑虑，所以我希望你最近一段时间能够在京都表现得好一些。为什么？范闲有些疑惑。虽然林若甫贵为宰相，文官之首，但自己很清楚范家在京都这面深湖里的位置，对方如果能够结交如此强援，应该是乐见之事，为什么还会反对？如果是考虑到身份，那位小姐似乎与自己一样，出身都不怎么光彩。每个人都有自己站立的位置，不同的阵营就要考虑不同的事情。范坚淡淡解释道：范氏是京都大族，林若甫是文官之首，两家暗中联姻，势体甚大。林若甫之所以犹有迟疑，是一句陛下疑他用心，二句属下文官系统中的那些年轻人因此事生出二心。范闲叹了一口气，自嘲笑道：亏我一路上还考虑许多，原来这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只是范家单方面想法。是啊，所以你要想办法让那位林家小姐认可你。范坚微笑着，只是有些不解，剃头担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说错了。范闲抿嘴一笑，不多解释，转而问道：父亲，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不知能不能问？问吧。算了，也已经很晚了，孩儿先去休息。不知为何，范闲住嘴不言，改而说道：我对京都不熟，能不能让滕子京跟着我？滕子京沿路打点的本事不错，只不过是个四品高手。范建皱皱眉，我给你安排强一点的护卫，京都里的水很深。范闲微笑道：不用了，好不容易和他熟了，
何必再换人？父子二人又闲言了几句，见夜已深，范闲才行礼告退。外面早有丫鬟等着，穿过复杂的行廊，将他领到自己的卧房。躺在香喷喷的床上，手指下意识地在光滑的绸面上抚摸。范闲还在消化先前父亲所说的话。虽然他知道来京都后一定会碰见一些麻烦的事情，但确实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麻烦。他刚才离开前，本来准备问一下父亲4年前柳氏派人来毒杀自己的事情，但转念一想，高门大族里的肮脏事，或许有很多都隐藏在那种脂粉之下，自己如果想要强行撕开，那也没有什么用处。毕竟在先前的交谈中，他能感觉到这位初次见面的父亲对自己有几分真感情。看来当初将自己送往儋州，是因为害死母亲的仇人还在京都的关系。想到这里，他的唇角浮起一丝苦笑，自己真的要和那个病重的女子结婚。此时看来，倒是自己在对那姓林的小姑娘用诡计心思，好像真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姑娘。他决定找机会去看看那位林家小姐。做了这个决定，他的目光又落在随意搁在墙角的那个狭长的箱子上，有些好奇，那把钥匙会在什么地方？真气缓缓流淌，因为旅途而停止了数十天的修炼又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在进入冥想前的那一刻，范闲想到初初见面的父亲，心中涌起无数的疑问。当范闲第一次在京都范宅里辗转反侧时，司南伯范建也在书房里发呆。这是16年来他第一次看见范闲，看到那张干净漂亮的脸庞，范建陷入某种回忆之中，久久无法自拔，嘴里喃喃道：小叶子，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果然和你当年一样，年纪小小，却像是知道所有的事情。陈萍萍还是反对他来京都，所以我趁他休假的时候把贤儿换回京都，有人保证过叶家的产业一定能回到他的手里。灯光要在中年人肃正的面容上，他轻声说道：放心吧，在庆国之内还没有谁敢伤害他。天光透过云影铺洒而下，时亮时暗，道路两旁的老树抽出新枝，在风中轻轻摇晃。已是暮春时节，山脚湖泊里小河初展容颜，碧嫩一片。范府的马车在道路上缓缓前行，前后跟随着护卫，看上去颇有几分声势。车厢里却很是安静，范闲半闭着眼睛，弱弱正小心地剥去琵琶的薄皮，然后将微微酸甜的果肉送到哥哥唇边。范闲张开嘴，一口吞下，酸得他连忙咽了几口口水。范思哲满脸不可思议，惊恐地望着这一幕，自己这位15岁的姐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在京都上层社会中大有才名，一向眼高于顶，如冰山不化，让无数才子贵人唉声叹气，居然会如此小意服侍那个叫范闲的家伙，居然会亲手剥琵琶给他吃。范若若根本不知道自己望着兄长满脸崇拜的神色，已经一丝不漏地落在了弟弟的眼中。他只是下意识里想让兄长舒服一些，因为他认为兄长这10几年来儋州边地想来是很吃了些苦的，这次好不容易入京，却马上要娶那位林家小姐，在小姑娘眼中，这是上元是没有哪家女子是能真正配得上自己哥哥的。更何况林小姐如今身体又是那般模样，虽然如今在京都里范家大小姐的才名早已远播四方，但在她自己心中，自己还是那个在儋州别府听鬼故事的小丫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哥哥胸腹中自有万篇诗书，至于信中托辞的什么曹公、苏翁。范若若想到这里，微微一笑，看着面前的哥哥，心想明明你才气纵横，为什么却不肯让自己告诉别人呢？范闲也很享受兄妹温暖的感觉，半闭着眼睛，也知道妹妹早就猜出石头记之类的文章是自己写的，只是在思考另外一些问题。京都范府的情形与自己入京前的预料有所出入，至少柳氏看来从4年前那件事情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教训，所以现在很安分。而那个传闻中异常蛮横的纨绔弟弟，似乎也很服弱弱的管教，也没有让自己特别受不了的地方。家庭还是蛮幸福的吗？范思哲此时好奇地看着范闲的脸，他承认这个异母兄长比自己要长得好看许多，但是他心里依然强烈地认为范家只有自己才是正牌的少爷，面前这位只是个外人罢了。可是想到自己的姐姐，那位一向清淡如菊的姐姐，自己一向无比佩服的姐姐，居然如此崇拜范闲，范思哲有些纳闷，心想莫非这个叫范闲的真的有很了不起的地方？这条街上还没有人敢惹我。骄傲的范思哲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大4岁的家伙，傲气十足说道：你才来京里，我带着你玩2天。范闲懒懒地半靠在软软的垫子上，听见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本来是想让妹妹带着自己去看看京都的风光，怎么也料不到范思哲这个弟弟居然不请自到，而且非要赖在马车上。喂，我说小家伙，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们？他问范思哲。范思哲嚷嚷道：别叫什么小家伙，我才是范家的正牌少爷。范闲奇道：你不觉得你这么叫嚷会显得自己很没水准吗？就算你怕我争你的家产，也应该玩些阴的才对。他摸摸弟弟的脑袋，微笑继续说道：还是和你妈多学学。范思哲看着这张漂亮面容上的微羞笑容，不知怎的却无缘无故害怕起来，身子往后一缩，躲到范若若身后，
心想这个家伙也太古怪了些，怎么说话如此肆无忌惮。说话间，马车来到京都一处热闹所在，此时正是午时，街上行人不少，道路两侧的酒楼开门迎客，吆喝声并着饭菜的香气入帘而来，诱得范思彻嚷嚷着要吃饭。滕子京进酒楼去定位子，范思哲和范若若在几个护卫的保护下去街边的石摊买面人，范闲却半蹲着在酒楼下方看着那些廊柱上的纹饰，啧啧称奇。这些纹饰笔法华丽，点睛涂彩，炫彩异常，和自己前世在书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两个护卫离他有段距离，暗中看着四周。正此时，一个穿着普通的中年妇女抱着婴儿，像做贼一样的磨蹭了过来，压低了声音问道：“要书吗？都是8处，没有审核通过的。”这个场景让范闲觉得很熟悉，很温暖，很感动，很有家的感觉。他抬起头来，柔情无限问道：“是日本的还是西片？”监察院第8处，全明朝廷文英总校处，有些类似于某一市民国政府的新闻检察局，专门负责审核一切正规途径上书的阅读文本，只有通过8处审查的文章才允许刊行于世。前些年，文英总校处的职司被收了大半归教育院，但依然还保留着对于民间私印图书的审核权。所以，像涉及到人体艺术描写、暴力美学渲染、未经陛下允许的改革建议之类的文章，是不可能通过8处审核的。但是，不论哪个世界的人类，对于性、暴力、政治总是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爱好，所以应运而生，自然也出了些地下书商。政治书论一般没有书商敢碰，但像以秦震之类的风月小说，却是大量的超印了出来，经由不同途径进入不同的城市，再送到需要它的市民手中。抱孩子的大审，无疑就是这个流通渠道的最后一环。整个京都，大家对这种场景早就看得习惯，也没有人会大惊小怪，连官府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深受其意的民众们。公子说的啥？那位卖禁书的大婶明显不知道 AV 这种美妙的存在，瞪大了眼睛发呆。范闲笑了笑，问道：“有些什么书？”中年妇女将孩子换了只手，从怀里掏出一本约莫8寸见方的大开书，书页全红，看上去装帧确实不错。范闲只是有些赞叹，抱着一个孩子，这样大衣本书放在衣服里，居然没有折坏书角。最近京都最流行的小说。中年妇女神秘兮兮说道。范闲接过书来，自然不会将对方的故作神秘看在眼里，微笑着翻开一页，然后脸色顿时变得十分精彩。这书封面并没有名字，扉页里却写着4个大字：风月宝鉴。再翻一页，便看见以下文字：谁知这媳妇儿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浑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棉上。范闲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一眼便瞧出这是何书，这自然是自己抄给妹妹的《红楼梦》。扉页上那段文字出自第21回，俏皮儿软语就假脸一截，讲的是多姑娘的故事。那中年妇女以为这漂亮小哥心动，低声笑道：“这只是文中一节，精彩的还在里面。”话说前世之时，范闲常年躺在床上，身体不便，自然不方便劳烦护士妹妹给自己翻黄色小说看，所以只好将《红楼梦》这节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全凭这多姑娘书中玉姿，让自己的大脑告了无数番消乏。今日在京都闹市之中，忽然看见这段熟到不能再熟的段落，怎叫范闲不大吃一惊，感慨连连。只是不明白，明明只有自己与妹妹知道的《红楼梦》，怎么就已经印成书，开始在大街上面开卖了？连价也没有还，范闲取出银钱付账，一点也不心疼。这些银子都是在儋州的时候卖报纸得来的，用的豪奢爽快之极。待那中年妇女满脸欢笑走开后，范若若才领着范思哲来到酒楼前。范思哲的手里没有面人，却捏了个糖人在舔着。刚才做什么呢？范若若微笑问着兄长。不等范闲答话，范思哲已经一脸冷笑讥嘲道：“我看见了，他在那女人手上买了本书，也不知道避一避，在大街上买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范若若微微一怔，不知道怎么回事。范闲此时心里却想找个地方问问妹妹，所以也懒得与小子说道。正好滕子京出楼禀报说包厢已经腾出来了，范闲便一拉若若微凉的小手往楼上走去。范思哲一愣，舔了口糖人，赶紧又跟了上去。酒楼的人很多，3楼却很清静，只是包厢也早订满了。看来滕子京能搞到一个隔间，能力确实不错。范闲觉得自己找老爹要了他来，确实是个很正确的决定。坐到桌边，范闲看了一眼眼睛正咕噜噜转的范思哲，微微一笑，也不避他，将手上那本红页书籍递到妹妹手中。范若若微微皱眉接了过来，只翻开扉页，眼睛里便出现了吃惊的神色，再翻了几眼，更是震惊，赶紧回头紧张解释道：“哥哥，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范闲笑了笑，安慰道：“我又没怪你。”他早就猜到妹妹一定会将自己抄写的《红楼梦》订成册子，而且一定会忍不住给自己的闺中密友分享，只是心想若若的闺中朋友想必都是王族大户之家的小姐，就算稍有流传，也没有传到市面上的道理。
直到今天在街上看见这本《红楼梦》，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依然是低估了盗版商的强悍程度。范若若回忆了一下，想起了一桩事情。去年他才将前面的68回《红楼梦》全部钉在一处，正搁在自己的闺房里用硬木压着。偶尔有一天，晋王爷家的柔家郡主来府里闲叙，偏巧看见了这书，拿起来后便再也不肯放过，说是要带回府去。但在范若若心头，这是哥哥心血之文，怎敢放到府外？万一有所遗失怎办？所以任由柔家郡主如何苦苦哀求，甚至是发起了脾气，也没有答应。最后还是晋王妃想了个办法，让王府里的女官过来抄了几天。事已至此，范若若也不好再做阻拦，便由他去了。谁知这本书一传十，十传百，竟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暗中在各王公府邸间流传着，然后又流传到了市面上。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吧？范闲接过书翻了翻，发现作者明写的是曹雪芹，略觉安慰。范若若自责道：哥哥视名利如浮云，我不慎将这书流传出去，已是大错，哪里还敢透露这书出自你的手笔？视名利如浮云。范闲尴尬笑着揉了揉妹妹的脑袋，却发现自己不慎将小姑娘头上的发饰弄乱了些，赶紧道歉，又开解道：我既然写了出来，自然准备让世人去看。想到先前出的银子，又有些肉痛，叹息道：只是没料到居然让盗版商人吃了头啖汤，可惜了白花花的银子。兄妹二人又说了会儿话，小二开始上菜，所以便住嘴不提。正此时，二人却同时注意到范思哲突然从安静中挣脱出来，望着范闲的眼光有些震惊，口齿有些不清，羡慕道：那本书是你写的？听见这句话，范若若才想起来自己与哥哥的对话全落到弟弟的耳朵里，不知道小家伙如果告诉柳氏之后，会不会给哥哥带来什么麻烦。范若若脸上的冷淡之色全转成了淡淡的担忧，看了范闲一眼。范思哲的眼光已经从震惊变成了些许佩服。怎么了？范闲诡异地笑望着他。范思哲终于忍受不住这种看似柔情无限，实则无限冰寒的目光，哆嗦着说道：我只是很惊讶，这书是你写的。范闲有些纳闷，你看过这本书？在他的印象之中，前世时的人如果在12岁时就会看《红楼梦》，爱看《红楼梦》，那么长大后一般都会变成文青，或者是欺骗女文青的流氓。没有。范思哲赶紧摇头，看过一些，很没劲。说完这句话，似乎觉得稍微挣回了一点面子，头也抬得高些了。只是先生看过，说他想了想，还是说了实话。先生很是赞叹，说这作者诗笔有奇气，胸腹有快垒，这是2句很高的评语。范闲并没有脸红，微笑说道：所以你很佩服我？我佩服先生。范思哲想了想，而先生很喜欢看你写的书。忽然间，他的眼睛里发射出一种贪婪的目光，羡慕道：而且我虽然不看，但知道现在市面上这个书稿是分卷卖的，每卷可以卖到8两银子。他点点头，再望向范闲的目光就有些注视偶像的感觉。随便写几个字就能赚这么多钱，真是厉害。我似乎有些明白为什么姐姐这么崇拜你。我没有赚这个钱。范闲随意纠正道，心里却觉得怪怪的，对方对自己的感官有所提升，居然不是因为自己的满腹诗书，却是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能挣钱。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自己的父亲司南伯等于是庆国皇帝陛下的财政私人管家，遗传所致，难怪这小家伙似乎天生就有一份对于银钱的狂热喜爱。范思哲搓搓手，狂热道：可是只有你能写，将来如果你愿意挣这份钱，我可以入股。范闲叹了口气，发现面前的弟弟其实还是挺天真的，只是可惜自己与他之间有利益冲突，虽然自己其实并不见得会对范家的家业有何想法，奈何柳氏的想法却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忽然间他心头一动，决定尝试一下某种事情，毕竟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有些凄惨的结局能避免最好还是避免一下。你还没说到底为什么跟着我？难道今天不用上学的吗？范闲心思已定，所以有兴趣和这位异母兄弟聊些闲话。范思哲年纪虽小，但却不是草包，知道自己刚才流露的些许意思让对方比较高兴，所以堆出可爱笑容，颤声答道：因为妈妈说哥哥能干，所以让我多陪哥哥玩玩，受些熏陶总是好的。范闲心里叹息了一声，心道装可爱这招，天底下估计没有人比自己用得更好，居然在自己面前玩了起来，真可谓是范门装修，孔门论语。他心里明白，范思哲跟着自己一定是柳氏的想法，但对方应该没有必要对自己示好，就算察觉到了父亲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当成利用品看待，也没有如此莽撞的道理。饭菜上来了，范闲动快如风，在盘间一扫而过，快尖奇准无比的每盘夹了些送入嘴里，全不在乎身旁妹妹弟弟瞠目结舌的表情。舔舔嘴唇，细品一会儿后，范闲点点头。京都的饮食确实不错。范若若十分秀气，随意吃了些就停住不食，半侧着身子认真看那本《红楼梦》。席上只有范闲和范思哲在大快朵颐，
范思哲越吃越郁闷，心想小爷我长得比你胖多了，怎么吃的却没你多没你快。范若若越看眉头皱得越厉害，发现这书商出的《红楼梦》与自己房中的那份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扉页前头故意将多姑娘那段话摘抄出来，只怕会让京都看过此书的人们都以为《红楼梦》乃是一会淫之书。范闲看见他神情，就知道他在生气什么，微微一笑，将筷子搁在鱼盘边上，说道：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而已，有什么好生气的？此时兄妹说话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范若若隐约猜到营销手段是什么意思，而范思哲则是听得糊里糊涂。比如一本书，人们在买之前肯定会先翻翻讲的是什么，所以这前言、序、跋、蝎子之类的东西一定要清晰明了，不见得要求说清楚全书的内容，但一定要引起别人的兴趣。范闲喝了口茶，继续说道：妹妹你生气是因为这个无良书商将多姑娘那段摆在最前面，而这段明显不能说明这个故事的整体风格，反而容易让一般百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故事是个风月故事，对不对？范若若睁着眼睛点点头，心想如此情之耻香的文字被当作那种肮脏物来卖，难道还不应该生气？可是书商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范闲看着妹妹认真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如果让我来做，我要比他们做得更过分。这一卷是10回，那就应该写10个回目印在扉页上，每回目下面写几行最诱人的话，如此方能让看客们心中痒不能挠，只好将书买回家细细翻看。比如什么？比如像多姑娘这种。那这会怎么写？范若若已经明白了哥哥的意思，微笑着指着书上一处，是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锦芳心。这回讲的是葬花前事，断断找不出来让人脸红心热的词句。范闲嘻嘻笑道：既然有艳曲2字，当然好写，换成是我，就用里面那段。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正看到落红成阵，然后再把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鬼混、痴痴、落红这些字眼全数描红。范若若低头一想，发现果然如此，本是些随意话语，但这般一组合，再加上回目上的艳曲2字，不免给人生出些遐想来的空间来。他的脸微微红了，低声道：原来哥哥常做这种不正经的事情。范思哲却在一旁听呆了，竖起大拇指道：大哥，你实在是太有才了。范闲噗的一声将嘴里的茶全部喷了出来。正此时，外厢却传来一个极为高傲的声音：哪里来的妄人，满心淫邪，居然敢称有才。范家兄妹们选的酒楼叫一旦居，是京都里面排得上号的富贵去处，所以每到午时，总有些富豪官员、才子佳人来此地把酒而谈。只是不知道那些才子从何处挣的银钱，那些佳人又如何肯抛头露面，总之3楼清静，若没有相应的身份，是断然上不来的。正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一时居的3楼能坐在桌边的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反而极少发生什么冲突矛盾。毕竟京都说小不小，但官场隐迈，暗箱交杂，谁又知道谁和自己背后的真正关系呢？刚才出言驳斥范闲地摊刊物论的，却是位地地道道的才子，姓贺名宗伟，一向极负才名，很得京中世人激赏，所以骨子里未免傲气了些。前些日子，贺宗伟在朋友处看着那本《红楼梦》，虽然对其中一旨大为不满，也不以为书中诗词有何出奇处，但依然十分佩服作者这数十万字的细腻功夫。今日来到酒楼上，3杯2盏黄酒下肚，正是微醺之时，却听到隔壁厢房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对《红楼梦》大放厥词。他心头一怒，便喝出这句话来。正好此时，范氏3人已经吃完了饭，正在喝茶闲聊。听着这句话，范思哲一想到自己先前夸的海口，想到对方指责范闲，也是落了自己面子，不由大怒。他出身范氏大族，高贵无比，向来横行街里，哪里肯受这些酸腐秀才的嫌弃，一掀帘子便窜到了3楼的大厅之中。范闲心想自己初入京城，还是低调一些的好，用眼神询问了一下妹妹。范若若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微笑着摇摇头，示意范思哲应该不会太过分。这1-2年，范思哲的年纪渐渐大了，在范若若的耳提面命之下，也变得懂事了少许，在街上打砸抢的游戏基本绝迹，所以他才会如此放心。范思哲冲入大厅，眼光极准地将贺宗伟从众人中挑了出来，一步3摇走到那书生的面前，哼道：刚才那句话是你说的，是又如何？贺宗伟肤色偏黑，面部轮廓突出，看上去有些丑陋。他看见里间有人冲了出来，就知道自己那句话得罪了某人，只是看着这权贵子弟的嚣张模样，热血一冲，冷冷说道：小小年纪说话如此没有教养，也不知道是哪家教出来的。这位贺才子虽然在京中交游颇广，但和年仅12岁的范思哲却没有照过面，所以胆气很足。范思哲本只准备骂2句，听见教养2字，就想到母亲平日里对自己的责骂，
大怒呵斥道：“你这家伙又是谁家的泼货？”他此时早已忘了姐姐平日里的教诲，跳起来便往那人的脸上扇去。贺宗伟万万料不到，在一旦居如此清雅的地方，居然有人敢如此横行霸道，仓促间往后退了一半，躲过了这记耳光，头上的青巾却扯散了，模样看着有些狼狈。与贺宗伟同桌的都是些颇有生命的才子，更有一位尊贵人物，见此情形，不由大怒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放肆！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王法？”范思哲冷哼道：“小爷便是王法。”说完这句话，便捏着拳头，锲而不舍地往贺宗伟身上砸去。忽然间，一只手从旁边伸了出来，握住了范思哲细细的手腕。范思哲只觉得自己手腕间被一只烧红了的铁箍箍住，痛入骨髓，不由啊的一声叫了起来，骂道：“还不来帮忙！”他的护卫意欲上前助拳，不料却是人影一晃，胸腹处被印了2掌，惨然退了回去。拧住范思哲手腕的正是桌上那位面相阴沉之人的护卫。这名护卫面相寻常，双眼里却是金光，脸中微露，显然是高手将这小孩子扔开，别打扰了宗伟兄的雅兴。面相阴沉之人吩咐道。那名高手一阵臂，范思哲便像只小鸡儿一样被扔了出去。范闲本来以为范思哲顶多与人争吵几句，哪里知道转眼间竟然事态严重到如此程度。但想到弟弟年幼，却是霸道蛮横，虽然若若说最近已经有所收敛，但看刚才仍然摆脱不了小小纨绔气息，所以心想让他小小吃苦头也无所谓。但他断然料不到对方之中竟然有位高手，而且这位高手下手竟然如此狠辣，这一抛之中竟然隐藏着暗劲，如果不好，便是断骨吐血的下场。就算范思哲行径再如何不堪，对一个12岁的孩子用这种手段也未免过分了些。不知如何，范闲已经来到了门外，手腕一抖，已经拎着了范思哲的衣领，然后整个人借势一转，右手顺时针一拧，让范思哲在自己的手下转起圈来。1圈、2圈、3圈，范思哲的身体停止了转动，睁着一双余悸未消的大眼睛，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范闲松开手，苦笑着将游子头晕的思哲交给范若若，踏前一步，看着那位金光内敛的高手，柔声说道：“舍弟年幼冒犯，但阁下下此重手，未免也太过了些。”与那才子同桌的几人冷哼一声，不好如何说话，毕竟对方说的不错。只有那位面相阴沉的年轻人略带几分自矜的饮着酒，正眼都没有看范闲一下。而贺宗伟扶正头巾后，自觉狼狈不堪，再看面前这个年轻人的漂亮容颜，却无来由的一阵愤怒，似乎觉得对方的微笑都十分可恶，恨恨道：“如此顽劣子弟，烧尸薄城，有何不可？”范闲没有理他，只是温和笑着看着那位高手，然后往前踏了2步。那位金光内敛的高手先前看这位少年公子哥一手凝万化元宵镜，不由感觉对方有些深不可测，微一皱眉，竟是示弱般的随着范闲向前的脚步退后2步。二人2步一移，便把身后带着满纱的范若若身形让了出来。范若若在京中才名颇盛，楼中这些人早就耳闻大名，有几位还曾在郡王府诗会上远远见过，当中更有些高官子弟认识。众人一惊之下，隔着一段距离向他见礼。与范闲对峙的那桌人此时才知晓先前那个闹事孩童的身份，不免有些惴惴。而贺宗伟看见范若若后，却是神色微变，似乎想说些什么。滕子京从楼下赶上来，看见这场景，眉头微皱，凑到范闲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范闲这才知道，对方是礼部尚书郭攸之的独子，如今的宫中编撰博有才名的郭宝坤。面相阴沉的年轻人看见范若若后，眼神里露出一股极令范闲厌恶的神情，说道：“我倒是谁家子弟如此霸道，原来却是司南伯家的子女。司南伯范见相受圣眷，但毕竟官职只是个侍郎衔，正4品而已。而且一般的官宦子弟也根本不知道范家在隐秘处的实力。”范闲本不想将事情闹大，毕竟是范思哲先动的手，而且不管怎么说，对方最开始说话的那位似乎是红楼的粉丝，但他听见这种不咸不淡的撩拨话，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位郭宝坤父亲官位极高，自己又是宫中编撰，与太子交好，所以养成了个狂妄目中无人的性子。一瞧见传闻中冷淡如霜的范若若，便有些邪火，冷笑道：“真是可笑，区区范府中人就敢以权势压人，真是有辱斯文。”他像以文人自豪，唰的一声打开手中折扇，倒有几分潇洒利落劲。旁边的那几位文士正自坠然，想到得罪了司南伯，不知如何处理。此时一听郭宝坤如此说法，赶紧纷纷附和，抢先给对方扣好一个仗势欺人的帽子，全然不觉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只有引发事端的贺宗伟反而变得沉默了起来。斯文，见对方竟是言语逼人，毫无修饰凝人的兆头，范闲听见这2字，回话中终于忍不住带着几丝嘲弄之意：“读书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看你们这些所谓才子，大白天的不在学院读书，却跑到这一时居来饮酒作乐，志在何处？斯文又在何处？”这桌人除了郭宝坤外，其余都是大有才名的书生，
一听这画面上勃然变色，有书生呵斥道：“休想仗着你范家权势，便如此言语放肆！”范闲微微皱眉，本来还觉得己方并不如何理直气壮，但看见这些书生嘴脸，不由一阵反感，说道：“诸位说范家以权欺人，在下不敢自辩。倒是诸位自己坐在这桌上，与当朝尚书之子把酒言欢，倒真是不惧权势，清高自矜，实在佩服佩服。”这温柔话语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楼中众人一时安静了下来，与郭宝坤坐在一桌那几人大怒，正准备辩驳一二，郭宝坤更是将扇子摇了两摇，准备开口教训一下这个年轻人。但范闲的性子其实有些古怪，他表面温和，但是一旦不高兴之后，也很喜欢让别人不高兴，而且不喜欢给对方还手或是还嘴的余地，务求一击中的。所以他根本不等这位尚书之子开口，就指着郭宝坤手上的扇子微笑说道：“初来京都，见诸贤终日玩乐，瘦成皮包骨头，还要拿把扇子扇风，难道就是所谓风骨？那这种风骨，在下是万万不敢学的。”郭宝坤初入皇城，与太子相交，哪里受过这等嫌弃，怒极气急，将手中的扇子收了回去，狠狠地敲在桌子上，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庆国国朝武制之后，由众闻风，年轻士子遍布京都上下，这一时居酒楼上，少说也有7、8成的读书人。这读书人哪个没有拿扇子的恶痞？此时听着范闲夹枪夹棒关于风骨说了一番话，不止贺宗伟那桌人齐齐勃然大怒，就连3楼中其余的人也站了起来。范闲其实只是一向对所谓才子很不感冒，偶有所感，加上他20为人，行事自然洒脱无拘一些，所以脱口而出。但此时见酒楼之中气氛异常，他才明白自己似乎犯了众怒，却也没有什么好害怕，微微一笑，四处抱拳一礼。不知为何，看见这个年轻人满脸灿烂阳光般的微笑，本来有些气的士子们觉得气就消了一大半。可是郭宝坤的气没有消，咬牙切齿地将扇子往桌上一扔，发出了动手的信号。文人相亲不过是嘴上功夫，而这对峙的两边却恰恰都是高官大族子弟，所以便有些危险的气氛开始在空气中漂浮。滕子京冷冷地盯着郭家的那位护卫高手，随时准备出手护住。啪啪2声响，2个人影重叠在了一处，拳风四起，惹得楼中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子们惊呼了起来。京都豪贵争斗向来是下人护卫出死命，主子在一旁看热闹的无聊游戏，极少有人会将火烧到自己身上来的。但范闲却和那些权贵子弟很不一样，当滕子京与郭家的高手护卫拼在一处后，他悄无声息地顿身而前，于漫天雨点般的招式之中，寻到了一纵集市的某个空白处，直直一拳头伸了过去。啪一声脆响后，本来众人意料当中的惨烈厮杀到此戛然而止。范闲收回自己的右手，笑眯眯地站在了原处，就像是没有动过一样。郭家的高手已经蹲到了地上，鼻梁已经被那一拳打断，鲜血流了出来，眼泪也流了出来。范闲很满意这一拳头的效果，费老师教的对，打断那个地方，这种疼痛是连9级高手都无法忍受的。郭宝坤眼见自家最得力的高手护卫竟然被一拳头打成了小狗般蹲到了地上，大惊失色，指着范闲颤抖着声音说道：“你们居然以众欺寡！”范闲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心想打架这种事情当然是要一起上的，自己又不是混江湖的无聊侠客。他一牵身后弱弱的手，理直气壮的便往楼下走去，却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先前的举动完全不合这个世界上某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楼中众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打架见过，但堂堂大族子弟亲自下场却没见过。就算有人运气好，见过这种罕见场景，估计也没有见过如此光明正大以2敌1的戏码。就连滕子京也有些郁闷，虽然自己比郭家那名高手要弱不少，但少爷弄这一出，却是让自己也很没面子。忽然间，他心头一动，想到先前看似滑稽的场面，少爷居然能看清如此繁复的局面，并且那一拳看似胡闹，实际上力量和角度却是准确到了一种很恐怖的程度。他在望向范闲的目光，此时就多了一丝敬畏与惊叹。在众人的目光护送下，范氏一行人正要下楼，楼角一间雅座被人推开，几个人推门走了出来，想来是听见外间争执后出来看热闹的。其中一位满身贵气、衣着华丽之人看见范若若后，眼睛微亮，走上前来行礼道：“若若妹妹今日有闲出府，倒是少见。”来人面相英俊，浓眉轻目，笔挺唇薄，看上去真是一表人才。范若若微惊行礼道：“世子居然也在。”接着赶紧将范闲介绍给对方。范闲没有想到，这位便是与自家交好的晋郡王家的世子，寒暄了2句。晋郡王与范家向来交好，所以对对方的家庭颇有了解。范若若一介绍，郡王世子马上猜到了范闲身份，不由微感吃惊。他见范闲言谈中不卑不亢，骨子里更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自信，偏生面上的微笑却是如此温暖可亲，不由觉得十分舒服。便在此时，那位宫中编纂郭宝坤也过来给世子请安，又有闲杂人等将郭范2家先前的小冲突在世子耳边说了一遍。
世子听后大感兴趣，对范闲问道：“兄台似乎对读书人有意见？”“人人皆可读书，人人皆是读书人。”范闲向世子行了一礼，回答道：“在他的心目中，没有这个时代的阶层划分概念，也不认为念些八股变成了超脱工商俗流之辈。我也读书，怎敢对读书人有意见？只是……”他微笑继续说道：“我对所谓才子很有意见而已。”此话一出，楼中众人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想看这个使黑拳的高门子弟又会有什么新鲜说法。连郡王世子也极有兴趣地请教道：“兄台为何看不起所谓才子？”郡王世子还算有礼貌，但是由于范闲并没有正式的认祖归宗，所以在这种场合里也只好称兄台而不提其余，至少没有提到他的姓氏。范闲很理解这个社会里的规矩，并没有丝毫生气，微笑解释道：“之所以对才子有意见，是因为觉得如今风气大谬，读书人似乎只要肯多去青楼，就成了才子。这才子的味道，只怕脂粉味太多，书卷气太少，于国无益，倒是让那些富人挣了好处。”这话虽然有些尖酸，却不是如何毒辣，倒有些像在说笑。郡王世子打了个哈哈，酒楼中人也哈哈哈哈，这桩事便算接过了。毕竟在别人眼中，这个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的范家少爷，似乎与郡王世子有几分交情，而郭宝坤那方打架似乎也不是范闲的对手，骂架也不是对手，只好恨恨作罢。晋郡王世子邀范闲入内饮酒，范闲托辞回府婉拒，只是定好了后日再图的活约。范家一行人便下了酒楼府，出酒楼，将要上马车之前，那位名叫贺宗伟的书生却赶了下来，望着范闲的双眼，很诚恳地说了一声谢谢。所谢何事？范闲微笑问道。贺宗伟笑着答道：“我向来自好蔑视权贵，并以此自矜，今日阁下一语点破，方才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喜欢这种感觉而已，骨子里依然是脱不了那些俗套的。”范闲微微皱眉，觉得此人姿态变化的也太快了些。虽然他并不喜欢这个貌似耿直的读书人，但毕竟冲突的起由实际上是对方为自己这个《红楼梦》作者打抱不平，所以笑着开解道：“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怯懦的那部分，只不过往往需要某些事情将这部分逼出来，这便是所谓如袍下面的小。今日在下也是湖州，还望兄台不要见怪。”如袍下面的小。贺宗伟似有所思，醒过神来，又是深深向范闲身旁的范若若行了一礼，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上楼。范闲瞥见这黑皮书生的脸似乎有些发红，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满脸揶揄看着身边的妹妹，哪知道范若若脸色平静无波，就像刚才那个黑脸书生根本没有来过一般。知道贺宗伟只是单相思，范闲也没有多少同情，在他的计划之中，自家妹子将来要嫁的夫婿不见得要入侯拜相，但一定要自己妹妹喜欢才行。范闲离开后，郭宝坤、贺宗伟那一桌文人面上无光，也离楼而去。一旦居三楼，开始渐渐恢复了平静，只是各桌的客人还在议论先前范府的那位少爷，都说从来没有听说思南伯家还有这么一位人物，都在猜测是范小姐的表亲还是什么。晋王世子自然知道范闲的身份，只是也不可能去和房外那些闲人说道，倒了杯酒，自己缓缓饮了，悠悠叹道：“都说太子喜好文学，常与清流交往，如今看来，他交往的这些人之中，连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一位幕僚在旁斟酌少许后说道：“那位贺宗伟是曾文祥的学生，明年科举是一定中的，不知道这人如何？”晋王世子摇摇头，这位贺宗伟才气是有的，但秉性却……他其实先前在厢房内就听见了外面的对话，此时想到听到的那句风骨之评，呵呵笑道：“风骨确实差了些。”幕僚也在一旁笑道：“那位范大人藏了10几年的私生子，倒着实有趣。”晋王世子拍拍手中扇子，正准备赞上一赞，忽然想到先前范闲揶揄人的话语，赶紧将扇子放回桌上，笑道：“那郭宝坤仗着家中父亲权势，自己又与太子交好，所以不把范府放在眼里，这等拥趸之辈居然还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晋王世子身为皇族，自然知道当今陛下与范家的情分。他略有些出神，耳旁听着幕僚说道：“只是那位范闲匆匆入京，今日便在酒楼上，不说太露锋芒，也嫌梦浪了些。”晋王世子挥挥手道：“年轻人有些冲劲总是好的。”他说话的口吻似乎根本没有自己也才20出头的自觉。想到那个范家少年脸上亲切的笑容，世子唇角泛起一丝欣赏的微笑。更何况范家眼下正在筹划那桩婚事，如果范闲太过低调，也不大妥当。想来今日之后，京都的人们都会知道范家多出了一个漂亮干净的少爷。忽然间他醒过神来，一拍额头笑道：“当初请你当幕僚时便说好了，只准帮我参谋风花雪月。我那父亲是个不理朝政的闲散王爷，我这做儿子的一定不能不孝啊！来来来。”他招呼着桌上的人开始饮酒，桌上众人赶紧应着，心里却想着，如果您真的甘心做个闲散世子，那为何与范家关系如此紧密，又为何与二皇子如此亲近？上的马车一路安静，过了一会儿，范若若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范闲好奇问道：“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范若若抚胸微喘，平息一阵后说道：又想到哥哥先前那句话了，真是刻薄得很。哪句话？范闲本就觉得今天在酒楼上说的话太多了些，完全违背了自己低调的做人原则，大觉不妥。就是那句一个个终日玩乐，瘦成皮包骨头，还要拿把扇子扇风，难道这就是所谓风骨？范若若学着他的口气说着，忍不住又抿唇笑了起来。范思哲也在一边傻笑着，但发现车厢里另外2人并不怎么理会自己，有些纳闷。范闲苦笑道：风骨这种事情是极好的，不过却不是属于读书人的专有物。先前一见着那些所谓才子看天仰脖撑鼻孔的模样，便心中不爽，一个个饱食终日，只会轻谈误事的家伙，有种就别去考科举去，别和那位锅边钻做一起权贵这种事情，要不然就打倒他再踩2脚，光凭摆出个造型来，实在是很没有什么前途。听见这句话，范若若又忍不住笑了出来，自家兄长说话的语气与这世上所有人都不一样，大概也只有自己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吧。刚才静王世子在旁边，哥哥说话一定有所顾忌。范若若很想知道哥哥对于这些读书人真正的看法。没有顾忌，只不过语气上温柔了许多。范闲微微笑着说道：我并不抵触青楼这种地方，也不认为才子就不能上青楼，但一向觉得嫖客就是嫖客，如果上了青楼还要充才子，就合力牌坊的婊子一样，虚伪得很。范若若微羞说道：哥哥说话也太粗鲁了些，在他的心目中，自家兄长才真正称得上是位才子，这话岂不是将他自己也骂进来了？范闲哈哈笑道：反正又没外人。他忽然正色望着妹妹说道：丫头，记住了，嫁谁也别嫁才子。若若终于再也无法保持平静的表情，啐道：胡说什么呢？那个叫贺宗伟的如今在做什么？范思哲在一旁抢着回答道：太学的学生，出身贫寒，但是据说是集贤馆大学士曾文祥的学生，一向有些小才名，做的几句诗词，大家估计明年科举的时候至少是3甲。范闲皱皱眉，对妹妹说道：这人看似忠厚，但其实很能忍，很能演，我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你以后要小心一些，尽量不要来往。范若若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在他的心目中，范闲是兄长，是老师，更是自己最能倚靠的对象。范闲在想，那个叫贺宗伟的黑脸书生，对方既然已经是京都有名的才子，如果想投靠高门大族，应该有很多选择。如果不是因为妹妹的关系，那他先前没必要跳出来，想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唇角微翘笑了起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现自己的身份，发现自己在若若心中的地位，这个所谓才子看来果然不简单。转头瞄见正趴在车窗往外看的范思哲，范闲的心感觉到微微凉意，对若若说道：待会儿你和他先回府吧，我在京都再逛会儿。范思哲从车窗处收回头来，脸上有些茫然。范闲看着他的脸，想到自己12岁的时候便开始面临着暗杀，又想到对方其实也只不过是个12岁的孩子，就被拖入到这些很险恶的事情之中，不由叹了口气说道：你才这么小点，哎，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范思哲有些畏惧的往姐姐身后躲了躲，他向来胆大，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见范闲脸上温柔的微笑就有些害怕。你在说什么？范闲本来以为这次酒楼上的冲突是眼前这个小家伙故意引出来的，也让自己在靖王世子面前暴露出极为不好的一面。要知道靖王府的意见对于将来范府的家业继承总会起到一定作用，因为酒楼是他选的，而且事情也是他惹起来。但这时看范思哲脸上茫然的神情，他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莫非今天酒楼上的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事故？马车缓缓地前行着，范闲知道今天随着自己兄妹出来的6个护卫中，至少有2个人是柳氏的人，便没有再说什么。范若若一直平静着，低头无语，心里想到家里这些事情，微感烦闷。马车到了范宅门口的大街上，若若领着弟弟回到府中，而范闲则是继续他的京都1日游。本来范若若要和他一起去，但他想到待会儿要做的事情，只好笑着拒绝了，又看了范思哲2眼，开口叮嘱不要将《红楼梦》的事情说出去，只是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听他的话。滕子京坐在马车里，看着自己的小主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滕子京便认定了自己跟着这位16岁的小主人一定会非常的有前途。也许是因为儋州的春天确实容易让人产生美好的想象，也许是这一路来被面前这个年轻人感染了，也许是2个人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范闲想了想，称和问道：我向父亲要了你来，估计在短时间内你没有什么机会出头了，可别怨我。滕子京笑了笑，恭谨回答道：少爷不是寻常人，跟着少爷自然会有好处的。范闲笑道：我又哪里不寻常了？先前酒楼上还不是如一般的无知少年般四处乱喷口水。滕子京揣摩着他话里的意思，小心回答道：少爷，您猜得我明白，我认为这件事情和小少爷没什么关系。马车已经停了下来，外面的清风入帘无声，令人心神为之一爽。范闲看了滕子京一眼，
温柔说道：“我也希望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一路之上，范闲都安排滕子京在自己这辆马车上，所以这些话本就没有逼他。皱眉道：“也太巧了些，我刚入京都，怎么也不会和人起冲突，结果司哲一天都跟着我，然后酒楼冲突之时，靖王世子又恰巧在酒楼上，这种巧合很难解释。”滕子京笑着说道：“小少爷这个人或许蛮横是有的，但肚子里着实没有什么坏水，这种事情二太太是断不敢交给他来办。”他接着说道：“二太太就这么一个儿子，偏生读书不成，学武不通，天天只会混吃混喝，四处招摇，所以二太太很瞧不起自己的儿子。”范闲唇角浮起一丝苦笑，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儿子扶不起来，所以柳氏才会对我下手如此毒辣，这当妈的似乎都很倔。柳氏，他是想让外界的人都以为范家的私生子只是一个无能的纨绔子弟而已。滕子京说道：“其实您或许不知道，只要小少爷出门，总是会弄些事情出来，所以二太太让他跟着你出门，根本不用安排什么，自然会让你陷入纷争之中。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跟着他在外面招摇，自然会变成世人眼中的纨绔？”不错，滕子京微笑道：“二太太的想法很简单，但似乎也很奏效。”范闲哈哈笑道：“这柳氏很有些意思，居然就认了司哲是盘墨汁，干脆大家伙混个一体黑，有意思有意思。只是没想到靖王世子也在酒楼上。”滕子京应道：“少爷先前处理的妥当，虽说言语间似乎得罪了一些读书人，可是但凡书生，总是有些孤傲之气。京都中人或许认为少爷狂妄，总比认为少爷是个无能之辈要强上许多。造舆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范闲笑着说道：“范家真的是个香饽饽吗？柳氏真的头脑简单到像个单纯的女人吗？”他望着滕子京说道：“这都是问题，但其实都不是我的问题。”滕子京好奇问道：“少爷，那您的问题在哪里？”范闲愁苦着他漂亮的脸：“我的问题在于，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长得什么模样，是不是真的病得要死了？”马车停在了天河大街侧巷的一个巷口，往远处望去，各部的衙门还在开门办公，各式建筑飞檐如凤，翘指天际。最远处，一个方方正正毫无特点的房子正处在那里，看上去阴暗的厉害。范闲没有让滕子京跟着自己，虽然似乎对方已经下定决心把前途压在自己这个少爷身上，但是范闲自认不是宋七力，没有收服人心那种本事，毕竟他是父亲的亲随，所以有些事情还是不会让他知晓的。在一家卖糖葫芦的摊子前确认了监察院的方位，他买了一根，边咬边往那边走去，把自己牙酸的快掉了，直呼过瘾。路过一家书局，他走了进去，四处瞄了一瞄，发现都是些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经史子集，将店员招了过来，压低声音问道：“有没有石头记？”店员脸上浮现出诡异的微笑，也用极低的声音回答道：“客人随我来。”也不怎么避人，就在正厅旁边的一个小隔间里，店员取出一套书递给范闲。范闲接过来一看，和今天早些时候在那位大婶手里买的版本一模一样，满意的点了点头，交割银款。书先放着，等会儿范府来人取。先前那本已经让妹妹带回府了，这几本搁在身上也嫌重，所以范闲准备待会儿让府里的下人来取。店员为难道：“是哪个范府？”“司南伯府。”范闲心想，难道还有很多范府吗？他还真不知道，范氏在京中本就是大族，司南伯只是个偏房，只是最近10几年因为老太太的缘故风生水起，这才成了范氏大族里最出名的一家。店员恭谨应了声，将书包好后存在柜台处。范闲又随意问了问几句这书卖得如何，得到答案之后，恶向心头生，在腹中将那盗版书商好生诅咒了一番。店员见这位客人买了书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只好满面对着笑与对方聊些闲话。就在这一问一答间，范闲的耳尖不以为人察觉地动了动，他一面与店员微笑说着话，一面将真气缓缓运了起来，耳力顿时变得更加敏锐，顿时从书局安静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想找到的声音，两个与一般民众不同的呼吸声，呼吸声极其绵长悠远，很明显是身具真气的人物。范闲知道这应该是父亲派来保护或者监视自己的人手，皱了皱眉。店员见这位客人忽然皱眉，虽然觉得这漂亮年轻人皱眉头也是很漂亮，但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不禁有些惴惴不安。从书局的后门穿了出来，范闲确认后面的2个跟班应该被自己成功甩脱了，他有些微微得意，心想年幼时跟废借学的那些东西，除了用毒之外，像反跟踪之类的本事，终于派上了用场。随着人群在天河大街的青石板路上行走着，张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这些建筑古色古香，尤其是建筑之前，道路两侧各有一条平缓的流水，如果要从道路到那些衙门里去，还需要踏过那道流水之上的小木桥。流水平缓如镜，倒映着小桥的影子与道路上青树伸到水面上的枝桠，看上去十分幽静美丽。偶有远处桃花丛被风吹落的花瓣漂浮在水面上，缓缓行走着。他在道旁行走着，眼光看着脚下的落水流水，
唇角泛起惬意的笑容。来京都几天，总是要想些复杂的事情，和自己体味这次人生的初衷着实有太大差距，而且脑子也有些累。此时被京都春景清新一番，顿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来到监察院门口，看着这幢青石灰岩修成的楼，范闲皱了皱眉头，觉得这衙门也太难看了些，和周边那些古色古香、流檐净壁的建筑太不合调。但一想到费介那张时在不咋地的脸孔，他无奈地承认了，果然是什么人配什么楼。走进楼去，范闲有些奇怪地发现，四周经过的官员和路人一般的人物都看着自己，或者说是用很奇妙的眼光看着自己。他小心地看了看自己身上，确认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才抬起头来，但四周好奇的目光依然没有半点变化。拉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书吏，看着对方那张死气沉沉的脸，范闲不知为何觉得有些紧张，但又有些亲切，似乎找到了费介老同志的那种特有味道，甜甜笑着打了个招呼：“你好。”那张死气沉沉脸的主人也和监察院楼里其余人一样，用很奇妙的眼光看着范闲，半晌之后才说道：“你好。”这两个字说的有点生硬。范闲咽了一口唾沫，微笑问道：“实在是冒昧，只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盯着我看？”那人笑了起来，露出惨白的牙齿。他发现这个有着微羞笑容的年轻人很有意思，反问道：“如果在一个从来没有陌生人进来的地方，大家忽然发现了一个陌生人，你说大家难道不会盯着他看吗？”范闲恍然大悟，接着又是满心不解，问道：“这里不是监察院衙门吗？朝廷机构难道从来没有陌生人来办理公务？”那人指指门外，好心的解释道：“你看看那边。”范闲看了一眼，发现监察院门口没有什么人，而那些行人也是隔得老远便绕到街那边行走。那人笑了起来，笑容显得有些恐怖，两颊的老皮都皱到了一处。京都人向来是躲着我们衙门走，至于公务，我们监察院从来不办公务，只办院务，而陛下明旨，院务不允许其他6部衙门牵涉其中，所以我们与其他的衙门向来没有什么来往。范闲苦笑道：“原来如此，看来我还真是个莽撞的擅入者。”那人好奇问道：“你不知道我们监察院是做什么的？”范闲应道：“大概知道一点。”他毕竟是监察院第3处的费介大人门中弟子，对于监察院的职司还是了解一些。那你还敢就这么闯进来？那人耸耸肩，一般人都会把这里当成人间的阎罗殿。范闲无奈笑道：“可能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阎罗的原因。”那人笑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范闲衣服下的右肩皮肤生出些许小鸡皮疙瘩，觉得这人说话的口气怎么像是孙二娘在拍案板上的那些家伙。有啥事儿需要我帮忙吗？那人微笑着。范闲马上觉得对方变成了前世里操着洋文的饭店前台，他摇摇头，驱除掉这种不合时宜的走神，袖中指头捏了一块碎银子塞了过去，礼貌问道：“请问费介在吗？”那人愣了愣，张了张嘴，却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紧接着范闲便发现对方的神情不再是先前的漫不在乎，而变成了恭谨之中带着一点畏惧。“您找费大人。”说这话的同时，他指头极漂亮的一弹将范闲塞过来的碎银子弹回范闲的袖中。范闲眉头一挑，知道对方这一手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漂亮得很，至少在手上功夫经营了10几年才会如此准确。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看似寻常的监察院官员竟也是位深藏不露的高手。范闲点了点头，承认自己是来找费介的，然后注意到那人使劲地擦拭着拍过自己肩膀的右手。“费大人不在。”那人很有礼貌的回话，很隐蔽地往后退了几步，与范闲拉开了一段距离。“费大人去边郡督察。”范闲一拍脑袋，这才想起听滕子京说过，监察院院长这次回家省亲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依费介老师的懒人脾气，唯一能管住他的上司不在，他自然也要溜走。向那人告了饶，便准备离开。离开之前，范闲忽然笑眯眯问道：“阁下叫什么名字？”“下官王启年。”这位叫做王启年的监察院官员看见这个面带微羞笑容的年轻人敢一个人跑到监察院来，还敢直呼费介大人的名讳，心想对方一定不简单，所以自称下官。范闲知道对方听到自己找费介，便下意识里把自己和毒药之类的危险存在联系了起来，所以才会又擦手又后退的。他微笑望着王启年：“如果费大人回来了，麻烦您通知他一声，就说他的学生来京都了。”“费介的学生？”王启年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剁掉自己右手的冲动，暗骂自己喜欢东摸摸西摸摸的性格，咳了2声应了下来，走出监察院的大门。天上的阳光隔着道路两旁的高树洒了下来，无数片树叶的影子包裹着范闲的全身。他往西走了一段路，坐在了流水旁边的栏杆上，双手撑在身体的旁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一群，一时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不想回范府，虽然那里有个温柔可亲的妹妹，但一想到柳氏、父亲，还有那个本应该天天开心读书，现在却被迫着与自己竞争的小胖子，他的心头便有些不舒服。属于他的东西，他勇于争取，不会放弃。
但范闲其实还真的不大清楚，在这个世界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毕竟他曾经有过另外一次生命的体验，与这个世界总有一些距离感。来监察院找费介的事情，他瞒着父亲。虽然费介是自己老师这件事情，父亲当然知道，但他总感觉费介似乎还更可信任一些。这可能是因为他到这个世界不久，便开始跟着费老头四处赏识所带来的亲近感。费介老师居然不在京都，这个事实让范闲入京前的安排有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所以他在想，接下来应该先做些什么。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从栏杆上跳了下来，开始下意识地往回走。再次路过监察院门口时，他注意了一下，发现路上行人果然都是靠着街道右边行走，避开了监察院的大门，似乎很害怕那楼里往外渗着的阴晦的气息一般。他眯着眼睛往那楼口望去，天上薄云忽散，天光倾力洒下，他的眼睛却被一片金色的光芒晃了一下。揉揉双眼，他往金光处看去，才发现监察院门口有一块宽碑，像一只伏虎般锯在地上，碑才是石质所造，上面写着一些字。范闲皱了皱眉，觉得这几句话看着怎么有些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但绞尽脑汁也无法找出处来。目光往下移去，然后他看见那个落款，那个有些陌生却又无比亲切的名字，叶青梅。范闲心中无比震惊，下意识里轻声将这个名字念了出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老妈的名字居然会出现在监察院前的石碑上。面上依然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心中却是无比激荡，为什么母亲的名字会出现在监察院前面的石碑上？虽然当年叶家小姐身为天下最富有的女人，但怎样也不可能享受这种皇帝都享受不到的待遇。更何况老妈最后离奇死亡，肯定与这庆国的王公贵族们有关。虽然武竹叔说过10年前的那次风波中，叶家的仇人已经被全部杀死，但是谁能保证那些仇人的亲眷没有残留在朝廷之中？就算到了如今，叶青梅很明显还是一个有所禁忌的名字，叶家的财产也全部被充收到内库之中，叶家的生意变成了皇商监察院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把叶青梅3字放在门口。虽然武竹叔说过世界上没几个人知道自己的母亲就叫叶青梅，但是手握庆国的皇家一定知道，那位陈院长大人未免也太大胆了些，难道连皇室的脸面都没有放在眼里？不过看见那座矮矮的石碑之后，范闲总算明白了武竹叔在儋州时说的那句话，知道小姐叫叶青梅的不多，旁的那些闲杂人等只是称她小姐。不过叶青梅这个名字，就算现在想来在京都也是很出名的。范闲搓了搓手，低着头往前走着，心想京都人人恐惧的监察院门口竖着这样一块牌子，叶青梅这个名字果然是想不出名也很难。所有的这些心理活动只是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敛去了脸上的表情，拢了拢袖子，面无表情地往东面走去，就像没有看见这个名字一样。也正是因为看见了这块牌子，范闲不由想到了自己即将娶进门的宰相女儿。听父亲说，他的母亲长公主如今就掌管着原来属于叶家的产业。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他自己觉得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那这份产业应该排在头一份，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本来从滕子京嘴中，范闲已经知道了林家小姐如今家在何处，但心知肚明那女子的背景身份，这京都又是藏龙卧虎之地，他是断然不敢偷偷跑去窥香的。他来监察院找费介老师，就是想通过监察院的通天手段，想办法提前见一见那位缠绵病榻上的女子，同时也想请老师帮忙看一下那女生的病情。不料费介却不在京都，范闲有些恼火，难道自己真要等到洞房的时候才知道对方长成什么模样？不行，他告诫自己必须找个法子去偷窥，万一有何不妥，自己逃婚也好有个准备时间。走着走着，范闲更加恼火起来，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初到京都，对这些道路完全不熟悉，在天河大路上来回走了2趟，居然找不到家里的马车放在了哪里。正巧看见有个小孩拿了串糖葫芦在边嚼边走，一嗅着那甜丝丝的味道，范闲便觉得无比鼻熟，赶紧跑上前去抢了过来，咬了一口，凭口感确认了这串和先前自己吃的那串出自同一个摊子，这才开口询问这家店在哪里。小孩受了惊吓，还以为碰见了不蒙面糖葫芦劫匪，最后总算被范闲的2个铜板安抚下来，认真地指了个方向。范闲顺着那方向过去，走了很久很久，结果很悲哀地发现，那小孩在报复自己，这地方明显不是自己应该到的地方，这里其实已经到了京都的边缘地带。范闲并不知道这一点，不然一定会很自豪于自己的脚力，自卑于自己的智力。这个地方很荒凉，有个庙在繁华无比的京都城中，要找出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荒凉也许并不准确，准确来说是异常的干净，庙上飞檐梁柱之上，连一丝灰尘都看不到。他抬头望着面前的这个黑色木结构建筑，不由想起了前世北京的天坛，只是面前的这座庙要小了许多，看上去少了几分与天命相连的神秘感，多出了几分人世间的秀美气息。迎面的正门被漆成了深黑色，看上去十分庄严，门上是一方扁扁的横匾，
上面写着“庆庙”二字。范闲用舌头舔掉牙齿上粘着的糖渣，看着头顶那2个代表神圣的黄色字体，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情绪。这里就是庆庙，传言中庆国唯一可以与虚无缥缈的神庙沟通的地方，皇家祭天的庙宇。在儋州的时候，费介曾经说过天坛在京都皇宫外3里的地方，范闲一直以为是说在离皇宫3里远的地方，根本想不到外3里是个地名。范闲张大了嘴，他来京都前就想过，既然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无法找到神庙在哪里，那自己也一定要到庆庙天坛来看看，因为一直缠绕在他心中16年的疑问，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前世看小说的时候，项少龙有个理由，后来的穿越众也有理由，再到后来就不需要理由了。但范闲自己深深疑惑着，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解释自己明明死了，为什么会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理由。他万万没有想到，被那个孩子随便指路，就让自己来到了庆庙。这个认识让他产生了一种微微眩晕的感觉，也许自己和神庙之间隐隐就有某种很神秘的关联，有一种很奇妙的缘分。他坚信这一点，坚信这种一根糖葫芦所带来的缘分。迈步上前，四周一片安静，范闲轻轻推开那扇似乎已经很多年没有打开过的沉重木门。停住！一声厉喝传来，范闲一惊，本以为神圣清静的地方突然出来这么一声暴喝，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庆庙里面有人。拦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中年人，双目深陷，鼻如鹰钩，看着阴质气十足。看对方盯着自己，范闲心里有些不乐意，心想自己读的经史子集，皇城规矩里，这庆庙可是人人都来的地方，你躲在门后吓人不说，还摆出这么一副老鹰搏兔的架势，这就很混蛋了。谁他妈的愿意当兔爷？范闲皱眉着眉头说道。阁下声音这么大，也不怕把人耳朵震聋了？谁知那中年人神情异常严肃，一把推了过来，低声喝道：速速退去，庙中有人正在祈福，不得打扰。这人的打扮明显就是一富家随从，但说话语气却是官位十足。范闲却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自从小时候跟着费老师挖坟之后，他就形成了轻微的洁癖，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手，眉头一皱，两手交错而上，拧住对方的手腕，啪的一声轻响。一大一小2个人同时惊讶地望着对方，发现彼此的手法极其相似，竟是如双蛇互缠，再也撕扯不开。咦！那位中年人轻咦一声，眼中金光大盛，一股暗力如同大江般连绵而出，从手腕处攻入范闲体内。范闲闷哼一声，哪里想到居然会莫名其妙碰上如此高手，后背处一阵灼热，一直安静了许多年的霸道真气在一瞬间内生出反应，由丹田急出，硬生生与对方对了一记。嗡的一声轻响，石阶上的灰尘被2道暗劲的冲撞扬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很诡异的灰球，迅即散去。2个人被震得分开数步，中年人捂着嘴唇咳了2声，范闲面无表情，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中年人冷冷看了他2眼，说道：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霸道真气，你是谁家子弟？何必管我是谁？我只是想入庆庙祈福，你凭什么拦着我？范闲冷冷看着他，庙中有贵人在，少年你等上一等。中年人正是觉得对方使用的手法与自己相近，心想对方可能是京都哪家子弟，与自己有救，所以才渐渐散去心头的杀机。范闲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庆国律法中可没有规定祭庙还要排队。中年人皱了皱眉头，觉得这少年好生讨厌，一拂袍袖入庙而去，竟是将范闲留在了庙外。范闲张嘴欲言，却是胸中一阵烦闷，喉头一甜，赶紧从袖中抽出手帕捂在了嘴边。先前暗劲对冲之际，幸亏在关键的时候，他的右手食指悄无声息地弹了一下对方的脉门，全仗着自己对人体构造的了解比这些武道高手更加精深，不然只怕受的伤还要重些。此时他在看这扇沉重木门的眼中就多了一丝记忆，不再敢再次尝试推动这扇似乎推不动的门。范闲咳了2声，漂亮的脸上多出了几分厉意之色，既然打不过对方，自然只好退走，留待后日再打过。正当他转身欲走之时，却发现身后的木门又开了。那位伤了自己的中年高手站在门口，冷冷说道：老爷吩咐少年自去偏殿祈福，勿入正殿。说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不要进正殿，听见了没有？范闲转过身来，看了一眼中年人，又看了一眼似乎深不可测的森森庆庙，眉头一皱，将双袖一拂，就这样踏过高高的门槛，头也不回地往偏殿方向走去。看着少年受此一错后依然不急不躁，不怯不退，依然坚持着最初的目标，中年高手的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之色。中年人关上庙门，皱着眉头看了看四周，心想这些小兔崽子居然让那个少年走到庙门口来了，晚上回去一定要好好操练一把。庆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庆国人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一般百姓如果祈福，
宁肯去京都西面的东山庙中拜送子娘娘和那些看上去像土财主一样的仙人，但庆国人敬天畏天，皇帝正是所谓天子，所以庆庙就成了皇家祭天的地方。虽然在一般的时日中，庆庙依然对京都的百姓开放，但也没有百姓喜欢这种压力太大的森严感。庆庙的正殿就是形似天坛的那个建筑，2层圆檐依次而出，十分美丽。中年人神态恭谨地站在大殿之外，看着殿中负手欣赏壁上彩画的贵人，低声说道：“依老爷的意思，让那少年去偏殿了。”贵人的年纪约莫有40多岁，容颜谈不上英武，但眉眼却有一股睥睨天下的神采，只是被一丝极不易发现的疲倦冲淡了许多。那少年是谁家子弟，居然能和你对一场？贵人微笑着问道。中年人如此高强的武艺，但在他面前却真的就像个随从，老实回答道：“属下不知，只是刚才报与老爷知晓，他走的路子倒和家中护卫的路子差不多。”贵人略觉诧异：“哦，难道是李治家的小子？”中年人苦笑道：“属下虽然一向懒得与人打交道，但靖王世子还是认识的。”哦，贵人又哦了一声，又开始转头去看墙上的壁画。他每天要考虑的事情太多，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辰，所以不愿意为这些小事情所打扰。先前与那少年入偏殿祈福，只是纯粹的觉得国家能多出少年才俊是件不错的事情。中年人安静地守在殿外，眼光偶尔瞄向偏殿的地方。许久之后，殿外传来喧哗之声，贵人忽然皱眉说道：“丫头不在后面休息，跑偏殿去做什么？”中年人微微一惊，运起全身真力倾听那方向的声音，抬头惭愧道：“郡主到偏殿去了。”贵人皱眉道：“胡闹！”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面色微微一变：“你去看一下，另外带那个少年来给我看看。”是。中年人领命，正欲离去，忽然庆庙之外传来一声鸟叫，紧接着庙门被人推开，一个面色匆忙的人跑了上来，递给他一封上面压着火漆的书信。范闲低着头往偏殿的方向走着，眼角的余光却落在正殿的天坛上，心里很好奇那里是谁在祈福，居然能够驱使那位中年高手。他知道对方的背景一定深不可测，而自己只是想来庆庙看看，所以没必要去争这口闲气。虽然他叫范闲，右手还是捂在嘴唇上，时不时咳上2声，但他先前用真气在体肤上周游一遭后，确认机体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只是静气反逆时震裂了喉间脆弱的薄膜，而不是肺部或是上肢气管受到了伤害。他一路走着，一路咳着，看着白色手帕上面的点点血痕，想起了林黛玉，想起了苏梦枕，想起了周瑜，想起了林琴南许多位咳痰前辈嗨嗨。林琴南还是算了，没前面3个咳得凄美。走到偏殿之时，真气已经将那点小伤修复的7、8不离。范闲有些遗憾地收起手帕，回头望了天坛一眼，走进偏殿。偏殿是一个稍小一些的庙宇，被一方青色石墙围着，里面并没有人。范闲发现没有看见传说中的苦修士，略略感觉有些失望。随意走进殿中，更失望地发现这庙里居然没有供着前世常见的神灵塑像。不过转念一想，也是正常，既然供的是天，这天是什么模样，自然没有人知道。在庙宇的正中摆着一方香案，香案极为宽大，上面有淡黄色的缎子垂了下来，一直垂到地面，遮住了下方的青石板。香案上方搁着一个精美的瓷制香炉，炉中插着3根焚香，香柱已经烧了大半，满室都笼罩在那种令人心静神怡的清香之中。范闲随意在殿中逛着，眼光从墙壁上的彩画上掠过，他发现这些壁画的画风极类似于后世的油画，但画面中那些或站于山巅，或浮沉于海面，或名坐于火山的神灵，并没有确实的面目，略微有些模糊变形，似乎是画工刻意如此安排的。看了一看，发现这些壁画讲述的只是经书上面曾经提过的远古神话，其中也有大禹治水之类的内容，还多了些别的东西，只是范闲看来看去总是与经书对不上号。他摇摇头，放弃了从这里面找到些许答案的想法，从殿旁找到一个蒲团，扔在了香案之前，跑了下去，双掌合十，闭目对着香炉里袅袅升起的青烟，嘴唇微动，不停祷告着。前世的范闲自然是个无神论者，今世的范闲却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这个转变是很自然就发生的，任何一个人遇到他这种奇异的遭遇，估计都会有和他一样的心理变化。所以他跪拜得很虔诚，祷告着，希望缥缈的上天，无踪的神庙能够解释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同时更加虔诚地祈求上天能给自己很多银子，很平安的生活。宛若有形有质的青烟忽然涣散了一下，范闲的耳尖微微一颤，似乎听到了什么。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睁开眼睛，看着香案上微微抖动着的小瓷炉，无比震惊。难道自己这看似虔诚，实则心不在焉的祷告，居然真的让上天察觉到了？目光停留在宽大的香案之上，范闲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眼光里闪过一道金光，左手按上了暗藏匕首的靴子，缓缓的而又坚定地伸出右手，将香案下方垂着的幔布拉开。幔布拉开之后，落入范闲眼帘的是一个让他很吃惊的画面。
一个穿着白色诱人衣裙的女孩子正半蹲在香案下的一角，吃惊地望着范闲。女孩子的眼睛很大，眼波很柔软，像是安静的欲让人永久沉睡的宁静湖面，而她的五官更是精致美丽之极，淡淡粉嫩肌肤，长长的睫毛，看上去就像是画中的人儿走了出来。范闲一怔，目光停留在对方的脸上，渐渐才发现这女孩子的额头有些大，鼻子有些尖，肤色有些过白，那对唇儿似乎比一般的美女要厚了一些，依然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一组合在一块儿，配上略显怯缩的神情和一股天然生出的羞意，依然让范闲的心头一动。他心动了。女孩好奇地看着这个虔诚拜天的年轻人，发现对方的脸竟然生得如此漂亮，轻易脱尘不似凡人，连睫毛都生得那般长，不由忍不住多盯着看了几眼。看完之后，女孩才觉不妥，一道淡淡红色迅即涂抹上她的脸颊两侧，然后快速散开，竟是连耳根都红了起来。可她依然舍不得挪开眼光，心里好奇，这外面是谁家的少年郎，竟然生得如此好看。庆庙一角的庙宇中安静着，范闲的手依然拉着那块曼纱，他的眼光依然停留在女孩的脸上，而那女孩也鼓足了勇气看着他，就这样互相对望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依然一片沉默。范闲的目光温柔地在女孩的脸上拂过，女孩终于羞不自禁，缓缓低下头去。范闲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女孩的双唇上，这才发现对方的唇瓣上面光亮异常。他好奇地又看了两眼，才发现了原因。那个事后令他记挂许久的原因，女孩手上捏着一根油乎乎的鸡腿，唇瓣上的油显然是啃鸡腿的时候染上去的。这样清美脱俗的白衣女子，居然躲在庄严庆庙的香案下偷吃鸡腿。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范闲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许久之后，安静尴尬沉默微妙的香案内外终于有了声音。你是谁？这对漂亮的男女同时开口，就连微微颤抖的声音都极为相似。范闲第一次听见女孩的声音，只觉软绵绵的浑无着力处，那种感觉十分舒服，却又让人十分无着落，胸口一激，竟真的吐了口血出来。啊！女孩见他吐血，吓了一跳，却不是因为害怕，眼睛里自然流露出来极强烈的怜惜之色，似乎范闲所受的苦都痛在他的心头。范闲看着他担心自己，心头一片温润，微笑安慰道：没事儿，吐啊吐的就会吐成习惯了。有风自南来，飞蓬入我怀，怀中花骨朵，原为君子开。琴瑟难相伴，岁月催人来。投我木瓜者，报以穷居牌。听见这句很新鲜的俏皮话，这位姑娘担忧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笑意。范闲微笑望着她，轻声说道：还要在里面藏着吗？姑娘家微羞摇了摇头。正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找人的声音：小姐，你又跑哪儿去了？白衣女子容颜一暗，知道自己要走了。范闲也知道肯定是来找他的，看着他的神情，心中无由升起一股失落感，似乎害怕今天分离之后再也无法找到这位姑娘，危急问道：明天你还来吗？他摇摇头，表情有些黯淡。你是正殿那位贵人的家人？范闲试探着问道。这位女子想了想，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却从香案上钻了出来，像阵风一样的跑了出去，在临出庙门之前，回头望了范闲一眼，又看了一眼手上拿着的鸡腿，可爱的吐了吐舌头，心想这要让舅舅看见了，一定又会责骂自己。他眼睛咕噜一转，跑了回来，将鸡腿递到范闲手里，然后笑着摆摆手，就这样跑出庙门，再也没有回来。范闲有些呆呆的半跪在蒲团上，确认先前看见的并不是上天派来的精灵，低头看着手上的鸡腿，呵呵傻笑了起来。他心里下了决定，任凭挖地3尺，也要在京都找到这个女子。如果对方还没有许人家，不对，就算与别家的浊物混蛋有了婚约，老子也要抢过来。等他手中拿着油腻腻的鸡腿走出庆庙的门口时，远远看见一行车队正往东面走了。他知道那个白衣女子一定就在那个车队里。落日映照着道路两旁的青青树木，让那些叶子都像是燃烧了起来。范闲下意识里举起鸡腿啃了一口，忽然想到这鸡腿也是在那姑娘的香唇边经过，心中也燃烧了起来。鸡腿啊鸡腿，能让那位姑娘啃上一啃，你真是人世间最幸福的鸡腿。他笑眯眯的微笑着往京都中心走去，找不到回范府的路也不着急了，内心深处十分感谢那位吃糖葫芦的小孩。而在他身后不远处，一个他真正应该感谢的瞎子正握着根竹棍没入了暮色之中。宫典的心情就不像范闲这么好，今天陪老爷出来散心，却没有料到中途出了这么多事。先是那个不知谁家的少年居然能够穿过自己属下侍卫的暗中封锁，跑进了庆庙，接着是那个小姑娘居然在众人的眼光下溜到了偏殿，真不知道那些老嬷嬷是干什么吃的。但他又无处去发怒，因为老爷的脸一直阴沉着，似乎十分生气，看来那封加密的书信里写着什么令他很不高兴的内容。宫殿，马车上的贵人冷冷喊道，他向来不喜欢坐轿子，这是从20年前养成的习惯。陈萍萍如果还不肯回来，
你就派队人去把他抓回来。是。宫典领命，心头却在暗暗叫苦，心想这个差事谁能办得好。见马车里安静了下来，宫典暗中吐了一口气，轻松了些，回头看见后面那些垂头丧气的侍卫，却又是一阵大怒。先前这些侍卫在庆庙外面暗中潜藏，谁知道竟然被人全部给弄晕了过去，而且连是谁下的手都没有看到。也就是因为这样，那个少年才能如此轻易地走进暗中戒备森严的庆庙。宫典的眉头皱了起来，心想是谁能有这种能力，同时间无声无息地弄晕8名五品侍卫？这简直已经是4大宗师级的水准。如果对方是个刺客，他的心头一阵畏惧，不敢继续推展下去，心里却知道回去之后一场暗中的调查即将展开了。在队伍最后的一辆马车，与别的马车都不大一样，车窗上是些很优雅的花朵装饰着。先前与范闲在庆庙中尴尬对视的白衣姑娘，此时正半倚在座位上，唇角似笑非笑，似乎还在回忆着什么。一旁的丫鬟见小姐难得如此高兴，心情也轻松了起来，凑去问道：小姐，今天遇见什么好事了？那姑娘微微一笑，说道：每次和舅舅出来都挺高兴，至少比待在那个阴气沉沉的房间里要强上许多。丫鬟嘟着嘴说道：可是御医说小姐这病可不能吹风的。一听到病这个字，那位姑娘的神情便落寞暗淡了起来，想到先前遇见的那位漂亮少年郎，心情才稍好了一些，在心里默默想着自己生来命薄，眼看着便没多少日子了，能碰见那个人，这应该是高兴还是悲哀呢？他接着想到那件牵涉到自己的传闻，想到那个范府子弟，虽然母亲大人反对，那个陌生的父亲似乎也反对，但是谁又能拗得过舅舅呢？想到这里，他心中一片忧愁，胸口一甜，赶紧扯过一方白帕捂在唇边，几声咳后，方帕上以上点点鲜血。丫鬟见着慌了手脚，带着哭音说道：又吐了，这可怎么是好？姑娘家淡淡一笑，想起那个少年郎说过的话，轻声笑道：这有什么？吐啊吐的，自然就习惯了。丫鬟啊了一声，十分惊愕，没听懂是什么意思，以为小姐已经病得糊涂了。入夜时分，范闲才狼狈不堪地回到范府，他暗下决心，以后出门一定要把藤子巾绑在腰上。此时范府早就开饭了，4个人正在桌边等他。他有些不好意思，但司南伯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柳氏也是满脸温和笑容，一点不见尖酸之态。他小声解释了几句后，范若若笑了起来，心想哥哥也太糊涂了些，就算找不到自家马车，那随便在车行雇辆车也是好的。范闲却根本没有想到马车行，所以只好苦笑着忍受范思哲小朋友的嘲笑。吃完饭后，一家4口开始打马吊，其乐融融乎。范思哲像个账房先生一样，拿着个算盘在一旁看着，帮大家记仇。柳氏的眼中闪过一丝悲哀，却强忍着对亲生儿子恨铁不成钢的怨气，微笑与范闲搭着话。玩了几把，范闲手气不大好，加上着实不耐烦与柳姨娘表面上这般亲热，所以将位置让了出来，拍了拍范思哲。范思哲怯怯地看了父亲一眼，司南伯微微点了点头。他心中狂喜，轻声叫了一下，跳上了凳子。这孩子平时在父亲面前总是畏畏缩缩，吃完饭后便要被逼着去温书，更不可能被允许打牌赌钱。他知道今天能够上桌是因为父亲心情好，给范闲一个面子，所以范思哲心里对这个儋州来的哥哥观感好了许多。范闲去院子里逛了逛，等回到花厅里，目撑口呆地看着桌上，发现范思哲面前堆满了铜钱，而另外3家竟是输得差不多光了。联想到白天在马车上这个似乎有些不良的弟弟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财富的无比热情，范闲终于发现原来弟弟也不见得一无是处，至少在挣钱方面好像很有些天赋。他好奇地站在范思哲的身后，仔细观察这个12岁的少年到底是如何操作的。看了一阵之后，由不得肃然起敬。只见这小子双手极为灵活，居然可以一手马牌、抓牌、摸牌、出牌、碰牌、吃牌、胡牌，另一手却是搁在算盘上，肥肥的5根手指拨着算盘珠子啪啪的响。胡都是范思哲胡，而计番的方法很复杂，所以算钱也都是范思哲在算。范闲在一旁看着，总觉得这小子能把钱算得多出来，难怪他的面前能堆那么多铜钱。发现范闲正盯着范思哲在看，柳氏面色不变，心头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儿子这贪财的丑态全被范闲看在眼里，只怕对方的信心会更足了。他哪里知道范闲心中的震惊，因为范闲此时居然在范思哲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蛮横，一丝胡闹，有的只有那种理想主义者才能拥有的坚毅认真光芒。范闲心中断定，眼前这个少年只要给他一个发挥的空间，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很厉害的人物。但是他也知道，在庆国之中，若想出人头地，依然只有科举取士这一条道路。就算范思哲将来因为家庭的关系袭了爵，但是真想的受实职，以他目前在书本上的水准，还是不可能的事情。难怪藤子京说柳氏对这个儿子是又恨又痛。
这个时代的商人依然不受重视，户部是一回事，皇家的商号是一回事，但民间的商人却是另一回事了。牌局很快就结束，司南伯范见毫无表情的离座而去。这种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本来就不符合他的性格，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却与往常不大一样。只是当他离开时，看了范闲一眼。范闲从父亲的目光中读懂了一些东西，看来白天甩开父亲派给自己的护卫，让他有些不高兴。范闲笑了笑，没有回应什么，毕竟他是个不喜欢被人跟着的人，既然如此，那就不如提早用行动明确这一点。柳氏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一丝怜爱与无奈，只是这种情绪转瞬即逝，起身极有礼貌地与范闲和范若若说了一声，便跟着丈夫离开。司南伯府的下人们都知道，老爷每晚睡前都喜欢喝上一杯果浆，而这都是柳氏亲手制作，以帮助每日在户部劳神的老爷入睡。范闲皱了皱眉，他原本想和父亲说些事情，但看来只好推后了。回头看见仍然趴在桌上记着数目的范思哲，好奇问道：“还不把钱收了，记什么呢？”若若打了会儿牌，早有些累了，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腕，笑着说道：“他呀，年节的时候会来些客人，那时父亲才会准他玩会儿，只是每次赢的铜钱却不准他收着，说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贪这些蝇头小利。侄儿不敢逆父亲的意思，却每次都要记下自己赢了多少，说将来再慢慢和我们算账。”范闲心头一动，将这算账二字听出了一些别的意思，稳定了一下心神，微笑问道：“思哲，我看你精于计算，不知道将来长大后你准备做些什么？”范思哲小小年纪，记账的时候却是心无旁骛，十分专心，听见他问话却答也不答。范若若心想，哥哥不知道弟弟的脾气，生怕他不高兴，准备帮着解释一下，转眼却看见范闲满脸微笑，略带几分欣赏看着桌边记账的少年。记完账后，范思哲似乎才想到刚才范闲提的那个问题，摸摸脑袋，皱眉想了一会儿后说道：“当然是读书做官，光大门楣。”范闲好笑看着他问道：“真是这样？”范思哲的气一下就泄了，趴在桌子上有气无力说道：“不这般说，母亲大人听见了，又是一顿好揍。这里只有我们兄妹三人，你就说说真心话又如何？”范闲打趣说道。这句话落入范思哲的耳中，却让他有了一些别样的感受。他从小就在下人的敬畏眼光中长大，一般的官宦子弟总是父严母慈，但他却是父严母也严。后来父亲让姐姐管教，谁知姐姐更是严厉，所以弟恭这种感觉不陌生，但是兄友却没有体会过。此时听到真心话三字，范思哲有些恍惚，似乎眼前这个比自己大4岁的哥哥似乎并不怎么可怕，不像母亲说的那样，反而却有些亲切。我喜欢赚钱，商人逐利有什么好的？范若若皱眉教训道。范闲极不赞同地看了妹妹一眼，心中有些失望，心想这丫头与我通信数载，怎么还会有如此拘泥不化的古怪念头？被他一瞪，若若心头一紧，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赶紧住嘴不语。范闲微笑望着范思哲说道：“什么事情，只要做好了就行，挣钱也是一样，我支持你。你支持有个屁用！”范思哲唉声叹气道：“得让父亲大人开这个口才行，偷偷的做吧。”范闲像个魔鬼一样引诱着对方，范思哲精神一振，旋即想到一件事情，热情说道：“哥哥，那你先把那本书的存稿给我，我有办法将这书卖出大价钱来。”他这声哥哥喊得毫不勉强。范闲一怔，说道：“靠这来钱是不是慢了些？你很愁钱用吗？”范思哲鄙视望着他，只是试一下而已。发现这小子居然敢鄙视自己，范闲怒了，喝道：“要拿货，你就先给我份计划书看看。”“什么是计划书？”范思哲将求救的目光投向姐姐。范若若眨了眨眼睛，解释道：“就是你准备怎么做，很简单的事情。”范思哲点点头，从孩童时期起，他就在心中树立了一个宏伟目标，所以才能够以完全不符合所谓纨绔的认真努力做着这些事情。范思哲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第2个富甲天下的叶家，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鼓励自己的兄长与那个叶家之间有什么关系。有嬷嬷带着范思哲去洗漱去了，花厅里只剩下兄妹2人。范闲沉默着走了出去，若若安静地跟在后面。兄妹2人很有默契地在回廊里行走着，将要到若若的闺房时，在那红浅池旁，2人停住了脚步。若若首先开口：“我知道不应该有阶层之分，只是觉着如果侄儿真要走那条路，只怕会非常困难。”范闲微笑着摇摇头：“有人的社会就有阶层，这个我以前和你说过，不需要强行改变什么。但问题在于，我们可以承认这种事情的存在，但没有必要因为它的存在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本心。”范若若睁着大眼睛看着哥哥，好奇道：“本心是什么呢？”“本心不是那些神棍说的什么道。”范闲拍拍自己胸膛，只是很简单的字面意思，本心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他接着说道：“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
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我临死的时候，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经做了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算没有成功，但我毕竟努力过。范若若眼波流转，盯着范闲的脸，眼中流露出仰慕之色。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范闲尴尬解释道，是一个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说的，这名字很古怪，像是海那边的人名。不错，只是后面那一段我改了一下，毕竟我不是一个崇高的人，眼光只会集中在眼前3年，眼前3里。所以说，侄儿既然喜欢，那就让他努力去做，这样将来才不会后悔，这样才是一本心而行。范若若若有所思，若有所悟。范闲接着他的话说道，人是要生存的，所以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养活自己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生存状态了。明白了。范若若笑颜如花绽放。范闲笑了笑，你或许没有注意过思哲在计算时的神情，那种神情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认真的人最美丽。范若若扑哧一笑，心想弟弟那副尊容也能称得上美丽。范闲正色教训道，不要笑，在这方面其实你还真的不如他，至少他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这辈子想要些什么。而你呢，虽然京都的人们都称你是才女，但你究竟想做些什么呢？诗文之道不是小道，如果真想寄情于此，你就要认真勤力些，不要只是当做消遣。范若若低头受教，内心深处却是一片温暖，心想往年只是停留在信纸上的这种类似于老师学生般的问答，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头顶有月光洒下，经过浅池一映，在廊间墙角泛起淡淡银波，范闲的面容恰好融在这淡淡清辉之中，本就清美绝尘的面容愈发显得仙境异常。哥哥才真是美丽。范若若望着他低声说着。范闲没有听到这句话，想着花厅里的一幕幕，略有些出神，自言自语道，我希望这个宅子能安静一些，希望柳氏足够聪明，不要让我失望。二人正要分别之时，范闲忽然想起了牧时在庆庙里偶遇的那个白衣女子，满是期盼地形容了一下对方打扮容貌，心想那位姑娘明显是京都极富贵之家的子女，而妹妹时常出入京都王公贵族府邸后园，应该有所了解才是。但是范若若听见哥哥形容后，却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嘻嘻笑着问道，哥哥在哪里见着的仙女，竟是连魂也被勾了去。在他的心目中，兄长永远是那个有远超年龄成熟的师长，这还是头一遭看见他的脸上有些怅然若失的神情，不免有些好奇那个白衣女子。范闲苦笑道，连你都不认识，那看来是真找不到了。话虽如此，但他心中却是一片坚定，知道自己总有一日会再次遇见那位啃鸡腿的姑娘。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心头一颤，一串糖葫芦将他引到了一直想去的庆庙，然后看见那个姑娘，这些巧之又巧的事情由不得让他信了缘分这2个字，心头升起莫大期盼，兴奋说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她就是林家的那位小姐？范若若皱眉道，林家小姐我还真没见过，毕竟她的身份有些，他看了哥哥一眼，小意说道，有些不方便，所以极少有人知道她长得什么模样，只是偶尔有些消息会从叶家小姐那里传过来，听说他们2个人是手帕交，关系极亲密的。叶家小姐，范闲现在听见叶字便有些直觉的紧张。京都守备叶仲的女儿叶灵儿。范若若好奇问道，怎么了？范闲笑了笑，想起了第一天进入京都时看见的那位马上少女，心想既然能找到人，那就不怕丢了线索。但范若若沉吟一番后说道，不过估计哥哥今天遇见的女子肯定不是林家小姐，所以就算我去问叶灵儿也没什么用处。为什么这么确定？范闲心中一直期盼着言情小说的桥段能在自己身上实现，此时一听不免有些讶异。月光照在廊上。范若若带着怜惜之情说道，我那未来的嫂嫂听说患的是肺痨，经常卡血，所以一直禁食游荤。你说的那位姑娘既然啃鸡腿，他想着哥哥先前说的场景，也不由笑了出来，那自然不可能是林家小姐了，更何况林家小姐的容貌据说只是清秀而已，绝对不如哥哥形容的那般美若天仙。范闲一想，果然如此，叹了口气，便将此事抛开不提，不过却也不会就此放弃寻找那位姑娘的想法，只是脑中又浮现出另一个画面，不由微微皱眉。肺痨，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肺痨等于是不治之症，自己虽然跟随肺界学习了1年，日后也没有断过各方面的修行，但对方既然是长公主的女儿，那么一定有御医看治，连御医都治不好的病，自己又能有什么办法？肺界不在，这真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天，范闲起来后，发现父亲、妹妹和柳氏都不在，在下人的服侍下吃了些清粥小菜，便准备出门。他打算去庆庙撞撞运气，看看能不能再遇到那位姑娘。正要出门的时候，范思哲却跑了过来，拉着他的衣袖，把他扯到了书房里，很认真地递给他几张纸。
范闲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发现弟弟的眼睛里面全是血丝，看来昨天晚上熬了夜，问道：“你夜里不睡，二姨娘看见了不又得说你？”范思哲嘿嘿笑了几声：“学你的，瞒着瞒着。”范闲笑了起来，手指头将那几张纸搓开，称和看了看，上面写着范思哲昨夜里做的计划书。虽然范闲前世并不是成功商人，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前世的商业气氛与今日的庆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加上他曾经从事过的特殊职业，这点自信还是有的。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问道：“你这个想法不错，不过我对京都不熟悉，所以书局的选址到底好不好，你自己斟酌。但有个问题，虽然书稿货源只有我们一家有，你印出去之后，怎么能够保证别家的书商不会盗印？”范思哲满脸狂热说道：“家里现在很清闲，那些家丁都没事儿做，可以让他们到街上闲逛，看见一家盗印的就砸一家。”范闲傻了，心想你就只会打砸抢，完全和他的期望值不符，苦笑着摇摇头。别看书商不起眼，其实利润不小，谁知道别家后面有没有什么背景？那怕什么？这书稿本来就是咱家的，他盗印还有理去了。范思哲嚷道。范闲提醒他，庆律里面可没有保护书稿不被印的条款，再说了，这书本来就没有通过8处审核，你若打官司去，只怕自己就要先赔银子。范思哲嘿嘿一笑道：“这个不怕，如果真要开书局，让咱们老爹写封信，8处那里不会不给面子。”范闲一想也对，自己这位看似寻常的父亲与那监察院的关系可是比一般人知道的要深很多，转念又道：“可就算摆脱了禁书的身份，你还是不能单靠打砸抢去消灭竞争对手。所谓打人不能打脸，你在京都大街小巷里赶那些中年妇女，封别人铺子，这可是撕破脸皮的做法。为了银子，两边的后台拼起来，大家都不划算，这怕什么？”范思哲白了他一眼，似乎觉得这位兄长有些妇人之仁，如果觉着没有名头，可以想办法定个规矩，以后按规矩走，如果别的书商再敢盗印，让官府出面就好了。范闲哈哈大笑起来：“规矩？难道朝廷的律法会这样细？仅仅因为范家要出一本书，就把律法改了？”范思哲摇头道：“律法怎么改？当然是走下面的路子，京都守备条例改动一下还是很简单的。叶仲家那个凶婆娘和柔家郡主关系不错，求姐姐去让晋郡王府和叶府说一声，不就成了？”范闲来了兴趣，问道：“京都守备条例还能管卖书？”范思哲一怔，想了想后说道：“里面好像有个条款是管流民游商，正好可以发挥一下。”范闲无比赞叹，心想眼前这小家伙果然有当奸商的潜质，官商勾结，城管大队这样狠的招数都可以凭空想了出来。只是他深知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问道：“你算过利润没有？10回一卷，每卷8两银，眼下一共68回，京都一共有64万人，1000人一卷也能卖出600多套去，细细一算，能卖出35840两银子。”范思哲津津有味地说着，这些入项他早就算得清清楚楚，洛东道的房租贵些，加上校订成本，印书的事情全部放给万卷堂去做，可以少操些心。万卷堂？范闲好奇发问。京都最出名的私刻本印方。范思哲阴阴笑着，他家大业大，但背后却没有甚可靠的人物，如果敢印咱们的书稿，就抄他个底儿翻天，赚的只怕更多。范闲郁闷的想要吐血，细算下来，年内至少能有几千两银子入账，如果真的能让别家书商歇了，这数目还要往上。范闲叹息道：“你也太乐观了，想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必先未雨绸缪。就说你预估的数目吧。京都民众虽然富庶，但每套要50多两银子，哪有这么多人出得起这价钱？”范思哲大惊，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范闲，说道：“你难道不知道你写的那书现在是个什么行情？”范闲瞪大了眼睛，心想《红楼梦》在前世乾隆年间逐渐风行，杂文中也见过说卖上100两纹银，但那是手抄本，流传不多的缘故。你若准备大型刊印，难道还能卖这么贵？范思哲叹息道：“前些日子听说京都府城家的小姐就因为看了哥哥写的这书，茶饭不思，痴痴呆呆，被府城夫人一把火将书稿烧了。那位小姐痛呼一声，奈何烧我宝玉，就此病了好久。哥哥，这京都不比别地，官员多如走狗游记，这些整日无所事事的小姐们又有多少？卖上几百上千套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范闲傻了，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提些点心去慰问一下那位可怜的府城小姐。又听着范思哲骄傲说道：“这只是小钱，等挣完这头一波后，哥哥再写个7、80回，这就不能海着卖去，得细细校订，做个真印本，然后全部私下拍卖，价高者得。谁想先看到结尾？谁想看到多姑娘到底嫁了宝二爷没？就得先把银子乖乖掏出来。”范闲一拧他的耳朵，骂道：“多姑娘和宝二爷又有个屁的关系？你这小子连书都没看过，就想卖？”范思哲委屈道：“昨天你在街上买的那本
回府后向姐姐要来看过，只是看了几十个字，觉得好生无趣，所以困着了。这位一心钻在钱眼里的范府小少爷实在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京都里的那些女人像发疯一样的喜欢这本嚼之无味的东西。得，不和你争这个。范闲无可奈何道，只是这些事务繁杂，你一个小孩童又要入学读书，哪来的时间做这些，还是等几年后再说吧。几年后，红花菜都凉了。范思哲惊声尖叫起来，那不然怎么办？你毕竟是范府子弟，若真的抛头露面去经商，这怎么瞒得过柳姨娘还有父亲？当心他们撕烂了你皮。范思哲痛苦无比说道。是啊，所以我决定向庆余堂借个掌柜，自己就只好隐藏在幕后了。范闲实在很是意外，眼前这个少年除了性情蛮横无理之外，在经商这方面竟是如此的有天赋，居然想到了职业经理人这一招，心神激荡下便将庆余堂三字有意无意地漏了过去。见小家伙心意已定，他叹了口气，从怀里取出这些年来积攒的银票，加上妹妹孝敬自己的递了过去，嘱咐他慢慢来，先和府上那几个亲客商量商量，养着那些人不用也不是个事儿。范思哲眉开眼笑地数了数，发现这个哥哥还挺有钱的，再加上自己存的那些，第一笔启动资金应该差不多了。范闲不再说旁的，只是小心提醒道，要走上层关系，打压下层良民，这种手法除了仗着老爹的名头之外，你还得许别人一些好处才行。哥哥这说的是哪里话？范思哲恶狠狠说道，贿赂自然是要给的，将来你若做了大官，总有让他们再吐回来的那日。范闲险些绝倒，赶紧推门而走。往日总觉银钞亦有别样一香，今日使之铜锈之味果然熏鼻。天刚正午，阳光炽烈的厉害，道路两旁的树木都淹了神，有气无力地垂着，不能给可怜的行人些许安慰与遮蔽。范闲在路边端了碗酸梅汤，小口小口地啜着，他知道喝得太快并不能解渴，而且肚子会受不了。他听着旁边树上的知了噪声，很是纳闷，这才几月份，春天都还没有过去，这夏天怎么就来加塞儿了？远处的庆庙在阳光之下显得格外庄严，将原本的一些秀清气全晒干了，黑色的圆檐反射着阳光，画面感很神圣。今天的庆庙比昨天要热闹一些，不时有民众进去参拜祈福。范闲有些好奇，为什么昨天自己去的时候会那样的冷清？他自然不知道，昨天那位贵人偷得半日闲时，道路两边早就布了关防，而他之所以能够施施然走到门边，与那位高手对了一计，全是依赖于某人暗中的纵容。五竹确实很纵容他，纵容他饮酒，纵容他瞎整，就连他想去庙里看看，五竹甚至可以为了这样一个很小的问题出手击昏那么多侍卫。范闲并不知道自己昨天实际上惹了多大的篓子，还好整以暇地坐在长板凳上喝酸梅汤，敲着二郎腿等着那位姑娘。离庆庙很近的一个房间里，阳光无法穿透入屋，所以显得有些阴暗凉爽。宫典冷冷地坐在椅子上，调理着自己的内息，让自己进入最佳的状态。昨夜他值晚，今天一大早却没有回府，而是又来到了庆庙。因为他想来想去，总觉得昨天那个少年出现的有些古怪，自己属下的那些小崽子在同一时间内被宗师级的高手击昏，与那个少年进入庆庙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宫典总觉得那个少年今天一定会再来这里，说不定那个不知道模样的绝世高手也会来这里。这是一种高手的直觉，虽然不见得准确，但值得一赌。但那个该死的洪太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只是一味在侍卫内部调查着，他只好一个人来了。宫典安静地坐在屋内，目光穿过窗楼下级狭隙的那道缝隙，冷冷地看着庆庙的门口。外面，范闲终于忍受不住太阳的曝晒，一口饮进杯中汤，解开襟上的两粒布扣，伸着舌头就往庆庙走去。范闲的脚步离庆庙越来越近，宫典似乎听到了什么，微微皱眉。漫天阳光之下，范闲的脚落在青石板上都觉得有些烫人，他似乎有些讨厌这种感觉，将脚收了回来。然后他系上胸前的布扣，微笑着转身回到卖酸梅汤的摊子旁边，又要了一碗，然后缓缓喝了下去，紧接着迈着悠悠的步子远离庆庙而去，只等上了在街口等待的马车后，才吐了口气出来，喊道：“速速回府。”滕子京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发现大少爷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范闲坐在马车上，回头掀开后帘往庆庙的方向望去，皱着眉头，不知道五竹叔为什么会传音让自己离开，更加不知道那里是谁在等着自己。宫典满脸冷峻地看着眼前，耳中听着那脚步声，竟是往回去了，双眼里金光一盛，便准备起身，不料却感觉到了身后一阵阴风吹来，自己的脖颈处一片冰凉。暮春时节，天热盛暑，宫典却滴了一滴冷汗下来。他的双手平稳地放在膝盖上，指甲修剪得很合适，而那把式样简单却锋利无比的快刀就摆在手前3寸处。然而他却不敢拔刀，因为他能感受到身后那个人比自己更强更快。宫典是公认的京都最强高手之一，
他这一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在戒备森严的京都内庆庙旁遇见如此强大的人物。身后那人的气势并不如何强盛，但那种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的完美感觉，宫典这一生只在师叔的身上见过他与京都守备是同门师兄弟，他的师叔是天下4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在他的认识之中，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宗师级的高手竟然会不顾身份，像个刺客一样出现在自己的背后。屋内安静了很久，宫典左手的尾指轻轻抖动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维持这种被动的军事，双瞳里寒光乍现，毫无先兆的他体内真气急出，整个人化作一道灰龙，左脚向后踢出，右手一勾，铮的一声轻响，刀锋割破空气，化作毫无畏惧的一斩，砍向了身后。一声闷哼，这一刀斩在了空处，先前那个神秘的宗师级高手早已不知所踪。宫典内力雄浑，如此舍体而出的一刀挥空之后，根本无法收敛神息，胸口如遭雷击，热流急冲而上，2道血从鼻孔里渗了出来。望着空无一人的地面，宫典的眼神里并没有恐惧，只有一丝迷惘。对方明显拥有轻易刺杀自己的能力，为什么最后却离开了？他转瞬间想到了昨天那位少年与自己极为相似的手法，心里猜测着，刚才一来即逝的宗师级高手说不定与自己师门有什么关联，所以才对自己手下留情。休息了一会儿，他神情有些萎靡地走出潜伏的小屋，准备回府。五竹为什么没有杀他？很明显不是看在叶流云的香火之情上，要知道五竹是一个连叶流云都敢杀想杀的怪物。其实原因很简单，昨天宫典让范闲吐了一口血，所以今天五竹就要让宫典吐一口血，事情就这么简单明了。回到范府，天时尚早，范思哲还在书房里鼓捣他的挣钱大业。若不知道是到谁家去了，整个园子里面就只有些毕恭毕敬的下人丫鬟，虽然有些丫鬟生的真是俊俏，但范闲此时心情不好，加上环境不对，当然没有调笑的兴趣，整了杯茶喝。他皱眉想着，今天在庆庙的人究竟是谁？对方在那里守自己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那位白衣姑娘留的家人专门在等自己？一想到这种可能，范闲的心就热了起来，但再想到五竹的传音，心马上就凉了。如果是自己猜想的模样，五竹叔一定会不管不问，他那个木头人对于儿女情事是不怎么好奇的。换了件轻快些的薄长，将腰间的系带胡乱一挽，范闲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有些意外的发现司南伯居然在书房里。今天部里事情少，范坚让儿子坐了下来，静静说道：你来京都也有几天了，不要整日只在外面胡闹。昨天在酒楼上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冲突以后能免则免，不要和你那个不成才的弟弟一样。范闲苦笑，也不想多解释，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开口问道：父亲，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那位林家小姐？范建似乎很吃惊于少年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笑着说道：等你成亲之后，天天要见的，难道还急在这一时？范闲抿嘴一笑，说道：成亲后是成亲后的事情，我可不想到洞房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家媳妇儿长什么模样。他想了想，又笑着说道：我看妹妹那位叶离儿还有柔家郡主他们也时常在外，这男女之防也没什么吧，青年男女见上一面自然不算过分。范建微笑解释道：但你要知道林家小姐身份有些特殊，她虽然姓林，但与宰相府里却没有太多关联，从小就是在皇宫之中长大，陛下为了皇家脸面，又为了长公主能够时常见着女儿，所以收她为义女，封为郡主。但这郡主与柔家那小姑娘又不一样。范建的声音有些压抑，虽然或许天下有很少的人知道她是长公主的女儿，知道她是林大人的女儿，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敢说，也没有人敢承认。她常年住在宫中，很少有人能够见到她，直到年初的时候，因为那件事情加上身体不好才搬了出来。范闲叹了一口气，正是听说她身体不好，所以才想去看看，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范建皱了皱眉，说道：你和费介只在一起待了1年半的时间，难道就敢说自己比御医更厉害？年轻人要谦虚谨慎一些。范闲应了声是，却仍然不死心。可是您总得让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吧？你娶她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身后所代表的东西。范建冷冷地看着他，你必须舍弃一切不实际的想法，像块石头一样坚硬地砸烂任何臣服的温情。范闲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说道：我觉得您这话说的臣服气也很重。范建微怒道：你是怎么说话的？范闲一笑，态度恭敬应道：以前就说过，我不是一个很好控制的人，难道你不想夺回本来就属于你的一切？范建似乎想到了什么，回复了平静。范闲一怔，然后很认真地说道：其实在儋州的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这个世上获得与自己能力相应的东西，如果能够拿回母亲的家业，我当然不会反对，但这必须建立在我的意愿之上。如果我愿意，我就去做；如果我不愿意，
我就不会去做，就是这么简单。范坚叹了口气，知道面前这少年和他的母亲一样，都是不可能被人说服的角色，眼中怜柔之色渐起，轻声说道：这次两家联姻的事情，真正的推手并不是我们范家，也不是宰相府邸，由于牵涉到许多事情，所以事情有些复杂。你既然一心想见见那位姑娘，那你自己想办法去吧，我是不好出面的。范闲行了一礼，应道：只要父亲应允，怎样去见，我自然会想办法。他想到先前听到的这句话，心头有些小小疑惑，问道：如果宰相大人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怎么办？司南伯冷笑道：我说过，这件事情后面有极大的力量，由不得他不同意。你不要忘记了，那位林家小姐其实并没有归宗林家，眼下的身份还是陛下的义女，宫中的郡主。4、5月的天气，范闲像是被人用一大桶冰水从头淋到了脚上，那叫一个寒啊！他直到此时才明白，自己的婚事因为牵涉到皇帝陛下决定将那一大笔产业将来由谁打理，所以根本不像表面这般简单，幕后真正的决定者竟然是隐在重重深宫里的某位大人物，只是不知道是太后还是皇帝。宰相为什么要反对？他皱眉问道。司南伯喝了一口茶，皱了皱眉，似乎嫌今天的茶泡的有些苦，用舌尖抵了抵发色的齿缝，含糊不清说道：上次不是说过了吗？范闲微微一笑，直接指出父亲的语病。上次您说宰相是怕陛下怀疑他与范家联姻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但事实上既然这门婚事是宫中点了头的，他还怕什么？范建一时语塞，半天才缓了过神来，笑着将茶杯搁在桌子上，说道：好吧，告诉你实话，其实是长公主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范闲一怔，心想这算什么事儿？闹来闹去，人家爹妈都不愿嫁，自己凑着热闹干什么？还不如一甩手求个干净，自个儿去求那贵人家的白衣姑娘去。想是这般想的，却知道这话说不出口。单看在长公主和宰相都反对的情形下，父亲大人依然可以说动宫中某位大人物，强行指亲，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当中，范家运用了多少隐在暗处的力量。长公主为什么又不愿意？他好奇问道，心里想着，那位林家小姐出身和我差不离，大家孔子对小仲马都是私生子，摆什么高姿态？此乃艺术，陛下万分疼惜那位郡主，甚至比公主还要疼爱一些。曾经酒后无意提及，若郡主大婚，便要长公主将手上的权力下放给郡主未来的驸马，免得皇族血脉日后如何如何。司南伯轻轻捋动颌下4寸之须，似乎心情很好。范闲一摊手叹息道：原来如此，看来这位长公主也是喜好权力之人，当年却不知为何不嫁给宰相，养儿抱孙岂不更加快乐？司南伯冷笑道：这终究是情之一字害人。当年若公主下嫁林若府，林若府贵则贵矣，却是无法一展胸中所学，又怎能像如今这般成为百官之首，风光无限？范闲皱眉，这才想起来，但凡驸马都不能入朝为官，只是空有爵位而已。你若娶了那位林家小姐，虽然她这郡主只是宫中叫着，没有上皇册，但你的仕途只怕也会有些问题。司南伯看着他皱了眉头，以为他在担心这个，所以干脆明说。范闲站起身来，微笑道：再说吧，也是，明年大比，过些日子你就要开始温书。范闲心想，难道自己还真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和那些范进们争神儿？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接下来司南伯又告诉他，第二天进郡王府1月1度的诗会又要开讲，让范闲做些准备。这句话落到范闲耳朵里，倒不像要自己去八股那般可怕，但想到可能又要被迫杜撰出几个卖私盐的老辛老苏老李老杜，范闲也有些头痛。范建看着他微笑说道：我知道你是有诗才的，在某些场合不需要太过隐藏锋芒，虽然宫中有人助这婚事，但如果你在京都文场能得些美誉，长公主那里嫁女儿可能也会甘心一些。范闲苦笑着应了下来，知道自己往时给妹妹的信，看来面前这个老不休通通偷看了，那自己写《红楼梦》一事自然也没能瞒住他，只是看父亲居然一直忍到现在才暗中点名，不由暗自佩服对方的隐忍老辣性情。这个时代没有星期天，就算你工作，也没有上帝会拿刀来劈你。同理可证，这个时代也没有星期1、2、3、4乃至5，总之就是没有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明显分别。商铺必然是每天都开，布是每天都办，据说连皇帝陛下批奏折都没有停一天的可能。但对于京都里随处可见的高门大族子弟而言，每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玩了。16年前大战之后，北魏分裂，积弱难起，西蛮远遁，只有千匹胡马在阴山那里吃草。皇帝陛下一声令下，就让大皇子领着10万大军跑到西陲去扩边，这也是玩其实庆国武风颇盛。但皇帝陛下打厌了之后，忽然变得喜欢吟诗作对，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别的高门大族子弟大部分没有做事，又没有资格带兵玩，好在都要准备科举晋升，可以玩得文雅。
玩的与那些贩夫走卒拉开层次，要读书，又要解书，要读诗，还要写诗。所以眼下京都最风行的不是武道高手之间的决斗，而是所谓诗会。晋郡王府的诗会与太子召开的诗会是京都里最热闹的2个社交场合，每月一次，风雨无阻，不知多少平门才子、韩家诗人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面钻，想借一诗一词一句名动天下，求个晋升的阶梯。太子好文，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而晋郡王虽然是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却一向立志做一个富贵贤王，所以并没有太大权势。两相比较，那些有着明确目的的门人自然更愿意去太子那边。但是如果能得到晋郡王世子的一声称赞，也是大长名声的好方法。所以每次诗会时，在市心门外不远处的郡王府总会迎来许多客人。这些客人有的坐着轿子，有的坐着马车，也有人步行而来。但门口的那位老管家却是一视同仁，验过名帖之后恭谨请入。范闲坐在轿子里面，脸色十分难看，一阵青一阵白，时不时捂住自己嘴唇，强行压下呕吐的冲动。因为想到是来参加诗会，斯文盛世，坐青莲小轿可能应景一些，所以他要求和妹妹坐轿子，只是常年住在儋州海边，船晃不晕他，这轿子却让他晕得有些厉害。他一边难受着，一边拉开轿边侧帘，有气无力地问滕子京：“还得有多远？”滕子京忍住笑意，回答道：“过了路口就到了。”范闲哦了一声，又坐了回去，双手指如兰花一站，将拇指与无名指搭在一处，任由真气缓缓释出，洗刷着内腑，烦恶烧去，但终究治不了晕觉。此时他的心中有极多的疑问，正盘桓不去，加上身体不适，所以眉头如锁皱了起来。这些天在府里住着，总觉得父亲大人与自己想象当中很不一样，而且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比如他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自己这个私生子？难道真是因为母亲，所以爱屋及乌的关系？他转头向郊外看了一眼，隔着薄薄的青布看着坐在马上的那个人影，心里知道滕子京虽然目前倾向于自己，但毕竟是父亲的人，自己不可能完全相信。他叹了口气，心里想着一定要给自己找些可以信任的手下才行。五竹叔像鬼魂一样，可不是自己能随意指挥的角色。范闲很想知道自己的母亲从前在京都里做过些什么，和自己的父亲是如何认识的，又是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好奇和如慕，而是他认为只有知道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现在以及将来。在郡王府里，一处园子门前，几名世子正受宠若惊地向一个年轻人行着礼。他们断断想不到，今天的诗会，晋郡王世子竟会亲自在园门外迎接。2台青莲小轿慢悠悠地晃了过来，晋王世子有些不耐烦地与那几位行礼不迭的家伙拱了拱手，便迎了上去。直到此时，那几名世子才知道自己会错了意思，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情，依旧自矜地笑着，潇洒的一拱手，在管家的带领下往后园去了。王府门口的下人们也有些好奇，是何方贵客，竟然可以让世子亲自出门相迎。等看见从第1台轿子里走下来的那位黄衫罗裙姑娘，下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范府的大小姐到了。不说晋王府与范府之间的关系，单论柔家郡主与范小姐的私交，女子不方便抛头露面，这在员外迎一下也是应该。若若妹妹，晋王世子姓李名洪城，在京都内的风评一向与青楼之类的地方离不开关系，但在范小姐面前，世子却是眼观鼻，鼻观心，显得十分守礼。范若若微微敛身问世子安，然后微笑说道：“柔家今天又出的什么题目？”世子笑答了几句，眼光却时不时地瞥向后面那台轿子，心想都半天功夫了，那位仁兄怎么还不下来？已有下人走上前去，很恭敬地将轿帘掀开，不料轿中空无一人。一时间，郡王府众人大惊，心想这演的是哪一出？范若若掩嘴一笑，解释道：“哥哥在后面。”说话间，众人便看见16、17岁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从不远处赶了过来，身边跟着一位亲随。这年轻人身上穿了件淡绿色单衣，领扣也没有系好，看上去不免有些轻浮，但一配上那副可爱亲切的干净脸庞，旁人便感觉这人便应如此放松打扮才是。抱歉，抱歉。范闲对世子抱拳行了一礼，尴尬说道：“晕觉，所以一路走着来的，天又热了些，所以先前在府外喝了碗酸浆子才来，晚了。不晚。”李洪成一见这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年轻人，便觉十分欣喜，哈哈大笑道：“范兄能来便是好的。”范闲听见他的称呼，发现比前日多出了一个范字，一时间不知道对方是想表示怎样的态度，略顿了顿，微笑浮上脸庞。王府外面的酸浆子都比别处要好些，自然是要来看看。世子李洪成微微一笑，见对话答话竟是轻轻飘到天边，更觉得有意思，将手一领，接着他兄妹2人入了园子。范闲在儋州的时候就知道妹妹做的一手好诗，虽然在他看来这些诗其实往往也只是伤春悲秋，逃不出某些框框，这个时代依然是有好诗的，但很显然经常来参加诗会的太子党
和那些年轻书生们并没有太强的造诣，所以范若若依然有了小小失明。所以他很好奇，在这样的场合里，妹妹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那位造成《红楼梦》外流、便宜死了盗版书商的柔家郡主又长得什么模样？但是跟随李红成走进回廊流水的后花园，他才知道，原来在这样一个看似开放的国度里，依然是男女分坐。女士们坐在湖对面一个亭阁之下，前方有层层白色幔纱挂着，随清风而舞。范闲有些失望地跟着世子走到湖的另一边，看着远处随风飘动的轻纱，不由想起了前世最爱的周星星，在内心深处叹道：真有初恋的感觉啊。进郡王府后花园中，想到两家相熟，世子请范闲自便，便去招呼旁的客人，毕竟今天来了几位有些刺眼的人物。范闲却不知道今日平波之下的暗流，随意走着，在看似散乱的座位之中，找到符合自己性情的偏僻处，坐了下来，看见几上有酒，很自觉地倒了一杯，小口抿着。只见四周无白丁，交谈必引经。范闲心里叹息一声，抬头望天，暗道：幸亏今天太阳不是太毒，不然这什么劳什子诗会上又看不到美女，还要听酸词儿，再被太阳一烤，真要变成醋溜风干鸡了。世子们看似随便坐着，实际上都围着正中草地上的那方小几，所以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边上的他。靠着他边上的几个贵族子弟看他面生，却又是世子亲自领进来的，于是好奇的上前行礼相见，准备套些背景。哪料的范闲笑容可掬，言语却是无缝，哈哈半天，那些人依然不知道这个漂亮的年轻人是谁家子弟，聊了几句，不免觉得有些无趣，所以各自讷退开，静待诗会开场。话说这日不比前几日，阳光温柔，杨柳飘拂，洋洋洒洒的春风可着劲儿地往人衣领里钻。春木之风当然没有什么俏寒力道，像无形的小手般轻轻动着，十分舒服，正是睡觉的大好晨光。范闲本不是一个浪荡形骸的狂人，所以起先还堆着笑脸，强睁着眼帘，听着场间诗来词去，看着席上酒来愁往，但被这春风一吹，小太阳一晒，觉得诗会实在无聊，所以感觉脑袋渐渐昏沉，便要睡去，只模模糊糊听着几个句子，像什么梦中雷州道，又来走这遭。须不是山人所驾高，十字朝又有酒杯浓，一葫芦春色醉流翁，一葫芦酒压花烧重，还有东夷人物尽飘零，赖有斯人上老成。范闲暗掐了掐自己的虎口，让自己清醒一些。虽然自己不大喜欢吟诗作对，但在这种场合里，总不能流露出16年依然没有洗刷干净的前世性情。于是他微笑着，却有些木然地望向场中，这一望，却看见了几位半熟不熟的人物。这几人坐在湖边最舒服的位置上，正是前天在酒楼上发生过冲突的郭宝坤、贺宗伟一行人。范闲微微皱眉，心想晋郡王世子明明知道范府与郭家那天的意气之争，为什么今天却偏偏两边都喊过来了？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注视，正隔着一片湖面向对面的家人们展现自己成熟稳重风姿的郭宝坤转过头来，一看是范家那个使黑拳的，面色一变，再也无法保持儒雅风度，下意识里把手中正在招摇的折扇扔在了桌上。场间正有一位太学生在讲解经义，所以没有多少人注意到郭尚书的公子有如此反应。与郭宝坤同桌的那几位顺着他的眼光望来，一下子就发现了躲在偏僻处的范闲，众皆变色，心想己等是满腹藻华的读书人，今天又没有带护卫，待会儿若那范府小子再使一招黑拳，谁上去挡着？范闲却是微笑望着他们，点了点头，像是朋友一般打了个招呼。那一桌人低声商议了一些什么，脸上渐渐流露出来略显阴沉的笑容，一向阴沉的郭宝坤脸上却是多出了几分快意，只有那位贺宗伟似乎一脸不以为然。不知道湖那边白幔之下的姑娘们在做什么，但早有府中女使不停将那边女子做的诗篇抄录后送到这边，供诸位才子品评。世子朗声笑道：虽说巾帼不让须眉，但这文学之道不比斗蛮力，诸君不用客气，可不能输给那些弱女子。众人齐声称是，笑语渐起，便有人出主意，以某物为题，作诗一首，则其最佳者3首，与对岸相和。郭宝坤那桌上一名书生眼珠一转，拱手道：晚生不才，不知便以为湖水为题如何？极妙，今日碧波浮金，有人作托；即是看那湖光山色，有人作庄。郭宝坤眼珠一转，望向范闲，高声说道：不曾想到今日范少爷也来了，不如这轮便由范少爷开始吧。范闲今日来，本就是依父亲大人的命令，在京都众人面前亮个相，摆个身段而已。听到要自己作诗，微笑摇头道：我可没那个本事，还是诸位请吧。见他退让，郭宝坤愈发觉得对方果真是个绣花枕头，冷笑说道：前日范兄在一旦居中高谈阔论，将这天下才子尽数不放在眼里，今日一见，竟是令予指教，看来眼界果然极高。听他如此说法，场间众人才知道，原来两边早有嫌隙，这是借尸寻衅来了。府中大半都是晋王府客人，虽不知道范闲是谁，但看他与世子似乎相熟，所以有人便在猜是不是范族子弟，却没有几个人猜到
他是司南伯范建的儿子。见旁人议论纷纷，郭宝坤喝了口茶，阴沉笑道：“这位范兄，便是近日进京的那位，诸君应当听过才对。”众人都不是蠢货，一下就知道了范闲的身份，再看向范闲的眼光便多了一丝怜，一丝不屑，诸多复杂情绪。范闲面色不变，犹自挂着浅浅的微笑，却是坚持不肯作诗。晋王世子看着他面上的笑容，愈发瞧不清此子深浅，眼瞳里闪过一丝异色，圆场道：“诗在诗意，范师兄今日无意，诸君还是自行吟诵吧。”范闲自懒懒地半倚在斜脊之上，看着场中诸人你来我往，听得对方乏善可陈的句子，十分无聊。这副模样落在旁人眼里，却是有些放肆，不免有人讥笑道：“范家小姐诗文闻名于京都贤达，不料范家少爷却是另行莫言之道，实在是出人意料。”郭宝坤压低了声音笑道：“毕竟不是府里养大的，当然要与众不同。”虽说他压低了声音，但其实还是刻意让深州人听得明白，庆国虽然风气开放，但私生子的身份终究上不得台面，而范闲的身份更是敏感。听他刻意这样说，一时间场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味道。湖后白幔之下是一个亭子，5、6个姑娘家坐在里面，有的在吃着果子，看着湖那边捂嘴笑着什么，有的在皱眉提笔想着什么。看这些女子穿着非富即贵，想来都是京都官宦家的小姐。其中一位身着淡黄色紧身小马甲的姑娘，眸子异常清亮，就像是半透明的西海玉石一般，正是范闲在京都外曾经远远瞥过一眼的叶灵儿，京都守备的独女。叶灵儿的目光往湖那边一扫，转过头望着范若若问道：“若若，你家那个见不得人的今儿也来了吗？”范若若听着这话，心中无名火起，将手中毛笔重重搁在案上，淡淡道：“叶灵儿，平日你这张嘴就像你家那些刀刀枪枪，有些棱角倒也罢了，今日又是从哪个酱房里回来，染了这么些气味？”庭间诸女听见这声儿，唰的一下全静了下来，谁也料不到井口秀心、温柔无比的范家小姐居然也有如此说话的时候。叶灵儿心里因为某件缘由对范府那个私生子十分厌恶，所以先前说话才会如此无礼。此时见向来温柔的范家大小姐对自己说话如此刻薄，哼哼2声，怒上心头，却是一时找不到话来反击回去。柔家郡主正在范若若身旁磨墨，听着二女之间的对话，嘻嘻一笑，天真说道：“你们2个平素也是极好的，怎么今天偏偏像吃了黄石一般？”柔家郡主在这些姑娘之中年纪最小，身份最为尊贵，偏生性情最是温和，所以她一说话，倒让气场之中的2个一时不好再发作。叶灵儿冷哼一声说道：“谁知道范大小姐今日是如何了？”范若若微微一笑，强忍怒气，长长的睫毛一抖一抖。虽说是官宦家女子，而且范若若素有才女之称，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些28年华的青春女子，心里谁能忍住多少？温柔应道：“于社兄长，小妹自然不敢无礼。”叶灵儿冷笑道：“我又哪里无礼？难道今天与你一同来的那位已经认祖归宗，上了范氏宗谱？”范若若冰雪聪明，当然知道叶灵儿是为了何事迁怒于哥哥，冷冷一笑，也不回答，只往庭外走去。不知为何，叶灵儿也随了上去。柔家郡主轻声哀了一声，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庭间诸女也不知道叶灵儿说的那人是谁，更不知道二人为何忽然动怒，不免一头雾水。庭外丫鬟们并没有跟上来，范若若说话也直接了许多，面色一沉道：“你与林家小姐交好，那是你的事情，她不甘心嫁给我哥哥，是她的事情。可若你再对我家兄长对言不逊，休怪我不再顾往日的情分。”叶灵儿极好看的皱了皱鼻尖，埋怨道：“昨日你来我府上，我就与你说过，晨儿根本不愿嫁你那哥哥，我要你回府去说说。谁知你今天还把他带到郡王府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存的什么念头，只怕就是想借机在这诗会上抢些名堂。”好为他住嘴不言，十分恼火的一挥衣袖。范若若见他神情，心里叹息一声，发现这些小姐们看待事情果然如同哥哥说的那样单纯至极，说道：“你要我与谁说去？父亲大人还是哥哥？你也清楚，像我们这种人家，婚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自己决定。”叶灵儿咬咬下嘴唇，带着丝期盼说道：“要不然让你哥哥离开京都吧。”范若若皱眉看了他一眼，发现对方说话实在是有些荒唐可笑，他却哪里想到自己可能受范闲影响，所以显得成熟许多，但对方却依旧是那个不知人间疾苦的贵族少女。少说这些荤话了。叶灵儿望着他冷笑道：“你那哥哥什么身份？我那林姐姐又是什么身份？”范若若微笑道：“我那哥哥有父无母，你那林姐姐无父无母，什么身份？还是这等身份。那林家小姐虽说是宰相私生女，宰相却是不敢认她，不能认她。而至于她的母亲，更是庆国感知而不敢言的秘密，所以说她是无父无母，倒也不为错。”叶灵儿似乎想不到范若若微笑之下说出来的话竟然如此尖刻，气得双唇微抖，压低声音恶狠狠道：“你以为这婚事就定了吗？谁知道将来有些什么变故？”范若若心里却是微微一凛，
脸上却依然满是温柔微笑，只是往前缓走了一步，拉近与叶灵儿的距离，却压迫感十足回应道：“你也许不是很清楚我那位兄长，不过我劝告你不要做些什么不得体的事情。至于这门婚事，我也不认为就定了。也许哥哥见过你一心联系的那位林家小姐后，说不定马上就逃出京都了。”叶灵儿虽然有一身家传武道修为，但在这文弱女子面前却是气势渐低。就凭你那哥哥，也敢对晨儿挑三拣四？范若若叹口气，神态像极了范闲某些时候会表现出来的味道，说道：“我只是不明白，这是范府与他家的事情，你这么着急是为了什么？”叶灵儿想了想，放低姿态轻声说道：“你也知道林家姐姐身体不大好，既然如此，何必要逆她的意思，让她嫁给一个她不想嫁的人？”这话算是扎中了范若若的心尖儿。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哪个少女不想嫁给自己想嫁的人？将心比心，范若若也知道那位无力把握自己爱情的林家小姐确实有些可怜，但是这件事情首先由大人们决定，其次再看哥哥的意见，我是没有什么法子的。叶小姐，她微笑着回应了最后一句。这时候柔家郡主终于担心他们之间的冲突，走出亭子来寻他们，看见他们似乎还好，不由松了一口气，甜甜说道：“回去吧。”范若若忽然眼神一凝，柔声说道：“叶小姐，听说您那位朋友身体不行，正好家父认识一位名医，不知道方不方便去那位小姐府上看一看。”叶灵儿是京都守备叶中的独女，家学渊源，可惜都是在武道之上，所以没有落个文雅淑静的性格。有个四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当叔祖，叶家在庆国的地位本就有些特殊，但这小姑娘本身却不是什么霸道蛮横之辈，只是心疼林家姐妹天天病榻之上缠绵，还要被迫许给一位未曾见过面的男子，所以显得着急了些。前些日子，京中少数高门之间流传着一个消息，听说宫中准备将林家小姐指给范福远在儋州的那位私生子。这消息一出来，林家小姐羞怒相加，夜里又受了些风寒，咳了几口血，病情加重。叶灵儿本在定州兄长处，听到这事赶紧回京，正是范闲在城外门看见的那个场景。又过几日，京都传闻范府那位私生子已经回京了，只是和范府小少爷范思哲一样，都是个横行霸市的纨绔子弟。这个消息让叶灵儿更是恼火。他昨日去看林家小姐，发现她眉眼间略有羞意，几经盘问，虽然没有问出什么，但猜出来林家小姐一定是有了心上人。他不忍心见姐妹伤心难过，所以去求父亲向宫里求情，断了这门婚事。谁料到竟惹得父亲大怒，没办法之下，才请范若若过府，是想看看能不能有办法将这婚事缓上一缓。原本也知此事不大可能，但总得试上一试，才算尽了姐妹间的一场情谊。叶灵儿看了一眼柔家这个性情温柔的小姑娘，再看向范若若的眼神就趋于平静。她今天才知道，原来范府这位一向以恬淡闻名的若若小姐，竟然骨子里也是位厉害人物。此时听对方要介绍名医，淡淡说道：“不用了。”范若若却是没有就此罢了，微笑说道：“若真是心疼那位小姐，让那位名医去看看，又怕什么？御医都没有太好的法子。你说的那位名医。”叶灵儿强忍着不在郡主面前流露出不屑的神态。范若若极有礼貌解释道：“那位医生是费先生的学生。”叶灵儿轻咦一声，眼中一亮，上前拉着范若若的手：“那就麻烦姐姐了。”说完闲话，三人便回了亭子里。其余的姑娘们看见这两位小姐面色平静，以为事情已经了，才松了一口气。旁边自有丫鬟婆子们在服侍着，又有女使将已经抄好的诗卷送到湖对面去。过不了几时，湖对面那些才子所做的诗也抄了过来。诸女翻检着看，见或赞叹一声，范若若却支着盒看着湖对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叶灵儿想到那人，好奇接过诗卷来，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却没有看见有姓范的落款，惊讶问道：“范公子的诗呢？”他心想，范府既然是让那男子来王府博名，那便断断没有藏着掖着的道理。女官恭敬说道：“范公子并没有作诗，如何如何？”柔家郡主看了栏边的范若若一眼，小姑娘天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纳闷，追问当时的场景。直到此时，亭子里面的诸女才知道，湖那边的唇枪舌剑比这边也不稍弱。柔家郡主甜甜一笑说道：“若若姐姐，你怎么不来看这些才子诗作？”诸女议论之时，范若若早听在耳里，知道兄长在湖那边受辱。她从栏边回头，平静的眸子里其实隐藏着一丝怒意，冷冷道：“这些人也会写诗？”诸女虽然一向知道范家小姐精通诗文之道，但听见她说出如此言语，还是有些意外。范若若回身拾起砚旁细毫，在纸上悬腕而挥，写了几句，待烧干后递给女使，吩咐道：“送这两首过去，让那些人看看。”女使领命而去。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且说湖这面郭宝坤暗点范闲身份，闹得满座俱静，场间气氛有些怪异。靖王世子眼眸里闪过一丝怒意，觉得太子手下这群人果然毫无体统，轻轻握紧手掌，暗自想着是不是要给对方一点教训，但转眼一看范闲模样，又觉得此子定有应对的手段，应该不用自己出手。
司南伯让范闲来参加诗会的原因很简单，是要让他出个大大的名，抢个入京头彩，以便打动那位长公主芳心。但范闲却似乎一点也不着急，真让人瞧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待众人所作诗词送到胡亭之后，过不多时，便有女使回话，将范家小姐做的诗递给了郡王世子。郡王世子眼光一瞥，不禁眼睛一亮，脱口而出：“好。”身旁幕僚顷刻凑了过去，细细一品，也是频频点头。果然不错，只是他是觉着这诗由一女子写出来，总有些不对路数。但想到范家与郡王家的关系，所以住嘴不言。众人好奇，纷纷凑了上来。只见那纸上用娟绣小楷写着：“8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儋州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好诗，果然不愧是范家小姐所作。贺宗纬也夹在这些人当中，称赞的声音格外响亮，似乎要传到湖对面去。写湖景洒然，转议论自然，实是佳作。郭宝坤却皱眉道：“眼前小湖一方，用气蒸似乎不大妥当，何况云梦泽在南方，儋州城却在海边。范小姐只为字面漂亮，在这自然二字上却欠缺了一些。”晋王世子却从这首诗里看出了别的味道。所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虽然隐晦，却仍然透露出作者不甘心为隐，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心思，是个干夜诗的套路。他转头望向一直安静坐在偏僻处的范闲，心想这诗莫不是你做的？但这诗确实不错，所以众人交口称赞，没有几个人附和郭宝坤的意见。世子正思酌间，已经有人将意见转到对岸，范小姐的解释也已经来了。湖是水，海亦是水，由云梦而思之东海。我家兄长身作儋州，心在江海，随意用之，有何不可？此诗乃是家兄10岁所作，今日超出，只为请诸位一品。话里前面的意思先不理，但却明明白白说清楚了。这首诗不是范府小姐所作，却是那边一直默然不语的范闲所作。这个时候，河源世子在望向范闲的神色就不再是不屑与复杂，而是充满了震惊与不解。10岁便能作此诗，这范闲难道是个天才？刷刷刷刷，无数道目光射向范闲的身上，他腼腆的一笑，拱了拱手，没有咂的花头巾冒充艺术家，毕竟他是范闲，不是范伟。世子看着他这模样，险些笑了出来。范家小姐说的那些话，他是不会信的。一个10岁的少年或许真能写出好诗，但像这种小心翼翼拿捏分寸的敬业诗，应该不会写。他估计是范闲昨天夜里写好了，今天才故意让范若若拿出来，好在诗会上一举惊人。他并不反感这些，反而觉得有些有趣，像范闲这样看上去十分洒脱的人物，居然也会写出这种诗来。范闲并不知道晋王世子在想些什么，只知道这首前世孟浩然拍张九龄马屁的诗，比场中这些人的水平还是要高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就很满足了。至少这满足了父亲大人的交代。郭宝坤看着场间众人的眼光，心头大怒，万万想不到这个绣花枕头居然还有这样一首保命之诗。他不肯善罢甘休，冷笑说道：“不知范兄还有何家片？毕竟这是您10岁时的大作。”话中的意思明显不相信这首诗是他自己写的。范闲心里叹了口气，心想为什么总有人喜欢逼自己做这些事情呢？说起作诗作词，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谁是自己的对手？毕竟自己是李杜苏三神附体5000年势力加持的怪物。微笑应道：“我向来不做命题作文的。”郭宝坤看他有恃无恐的模样，咬咬牙道：“那请范兄随意作首，让诸位京都才子也见识见识。”范闲皱皱眉，冷冷地看了这个讨厌的家伙一眼，然后抛下了一首诗，起身便离开了花园，在王府下人的带领下上茅侧去也。此诗一出，掷地有声，泉源皆惊，落花流水，横扫千军。一阵喝彩之后，众人兀自品味着其中滋味。郭宝坤的脸上也是青一块白一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世子此时再也顾不得手中扇子该如何拿才不会中了范闲风骨之瓶，啪的一声合上扇子，吟诵道：“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大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哀清无边不尽，万里秋客百年病独，千古忧愁尽在浊酒一杯。”好诗，好诗！世子大声赞叹，忽然想到自己那位外表悠闲，实则心头苦闷的父亲，不知怎的，竟是心中一酸，复又一凄，摇头良久无语。只是许久之后，他才醒过神来，你范闲小小年纪，虽然身世凄苦，又怎能说血病多病？这真是不可解，完全说不通。但众人犹自沉浸在诗句气氛之中，看着夕阳西下，不论达者还是寒门，都生出些许人生无常、悲戚常在之感。所以众人无意间将范闲的人生经历与这诗中的沉重丝毫不协之事完全忘记。
也没有人怀疑是他人代笔。毕竟这首诗非诗坛一代大家断然做不出来，若是一代大家，便是为天子代笔也不愿做，更何况是范家一小儿。有这一首诗，范公子今后就算再不写诗也无所谓了。晋王世子叹息道。湖畔才子们各自默然，知道今日自己是无论如何再也做不出更好的句子来，所以整个诗会就因为范闲的这首诗而陷入了沉默之中，却没有发现作者早就溜走了。其实这首诗并不合景，也不合时，但范闲实在是憋急了，所以赶紧背了一首打击完敌人了事。憋急了，一方面是说被那个叫郭宝坤的小混账给憋急了，另一方是他真的有些急。先前无聊，喝的酒水稍微多了一些，提着裤子从茅房里出来，他十分舒服地叹了口气，系好了裤带，从下人的手上接过毛巾，擦了擦手。回去的路上，他忽然看见有一片苗圃生的十分喜人，嫩绿的叶子，碎碎的小花，在高树之下，目光之中透着一股子生机。范闲回身问那下人可不可以去逛逛。下人当然知道这位是范府的大爷，那范家小姐和思哲少爷向来在王府里是随意走动的，自然不会说个不字，恭敬地回答道没有问题。范闲有些高兴，将下人遣走，自己走进那方苗圃，随意观看着，发现这圃园里倒没有种一般大户人家喜欢的奇花异草，反而是种了许多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看模样都粗拙得很，应该是些野菜或者农作物。他有些好奇，这晋王爷家里真是与众不同，居然种这么些东西。在园子里随意走着，天光其实还是很亮，只不过头顶上有树木遮蔽，所以显得比较幽静，可以听见头顶鸟归巢时的欢快鸣叫，身边全是绿绿的颜色，很是舒服。范闲德已摆脱那个很无趣的诗会，大觉快意，哼着小曲往深里走去，一面走一面笑着想到，不会像段誉一样碰见个仙女姐姐吧？你是谁？一个人从植物丛里站了起来，很好奇地看着范闲。范闲一惊，心想凭自己的耳力居然走到这么近才发现对方，如果对方是个杀手，那自己一定完蛋了。这才发现自己入京之后警惕性似乎减少了很多。他看着眼前这人自嘲一笑，对方当然不可能是王语嫣，也不可能是自己念念不忘的白衣女子，而是一位40-50岁年纪的花农，手里拿着锄头，脚边放着泥筐，面相中正，眸子里的神情微有慌乱，想来是见着范闲的衣着打扮有些敬畏。范闲微微一笑，对着花农拱手一礼道，惊着老人家了，我是王府的客人，顺路走到这里来，看这片圃园收拾得极好，所以逛一逛。老花农将手在衣服上擦了两下，似乎不知道该如何行礼，听见他称赞这片园子收拾得好，有些憨厚地笑了起来。范闲四处看了看，发现左右无人，所以干脆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接过老花农递过来的水壶，也不嫌弃，喝了几口，随意与他聊些种花种草的事情。他对这方面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听着花农眉飞色舞的讲解有些新鲜，但听多了也有些厌烦，本想离开，但想到那个更加厌烦的诗会，还是罢了，叹了口气。听见这公子哥叹气，花农好奇问道，公子怎么不高兴？王府诗会很无聊的。范闲向他眨了眨眼睛，心想对方不过是个仆役，一定不会对诗会感兴趣。果然，花农很郑重其事地点点头吟诗作对，都是闲人才做的事情，又不能换碗饭吃，真是些蠢猪。范闲一怔，心想这岂不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旋即心头一动，哈哈大笑道，确实是蠢猪。他终于想明白了某些事情，吟诗之事就此挥手不提。诗会散后，个人各自回家或翘家，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要到第二天才传遍了整个京都。当天晚上，晋王府日常家宴，世子本准备去醉仙居风流，结果被老管家请了回来，有些不自在地坐在饭桌上，和妹妹一起等着父王训话。晋王爷坐在桌头，竟赫然便是下午范闲在苗圃中聊了半天的老花农。他看着下方一向自命风流的儿子，不知从哪里来的怒气，骂道，你这蠢猪，天天就只会去那些地方。世子李洪成知道蠢猪二字是父王的口头禅，也不如何生气，苦笑应道，父亲今日又因何发怒？晋王爷哼了一声，没有继续发作，问道，今天你又开那个什么诗会了？李洪成一怔，苦笑应了声是。他知道父亲不喜欢这些文人的事情，但是自己要为二皇子拉拢京中文人，这些事情总是需要做的。出乎他的意料，晋王并没有生气，反而感兴趣问道，今天来诗会的有个小子，穿着一身淡绿色的单衣，那是谁家的小子？李洪成心想，今天来的人杂，自己哪记得住这么多？晋王皱了皱眉，似乎在想那人的特征，憋了半天之后说道，那小子长得很漂亮，像个娘们似的。李洪成扑哧一笑，知道父亲说的是谁，赶紧回答道，您说的一定就是范府的那一位。晋王眉毛一挑，竟是露出了几丝凶戾之气，暴喝道，什么？你说他是范建在儋州的那个儿子？我干他娘的，就范建那模样，也敢生这么漂亮的儿子？柔家郡主在一旁听着父王爆粗口，
脸都羞得红了。不过他也很感兴趣，若姐一直奉若师长的那个男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李洪成有些恼火地看了父亲一眼，心想幸亏没有下人在旁边。不过转念一想，下人们应该早就习惯了靖王那张嘴，赶紧问道：“父亲大人问那少年做什么？”“做什么？”靖王哼哼了2声。他下午撞见不知自己身份的范闲后，便觉得对方有些面善，却总是想不起来。又因为范闲讨厌诗慧，却能听他说了半天自己最得意的示意之道，所以有些喜欢那小子。但他却没料到，那个漂亮小子竟然是范建的儿子，心头一阵火起，继续教训道：“你要学那个，他叫什么名字？”“范闲。”“学那个范闲，别看他出身不正，但是眼光还是很好的。”靖王叹了一声，看着自己的儿子教训道：“范闲这人能和一个花农说半天话，你却太过于自重身份。要知道自今这种品性，实在是很不适合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情。”世子李洪成知道自己与二皇子交好的事情，当然瞒不过表面忠厚暴躁、实则精明无比的父亲，赶紧应了声势。吃完饭后，世子正准备回书房读书，以便让父王心中高兴些，哪料到靖王沉吟半晌，却说道：“你刚才不是准备去醉仙居吗？醉仙居不是酒楼，而是青楼，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世子心里一紧，赶紧连道不敢。靖王爷盯着他的双眼，骂道：“男子汉大丈夫，想去就去，别这么毫无担当。”说完这话，便喊人把他踢了出去。李洪成直到坐在醉仙居的雅座里，抱着京都最红的清官人圆梦姑娘，仍然有些寒冷地想着，为什么父王今天会忽然变了性。深夜的靖王府中，靖王爷一边喝着酒，一边痛骂道：“狗日的范建，当年最喜欢泡妓院，居然还生出这么个漂亮种来，老子也让儿子去泡去，将来也抱个漂亮孙子。”靖王逼子嫖妓的家事暂且不提，先说范闲待诗慧散后，早早地钻进了轿子，与滕子京和几个护卫会在了一处。诗慧散后，众人对范家子弟那首诗是议论纷纷。见到范府轿子，有些世子便上来与他告别，范闲赶紧下来，一一微笑送走，又吩咐那几名护卫将若若送回府去。范若若上轿之前，向他点了点头。范闲知道那件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精神一振，便开始安排晚上的事情。郭宝坤肯定是住在尚书府上，每隔大约3天要入宫一次，名为编纂，实际上就是太子伴读。范闲皱眉道：“太子今年多大了，还要伴读？”太子是皇后亲生，在皇子中排行第3，今年已经18岁了。范闲好笑道：“18岁的大人还要伴读做什么？”滕子京苦笑道：“只是贪玩而已，所以找些人明目张胆的陪着玩。难道皇帝也不管？这小人就不清楚了。”从前些天酒楼上的事情发生之后，范闲就担心那位郭宝坤会咽不下心中闷气，会有些什么下作手段，所以吩咐滕子京打探了一下，也摸清楚了郭宝坤常去的几个地方和回家的路线。今天诗会之上，那姓郭的小匹夫言语带刺，范闲就算性情再好，也只能保持表面微笑，内心深处仍然是十分恼火。只是他此时才想明白，原来自己让滕子京去打探那些事情，竟是潜意识里早就做好了欺负郭小匹夫的准备，而不是担心被郭小匹夫欺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主辱。范闲看着滕子京，滕子京的话接得极快：“臣死。”混账话，你死了我又没个好处，当然是要别人死，知道怎么做吧。滕子京毫不犹豫地应了一声，虽然他心中知道，如果当街痛揍郭宝坤，先不说他与太子的关系，单说他是尚书之子，这就是极重的罪。如果司南伯不管这档子事，主办此事的自己只怕要逃离京都很多年才是，但他依然毫不含糊地应了这事，因为他相信跟着面前这位年轻人将来一定会脱离现在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状态。这种信心来自于很多方面，包括范大少爷的学识谈吐手段心性，还包括他滕子京的直觉。范闲点点头，很满意对方的态度，却说了句有些怪异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做？”滕子京有些诧异，不明白少爷是什么意思。打是一定要打的，不然怎么出我心中这口恶气？范闲温柔无比的笑着，这阳光灿烂的笑脸却让滕子京如同往常一样有些不寒而栗，只是要想好怎么打。谁去打？怎么能打得痛快淋漓，而不担心被官府的板子打？本来我也嫌打他会脏了自己的手，但如果是你或者你喊家里的护卫动手，将来在官府那里也不好说话，相信父亲也不会因为几个下人而去得罪郭家。范闲继续微笑解释道：“如果是我动手，身份不一样，后果自然也会轻很多。范林两家联姻在即，父亲和宫中那位一心想促成这门亲事的贵人，总不能让我出什么事情。”滕子京皱眉劝道：“少爷万万不可自己动手，再说了，京中权贵子弟打架毕竟只是件小事，如果要扯老爷和范府在宫中的助力进来，实在是有些。”滕子京住嘴不语，范闲却接过他的话去：“有些因小失大，有些胡闹。”他接着微笑着摇摇头：“我这只是说的如果，但事实上我不准备打了他之后
还给他任何反咬回来的机会。滕子京心中一寒，心想这位少爷不是准备搞出命案来吧？范闲猜到他心中所想，哈，一笑不做解释，只是问道：“晋王世子请了吧？”“请了。”“定在哪里？”“醉仙居。”这酒楼的名字倒也雅致。少爷，这是一处青楼。范闲一怔，苦笑着就应了下来，问道：“麻袋准备好了没有？”京都西面有一条流金河，在这条河流将要流入苍山之前，走势渐缓，窝成一大片红成镜面般的水潭。每到晚上，很多座花舫在湖面上随意行走，上面张灯结彩，像是水晶宫一样夺人眼目，十分美丽。百姓们都知道这上面是做什么营生的，不过世风渐开，也没有太多人会指指点点。醉仙居不是妓船当中最大的，却是其中档次最高的2层楼船，精巧美丽，设置清雅。最关键的却是这座花舫上拥有如今京都风月场上最红的一位姑娘，司礼礼姑娘。这位司礼礼姑娘模样性情自是不用说，自个儿也会些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虽然不见得有多深的造诣，但在诸多京都才子有意无意间的吹嘘下，也博了个才女的名声。当然，能够让这位姑娘家在京都秀场异军突起，成了花中翘首的原因，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某个流言传说，李李姑娘其实并不姓司，就姓李，却不是这个李字，而是李，皇室的姓氏。江湖流言中说，这位姑娘竟是开国之初的某位皇族遗孙，只是因为祖上犯了大事，才落魄到如今地步。真正了解皇家的人，自然对这种流言嗤之以鼻。那些俗人们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消息绝对是假的，只是司礼礼姑娘从不解释，众人干脆将错就错，反正皇帝陛下也不会来理会一个妓女姓什么。这种心理其实也很好解释，试想那些天天在朝上当叩头虫的官员们，如果想到在自己身下辗转反侧的妙人儿竟是陛下的远房亲戚，估计会愉悦许多。所以醉仙居很红很红，很贵很贵，但每到晚间依然热闹。愿意一掷千金成为李李姑娘目下之兵的冤大头不知道有多少。但今儿个有些奇怪，花舫停在岸边，却不许那些翘首以待的公子哥们上去。几个面相凶狠的大汉守在跳板之外，险些与那些人冲突了起来。幸亏老鸨下来解释了一番，那些公子们才知道今天醉仙居竟是被人给包了。要包下醉仙居来的多少？那些最喜轻折章台柳的公子们悻悻离去，不免暗中咒骂包下醉仙居的那人是个败家子。范闲看着桌上的精巧点心，喝着那双纤纤素手递过来的美酒，确实觉得自己很败家。虽然这些银钱是滕子京从司南伯府的账房里支出来的，虽然父亲掌管庆国银钱，范府的账房等于是庆国的小小账房，这些小钱还不会看在眼里。但范闲一想到今天要花费的数目，依然有些肉疼，加上不知道父亲若是知晓自己用宫中的钱来逛青楼后会有怎样的反应，所以他有些不安。不安的源泉还来自于怀中这位姑娘。司礼礼姑娘眉若柳叶，黑眸顾盼流转，唇若涂朱，轻轻开合间自然流露出一股风情。最要命的是她这一身的丰润，坐在范闲怀中，每一方寸间的触感都让范闲有些失神。感觉到身下这漂亮公子越来越快的心跳，司礼礼偷偷一笑，确认范府这位少爷果然是个戳儿，不再逗他，从他怀里下来，给他斟了杯酒，送到唇边浅浅饮了。船儿缓缓离开河岸，姑娘缓缓离开范闲，看见怀中这个柔弱无骨的妙人儿坐到了旁边，范闲松了一大口气，毕竟是前后30几年的老处男了，猛然间遇到这种刺激，着实有些受不了。见他神情，司礼礼有些好奇，如今这年月，像这种有钱有势的公子哥，谁不在13、14岁的时候就会和府里的丫鬟们鬼混一气？像这样的人还真是少见，他哪里知道范闲打小在儋州长大，丫鬟就是那几个，小时候幻想的冬儿早就嫁了，后来正与思思那丫头准备打混，又被急召到了京都来。司礼礼看着范闲俊俏的脸，一时间竟有些失神，红了脸，默不作声地夹了些菜放到他面前的碟子中。这是范闲2生以来头一次进妓院，所以也有些紧张，自然更谈不上什么经验。见对方默不作声，还以为庆国的青楼姑娘服侍人就是这么个风格，于是也不作声，只是左手有意无意间仍停留在司礼礼的腰上。场间的气氛一下子就暧昧了起来。另一个船舱里却是热闹得很，滕子京正带着几个心腹手下在喝酒，老鸨在一旁相陪，问要不要姑娘来陪陪。几个手下似乎有些心动，滕子京却很冷漠地摇了摇头，跟着少爷这些天了，还一点显示自己手段的机会都没有，今天难得要出手，怎也不肯喝酒寻欢，误了正事。见他坚持，老鸨自然也不强求，反正钱都已经给了，所以眉开眼笑的在旁斟酒说话相陪。这老鸨也姓司，不过这姓明显就是个假的，名伶，年纪不过30来岁，风韵犹存，说话做事利落得很。几杯酒下肚，轻声在滕子京耳边问道：“大爷相貌堂堂，不知是在哪家做事？”这是很明显的打探。滕子京笑了笑，先前定的时候就说明白了，我们家少爷是范府的大公子。司灵五妹一笑道：“京都范氏是5大族之一，
下面的府邸不说有10几家，最豪阔的至少也有3、4家呢。滕子京呵呵一笑，没有回答。司灵心头一动，试探问道：“出手这么阔绰的，想来是范氏郎家。”本来今天就是刻意逛楼子，滕子京当然不会否认，点了点头。司灵面色一惊，赞叹道：“原来是司南伯的公子。”他心里还是有些纳闷，既然是司南伯家的少爷，那和自家女儿坐在后舱的那位俊俏后生，肯定就是最近大家偶尔会提及的范府私生子。这样一个外面的儿子，怎么可以支持范府这么多银钱？这些疑问他自然不会说，只是笑着心想，当年自己殊荣开始接客的时候，就曾经听那些前辈姐姐们说过，司南伯范建是京都风月场上常客，就连婚后也时常流连河上，甚至惹得御史频频上奏本参他。奈何他与陛下又是情分，所以也没奈何。想不到这20年过去了，司南伯的儿子又开始一掷千金入花丛。先前一看范家少爷，便知道对方出设此道，所以司灵暗中大为赞叹。第一次出来寻欢，便找上了自家这最红的姑娘，这可真是家学渊源啊！正说话间，河岸之上忽然出现了几个红灯笼，似乎有人在向这边喊着什么。老鸨站起身来，有些犹豫不定。滕子京眼尖，一眼就认出来是晋王府的侍卫，赶紧吩咐花坊往岸边靠去接人。晋王世子上船后，自然入了后舱。司灵老鸨一见这位，吓了一跳，心想怎么把这位爷也请来了？看来后舱里那位范小爷的面子可真大。世子的侍卫和滕子京他们相熟，自去饮酒。在后舱之中，晋王世子瞧着范闲一脸怂样，忍不住开口嘲笑道：“李李姑娘又不会吃人，你躲那么远干嘛？”范闲心想，如果你再不来，我就要开始吃人了，问道：“世子怎么这么晚才来？”晋王世子李弘成一怔，心想，难道能告诉你，父亲大人因为你的缘故把自己教训了一顿？呵呵一笑，反而笑道：“你从儋州来，不知道这京都规矩，向来是在家中用完饭后才会出来赏赏夜景。赏夜景这词用的妙，但这规矩却不见得有。”范闲心知肚明，也不戳穿对方，微笑着与他干了一杯。说来奇怪，他与晋王世子加上此次也不过见了3次面，但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的脾气有些相投。晋王世子没有皇亲国戚的那种霸蛮感觉，而范闲也不像一般权贵子弟那般俗不可言，在晋王世子面前也是洒脱自然，反而恰恰合了李弘成的脾气。几杯酒下肚，两人说话便熟络了起来。世子似乎很感兴趣他在儋州的生活，范闲便捡着不怎么奇怪的事儿说了几句，比如海市蜃楼什么的。房里只有一位司李李姑娘，她有些坐立不安，不知道该侍候哪位爷。虽然明知道包船的钱是这位范少爷出的，但晋王世子的身份何其尊贵，万一范少爷是准备让自己招呼世子的，那可怎么办？李弘成微笑看了这位姑娘一眼，他虽然常在青楼流连，这位李姑娘也是见过，但诸事不巧，却还没有与他有过什么瓜葛。见他面上为难神情，虽然知道对方是刻意扮出这等委屈，却还是心头一软，示意他坐到范闲身边去。老鸨自然不会让堂堂世子干坐，早就去旁的花坊上请了位姑娘来。这位姑娘姓袁名梦，也是流金河上极红的一位清官人，与司礼礼在小桌旁一左一右，倒也配得上世子与范家大少身份。酒渐浓，夜渐深，晋王世子与范闲感情渐近，都很满意这一次会面。眼看着天上明月移了方向，二人互视一眼，微微一笑，各自携美回舱。红烛渐起，司礼礼姑娘眼波如丝，轻轻背靠在范闲的怀里，手指轻轻挠着他的手心，呼吸如兰。范闲不动声色地从袖中取出一个自制的蜡丸，轻轻捏碎。司礼礼带着一丝微笑昏睡了过去。舱内迷药香气如兰。花坊停在岸边，晋王世子站在弦旁，微笑看着消失在夜色里的那几个人，怀里抱着圆梦姑娘。圆梦好奇问道：“范公子做什么去了？”世子点点他微凉的鼻尖，笑骂道：“在我面前还要装单纯。”圆梦甜甜一笑道：“不论范公子去做什么，但他也没有避着您，倒是司礼礼姑娘只怕还什么都不知道。不避着我，说明他聪明。”李弘成微笑道：“我只是他拉来的一个挡箭牌而已，但如果要我心甘情愿，就不能瞒着我。”他忽然问道：“你看范闲对司礼礼姑娘是个什么看法？”圆梦看样子与世子特别熟稔，想了想后应道：“这位范公子好像很喜欢李李姑娘，只是想不到能忍得住这春宵不度，却去做别的事情。”他掩嘴而笑的模样，与清官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你日后多与李李来往，说不定范闲以后会常来醉仙居。李弘成皱了皱眉头。是。圆梦向下属一下答应下来，虽然有些好奇世子为什么对范闲这么感兴趣。李弘成将手伸进他的衣襟，一把握住那团软肉揉捏着。圆梦轻唤一声，身子都险些软了。你知道范闲是谁吗？是户部侍郎范建大人最疼爱的私生子。圆梦答话的声音像小猫一样，眼睛却十分清亮。属下明白了，也是想拿住庆国的钱粮命脉。李弘成笑了笑，摇摇头：“我没那个野心，只是单纯觉着范闲是个值得一交的朋友而已。”
这话有几分实在，但也有些事情没有说明白。李洪成知道范蠡暗中联姻的事情，所以他很清楚，那个叫范闲的年轻人将来有可能会管理皇家背后那庞大的商业系统。如果二皇子要与太子一争高低，那赢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武器。郭宝坤今天在诗会里落了下风，心情非常不好，所以晚上去花天酒地了一番，这才稍稍舒缓了一下心情。一想到家里那个老古板的父亲，心情又变得不好了起来。正筹划着明天该给太子弄些什么好玩的东西进宫，却发现轿子停了下来。他一时间没有准备好，加上不知道为什么头有些昏沉，额头撞到前面，撞得生痛，大怒骂道：“你们这些混蛋，怎么抬的轿子？”没有人回答他，轿外一片安静。郭宝坤有些狼狈地从将要倾倒的轿子里爬了出来，发现街道上一片安静，正是回府前必经的牛栏街。围着轿子的有3个蒙面的黑衣人，而郭府的轿夫和护卫都已经倒在了地上，不知生死。郭宝坤以为是遇着沿路抢劫的贼人，吓得半死，心想这京都治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劲？哆哆嗦嗦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意欲何为？”牛栏街一向安静，尤其是入夜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人。郭宝坤也有些绝望，根本不指望高声叫喊能喊来人救自己，所以声音很低。有一个轻轻柔柔的声音回答道：“我是范闲，我想打你。”郭宝坤愕然回首，却发现一个麻袋迎面而来，套住了自己，所以没有看见范闲那张可恶的笑脸。麻袋里有悠悠清香，却让郭宝坤昏沉的脑袋清醒了许多。只是这样一来，却更加凄惨些，因为紧接着便是一通暴风骤雨般的痛揍，拳打脚踢，竟是毫不留情。范闲看着滕子京几个人下手，心里微觉快意。他只是想让别人知道，不要轻易尝试来撩拨自己，另外还存了些别的念头。郭宝坤堂堂尚书之子，何时曾经受过这等屈辱与痛苦？但他知道下手的是范闲，权贵子弟争斗，向来没有下死手的可能，自忖不会送命，所以由自放着狠话：“姓范的小杂种，有种你就打死我！”范闲听到这话，怒上心头，挥挥手让一直默不作声垂着的滕子京几人让开，走了过去，蹲下身来，先是一顿痛揍，再对着那个不停滚动的麻袋轻声说道：“郭兄，你知道下午为什么我会写那首诗吗？”范闲的力气大，麻袋里的郭宝坤早已惊痛的说不出话来，呜呜哀鸣着：“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大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老倒新停浊酒杯。你欺我2次，我便要打得你爱背多病，不如此，怎能让我痛快？”话音刚落，他一拳头已经隔着麻袋狠狠地砸了郭宝坤的面门上，也不知道深夜之中隔着布袋怎么会如此精确的准头，竟是狠狠命中了郭宝坤的鼻梁。郭宝坤只觉一阵痛麻酸痒直冲脑际，鲜血流淌，终于忍不住痛哭惨嚎起来，开口不停求饶。范闲看着地上不停扭动的麻袋，这才发现自己心狠手辣的一面似乎慢慢要从这些年的掩饰里挣脱出来了，由自不解恨地朝麻袋上踹了几脚，才一挥手领着身后那3位打手撤走，遁入夜色之中。真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郭公子恨不能不相逢。半天之后，郭宝坤才从麻袋里钻了出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看着身边那些护卫轿夫还躺在地上，不由痛骂无数句，用脚将这些人踢了起来。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手下是中了某种迷药，但那可恶的范闲居然在麻袋里放了解药，打得自己痛不欲生。护卫们捧着昏沉沉的脑袋，看见自家公子居然被人打成一个猪头，吓得半死，赶紧上前扶着，连轿子也不坐了，直接背回了郭府。当天晚上，郭府闹翻了天。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派人赶到了京都府，将状纸直接递给了吏部侍郎兼京都府尹梅直里，痛诉昨夜惨剧，是要将那些范府杂种治上重罪，更不能放过那个胆大包天、敢在京都当街行凶的范氏私生子。如果连他也治不了，这堂堂尚书的脸面往哪儿搁去？司礼里觉得自己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遇着自己的良人，正在花烛之下行那羞人之事。几番云雨之后，才悠悠醒来，入目处却是一个游子有些陌生的漂亮脸颊。他这才想到昨夜的事情，抱着自己的公子是那位俊俏的范公子，只是心中略略感觉有些奇怪，莫不是酒喝得多了，怎么连那些细节都有些记不明白？想到此处，不由一丝幽怨升上心头，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走上了一直有些抗拒的道路，但一想到脑中残存的销魂记忆，不由双腿微夹，浑身酸软。发现身旁男子一动，司礼里赶紧装睡。范闲醒后，看着这姑娘的如花睡容，哪里忍耐得住，抱在怀里好生温存了一阵，才满意的带着满手余香洗漱离床而去。过了一阵子，司礼里才睁开双眼，开始收拾昨夜战场，不知道发现了什么，竟是发出了一声又羞又疑的惊呼。离开花坊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完全亮，世子还在房中抱着圆梦姑娘睡觉，所以范闲并没有打招呼。他之所以急着离开，是因为自己刚来京都不久，总不方便在外宿娼，更何况估计郭家应该马上就要闹起来了，所以他准备回范府去看戏。
之所以昨夜没有真的与那位李姑娘如何，倒不是因为范闲是个怎样的道学先生，纯粹是一种精神上和生理的洁癖在作怪。他很难接受别的男人曾经染指过的女人，而且前世的时候见多了街上放着的性病防治宣传版，对于花柳病有一种很深的恐惧。这个世界又没有避孕套，所以青楼逛逛无妨，真要做什么未免有些冒险。只是有后遗症，范闲望着身下衣上那处不雅的凸起，很悲哀地叹了一口气，有些后悔在儋州的时候没有与思思继续发展点什么。叫至范府角门，一主三仆四个人鬼鬼祟祟地喊开门，溜了进去，还吩咐开门的护卫不准声张。那护卫一看是滕大和儋州来的少爷，哪敢多事，自己又回去睡了。范闲回房补了个回笼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他拖着木屐走到前院，只听得那里一片吵吵闹闹，心里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却装作一片惘然。话说这天早上，京都府尹梅直里正在书房里犯困，不料却听到一阵急过一阵的鼓声，不由好生恼怒，心想是哪里来的刁民，竟然敢担得老爷我的清修，但朝廷规矩在此，他也不敢怠慢，上了公堂，一阵喊威声后，师爷将状子递了上来。梅直里一见这状纸，心里便是一抖，这告人的与被告的都不是寻常人物。原告是礼部尚书郭攸之的独子，如今的宫中编撰博有才名的郭宝坤，被告是户部侍郎范建家的范闲。告的是昨夜范闲拦路行凶，寻衅生事，当街殴打朝廷命官。看见状纸上的这两个姓，梅直里便有了退意。如今朝中分成两派，一派拥立太子，另有一派不显山不露水，却隐隐以二皇子为首。这礼部尚书郭攸之当年做过太子的老师，自然是太子那派，而户部侍郎范建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倾向，但向来与晋王府交好，而晋王世子又是人人皆知的二皇子一派。这案子看着简单，但一个不好，只怕便会惹得太子与二皇子一派大相攻讦。想到此处，梅直里暗中骂着那个不知轻重的范闲。范闲的名声如今渐渐在京都显了出来，百官知道他是司南伯一直养在儋州的私生子。梅直里心想，你在儋州边地待着，哪里知道这京都里的凶险，居然敢当街行凶，真不知道如何收拾。但状纸上写得清清楚楚，人证物证俱在，由不得梅直里拖延。他看着状纸眉头一皱，便发了文书去司南伯府拿人，另一面却暗中派人赶紧去户部衙门通知范侍郎范闲，看见的便是京都府派的差役来拿人的场景。要知道这范家与皇家关系亲近，这10几年里只有他们拿人，哪有自己被拿的道理，所以10几根木棒早就举了起来，家丁护卫们摆出忠心护主的架势，虎视眈眈看着那几个可怜的差役。范府正门口，差役们也是完全没辙，只好说着好话，心想这拿人是大人的意思，您这范府再气盛，也得让那人去官衙走一趟。范闲一笑，正准备上前应着，却不料听见一声少年暴喝：哪里来的狗腿子，都给我打出去！敢于放言暴打官差的，自然不是旁人，便是我们那位性情暴烈的范思哲少爷。家丁护卫听见小少爷发话，一声吼，举着棍子英勇向前，但想着对方是官差，所以也没有真的打，只是砸在地上，将对方吓出去作罢。官差们这下是真的气惨了，本来知道对方不好惹，所以铁链那些刺眼的家伙一样都没带，料不到还是落了个凄惨下场。胡闹什么？这个时候，柳氏终于袅袅婷婷地从里面走了出来，看着那几个差役皱了皱眉，吩咐人请进去看茶，然后又不易察觉地看着范闲一眼。范闲很无辜地耸了耸肩。花厅之中，几个差役有些坐立不安地看着这位夫人，依他们的身份，平时断然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的。他们也明白堂堂范家会如此客气是因为什么，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茶喝的才有些不是滋味。万一对方恼了，自己这些小虾米在京城里还准备怎么过？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柳氏皱眉道：这话有些不对吧？我们家大少爷打从昨儿个晋王府诗会回来，便一直在家中读书，那牛栏街离我们范府远得很，怎么可能是我们家大少爷去打了他郭家的儿子？差役有些为难地说道：这可是郭公子亲口指认的，再说了，他有些不相信说道：范公子昨天真的一直留在府里。柳氏柔柔的目光一下子变成了2把小刀子，狠狠地盯着那个差役。难道我们范家还会说谎不成？那差役唬了一跳，赶紧闭嘴不言，但也不会就此退走，毕竟公堂之上原告还在等着。范闲坐在一旁安静沉稳，心里却有些诧异，不知道柳氏为什么会帮自己说话。其实他不了解这个时代的高门大族，族内倾轧不论如何激烈，但一旦有外地进来，这些宗族总会暂时搁置一切内争，齐力对外。柳氏啜了一口茶，知道这些差役也是没法子，难为他们也没用，微微一笑说道：他郭家说我们打便是打了，世事无非是道理人情，总不能说他们递个状纸，咱们家就得去乖乖应着。虽说我们范府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在这京都也是留几分脸面，我只是好奇，今儿个在府衙里递状纸的是谁？是郭府的管家。差役心想，您这范氏大族还不富贵，
经理真找不出几家富贵了，赶紧回答道：“不说还罢，一听只是个管家递的状纸。”柳姨娘柳眉倒竖，一拍桌子骂道：“喊个管家递个状子，便要我们家的人去应着，哪有这种道理？不是说那郭公子被打了吗？打成什么模样了？既然告状，就亲自去告去，不然赶明儿我也天天让家里管家去你们衙门告状，就告他郭宝坤仗势欺人，霸男占女，不管我告的有理没理，你都得让那郭宝坤去你们衙门候着。”话音未落，柳氏已经高声吩咐道：“徐管家。”徐管家知情识趣的站了出来，应了声是。柳氏寒声说道：“喊郑先生赶紧写上10几份状子，从明天起，咱家每天往京都府跑一趟，就算不吓死郭家，也要累死郭家。”这还不算完，他游子微微一笑，向差役解释道：“郑先生是府上清客，不过听说前些年也做过你们家老爷的刑名师爷，写状纸应该是没问题的。”差役心想，这哪里是吓死郭家累死郭家的搞法，明显是准备吓死京都府累死京都府，无可奈何求饶道：“夫人，您饶了小的吧，这事儿确实咱也没辙呀。”柳氏一通长篇大论之后，觉得嘴巴有些干，伸手去端茶杯，却发现范闲已经笑盈盈地端着茶杯递了过来，二人眼光一触，又迅即分开。差役把双手一摊，告饶道：“那您说怎么办？”柳氏略一沉吟，知道这事儿总得有个了局，老在这儿耗着也不是个事儿，说道：“要说打人这事儿是绝技没有的。”范闲加了一句：“断然没有的事儿。”柳氏又道：“我范府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郭家要冤我们家的人？”范闲装作沉思：“前些日子在酒楼上有些冲突，那位郭公子吃了些小亏，说来这事儿是我的不对。”柳氏惊讶道：“有这事情，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不过，难道郭公子因此怀恨在心，所以便来诬告你？”范闲皱眉应道：“大概是这样吧。”官差大哥打断二人的相声表演，苦笑道：“这话不能抢先说，那郭家状纸写得清楚，范公子正是因为那桩事情怀恨在心，所以才会半夜拦街行凶。”柳氏问范闲：“酒楼上最后是什么结果？”“我把他家一个侍卫鼻梁打断了。”范闲自责说道：“你没什么事儿吧？我怎么能有事儿？当时酒楼上人都瞧见了，我是个不肯吃亏的人。”柳氏叹了一口气，转过头来对差役说道：“您听听，怀恨在心的自然是吃亏的人，我们家少爷占了大大的便宜，难道还会怀恨在心？”差役向来只在公堂上听讼师胡搅蛮缠，哪见过还没上堂就率先自辩的架势，早傻了眼，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柳氏毫无烟火气的一伸手指，差役手里便多了一张银票，一瞧之下，两眼放光。柳氏已经回复了一位夫人应有的自矜与高贵，淡淡说道：“这衙门我们会去的，我们要去瞧瞧郭家玩的什么名堂。不过可不能这个时候去，你回去告诉梅大人，什么时候那位郭公子上了公堂，我们家的人就去公堂与他对峙。”一个差役心想，这不合规矩啊，哪里有来拿人却拿了一手银票回去的道理，正准备说话，却被那个小头拦住，应了声是，便赶紧退出了范府。范府终于恢复了清静，花厅之中除了柳氏与范闲之外，再无旁人。范闲微笑看着柳氏，心里想着，如果这不是自己的敌人该有多好。他今天见识了对方的手段，无来由地生出一分欣赏来。虽然范府家大业大，但是被郭家搞了个突然袭击，府中父亲又不在，柳氏能够处理得清清楚楚，场面上不落下风倒是小事，关键是争取了许多的时间以便处理。果不其然，柳氏喝了一口茶，淡淡问道：“你弄这样一出，究竟是为了什么？”范闲笑了笑，说道：“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快速在京都扬名，我想了一想，这写诗弄文实在是没深意思。如果能够和当朝尚书家打场官司，自己一定会出名快许多。这自然是玩笑话，你打便打吧，还非得亮明身份去打，似乎生怕不嫌麻烦。”柳氏的话里带了一丝怒气。范闲恭敬回道：“只是想出口气，这打人如果不让被打的人知道是我打的，这口气怎么出？”柳氏看了他一眼，觉得面前这个俊俏小子比自己那儿子不知道成器多少倍，虽然表面上似乎也在做些横行霸道的事情，但看着这身气度和稳重，就知道他心中自然有数，不由叹了口气，心头有些失落。范闲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微微一笑，好奇问道：“姨娘，您先前为什么帮我？”柳氏缓缓抬起头来，眉眼边缘已经有了一些细细的纹路，他似乎有些惊诧少年会说话如此直接，想了一会儿之后才悠悠应道：“我虽姓柳，却是范家的人。”范闲盯着他的双眼，知道这个女人说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花厅里安静的连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梅大人是我父亲的门生，我已经派人去取信去。你父亲此时应该也已经得了消息，相信不会有什么事，顶多赔他们几两银子。柳氏闭上了双眼，似乎有些疲惫。下午让管家陪你去京都府，滕子京昨天夜里跟着你的，今天就不要再跟着去府衙了，
免得太招摇。范闲有些好奇地看着柳氏依然美丽的脸颊，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家中既有背景，自己又如此能干的女子，为什么会甘心嫁给父亲做妾。过了正午，范府已经将一切事情都准备妥当了，该打点的地方都打点了，该走的门路也已经提前知会了，又派下人去打听清楚。郭宝坤已经被担架抬到了公堂上，柳氏才有条不紊地安排马车，派点人手，簇拥着范闲，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往府衙开去。坐在马车上的范闲并不是很在意这趟公堂之行，他打郭宝坤是真的为了出气。第一次发现对方看弱弱的眼神不对劲的时候，就想打了。在晋王府诗会上被对方言语侮辱，更是增加了他动手的决心。只是自己初入京都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来，虽然自己也留了些手段，但依然怕待会儿难以收场。但他依然要打，打人是手段，关键是要看打人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而范闲之所以要打郭宝坤，是基于3个理由：一是想借此看一看父亲大人在京都官场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实力，好为日后做安排。父亲在这些方面对他总是遮遮掩掩，如果直接问，肯定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答案，而且同时可以印证一下范闲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某个疑问。二是在自己的身上泼些脏水，无论如何上了公堂，似乎便要坐实了范闲纨绔子弟、霸道无理的形象，而这正是范闲所希望的，因为他正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某个度。宫中对自己的好感度虽因父亲要求树立自己才子的一面，却时刻做着臭名远扬，让宫中主动退婚的打算，一切为了鸡腿妹妹。第3个理由很简单，郭宝坤确实很欠揍。来到衙门外，范闲唬了一大跳，看着在门外红色木栅外群情激愤的民众们，纳闷无比，在几个家丁的开路帮助下，很困难地挤了进去。站在公堂凉沁沁的石板上，看着公案后面那画幅着红日出东海的墙壁，四周阴森森立着的刑棍，他心里暗叫一声好，心想自己来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总算不虚此行。回头却发现那些京都百姓比自己还兴奋，拼命地往前挤着，想占据更好的位置，有几个专业看热闹的光棍汉都快要坐到红栅栏上了。范闲好奇问着柳氏派来跟着自己的府中亲客郑拓，这位郑先生很多年前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刑名师爷，似乎与如今的京都府尹也有过一场主客情谊，所以柳氏派他来最合适不过。郑拓笑着解释道，京都里的人胆子都大，别看一破落汉，说不定就是国公的什么穷亲戚，所以没人会怕谁。像今儿个尚书与侍郎家打官司确实少见，这种热闹肯定没有人愿意错过。范闲心想，你们这些家伙难道是来看大片的？有些头疼的摇了摇头。郑拓在一旁轻声问道，少爷，虽然先前在府里已经对过了，但我还要最后问一次，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您动的手？在福尹老爷面前自然不能承认，但您给我说个实话，我待会儿也好说。范闲满脸诚恳说道，郑先生，这不敢瞒您，我确实没有打那个什么郭公子。郑拓看着英俊少年那张亲切诚实的脸庞，呵呵一笑，轻轻拍了拍他肩膀，表示赞赏。过了一阵子，范闲好奇很久的喊威声终于响了起来，府尹大人没执礼端着身驾从后厅里绕了过来，大马金刀的坐下。又过了一阵儿，一个木乃伊也坐在轮椅上，被人从后堂里推了出来，后面跟着魏状师正在轻摇纸扇。范闲一看到木乃伊，不由苦笑了起来，心想自己下手哪有这么重，堂堂尚书府居然也玩这种博同情的小招数。木乃伊自然就是被糊里糊涂痛揍了一顿的郭宝坤公子，他此时浑身疼痛，特别是鼻梁那处竟依然还是无比痛楚，大夫的治疗根本没起太大作用。他不知道范闲最后打那拳里送了些暗劲儿进去，范闲体内的真气本就与世上常见的真气不同，霸道凶力十足，又哪里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郭宝坤看见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在公堂上的范闲，露在纱布外的双眼里流露出凶狠的神情，似乎欲责人而逝。范闲却假装没有看到这点，看着那位正在摇扇子的壮师，低声问了郑拓，才知道对方是京中有名的大壮宋氏人，品行素来不良，只替达官人家做事，所以有了个名头叫做负嘴。高高坐着的京都府尹梅执礼将手中的金堂木一拍，啪的一声响，清亮无比。公堂内外嘈杂的声音顿时安静了下来，那些趴在红栅栏上的看客变得鸦雀无声，毕竟没有谁愿意错过好戏。堂下何人？梅执礼缓缓问道。他早已得了两边的知会，心里有了数，但这些表面功夫自然还是要按规矩一套一套缓缓做来，官威十足地扫了一眼公堂上的这些人物。不管你们是谁，但在这京都府衙里面都得听我的。听着大人开口，堂下的原被告双方各自应了，宋氏人又递上状纸，梅执礼假意看过，又交由郑拓由范闲看了一遍。范闲细细一看，发现与自己的预料并没有太大出入，点了点头，又交还了回去。宋氏人拱拳冷冷道，学生只是不明白，这位范闲范公子为何上了公堂之上，却依旧昂然而立，不行礼不下拜，如此品行，难怪昨夜做出那等凶残之事。范闲看了这位壮师一眼，好奇问道，上公堂要下跪？他在儋州天天读书，熟知庆国律法，
当然明白其中关节，这一问却是故意的。自然，难道你敢不敬朝廷威严？宋世仁皱眉看着对方，其实今天这场官司他是极不愿打的，毕竟站在对面的是范家，是那个不显山不露水，但实际上许多人都畏惧对方力量的范家。但是没办法，他已经在上书这条道上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所以根本不可能拒绝。范闲呵呵一笑说道：那宋先生为何不跪？宋世仁眯着眼睛看着这个少年，猜测对方究竟真是一个草包，还是说在扮猪吃老虎，刻板说道：某有功名在身，见堂官不跪，这是朝廷定例。范闲相府尹梅直礼一拱手道：学生见过老师，不知学生要不要跪？宋世仁一听这称呼，便知道对方肯定有功名在身，只是先前尚书府中查过，这位叫范闲的明显没有参加过院试，怎么会是个秀才？他一拍手中折扇问道：敢问范公子，你是何年入院试的？范闲礼貌回答道：前年的儋州府试。这些其实是他在入京之前范建就派人安排妥当的事情，不过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直到今天要打官司才明白自己原来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有了个秀才的身份。跪与不跪之事就此作罢，堂上诉讼正式开始。双方在主题上绕了几圈，讲述了各自意见。郭宝坤一口咬定昨天打伤自己的就是范闲还有范府的几个护卫，而郑拓却坚持范公子昨天一夜都待在范府里，有诸多下人作证。交锋渐起，京都府外看热闹的百姓们议论之声也渐渐起来，倒是相信范闲的人多些，总觉得这样漂亮柔弱的公子哥怎么也不可能是下毒手的人。而那坐在轮椅上的郭公子被打成那样，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人。梅直礼看着下方吵个不停，心头生厌，挥挥手让众人停了。敢问大人，凶徒此时就站在公堂之上，大人为何不速速拿下？宋世仁先声夺人，他心想这状纸上写得清楚得很，府尹大人却半天不发话，说不定早就决定偏袒范府，所以赶紧逼了上去。郑拓微微一笑，宋先生这嘴未免也快了些。郭公子昨夜遭袭，据案状上写着是被人用麻袋套住头颅，然后遭遇此等惨事。既然被打之前已经被套住了头，又怎么能看见行凶者的面目？又怎么能断定是范公子所为？自然是听见了范公子的声音，而且范公子自己当时就承认了，难道这个时候又准备不认？宋世仁嘲讽意味十足看着范闲，男子大丈夫，难道这点担当也没有？范闲自然知道对方是在激自己，脸上却是一片平静，还有些愕然，似乎是不怎么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误攀自己。郑拓的声音又及时地响了起来，耻笑意味十足声音：本人今年庆律法力，还从未听说过有哪桩案子是靠声音定了罪的。宋世仁也不着急，缓缓说道：若声音不足以证明范公子身份，那我请诸位看一首诗。说完这话，他从袖中取出一张纸，然后缓缓念了出来。坐在堂案后面的梅直礼正有些走神，忽然听着这首诗，却是精神一振，说道：好诗好诗，不知是何人所作。说完这话，他才想起来这时候是在公堂上，而不是在书房中，眼前也不是诗会，而是审案。咳了两声，让宋世仁把诗递了上来。他细细看了一遍，愈发觉得这诗的作者才气先不谈，单说练字功夫已是天下少见的漂亮。好奇问宋世仁：这诗是何人所作，又与本案有何关联？宋世仁恭敬应道：这诗乃是昨日范闲范公子在晋郡王府诗会所作，而昨夜范公子拦街对郭公子痛下毒手时，也曾经念过这几句诗，并且言明就是要让郭公子如何如何。梅直礼大吃一惊，看着堂上那个满脸诚恳明丽笑容的年轻人，万万想不到范府的这位居然能写出如此诗来。再听着宋世仁后面说的，更是纳闷头痛，心想你打人就打吧，偏还要吟首诗，这种争勇斗狠的场所又岂是讲风雅的地方？这下可好，被对方揪住把柄了。梅直礼此人资历不浅，但能够在京都府尹这个关键位置上做了这么多年，关键还是靠他的那手和稀泥功夫。京都藏龙卧虎，豪贵云集，如果只是一味公正清明，是断断然做不长久的。想当初他入宫之时，郭公公曾经传了他4字真言：息事宁人。梅直礼从此之后就谨守这4字，果然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好几年。所以对于今天这案子，他依然保持这个态度，自己不会做出任何决断，就看梁府自己私下的谈判好了。实在不行，将案宗拖上几日，往刑部一地了事。既然是和稀泥，那断然不能让案子在自己的府上变成铁案，所以他有些担心的望向范闲和郑拓。郑拓当年曾经在梅直礼衙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师爷，自然知道这位老东家担心什么，呵呵一笑说道：真是荒唐可笑，想那诗会之上才子云集，人多嘴杂，范公子这首诗一出惊艳，自然有人抄了出去，旁人知道这首诗也不稀奇。更关键处，他冷冷看了宋世仁一眼，讥笑道：难道范公子换了失心疯？下午才做了这首诗，夜里就会跑去打人，而且一边打一边吟诗。
且不说那种场面太滑稽可笑，只摆着说明自己是谁，傻子才会这么笨吧？这明显是有人与郭公子有仇，又知道范公子与郭公子前些日子在酒楼上的局语，所以才刻意误导郭公子，以为行凶的是范公子。几句公子下来，倒也说得有理，只是一旁微笑默然站着的范闲，听见他说傻子才会这么笨，不由尴尬地咳了2声。而坐在轮椅上的郭宝坤早已忍不住痛骂道：休想巧辞狡辩！这个私生子仗着范府权势，根本不将王法看在眼里，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听见私生子3字，郑拓的脸一下就阴沉下来，深深觉得少爷将对方坐到轮椅上是个很英明的举动，冷冷说道：郭公子身为宫中编纂，还是注意下自己的言辞，虽然知道您是心中有气，但这气也不能乱发，毕竟您是太子近人，伤了宫中体面就不好了。这话一是刺郭宝坤，二来也是暗暗点名，如果论起权势来，范府是无论如何也及不上身为太子近人的郭家，郭宝坤前面的那番话自然是站不住脚的。果然栅外百姓议论纷纷，已经有更多的人相信范闲是无辜的。范闲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内心却是对郑拓十分佩服，自己昨夜安排的一些事情都被郑拓利用上了，并没有什么遗漏。说来奇怪，宋世仁这个壮师倒不像郭宝坤那般着急，他微笑说道：府尹大人，我家公子受了伤，可否先行下去休息？梅直礼点了点头，让衙役带着下人将游子愤怒不已的郭宝坤领到后面去了。这时候宋世仁才转过身来，对着范闲与郑拓行了一礼，说道：如此说来，范公子是不肯承认打人之事了。不知为何，郭宝坤离开之后，他的脸上神采就显得张扬了许多，似乎觉得马上才会是真正的战场。郑拓和范闲同时一笑，没有说话。开玩笑，牛栏街那么黑，一无人证，二无物证，你拿什么证明是我们打的人？而且状纸上说得清楚，郭府的家丁护卫都被迷药弄昏，如果你再让他们来作证打人者范闲也没有人会相信。就连梅直礼也是皱了皱眉，将宋世仁唤到前面，低声说道：今天就先这样吧。宋世仁却是一拱手，皱眉道：郭公子堂堂编纂，当街被打，这是何等大事，岂能草草结案？梅直礼一怒，说道：本官何曾说过结案，只是押后再审。你郭家只说被打，总要拿出打人的证据来。自古刑不上大夫，就算范闲不是秀才，估计京都府衙也不可能对他用刑，所以要让范府自己开口，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料宋世仁回过身来问道：范公子昨夜一直都在府中？郑拓应道：正是，何府下人可以作证？宋世仁冷笑道：传人证上来。梅直礼这才知道还有变数，点点头，便有郭府的人带了一拨人上了堂。这些人打扮服饰各异，职业也不一样，有卖汤圆的，有打更的，有在街口等生意的轿夫，甚至还有一个暗娼，不一而足。郑拓微微皱眉，感觉有些不妙，旁观的人群却是好奇到这是做什么。宋世仁一开口，众人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人都是京都夜里在街上讨生活的人物，经过宋世仁一番盘问，这些人公瑾供认，昨天曾经见过范府的轿子从晋王府出来后并没有回府，而是往城西去了，然后半夜的时候又神神秘秘地抬了回来。范闲微微眯眼看着场中，有些佩服郭家的能力，居然能在半天的时间内找齐这么多曾经看见过自己的人。郑拓见他毫不担心，心头有些着急，压低了声音说道：待会儿死都不承认，就说这些人是郭家用钱收买的。范闲叹口气说道：郭宝坤确实被打了，伤情这么惨，难道就因为想冤我就花钱做这么多事？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郑拓想不到大少爷居然会站在敌方考虑，一时间愣住。这个时候宋世仁的唇角浮起一丝嘲讽之意，望着范闲：范公子昨夜不是在府中吗？为何京都有这么多人都曾经看见您并没有回府？敢请问范公子，半夜逡巡京都夜街之中究竟是做什么去了，需要如此鬼鬼祟祟？京都府尹梅直礼皱眉望着范闲，看他准备怎么回答。公堂之上一片沉默。范闲叹了口气，面上多了一丝窘迫，一丝被他人发现了秘密的尴尬笑容，轻声回答道：昨天夜里我在醉仙居过的夜。醉仙居是什么地方大家都清楚，一想到这位少爷是在青楼过夜，那行事如此鬼祟，似乎就有了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旁观的人群齐声哦了一声，哄笑了起来，笑声里自然不免有些讥笑范闲的句子。梅直礼听见这个解释，却松了一口气，而宋世仁依然微笑着，不依不饶问道：醉仙居，敢问范公子可有人证？司礼李姑娘可以作证。范闲有些尴尬说道。宋世仁顿了一顿，忽然嘲讽笑道：是吗？可是司礼李姑娘今天已经离开京都，前往苏州，这事情未免也太巧了些，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怕李姑娘说出什么不该说的来。范闲抬起头来，双眼盯着宋世仁，这才知道郭府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把那位司礼李姑娘逼出了京都，
看来对方是早有准备。看他无语，宋世仁成竹在胸，对梅大人行礼道：“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范公子打人在先，伪供在后，还请大人将这犯人押监待审。”安静了一会儿的郑拓忽然笑道：“这话说得何其堂皇！难道就因为我家少爷夜晚出游，便要被栽上如此大的罪名？”宋世仁逼问道：“既然范公子出游，敢请教先前为何先生说范公子整夜待在府中？”郑拓自如应答道：“这棉花素柳之事，名声总是不好听的，所以先前才不得已。”宋世仁笑着截断了他的话：“棉花素柳，如今这花在何处柳，又在何处？”他向四周一拱手，朗朗而道：“郭公子与范公子前日意气相争，昨夜便遇袭，贼人嚣张之际，自称范闲。范公子昨夜整夜未回，却说不清去处。试问这真凶是谁？岂不是一目了然之事？”梅芷里冷冷看着这个壮师，心想：这种案子，就算你说破天去，难道还真以为是一般的刑名官司？不免将这个有名的副嘴看低了几层，转头问道：“范闲，你可有佐证，证明你昨夜的下落？”范闲想了想，笑了笑：“其实昨天是与靖王世子一起胡闹去了，不知这算不算证人？既然靖王世子都扯了进来，这案子还审个屁！”梅芷里满脸黑气的将两边人喊到前面来，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便宣告此案暂告一个段落，范闲留京待查，不准出城。郭家自然不干，但奈何对方这人证分量太重，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府再行商议。旁观的京都民众发现竟然是这样无聊的结局，尚书家和侍郎家都没怎么闹起来就结束，发一声哄后各自散了。范闲和郑拓走出府衙的时候，有些意外的发现那个宋世仁正在外面等着自己。范公子，宋世仁微笑行礼。范闲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了一礼。宋世仁轻声说道：“郭家与我有恩，所以今日不得已得罪了。”范闲忽然想到一桩事，皱眉问道：“司礼李姑娘真的离开京都了？”宋世仁一出公堂之后，再看着贵公子就显得无比恭敬，应了声是。范闲盯着他的双眼问道：“是你做的，还是郭家做的？”宋世仁有些惊奇，说道：“我本以为是范公子遣他出京，难道昨夜您真的在醉仙居？”范闲苦笑道：“难道你真以为是我打的郭宝坤？”这个时候案子暂告一段落，双方说话却依然有些不敬不实。几句话说完之后，宋世仁就转身上了一台小软乘，离开了京都府的衙门。范闲看着那边好奇道：“已经得罪了，何必再来示好？”宋世仁是个聪明人。郑拓笑着摇摇头，轻声说道：“少爷在府中可没说是和靖王世子一起喝花酒，宋世仁玩了这么一出，差点没把我吓死。”范闲笑了笑：“大家都知道，公堂之上只不过是过场，这么紧张干嘛？”郑拓摇头叹道：“不论这事后面如何发展，算是把郭府得罪完了。总是要得罪人的，干脆捡个能得罪的得罪一下。少爷，您的花名、诗名，估计一天之内就会传遍京都，故所愿也，不敢情耳。佩服佩服，客气客气。”重重深宫之中，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朱红色的高墙无来由生出一股压迫感。殿后园子中，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正半闭着眼睛听身旁的女官说着什么，在她身前有2名贵妇正侍候着。石桌上齐裹一书杂陈，其中一位贵妇长相端庄，凤眼珠唇，眉眼间全是小意与克制。她包了一个果子，小心为老太太吃了。“皇后啊，怎么是你？”老太太睁开眼睛，看见是她递过来的果子，笑着怪道：“这些事情让那些孩子做去，你统领后宫，母仪天下，又怎是做这些事情的人？”贵妇温柔一笑道：“这孝道是无论如何也要尽的。”原来这位贵妇便是如今庆国的皇后，那她服侍的这位老太太自然是皇帝陛下的生母，当年的成王妃，如今的皇太后了。只是不知坐在另一旁的那位宫庄妇人又是什么身份，居然可以与皇后并排坐着。“不用念了。”皇太后轻声对女官吩咐道：“你们都退下吧。”所有的宫女们都退了下去，只留了2位老嬷嬷。皇太后闭目养了会儿神，问道：“先前听那个范家孩子的几首诗，你们觉得如何？”皇后微笑说道：“孩儿也不大懂文字上的高低，只是听来似是好的。”太后呵呵一笑道：“岂止是好，那手图有限于情倒也罢了，那后一首万里悲秋常作客，又岂是一般才子所能写得出来的？”只是见太后住嘴不语，皇后凑去问道：“只是如何？”太后叹口气道：“只是句子里悲郁气太重，而且小小年纪怎么写出这种老人气味来？只怕那孩子也是个福薄之人。”听见这话，一直沉默不语的另一位贵妇竟是殷殷切切哭了出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这么伤心。皇后赶紧安慰道：“太后也只是这般一说，若那个叫范闲的真个福薄，太后随便指家里挑些福元给他，不也就甜起来了？”
太后也是最烦他哭哭啼啼，满脸不高兴说道：“我就生了3个孩子，皇上自不必说，李治虽然贪玩，但总也知天乐命。倒是你这丫头，这哭了几10年了，还没有哭明白，真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加上女儿这一生凄苦无依，也不好说重话。”贵妇英英切切哭泣说道：“我那孩儿已是个福薄的人，皇帝哥哥偏要她嫁给范家那个更福薄的孩子，这日后可怎么办？婵儿的病若是没有起色怎么办？”原来这位柔弱至极、一味哭泣的贵妇，竟然就是范闲可能的丈母娘，一直未嫁的长公主殿下。太后终于忍不住开口骂道：“婵儿的病根子，就因为你这个当娘的没给她积福，如今还好意思说这些嘴？那范家的孩子怎么了？一说要给婵儿冲喜，二话不说就把孩子从儋州接了回来，不说那也是个没名没分的可怜娃，只冲着范建对咱们皇家这份心，你也不该说范家的不是。”旁边的宫女早就退走，只剩下几个老嬷嬷束手肃立，就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一样。太后气得胸膛不停起伏，皇后赶紧上来揉着。太后将皇后的手拿开，语气略缓了一些，说道：“再说了，婵儿总是要嫁人的，她这个身份，朝中名臣大将之子，谁要娶了去也不见得过得好。这个范什么来着？”皇后赶紧提醒道：“范闲。对，范闲，你先前也听了，确实是个有才的孩子，配上婵儿也不算委屈了他。”太后喘了2口气说道：“而且陛下已经准了这门亲事，你再来我这儿闹又有什么用呢？长公主是先帝唯一的女儿，如今的皇帝陛下即位后，即封为永陶长公主，从成王府时期一直到宫中，这位公主极受宠爱，但性情却没有沿着飞扬跋扈的路子走，而是往哀切的绿色湖水里越陷越深，动不动就伤春悲秋，因飞花落泪，因冬去之川惕然当然，这是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表露出来的某种性格特征。”她幽怨地望着太后说道：“皇帝哥哥也是的，许配给哪家不好，非要许给范家，明知道范家和宰相大人，你们先出去。”太后忽然睁开双眼，压低了声音，却十分威严地说了2个字。嬷嬷们面无表情，安静地退了出去。啪的一声，长公主的脸上出现了一个红红的掌印，她满眼恐惧地看着面前的母亲。太后咬牙寒声说道：“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我的面前提那个人，你不要脸，我们皇家还是要脸的。当年若不是你用自己这条命护着他，我早就把那个人给杀了。这么些年了，我不曾让他见过婵儿一面，但我并没有给他设置过任何障碍。”太后的慈祥此时早已不知去了何处，满面寒霜。因为我知道，当初他想娶你，是你自己怕误了他的前程，所以不嫁。好，你要给他前程，我就给他前程。如今他已经是百官之首，你也应该了了当初的心愿。但是，我不允许你和他再有任何瓜葛。而在婵儿的婚事上面，姓林的一家不可能有任何的发言权，明白了没有？长公主擦掉眼泪，努力地笑着，声音却有些颤抖。知道了。太后接着转了过来，看着皇后，淡淡说道：“皇帝忙于政务，像这种事情，就该你多操心。自家子女的婚事，你多操办操办。不过皇帝既然将婵儿许了范家，你就不要多管了。”是。皇后早已被刚才那幕震慑了心神，赶紧低头应道：“皇后啊，你也不要老在哀家身边服侍着，有空闲的时候还是要多陪陪皇上，为陛下解忧。”太后的语气温和了许多，言语间的鼓励意思很明显。皇后苦笑了一下，也应了下来。忽然间，她的眉头一皱，似乎想到了什么。太后哪有不清楚这些人心思的道理，轻声说道：“有什么事情就说吧。”皇后看了一旁还在擦拭泪痕的长公主一眼，低声说道：“洪公公先前派人来说，今天京都府衙里再审一件案子。”哦，什么案子？居然连那条老狗都感兴趣。皇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母后，这事儿其实京里的人都感兴趣，因为这桩案子晨间便在府衙里闹了起来，一直拖到先前才有了个结果。听说是礼部尚书郭攸之的独子郭宝坤状告范府的那位，说那位昨夜将郭宝坤拦街痛打了一番，还吟了一首诗，这诗先前母后也看了的。”哦，太后十分诧异说道：“万里悲秋常作客，打人了。”这话一出，旁边的皇后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连长公主也破涕为笑，说道：“母亲说话真是风趣。”太后笑道：“不是我风趣，是那个范闲有趣，这才入京几天，怎么就把尚书的儿子给打了？快给哀家说说，这府衙上面又是怎么个场景？”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皱眉道：“京都府没敢用刑吧？这要打坏了，10月份怎么成亲？”皇后扑哧笑道：“母后这是说的哪里话？虽然范闲不是什么正经出身，但毕竟是思南伯的骨肉，胸腹中又有才学，早就有了秀才出身，不可能被打的。”那就好。太后说道：“那郭宝坤是不是常和太子在一起的那些人？”不知道为什么，皇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不安，低声应了声是。果然，太后哼了一声说道：“
那些小兔崽子只会劝多着城前走马弄鹰，都是一肚子坏水。不消说那个范闲一定打得好。长公主的表情不动，心情却很复杂。万万料不到母亲竟是不问缘由，便认为范家私生子打得好，但他先前才被长官教训，这时候是无论如何不方便开口的。好在皇后小意说道：“那位郭边纂倒也有几分才名，这样当街被打，总是有些说不过去。”似乎察觉到皇后与自己的想法不大一样，太后没有什么反应，淡淡问道：“案子审的结果怎么样了？”范闲搬了靖王世子出来当证人，所以京都府衙没办法，只是暂时押后再审。洪承给他做证人，看来这个小范闲还些人缘。皇后心中暗喜，知道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但实际上最厌烦百官与皇族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但她也知道事情要讲分寸，不可能说的太多，便将话题转了回来。听说郭边纂被打的那天晚上，范家公子与世子正在流金河上逗留，所以这件事情应该与他无关。皇宫后花园里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显得有些压抑。太后忽然起身说道：“有些乏了。”外面的嬷嬷宫女们赶上来扶着，一大帮人往回宫的路上走去。看着皇太后的典驾缓缓转入宫墙之后，皇后和长公主才立起身子，对视一眼皇后的唇角，泛起一丝苦笑。看来太后虽然很不高兴范家子肃昌，但口风却没有松动，只怕半年之后晨儿就真的要嫁了。长公主叹了一声气说道：“我只是担心那范闲的人品。”不过她望着皇后柔弱不堪的神情，似极了河畔垂柳，轻声说道：“范家与靖王府关系好，皇后娘娘还是小心一些。”皇后心头一凛，知道对方是提醒自己，如果那个姓范的小子真的娶了对方的女儿，而陛下又真的将内库纳禄的生意交给范家打管，那范家父子二人一在户部，一在内库，就等于掌握了庆国大数的银钱来往。而如果范家因为靖王府的关系真的倒向了二皇子，只怕太子他皱了皱眉，心想自己那儿子虽不成才，但毕竟是陛下唯一嫡出，难道陛下此举有什么深意？不要想太多了。长公主安慰道：“你也知道，这2年我也很少管内库的事情，监察院也一直有人手看管着。范家毕竟身份不够，那个叫范闲的，就算真娶了晨儿，也不可能真正的掌住内库。”皇后皱眉说道：“我现在只是很疑虑，范建那个老家伙究竟给皇上灌了什么迷汤，竟然说动了陛下。”长公主微笑说道：“娘娘应该也很久没有赵柳氏入宫了吧？”皇后面色一寒说道：“那个女人嫁给范建做妾，看似愚蠢，但实际上心里狡猾得很。4年前你出主意去杀儋州的私生子，结果却让柳氏出的头，她一定对我们怀恨在心，再想诱她出来当挡箭牌，只怕不容易。那又如何？”长公主嫣然一笑，30多岁的人皮肤依然保持得非常好，难道她敢多嘴说些什么？再说了，我与柳氏从小就认识，知道她是个极喜欢钻牛角尖的人。皇后忽然皱眉道：“说来也奇怪，为什么陛下4年前就决定要把内库交给范家来管？如果不是事情出得急，当时也用不着行险。”长公主柔柔弱弱说道：“皇帝哥哥不喜欢我与你关系太好，所以早就决定让我从内库里脱手，不然也不会从一开始就让院长大人派人驻守在我那里。”他接着叹息道：“这满朝文武百官，不论轻于，总有法子可以控制，可就是那位陈院长大人一心忠于陛下，将院务打理得滴水不透，我们竟是没法子安插进去人手。”皇后听着这话，不易察觉地皱皱眉。身为臣子，忠于陛下是理所当然之事，我们暗中安插人手，也是担心主上被奸臣蒙蔽，陈院长忠心天日可见，这不用多说什么。长公主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柔声道：“是啊，不过这些年监察院追查那件儋州的刺杀案子一直没有停止，看来是陛下下的严令。这是自然。当时陛下酒后看见你的女儿，十分欢喜，当场收为义女，将她指给了范家。这件事情只有宫中几个人知道。”皇后回忆着4年前的那一幕，冷冷道：“结果不出1个月，儋州就有了刺客。这事儿虽然没有掀开，但监察院却是清清楚楚，陛下怎有不知道的道理？他自然不会在意那个私生子的死活，但很在意在这皇宫之中，竟然有人敢将他的话泄露出去。”长公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怯色，愁苦道：“4年了，监察院居然还不放松，真怕哪天被查了出来。听说陈嫔嫔大人回家省亲，一直不肯回京，如果他真的就甘心养老，那就好了。”不见得。皇后冷笑道：“你不要忘了4年前是陈嫔嫔入宫与皇上谈了一夜，才让皇上收回了指亲的旨意。前些日子陈嫔嫔回乡省亲，范建趁机入宫，皇上才又将晨儿指给范闲，又明说了将来你不要再管内库的事情。如果陈嫔嫔现在人在京都，只怕这门婚事还有变数，说不定就真随了你的意，或者说随了宰相大人的意。”长公主掩嘴一笑说道：“皇后这话说的，如果这门亲事不成，您也应该高兴才是，毕竟二皇子就会少了一条捞银子的门路。”皇后微笑道：“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其实说到底，这也不过是2个孩子结亲的事儿，成与不成与本宫关系不大。母后也说了，以后孩子们的婚事我可以操心，这范家的事情我就不操心了。长公主面色微变，却依然笑着说道：娘娘说的有理，那我这做母亲的就更没有什么好急的了。虽然那个范闲出身不怎么光彩，但这些日子看来倒也有几分才学。再说晨儿的精神这些天似乎有了些起色，说不定还真是喜事将近带来的好处。2位庆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就这样安静对坐着，饮茶闲叙，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2个人谁都不愿意松动自己的心防，谁都不愿意去做那件事情，杀死范闲。婚事自然告吹，范家后继乏力，二皇子没有了支持，宰相高枕无忧，长公主依然病弱不堪地管着内库，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源源不绝的银子，只要死一个人，似乎围绕皇宫权力分配的困局便会迎刃而解。但偏偏却没有人愿意出手，毕竟不是4年前，毕竟京都不是儋州，这里有无数双眼睛，就算是皇宫里面的人，也不可能再用暗杀这种手段来对付一名大臣的儿子，尤其是在这种敏感的时期。而且毕竟柳氏这一辈子不会2次踏进同一条阴水沟里。太后寝宫之中，那位看上去年高德少的老太太垂下自己花白的头发，感受着身后那双稳定的手正在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低声说道：为什么我会生这么蠢的一个女儿？身后那人微笑说道：可您还是最疼长公主，不然当初也不会让皇上做出那样的安排，也不会帮宰相大人暗中做了那么多事。太后叹了口气说道：林若甫这个人真不知道是他负了我那儿，还是我害了他。对了，你这条老狗眼睛毒，说说看，皇上到底为什么要让范家那小子娶晨儿？那人声音有些犹豫，郡主也到了该嫁的年龄，而且身体确实也怕难以好转，许给范家倒是合适，不过婚事只是其表，关键还在于陛下那道模棱两可的口谕，这样大的一笔产业就让一个外姓人来管，莫非陛下觉得皇后与长公主太过亲近，又对太子真的不满，所以削了长公主的权，准备让二？他忽然发现自己虽然服侍了太后几十年，但在这件事情上发表的意见已经太多了，所以住嘴不言。太后微怔，脸上像菊花瓣一样的重重皱纹渐渐铺开，说道：国事陛下管，家事我管，那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那人谄媚说道：太后圣明，这件事情你做得很不聪明。司南伯范建在书房里冷冷看着自己的儿子，范闲苦笑着，白天的时候就知道一定逃不过这轮责问，也不多做解释，只是老实认错。你不是一个蠢人，郭宝坤身边也没什么厉害人物，如果你真要打他一顿出气，为什么会露出这么多马脚？不等范闲解释，司南伯又冷冷说道：不要说什么打人不报名等于没出气的废话。范闲知道是柳氏向父亲传述自己白天的说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见他脸上干净无比的笑容，范建便无论如何也气不起来了，叹着说道：说说吧，闹这么一出是为了什么？范闲想了想，回答道：一是昨儿夜里与靖王世子喝了顿酒，觉得这朋友可交，借着打架这事儿把他和自己绑在一处，将来身后有靖王府这个靠山，不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方便些。说完这句话，他偷偷看了一眼父亲的眼神，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才继续说道：二来郭宝坤这厮欺人太甚，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不能惹的。范建冷笑了一声说道：这第2条理由说得过去，但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你打心里抵触那桩婚事，所以想自败名声，好让宫里踢你出局。范闲没想到根本没有瞒过父亲，微微一怔，思酌着该如何解释。范建又冷冷说道：而我先前说你不聪明，也就是因为你拖了靖王下水。要知道郭家是太子那派的人，靖王世子却是二皇子那派的人，你打郭宝坤，拉靖王世子，这事儿落在别人眼里，岂不是要说我们范家已经投靠了二皇子？范闲装作吃惊道：庆国上下都知道父亲与靖郡王交好，妹妹与柔家郡主也是打小的朋友，2家关系之亲密，甚至可以说是官场之上的艺术。难道您不要忘了，你奶奶当年是陛下的乳母，这靖郡王也是她带大的。那时候陛下忙于别的事情，所以都是由我带着玩，2家的感情自然极好。范建哼了一声说道：但私交是私交，公务是公务，国事乃国事，这宫里的事情又岂是我们做臣子可以议论的？太子如今依然是太子，一国之储君，如果陛下万年之后，我们范家当然要忠于太子。范闲听出这话里的病来，笑着说道：太子如果不是太子，那又怎么办？说来奇怪，听着儿子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司南伯范建却没有丝毫吃惊，也没有教训他，只是淡淡说道：这只有陛下才能做决定，任何在陛下没有决定之前就站了阵营，都是错误的做法。孩儿明白了。范闲终于得到了痛打郭宝坤后想要的一个结果，范家不站在太子一边，也不站在二皇子一边，只是站在陛下这一边。不错，
范建寒声道：“如果不想站错队，就不要急着抢占。而且，只要你永远站在最强者的一边，你就永远不会犯错。而这整个天下最强的自然就是陛下。万一陛下驾崩了呢？”范闲不怀好意地看着父亲，知道他对那个皇帝确实忠心耿耿。陛下春秋鼎盛，比我年纪还小。范建微笑道：“将来是将来的事，是你们这一辈人的事。你知不知道，为了让你能够轻松地从公堂上走下来，我们与郭家今天在朝廷里暗中交了多少次手？大理寺、刑部、吏部，到处都可以看得见我们两家的影子。郭家最后甚至还找到了监察院，如果不是陈萍萍不在，说不定你今天真的回不来了。”陈萍萍，范闲皱了皱眉，对这个名字实在是很耳熟，当然知道对方便是整个庆国阴暗力量的掌权者，但是明知道范家与监察院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他有些纳闷，为什么陈萍萍在，我就回不来了？因为他反对你娶长公主的女儿。范建冷冷道：“这次急召你入京，就是因为陈萍萍回乡省亲，无法在陛下面前说话，才让你入京赶紧确定这门婚事，倒不完全是因为那位姑娘的病情。”范闲望着父亲问道：“费介是我的老师，您与陈院长的关系也一直密切，为什么他会反对？”“不对，在外人看来，我与监察院之间并没有太深的关联。”范坚淡淡说道。“至于他为什么会反对，很简单，因为就某些事情的看法上，我和他有分歧，所以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什么看法？”范闲盯着父亲的双眼，一丝都不游离。范建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决定告诉这孩子一部分的事实：陛下不喜欢太子，但是皇后与长公主亲近，而长公主掌管着内库的银钱出入，这是一笔暗账，很容易从里面取出银子。这个事实让陛下很不放心。范闲心头大惊，说道：“原来陛下是怕东宫有变。”思南伯府的书房里并没有宫廷阴谋即将大展开的铁锈味道。范建笑了起来，心想面前这孩子虽然聪明，但政治斗争方面的经验确实是太少了些，看来以后要慢慢的教。陛下这一生都是马背上过来的，怎么会怕这些？只是他并不愿意看到自己父子反目，所以借这个事情警告一下后党。后党？就目前看来是皇后、太子、长公主，或者还有宰相。范闲继续问道：“皇帝陛下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件事情。您以前说过，内库的产业一向有监察院监管，为什么会选择我？”“很简单。”范坚望着他，眼光却像是望着极远的地方，像是望着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建议他选择你。”范闲眉头一挑，知道父亲不会再做任何解释，所以转而问道：“那为什么陈萍萍会反对？”“因为他建议陛下不选择你。”范建说道。“陈萍萍一直认为你应该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堂堂监察院院长也如此关心自己。”范闲忽然想到了监察院门口的那个石碑，终于忍不住心中强烈的疑惑，问道：“为什么监察院门口会有你母亲的名字？”“很简单，庆国当初本来就没有监察院。你母亲当年说有监察院吧？”范建笑了起来，似乎心中十分快意，“所以庆国就有了监察院。”范闲的心脏跳得比袋鼠还要猛，张大了嘴，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想到了前世很熟悉的那句话：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父子二人的对话在继续。范闲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当初那个叶家拥有何等恐怖的势力，在庆国东征西伐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候，是叶家一手撑住了摇摇欲坠的朝政，而目前令百官惊悚，被皇帝陛下用来团结整个庆国力量的监察院，居然是母亲当年建议设立，并且从建院支出的机构设置到庞大的支出，全部是由母亲一手处理和提供。难怪监察院的门口写着叶青梅这个名字，难怪自己从小就在监察院的注视下长大。范闲注视着父亲，看了半天，摇了摇头，叹道：“父亲，我说句话，您可别生气。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对你发过脾气？”范建似乎猜到他要说什么，脸上带着一丝有些诡异的笑容。范闲想了一下措辞，最终发现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苦笑着直接说道：“我现在真的很怀疑，老妈当年是怎么看上您的。”“哈哈哈，不要忘记你母亲的名字。”思南伯范建好像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挥挥手让他离开了书房。范闲走到园子里，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忽然明白了，叶青梅，叶青梅，看清天下须眉。父亲没有责怪你吧？范若若担心地望着哥哥，其实他与范闲长得并不相像，唯一最相似的就是长长的睫毛和白皙的皮肤。范闲苦笑道：“责怪并不是教育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环节，最可怕的其实是长时间的思想交流。父母们总以为应该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却不知道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正青春年少时，却要被迫亲近陈腐气十足的裹尸布。”他这是想到刚才看到的一幕，有感而发。过花厅的时候，看见范思哲正满脸不耐烦地听着柳氏训话，柳氏看见他之后才住了嘴，他厚着脸皮把范思哲带了过来。
范若若叹息道：“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他忽然想到白天在京都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桩案子，好奇问道：“哥哥，你曾经说过，如果做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背后一定需要一个很明确和强有力的理由。今天你上京都府打官司，肯定有什么原因？”范闲点了点头。范若若没有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只是问道：“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吗？”范闲笑了笑说道：“还算比较满意，至少知道了父亲究竟在朝廷里面怎么站的队，知道了原来范家在朝廷里的影响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很多。至于你能猜到的那个原因，我就不知道效果了，毕竟我不可能变成一只蚊子去偷听宫里那些大人物的对话。”范若若嗔怪道：“若是为了这些事情，也不需要行险吧？”范闲笑着解释道：“反正是拿定主意要打那个姓郭的小匹夫，顺便看一看京都里的水有多深也是好的。”喂，我听不懂啊！在一边听了半天的范思哲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范若若微笑着拿出戒尺，范思哲嚷道：“听不懂也要打！”范若若的笑容压迫感十足。说过多少次要叫大哥？我知道错了，大哥。范思哲小小年纪，但是骨子里的奸商思维让他绝对不吃眼前亏。范闲好笑看着他：“我看你今天修改后的计划书，觉得你实在是有些天分，怎么会连我和你姐姐说的话都听不懂？”范思哲愤怒嚷道：“什么裹尸布，教育环节的，谁知道你们有这么多古怪词儿？不过最后那句倒是听明白了。”他恨恨道：“喂，错了，大哥，那姓郭的王八蛋上次在酒楼上欺负我，你就该打了，怎么一直拖到昨夜才打？不管，下次再有这么好玩刺激的事儿，你一定得带我去。”范闲苦笑望着他，心想：你别老想扮演街头小霸王成不成？他们兄妹二人说话的时候，并没有避着旁边眼睛咕噜噜转着的范思哲，这是范闲的决定。一方面是借此让柳氏明确的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以免将来因为双方信息对流不畅而导致擦枪走火，就像是前世中美军事交流，哪方演习总得派个观察员，不是范思哲自然就是观察员了。另一方面是想让这个顽劣的弟弟逐渐适应这范家三宝的氛围。范闲相信潜移默化所养成的某种习惯，会让某些人在做出某些决定前进行更多偏于光明方面的思考。等范思哲去睡后，范闲转过头去问妹妹：“约好了吧？”范若若点点头，嫣然一笑道：“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如果让京都里的人知道你居然这样着急要去看新媳妇儿，只怕都会笑死，而且说不定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不管了，范闲有些恼火的挥挥手：“我得先把这件事儿确定一下。”一大清早，京都守备叶府的马车就停在了思南伯府的门口，马车上叶灵儿略显焦急的等着。过了一会儿，范若若领着一个面色蜡黄、略微有些驼背的年轻人从府里走了出来，叶灵儿眼睛一亮，迎上前去。叶灵儿脸认一礼，说道：“有劳范小姐了。”接着转身向那个略有些驼背的年轻人微笑问道：“先生便是费大人的学生？”年轻人笑了笑，蜡黄色的肤色配上眼角的几丝皱纹，看上去精神不怎么好。他拱手回应道：“正是。”叶灵儿说道：“辛苦先生了。”年轻的医生笑了笑，礼貌回答道：“病人要紧，我们还是快去吧。”叶灵儿与范若若上了头一辆马车，年轻的医生上了后一辆。他坐在座位上，发现这马车极为宽敞，与京都里常见的样式区别很大，里面也没有多余的装饰。看来这叶府终究是沙场出身，始终有些素气。年轻医生自然就是范闲，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在若若的眉笔粉底帮助下化了一个妆，这还是小时候跟费借学的些皮毛，但看起来效果似乎不错。其实他的信心最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在京都已经有了小小名气，但真正见过自己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至少那位叶灵儿和林家小姐没有见过。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的林家小姐，范闲的心跳骤然加速。不论今后如何打算，毕竟现在名义上对方是自己的未婚妻，而自己心中一直记挂的白衣姑娘显然也是豪贵家庭出身，想要一妻一妾那基本没门，看来自己得做出某种选择。随着马车的前行，范闲也越来越紧张，因为马车前进的方向就是皇家的别院，是那位林家姑娘自己的未婚妻目前居住的地方。他今天冒充大夫，这本身就是极荒唐的事儿，但是一想到鸡腿，一想到叶家，一想到所谓妻子便是这辈子要和你在枕头上面对面喷气的角色，由不得范闲不小心谨慎却又大胆荒唐。就和来京都前想的那样，不论怎地都得先看看可爱不漂亮不萝莉不。前一辆马车里，叶灵儿与范若若在说着话。真是麻烦你了。叶灵儿脸上忽然有些犹豫，不过那位真是费大人的学生，看着很年轻。范若若笑了起来，我知道这大夫总是老得好，但今儿也只是让他去看看，毕竟费大人的医术可是连御医都很佩服的，我们家与费大人有些关系，让他去瞧瞧总没有什么坏处。叶灵儿一想也是这么回事，林家姐姐的费劳始终没有哪位医生能拿出真正的法子来，宫里曾经传过费介，谁知道费介寻边去了，
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今天能找到费界的学生也算是运气不错。他想了想，终于还是没有忍住，问道：若若，听说昨天你哥哥被人给告了？范若若心想，你此时问这个干什么？好笑回答道：是不是又给我哥加了一条罪状？叶灵儿冷哼道：这次我承你的情，但是对于你那哥哥，我是没半点好感。男子汉大丈夫的，竟然像个面团似的，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也不知道有点自己的意见。范若若心里一乐，心想，如果自己哥哥真的有了自己意见，这门婚事自然不成，到时候还不知道谁不高兴，却不会说什么，微笑着回应道：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早就应该清楚，很多事情都会身不由己的。可是你哥也太胡闹了吧，明明都要娶林姐姐了，居然还去棉花素柳，这让林姐姐的脸往哪儿放？叶灵儿想到最近的这些传闻，怒上心头，恨恨道：不止如此，还当街打人，这种品性，若若你不要生气，你说说，如果让你嫁这样的人，难道你肯甘心？范若若叹了口气，心想，那有什么不甘心的？转而说道：所谓流言止于智者，这些外面人胡嚼的东西，你理会做什么？我家兄长也不是一个一味蛮不讲理、四处风流的人。叶灵儿冷笑道：还不是？你知不知道从昨儿起，京都里的人都是怎么称呼你哥的？怎么称呼？范若若睁大了眼睛，好奇问道。她确实很想知道京都里的大众们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兄长，说他是范府那个打黑拳的。叶灵儿气呼呼说道：你看看别人怎么看你哥。范若若掩嘴一笑，也说道：那你知不知道我哥还有个绰号？什么？太后曾经说过，万里悲秋常作客又打人了。范若若忍住笑意，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个绰号是不是长了些？叶灵儿知道对方是在告诉自己，那个叫范闲的人不仅会打黑拳，也做得一手好诗。他哼了两声，也不可能反驳宫中太后的意见。很明显，太后很欣赏范闲做的这首诗。两辆马车一前一后的驶进了离皇宫不远的一个安静院落，院外明显可以看到有许多宫中的侍卫，腰边系着式样简单却方便拔出的短刀。下了马车，叶灵儿熟门熟路的便要往里走，不料却被门口侍卫拦了下来。叶灵儿好奇说道：怎么了？侍卫为难说道：叶小姐进去自然无妨。叶灵儿气急而笑，拉着范若若的手说道：这是思南伯家的小姐，京中大大有名的才女。她瞪了范若若一眼，万里悲秋常做客的妹妹，难道还不能进去？万里悲秋常做客是谁？侍卫大人碗大的字能认得一锅，当场就傻了眼。万里悲秋常做客本人这时却躲在叶灵儿的身后苦笑着。叶灵儿扑哧一笑，心情好了许多，解释道：今天请了位大夫来给姐姐看看，你难道还拦着？侍卫转过头去，看见那个脸色有些难看、身体有些佝偻的医生，心里想着，好家伙，自己的身体都整成这样了，还敢给郡主看病。但这话说不出口，毕竟要给叶家小姐面子，这宫中的侍卫有几个不和叶家有或多或少的师门关系。他苦笑着说道：叶小姐，如果您早前给大人们说一声，我肯定不敢拦您，也不会拦这位大夫，但今天确实不行。您看您请的这位大夫又没有在宫中上册，这就去治，万一治出个好歹来。范闲低着头，心里有些着急，不会辛辛苦苦跑这一趟，最后连林家小姐发脸都见不着，就要撤了吧？他却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种的因，今日得的果。上次他糊里糊涂地闯入庆庙，与宫典对了一掌，整个皇宫的侍卫都被洪公公和大统领骂了个狗血喷头，所以如今才会境界得如此森严。瞎说什么呢？这位先生可是监察院费大人的学生。叶灵儿瞪了侍卫一眼，侍卫一听到费大人三个字，再看向范闲的目光就开始油然起劲，悄无声息地退后半步，却想到了一件事情，皱眉道：费大人的学生，怎么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叶灵儿也想到了这一点，心想以费大人的医术，他的学生应该很出名才对，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狐疑地转身望了一眼范闲，范闲却是早有准备，满脸阴沉地摇了摇头，从怀里掏出一块腰牌来。腰牌是监察院的腰牌，没有人能仿冒，或者说天下的能工巧匠没有人敢仿冒，这还是6岁时费介离开儋州前送给范闲的。侍卫拿过腰牌一看，毫不困难地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再看着这个年轻人脸上的阴沉之气和蜡黄脸色，就有些明白了，这确实是费大人的学生，常年和毒物浸在一处，想不成这富贵样子也很难。既然找到了足够承担责任的担保方，侍卫自然放行。三人走入安静的小院中，沿路偶见花丛，一条小石子路从花丛里伸了出去，通向院子深处的一幢小楼。有丫鬟请3位上楼，然后端上茶来。范闲留意对方行止，发现这丫鬟一举一动间极有分寸，很明显是在宫里受过了常年的训练。又过了些时，一位老嬷嬷走了出来，略带娇色说道：叶小姐您来了。叶灵儿明显不喜欢这个老嬷嬷，冷哼了一声，算是应答，问道：姐姐呢？
小姐正在睡觉，不知道叶小姐今日前来有何贵干。老嬷嬷貌似恭敬地站着，语气间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范闲不免有些意外，心想这又是哪一出？叶灵儿今日不想与这老婆子斗嘴，嚷嚷道：“我给林姐姐请了位好大夫，你去通传一声，等姐姐收拾好了，这位大夫就来看病。”老嬷嬷看了范闲一眼，知道这便是那位医生，冷冷说道：“小姐身份您也是知道的，除了宫中御医之外，还有谁够资格医她？”叶灵儿又将范闲的身份搬了出来，谁知这老嬷嬷竟是毫不退让，比外面的侍卫还要难缠许多。范闲不知道，如今这皇家规矩，但凡未出阁的女儿，总是身边婆子女官一大堆，虽然不见得有什么束缚，也不像前世清朝那些恐怖的老处女，但这些女人们总是忠心蠢蠢，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主子接近任何的危险。范闲有些不耐烦了，向范若若使了个眼色。范若若会意，笑着站了起来，对叶灵儿说道：“既然不合规矩，那我们就走吧，毕竟这地方不比京都别处。”叶灵儿果然经不起激，跳将起来，对着老嬷嬷就是一顿臭骂。范闲皱眉看着，心想这小姑娘脾气果然太暴，将来不知道谁会教训她。此时范若若又假意劝解，将委委屈屈的老嬷嬷劝到桌旁坐下，又递了杯茶给她喝。一会儿之后，老嬷嬷忽然脸色一变，急匆匆地走了。此时林小姐的大丫鬟听着声音从里屋出来，看见老嬷嬷不在，就将三人迎了进去。叶灵儿虽然脾气大，但却不傻，疑惑地看了一眼范闲。范闲半低着头，什么都没说，跟着走了进去。他的身上永远揣着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正是泻药、迷药、春药，药药不离手，还有匕首、暗弩、五竹书这三大护身法宝。有这些东西跟在身边，真可谓是天下都去的了。入得林家小姐闺房，范闲低着头，不敢有半分异动，只是鼻尖传来阵阵幽香，才知道房里点着高原上特有的某种香料，这种香料有助于病人息神静养，只是香味太浓，便将这小姐闺房里本应有的脂粉味冲淡了许多。叶灵儿先进慢后说了些什么，然后范若若又走了进去。范闲运功于耳，听清楚了，妹妹正在向那位姑娘问安，那位姑娘却只是咳了几声，似乎有些气喘。范闲在心里勾画着里面的场景，不知道小姑子初见心腹，二人会是怎样的表情。一念及此，范闲才发现自己确实有些心花花，明明爱杀了那位啃鸡腿的白衣姑娘，今日入得林家小姐闺房，嗅得满鼻异香，却又开始幻想林家小姐脸上的红晕是什么模样。先生请进。叶灵儿带主人相邀。范闲微微直了直身子，先慢而入。范闲第一次踏进自己未婚妻的闺房，却是用的大夫身份。进入他眼帘的，首先是那张青罗为饰、紫锂为钩的床，然后是三位姑娘，一位是叶灵儿，一位是妹妹，还有一位正低着头忙着拉好床上的幔布，是那位大丫鬟。范闲咳了两声，走上前去，在丫鬟端过来的圆凳上坐好，像个正牌大夫一样，捋了捋颌下胡须，只是这新粘上去的胡须有些不结实，险些捋掉了。他赶紧撤了这做派，开口问道：“烦请小姐伸出手来。”林家小姐自然正躺在床上，隔着幔布也隐隐约约能看见那袅袅身段。她听着大夫说话，缓缓将左手伸了出来，搁在柔软的腕枕之上。这腕枕似乎是常备之物，就搁在一边。看来宫中的御医常来诊治。范闲看着那白如净玉的一截手腕，心头一动，不知怎的，竟想到如果将这手腕的主人娶回家去，日后便可以摸了再摸，快活的不行。他赶紧收敛心神，伸出一根手指搭在手腕上。只见与林小姐的手腕一处，双方不知道为何同时抖了一丝。叶灵儿不敢打扰大夫诊脉，好奇地看着这位费大人的学生，发现对方只用了一根手指，想到传闻中费大人的手段，越发多了几分信心。他哪里知道范闲虽然颇通医术，但毕竟只学了1年，哪里能和真正的御医比学养，唯一的强处便是在用药和前世的少许见识。之所以故意用一指断脉，只是想唬一唬深州的人，树立自己神医的形象。范闲的指头觉着滑腻干净，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近似舍不得放开手，略一沉吟说道：“小姐脉象有些虚，但造诣十足，虚损火旺相杂，细若游丝，倒有些麻烦。怎么了？能不能看看小姐的面相，好做判断？”“不行。”大丫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虽然庆国风气比较开放，但床上这位却是皇帝义女，身份太过特殊，就连御医都不让看脸，更何况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野路医生。范闲有些失望，转而说道：“听说御医正断定小姐是肺痨。”回答他的依然是大丫鬟。那位林小姐似乎有些虚弱，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是。”范闲想了想，觉得似乎有些把握，毕竟肺痨就是前世的肺结核，虽然自己穿越时没有像其他大能那样带上一个急救箱，但治病的法子总是有许多的。于是他继续问道：“小姐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劳，而且经常咳嗽？”“是。”“是不是身体渐渐瘦了？”“是。”“是不是经常感觉潮热不堪？”“是。”范闲有些恼火，这大丫鬟的嘴真快。他眼珠子一转，问道：“是不是经常流虚汗？”
是。大丫鬟依然抢着回答，但范闲却像是没有听到，在伸出床幔的那只柔软手掌心里摸了一下，发现确实有些微润。林小姐万万想不到外面的大夫竟然如此大胆，又羞又急地将手缩了回去。范闲的动作很快，所以床外的3位姑娘都没看见。范闲皱眉道：还没有咳血吧？已经开始咳了，入春的时候好了些，不过前些天又咳了起来。看见这年轻的大夫将症状说得准确，大丫鬟收回了轻视，带着一丝焦急和希望回答道：范闲沉吟少许后郑重说道：小姐确实得的是肺痨。听他问了半天，居然就说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大丫鬟咬着下嘴唇，恨不得把这个大夫赶出去。叶灵儿瞪了他2眼，范若若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范闲却不理这些，站起来去书案前找了支笔，开始写药方。写完之后，大丫鬟拿到手里瞧了瞧，发现依然是百合同金汤，只是多了2味紫珠草和黑山枝，又还多了1味黄芩。他皱眉问道：黄芩苦寒泻火兼阴，但是太伤元气，能用吗？所谓久病成医，这丫鬟几年来看着不同的大夫为小姐看病，对于治肺痨的方子熟地不能再熟，所以一下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范闲看着他，不免多了几分佩服，解释道：只要病人身体好，应该无碍，先用猛药冲上一冲，然后再徐徐涂之。大丫鬟看了他一眼，有些生气说道：小姐得的是肺痨，身体虚弱得很，怎么可能经得住？范闲笑了笑，也不生气。小姐既然已经咳血，那这病就有些重了，所以得先养好再用药。到底是先用重药还是先养？叶灵儿已经听得有些糊涂了。范闲咳了2声，从现在起每天给小姐喝1碗羊奶，记住要喝生的。他这是前世听的某个偏方，而且确实很有效果。他又问道：小姐的饮食如何？大丫鬟正在想着羊奶的事情，又听着这句话，自豪回答道：每天清粥小菜，绝对没有挨过一点荤腥。范闲大怒，心想都病成这样了，你们怎么还这样呢？一个弱弱的小姑娘居然还不让她吃好点，也太过分了。看到旁边妹妹和叶灵儿奇怪的眼神，她才知道自己这气生的太没道理。依林小姐的身份，怎么也不可能有人还在口实上克扣才对，想来一定另有原因，自嘲一笑，问道：为什么这么吃啊？3位女子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她，心想肺痨患者要忌荤腥，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偏偏范闲受的教育却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很执着地说道：得让小姐吃些好的，不要再忌油荤了。羊奶一定要喝，日常的膳食也必须丰富些。如果一时适应不了，就用生山药、生薏米各1两捣成粗渣，煮至烂熟，再将柿霜饼半两揉碎，到里面调匀喝下去。等半月之后，再用我先前开的方子。他自顾自说着，别人却是皱着眉，没有谁敢听他的。就在这个时候，先前在外面拦着他们1和3人的那位老嬷嬷扶着腰走了进来，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竟然如此辛苦，说话的声音都有些软弱无力。你们怎么进来了？大丫鬟笑着迎了上去，解释道：这位是叶姑娘请来的医生，小姐同意让他们看一下。老嬷嬷有些不高兴，说道：这宫里的御医也是每2日来诊治一次，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稀奇处？大丫鬟笑说道：倒确实有些稀奇，都已经判定小姐得的这病，还让我们给小姐天天准备些山珍海味。老嬷嬷一听，拼命摇头，说：这可千万使不得，万一耽误了小姐病情，这可如何是好？只说的2、3句，她面色一变，匆匆告罪离开。范闲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对那位丫鬟说道：学生这剂药一定得配着先前说的禁用，不然万万没有效果。丫鬟却依然不肯听他的，搞得范闲恼火得很，心想将来若真的能与你家小姐同冤账，定舍得你叠被铺床。他无奈说道：我这里有些现成的药丸，先吃2粒养养，如果疗效不错，你应该信我了吧？药丸或许是好的，但肉是一定不能吃的。这丫鬟可真拧。范闲气的是咬牙切齿，却不知该如何办。当他咳血的时候，他在咳血；当他急得咬牙切齿时，他也急得咬牙切齿。漫杀之后，那位虚弱躺在病榻上的清丽姑娘听到外面大夫的声音，早已急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那声音如此耳熟，明显就是自己在庆妙偏殿里遇见的少年郎。虽然不知他为何来到自己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了费大人的学生，但是林姑娘双手紧紧地抓着筹备的边角，可爱的如贝白牙轻轻咬着下嘴唇，十分激动。一抹并不健康但是格外魅力的红色染上了她的脸颊，这可怎生是好？明知道那人就在幔外，却不知该如何相见，真愁死个妹妹爱杀了个人儿。听到外面的对话似乎渐渐结束，那个声音的主人就要离开，姑娘终于忍不住了，撑着身体坐了起来，斜靠在床头，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喊出了蚊子般大小的声音：等一等！听见漫杀后的声音，外面的4个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丫鬟首先走了过去，低声问有什么事情。叶灵儿则是面露关心，而若若却是想着今天哥哥冒险乔装来到这里，却没有办法看见林家小姐一面，所以下意识里去看哥哥的表情，不料却看到了一只呆鹅。范闲听到等一等这3个字之后就呆了，化身为呆鹅，傻乎乎地看着床上，似乎要隔着几重幔纱看清楚那里面女子的模样，以证实先前的声音。在庆庙的时候，他曾经听过白衣姑娘说话，尤其是那句，其实只有那句你是谁。庆庙里轻柔的3个字却是令他印象无比深刻，未曾忘记。范闲马上知道幔纱里的人是谁，一股子得到失去复得到的狂喜冲入他的大脑，让他在短时间内有些麻木，有些不知所以。受到冲击之后，马上想到黄立行的那首歌，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所以他有些摇摇晃晃，却马上清醒了过来，硬生生止住了一把掀开床前那道纱的冲动。小姐有什么事吗？丫鬟在床边低声问道。叶灵儿也走了过去，皱眉道：晨晨，你先躺下去，坐起来干嘛？这位大夫先前说的似乎有些道理。纱幔里的姑娘似乎有些着急，该如何措辞？当面看看，或许大夫会更有把握些。丫鬟听小姐都这么说了，但记着规矩，只好为难地将求助的眼光投向叶灵儿。叶灵儿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怀疑范闲的医术，所以劝了几句没什么必要的话，但耐不住林家小姐的坚持，心头一酸，直到姐妹自忖来日无多，所以不肯放过任何一线希望。她好叹了口气，伸手去拉纱幔。就在这当儿，那位可恶的老嬷嬷第3次上了楼来，看见这木一惊，便要去拉范闲离开。范闲心头一怒，心想你还真是麻烦，2道目光如雷神发怒般瞪了过去。目光急处，老嬷嬷一捂肚子，落荒而逃。范若若自然知道自家哥哥的目光并不能伤人，这是泻药还在坚定地发挥着作用，忍不住掩嘴而笑。此时范闲的唇角也挂着一丝微笑，看着渐渐拉开的幔纱，等待着2人相见的那一刻。幔纱拉开，颈背之中，一个肤色白皙、双眼水灵、面有红晕的清丽姑娘就这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如同没有旁人一样。2对目光柔和却坚定地对到了一处。范闲的目光里满是喜悦与开心，而林家小姐的目光却十分惘然和失望。范闲马上反应过来，自己今天化了妆的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未婚妻，自然没有办法当场认出自己来，眼神里不自禁地带上了一丝笑意与无奈。林小姐在丫鬟的搀扶下坐好，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年轻大夫，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但渐渐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在回忆一些什么，似乎从这个年轻大夫笑盈盈的眼光中发现了什么。叶灵儿忽然觉得费大人发学生目光十分令人讨厌，催促道：傻站着干嘛？范闲微笑着走上前去，细细端详着那张自己记挂了几日的美丽容颜，看着那抹不健康的红晕，心头生出万分怜惜，柔声道：一定要按我刚才说的法子进食吃药，知道吗？听见这声音再次响起，看见这完全不一样的脸庞，林家小姐有些晕眩，手臂撑在床上，轻声说道：麻烦您了。离开林姑娘闺房的时候，林姑娘极有礼貌地谢过了这位年轻的大夫与范家小姐。她知道这位范家小姐将来极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小姑子，所以心头难免会有些莫名的情绪。再看那位年轻大夫，心头更是一片激荡，明明声音是他，为什么却不是他？看着那位年轻的大夫就要走出门口，林姑娘十分着急，却根本没有法子。身为名义上的郡主，先前坚持见大夫一面已经是极大胆的举动，难道还要自己去追问对方前些天你是不是去过庆庙，是不是看见一个白衣的姑娘，还记得那只鸡腿吗？罢了，明明不是那个人，只是声音有些相似罢了。看来这些天睡得太沉，又太记挂那个声音，竟有些入了魔障。就在姑娘家患得患失、渐趋失落的时候，范闲忽然在房门口顿住脚步，回身带着一丝古怪的笑容说道：羊奶要喝，荤腥要沾，如果饿了，多备几个鸡腿吃吃。林姑娘眼睛一亮，问道：可这些天胃口不大好，时常有些恶心作呕。不要紧，吐啊吐的就吐成习惯了。范闲发现自己将来的老婆是个聪明人，十分欣喜，说道：白天可以通通风，但晚上一定要记得关窗子。叶灵儿和丫鬟觉得这个大夫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在回范府的马车上没有什么外人，只有一脸微笑的范闲和正在旁边偷笑的范若若。范若若看自己哥哥想忍住狂笑的冲动，忍得十分辛苦，笑着说道：想笑就笑吧，憋着干嘛？这话一出，马车里顿时传出一阵极快意的大笑声，十分响亮，惊着了道路两旁行人，吓坏了守在前面的滕子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巧，看见哥哥高兴，范若若也忍不住替他欣喜。没想到林家小姐竟然就真的是哥在庆庙遇见的姑娘，是巧。范闲挠挠有些发痒的眉毛，笑着说道：以后别叫什么林家小姐了，叫嫂嫂。范若若取笑他：10月才过门，现在就叫嫂嫂，会不会急了点？而且呀，你知道宰相大人和长公主都是不喜欢你的，
你不也是曾经想过推了这门亲吗？范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哥哥可是一定要将那个女子娶回来的。别说宰相大人长公主，就算监察院那位院长大人回了京都，我也不去管他。范若若忽然好奇问道：今天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林嫂嫂。她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嫂嫂虽然生得清丽，但也没你上次形容的那般美若天仙啊。范闲一怔，郑重问道：这还不算美若天仙？范若若很客观地说：不算。范闲想了想，有些茫然，半天之后才说道：难道这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哥，你这句话的意思我大概能明白，不过西施是哪里的美女？范若若很好学。范闲这时候满脑子的林家姑娘早就丧失了这些年来担当妹妹师长的优良传统，随便糊弄道：西施就是儋州港一个卖豆腐的姑娘，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骗人！范若若有些不满意了，发现哥哥自从确认将来的嫂嫂就是心上人之后，整个人都有些恍神。范闲安慰道：哪有骗你？你小时候还偷偷跟我溜出别府去菜场逛过，当时他就在那里卖豆腐，只不过你年纪小忘记了。范若若将信将疑，回顾今日之事，范闲心中无比感慨，这哪里是穿越，这明明是言情小说。林小姐姓林名婉儿，小名叫依晨，从小在皇宫中长大，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她的身世有些离奇，所以虽然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当今的宰相大人，却没有太多机会可以与父亲见面，倒是与舅舅亲近些。尤其是4年前舅舅给自己指定了婚事之后，更是连母亲都被剥夺了管自己的权利，倒是有了些轻松自在的日子。只可惜这种日子也未免寂寞了些。叶灵儿又常常随着自己的兄长们在定州那边疯，就算在京都入宫也不是太方便，所以身边连个能说说梯级话的人都没有。年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舅舅让人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捅了出来，当时他还以为舅舅是准备让父亲难堪，逼父亲请辞，谁知道后来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反而是将4年前搁置的联姻一事重新提上了台面。姓范名贤，户部侍郎范大人在儋州的私生子。林婉儿唇角浮起一丝苦笑，看来对方也是个苦命人，从小就见不爹妈的面，只是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嫁给他呢？难道说自己的身份就是如此的不光彩，只好胡乱许给范闲？不知道范闲长得是什么模样？林婉儿无法自抑地想到白天的那位大夫，一丝笑意涌上唇角，掩嘴笑了起来。那人可真好玩，居然想了这么个法子混进别院来了。要知道这里可是皇家别院，敬畏森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冒充费大人的学生。还真是个胆大包天的人，但他马上想到，这个人是随着范府小姐一起来的，难道他和范府有什么关系？那他一定知道自己与范府那位公子的婚事。天了，既然他明明知道这些，为什么还要来见我？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说那些话？两抹红晕在他的脸颊上像霞云一般美丽。在旁边铺床的丫鬟看着斜倚在床头的郡主，不由有些呆了，笑嘻嘻问道：小姐又想到什么开心事了？最近这2天老看你无缘无故的笑。林婉儿有些窘迫说道：难道笑也不能笑了？丫鬟吐了吐舌头，憨憨地走到窗边去关窗子。此时夜已经深了，早已到了入睡的时辰。林婉儿想到白天那位少年说的最后一句话，低声说道：你去拿些香来。丫鬟心想不是还有吗？却没有说什么，自行下楼去。林婉儿走到窗边，纤细的手指放在窗棂的小横木上，心想到底关还是不关呢？一想到自己身上的病，一想到自己已经许给了叫范闲的那个陌生人，林婉儿心头一痛，手指暗暗用力，将这窗子死死地关住。春夜亘古升起，正是鸡鸣狗到家时。一个黑影儿从范府的后墙上像叶子一样轻飘飘地落了下来，落地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掸掸身上的灰就没入了夜色之中。这人自然就是范闲，他一边在黑夜里前行，一面心里想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能够一掠10丈的真正轻功呢？害得自己爬墙的时候总要落一身灰。京都虽然繁华，但到晚上还有灯光的地方毕竟是少数，比如像瓦弄巷那边，因为要摆夜市还有杂耍，再比如流金河的水潭那边，前半夜的时候因为要接恩客上船，所以河边也会有些灯。而其他的街道大多数都是一片黑暗，只有旁边民宅里的幽幽灯光偶尔会透过门缝投射到青石板砌成的大街上，映出一道细细暗暗的线。范闲就在这些模糊不可见的线条间穿行着，在黑夜里奔跑着，夜风清凉打在他微微发烫的脸上，感觉很舒服。没有花多少时间，他就已经来到了今天白天曾经去过的皇家别院旁的小巷中。远远看着院子里的那房小楼，他皱了皱眉头，四周一定有些内功的侍卫。用五竹叔的话，自己顶多是7品的内功修为，3品的细腻控制，如果想贸然闯进去而不惊动这些高手，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他必须见到林小姐，虽然还不知道对方的全名是什么，但他需要告诉对方自己是谁，
将来你会嫁给谁。最关键的就是她的病。黑夜里一片安静，打更的梆子声刚响起不久，短时间里一定不会再次响起，偶尔会传来几声稍显有些月季的蛙鸣声。范闲安静地站在巷口的墙后，调息着自己体内的真气，让那股霸道的真气缓缓布满自己的全身，以后腰血山处为枢控，完美地控制着自己每一部分的肌肉和神识。他不知道五竹叔在不在旁边，但他知道总不能一生一世都依赖着五竹叔，因为五竹叔再强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不然自己的母亲当年也不会香消玉殒。将双手在衣服上使劲地擦了擦，保证上面没有太多的汗水，然后找准了皇家别院后墙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真气缓缓渗出掌心，再由掌缘奇妙收回，形成一个小凹陷，就像以前在儋州港外爬悬崖一样，很轻松地依附在了墙面上，缓缓往上爬去。这面墙足有2丈高，一般的高手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跳过去，而且墙面光滑，所以皇家侍卫对这里的防守是最薄弱的，谁也猜不到今儿个来偷香的居然是一个蜘蛛人。爬到了墙头，范闲一手攀在墙上，一手抹掉额头的冷汗，心想来看自家媳妇儿怎么也要冒这么大的险。此时却不是后悔的时候，抬头望天，只见那枚月儿正要遁入云彩之中，不由心头一喜。银光忽暗，嗖的一声，范闲就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园子里，像只狸猫一样钻进了密密的短树丛里，借着树木掩住了自己的行迹。这一整串动作由直直落下转成向前急冲，竟没有发出太大声响，全亏了在儋州15竹对他的严苛训练。其实别院里没有太多侍卫，这时候石镜子夜更是松懈，只听着远远的前门处似乎还有人没有睡，但园子里根本没有人在巡查。范闲松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小楼下面，抬头发现楼里的灯光早就熄了，一片黑暗。他心里想着，不知道他睡着了没有。楼下门关着，而且不知道那个老嬷嬷会不会度中余毒不清，半夜起来出宫，所以范闲苦笑着舍弃了这条道路，转到楼外，双手真力缓出，用力扣住木质的廊柱，往上面爬去。爬到顶处，第2层木格却是突出了一部分，约有2尺长的距离。范闲轻吐一口气，伸手去摸，摸到了一个小缝隙，用食指和中指抠住，身体一荡，便悬在了空中，腰腹一借力，便摆了起来，像只蝙蝠一样向上一纵，死死地贴住了窗户外面白天见面的时候最后说的那句话。范闲相信窗内的那位姑娘一定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满脸自信微笑的轻轻一拉窗子，没动。他稍稍用了些力，再一拉窗子，居然还是没开。林婉早早就上了床，但却一直无法放睡，躺在软软的薄被之下，双手抓着被角，一双大眼正在黑夜里睁着，清亮无比地看着头顶的床顶，不知道在想什么。窗外的动静他马上听见了，心头一紧，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万万想不到那个少年竟然胆子真的如此大，居然敢半夜摸进皇家别院来。他本应喊人，但一想到如果侍卫赶了过来，那个漂亮的少年只怕会落个死罪，所以心头又有些不忍，紧紧咬着嘴唇，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在窗子关上了，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心想只要对方进不来，自然会知难而退，如此一来，自己不会面对自己根本不想多想的局面，那少年也不会落下如此大的罪名。可惜是不如人愿，只听得窗户那里嗤的一声轻响，便被人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少年握着把涂着黑漆的细长匕首从外面翻了进来。林婉隔着幔纱看见这一幕，下意识里便要喊了出来，但一看见那张脸，那张在庆庙神台漫步外看见的干净脱尘的脸，不知为何他竟将这声喊生生地咽了回去。范闲动作很快，没有一丝出练小男生应有的羞涩，反身将窗子关上，然后走到床边，一把掀开纱幔，一股淡淡的幽香开始在房间里蔓延。林婉觉着脑中略有些迷，但又闻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后，整个人的精神顿时醒了过来，这才知道先前这个少年已经释放了迷香。他吓了一跳，难道这个人是传说中的采花大盗？无尽的后悔开始涌上林婉的心头，他嘴巴一张便准备喊人。范闲却完全没有这种自觉，只是满心喜悦的准备喊醒这位姑娘，哪里知道一看，姑娘居然还是醒着的，本来迷惘的眼睛里居然出现了惊恐的神情，而且张大了嘴巴，难道是准备喊人？他马上醒了过来，身形一飘，单膝跪到了床上，一只手捂住了林婉的嘴，掌心处触着她的软唇，痒痒的。别喊别喊！范闲生平第一次入舍偷香，难免有些经验不足，愁苦说道：是我呀！似乎看出了少年并无恶意，林婉渐渐平静了下来。范闲挪开手掌，无奈轻声说道：别叫了。林婉忽然想到刚才的那2道异香，着急问道：你把我的侍女怎么了？因为侍女就睡在旁边的龙榻上，刚才这番动静应该早就醒过来了，才对范闲轻声解释道：没事儿，这香有凝神的作用，对身体没什么坏处，只是让他睡一觉。林婉儿略安了些心，看着面前这张干净的笑脸，一分欣喜，却有3分恐惧，这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身份？
看见他眼瞳里的害怕，范闲心疼说道：“别怕，我就是白天的那位大夫，走之前不是说好了晚上要来的吗？”林婉忽然嫣然一笑道：“你不是让我把窗子关好吗？”看见这亲昵家人忽然莞尔一笑，范闲心动一荡，再看着那唇瓣便有了别的想法。正在此时，他的脖子上却忽然一凉，一柄短剑寒光闪闪，剑柄握在林婉的手里，剑刃却搁在范闲的脖子上。林婉看了他两眼，忽然心头一软说道：“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这时候离开，我保证不追究这件事情。”范闲脖上有寒剑，脸上却依然是笑眯眯的，看着他柔声说道：“我待会儿就走，今天只是来看看你。”说完这话，自顾自地从怀里掏了一个油纸包出来，全然不管脖子上锋利的刀口，反而是林婉怕无心割伤了他，下意识地将剑往外面挪了挪。范闲撕开油纸，从里面拿出一根香喷喷的鸡腿，凑到他的唇边，笑嘻嘻说道：“那天在庆庙吃了你一根鸡腿，知道你馋这口，所以专门给你带过来。”林婉哭笑不得，心想这是什么时候，这少年居然还如此胡闹，如果让侍卫发现一个陌生男人在自己房间里，那两个人可都全完了，抖着声音说道：“求你了，你快走吧。”范闲本还准备按照小言套路再逗逗对方，但见林家小姐如此惶急，心头一软，哄道：“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这句话一出口，便感觉有些不对，怎么很像前世武侠小说里采花贼常说的台词。果不其然，林婉神色大变，将剑搁在他的脖子上，颤声说道：“我不管你是谁，若想言语轻薄于我，我便是一剑下去。”范闲这才想到自己私入女子闺房，确实是件极败坏对方名节的事情，但看林小姐面上毅然决然的神情，却不禁心道：“难道你准备谋杀亲夫咩？我这些日子时常想你。”范闲不管不理，自顾自说着：“自从庆庙见了你之后，就极想见你。”林婉急羞道：“说的什么胡话？我是……”他将牙一咬说道：“我已经许了人家，更何况你怎能半夜偷入女子闺房，也太放肆无礼了。你许了范家，我知道。”范闲笑嘻嘻地望着他。林婉想到与这少年初见时的场景，想到二人默默对事实的复杂情愫，心头一阵伤痛，说道：“既然知道，还不离开，莫非真要人将你杀了？”范闲不再逗他，望着他正色说道：“我就是范闲。”死一般的沉默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范闲自己觉得有些尴尬了，却发现林婉的眼角滴下一滴泪来，他赶紧抹了去，低声说道：“这位公子，请自重。”范闲苦笑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林婉看着这张脸，平静了半天，才低声说道：“你是范公子。”范闲微笑着点了点头，但林姑娘却依然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此时天上的月儿早已挣脱了云层的束缚，露出那张明媚的脸，将淡淡光泽洒下大地，些许清辉从窗外透了进来，笼着床上床下的一男一女。“真的是我。”范闲轻声说道。林婉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心情激荡之下，不由又咳了起来，手上的剑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一面咳一面问道：“你就是范家那个打黑拳的？”范闲不禁失笑，看着他柔弱模样，心疼的伸掌握住他的手腕，递了段真气过去，小心翼翼地替他梳理着体内的脉息，听着打黑拳三字，苦笑道：“不过打了2次而已。”林婉渐渐有些相信了，喜色浮上脸颊，又问道：“你就是那个万里悲秋常做客？”范闲继续苦笑：“憋急了写的，不作数，不作数。”林婉眼睛渐渐清亮：“你真是你！”范闲想要抓狂了，欲哭无泪说道：“今天我与妹妹一起来的，若我不是范闲，妹妹怎么可能会帮一个陌生男人来看她的未来嫂嫂？”林婉心想也对，掩嘴一笑，却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生气说道：“那你上次去庆庙也是专门去见我？”一想到被这少年将一切事情都蒙在鼓里，林婉便无比恼怒，心想就是这个可恶的家伙害得自己这几天患得患失，还想了那多不合理法的事情，便恨不得将这少年给打上一顿。范闲一看他神情，便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赶紧解释道：“向天发誓，庆庙出玉小姐，那可真是巧遇。别说那时，直到今天晨间见着小姐，才知道小姐的身份。”他笑眯眯地望着林婉那张清美的脸，轻声说道：“这一切都是缘分。”林婉羞得低下了头，将手腕从范闲的手里挣脱出来，低声说道：“那你为何今天要与范妹妹一起来看我？”范闲一怔，心想难道要告诉你自己是准备将林家小姐治好后，便潇潇洒洒的闹一出逃婚计？这话是打死也不敢说的，只好柔声回答道：“听说林家小姐身体不好，而又没办法见她，所以只好偷偷来看看。哪里知道原来是在庆庙遇见的鸡腿姑娘。”林婉轻啐了一口，心想怎么把自己叫得如此难听。范闲笑着指了指搁在边上的鸡腿，说道：“这时候要不要吃？”林婉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应道：“你自吃去，我可没那么贪嘴。”
范闲忽然耳尖一颤，听到了楼下有人起床，似乎正要往楼上来了，眉头一皱，说道：“有人来了。”林婉儿一急，心想：就算你是自己将来的夫婿，但如果让人瞧见了，这还怎么见人？推着他说道：“那你赶紧出去。”范闲心想自己辛苦了半夜，怎能就这般走了？脸上坏笑一起，身子一翻就钻进了被窝里面。这床极大，被极大，屋里又黑发厉害，若有人从外面来看，还真是看不出异状。发现范闲钻进了自己的被窝，林婉儿大惊失色，却来不及再做什么，就听着有人摸了上来，原来是那位白天拉了几次肚子的老嬷嬷。林婉儿又羞又急地滑入被中，将身体对着外面，装作已经睡熟了。老嬷嬷看了一看，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低声咕哝了几句，觉得头有些昏，似乎睡意又来了，所以转身下了楼。林婉儿一肘撞向后面，压低声音羞斥道：“人走了，还不赶紧出去！”好不容易能一清相泽，正在第一次感谢老嬷嬷的范闲，哪有马上离开的道理，闲着脸说道：“困了，再躺躺。”林婉儿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将来的夫婿骨子里面竟是个无赖子，又气又恼道：“这怎么能行？”范闲嘿嘿笑着往他的身体靠近了一些，鼻尖嗅着那淡淡的体香，心旷神怡，说道：“为什么不行？这传出去了，叫我怎么见人？”林婉儿羞得将头埋在被窝里，感觉着身后的热气，又往前挪了挪。范闲叹了口气，害怕这姑娘会害怕到挪出床外去，那可是要着凉的，只好爬了起来，满腹的欲求不满，坐到了床边，拉住了姑娘微凉的小手。林婉儿怔了一怔，没能挣脱，也就由他去了，心想只要你不躺在床上，已经算是大幸。范闲看着他微微闭着的双眼，轻声说道：“我发现我这一生运气确实太好。”林婉儿好奇地睁开眼睛，眸子清亮无比看着他。喜欢上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却在我喜欢上之前就已经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说这种事情会发生，岂不是说明我的运气很好？范闲笑着解释，轻易脱尘的脸上满是喜悦。林婉儿好奇问道：“如果什么？”算了，没什么。林婉儿轻咬下唇，压下了心中的疑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说。范闲看着他额际青丝下的隐隐汗迹，心疼说道：“白天我说的可是真的，你这身子现在必须好好将养，清粥小菜那种对肠胃倒是有好处，但是对痨病却没有什么帮助。姑娘家今日连遇惊喜，一颗水晶心肝早已颤得不行。”听到痨病两个字，便马上想到自己的病，反而又低落了下去，情绪激荡之下，面色有些暗淡，忧伤说道：“御医正瞧过，说是这病不好治，虽说是寒劳不会过人，但日后若真的与你在一处，只怕会累着你。”范闲忽然正色看着他：“羊奶、鸡腿，我开的药方，还有等会儿我给你留的药丸，按照我说过的法子慢慢服用，一定有能把身子养好。”林婉儿叹道：“御医都没法子根治，只是一年拖一年的。”范闲笑了笑：“我的医术自然及不上御医，就算我的老师在京中，只怕也只会走些偏门法子。你的身份尊贵，只怕宫里的贵人们不敢用。不过我说的饮食，却是御医们想不到的地方。加上只要你把身体将养好，等老师回京，他这次出巡边关，一定搞到许多珍贵的药材，到时候你的病自然就有希望了。这治病诊治是一部分，药又是另一部分。别看皇宫大内珍奇药材无数，但真正好的，只怕还不及我老师的收藏。”林婉儿听他殷切言语，心头一片感动，轻声道：“麻烦范公子了。”范闲一怔，心想怎么此时说话还要生分一些。他毕竟不了解女子心思，一旦确认了眼前这男子是自己将来的夫婿，林婉儿说话自然就会矜持一些，这是女人的特质。他有些意外，笑着说道：“还叫我范公子？”林婉儿好奇道：“那叫什么？”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羞得满脸通红，背转身子不再看他，用蚊子大的声音说道：“那得等成亲之后再改称呼。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称呼我为范兄。”范闲忍着笑说道。林婉儿这才知道上了对方的当，又羞又恼，欲待伸手去打，却想到与这男子只见过两面，还算是陌生人，讷讷住手。范闲看着他瘦削的肩膀，说道：“等成亲之后，咱们到苍山上去，那里海拔高些，又有温泉，最适合你休养。”林婉儿听见成亲二字，微微羞一起，还是点了点头，却没有听明白海拔是什么意思，又想到另一件事情，轻声问道：“费大人真的是你的老师？”“是啊。”范闲微笑说道：“我一直以为费老师既然在监察院那处做事，应该是个很低调的人，谁知道竟然在京都里有这么大的名气。”林婉儿笑道：“他可是当年北伐西征时的国之功臣，当然名气大，不过世人惧他用毒，所以一向是躲着走的。”他看着范闲这张漂亮的脸，好奇问道：“费大人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范闲耸耸肩说道：“林姑娘，这事儿后面估计麻烦多着，如今我自己都还没有理清楚，将来你要嫁给我，只怕也会遇着许多麻烦事儿，可得想好了。”
林婉儿微笑着摇摇头，他也知道这次联姻之后隐藏着许多利益的交换和再分配，所以开始的时候十分抵触，以至于病情加重。但既然今天发现上天有眼，竟让范家的公子就是眼前的这位，他已经满心感激上天，哪里还会有别的什么奢望？想到最近京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说道：“范公子，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您是司南伯的儿子，监察院费大人的学生，却又精通诗文之道。对了，那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真是你写的？”范闲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到质疑，只是很单纯的发问，好奇回问道：“有什么事情吗？”林婉儿脸上浮起一丝怒意：“太后极喜欢你这一句，但是宫里最近在传，说您这诗后4句是抄的前朝诗人。他自是十分相信眼前这位，所以有些生气。”范闲这才知道诗会之事还是余波未停，和郭家的官司还没有结束，竟然又来了这种指责。不过他本来就是抄的老度，所以也没有怎么生气，反而是看着自家未婚妻的神情有些疲惫，有些心疼，所以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让他不要再说了。我会常常来看你的，可是如果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对啊，我还真担心被人发现后，我那个怪叔叔会不会把那些人都杀了，这真是个问题，赶明儿得和他交流一下。范闲汗毛直竖，想到这种恐怖的事情还真有可能发生。林婉儿看着他的脸，迟迟不肯闭上，但终究还是挡不住沉沉睡意。第二日清晨，林婉儿有些迷糊的从暖和的被子里醒来，睁开双眼，揉了一揉，发现精神特别的好。丫鬟甜甜笑着过来行礼，然后准备扶她起床洗漱打扮。这时候林婉儿才想起昨夜之事，一声惊呼说道：“啊，人呢？”丫鬟好奇问道：“什么人？”林婉儿惶急说道：“你昨夜可曾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小姐。”丫鬟认真回答道。林婉儿走到窗边，一头黑黑的长发直直垂到臀际，一身俏白布衣，看上去十分美丽。她往窗外望去，却发现早已没有那人的踪影，不免有些怀疑自己昨天是不是只是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自己很想他变成现实的梦。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丫鬟捧着一个撕开一半的油纸包走到她的面前，偷笑着说道：“小姐又偷吃，当心被嬷嬷看到，告到陛下那里去。快把窗关上，不要吹着风了。”林婉儿接过油纸包，又发现自己衣袋中多了几粒药丸，心头一片温暖。再看窗外园中景色，便多了几分绿，就连窗子关上之后，似乎也掩不住无尽春意，正巧窗遁入。咱老百姓呀，今儿真高兴，真呀真他妈的高兴。范闲一边在花厅里喝着豆浆，嚼着油条，一边心里舒坦无比。他承认自己运气好，明明都已经死了的人，却偏偏到这个世界里再活一把。明明一出生就可怜的不行，妈死爹不要，但后来才知道原来杀妈的仇人都被干掉了，自己身为人子想报仇也没地儿去报去。老爹虽然有些问题，但至少没有表现出让自己无法忍受的态度。另外就是自己明明准备好好抄书，挣些辛苦钱，在这个世界上过些好日子，却没想到早就有一大堆金光灿灿的阿堵物在等着自己去不屑一顾。最关键的是，明明如果想挣这块钱，就得逆着自己意思，接受那些大人物的安排，与自己根本没见面的女人结婚。结果，嘿，这女人还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运气好的人有，运气常好的人也有，但运气好到像自己这样的，范闲都有些不相信。发现他心情好，柳氏没有什么反应，倒是范思哲来了兴趣。等自己母亲离开之后，压低声音问道：“大哥，这么热，铺子已经看好位置了，你啥时候去看看？你不是请了掌柜了吗？”范闲心情好，满脸春风，大肆放权。都说过，这事儿你自己先办着，有不妥的地方再来找我。如果觉着自己年纪小，压不住阵，府里那么多亲客，随便领2个去。范思哲嚷道：“怎么说你也是大东家，书是你的，钱你也出了一半，怎么也得看看吧？”听见大东家这3个字，范闲一乐说道：“成，那过2天去看看。不过前些子父亲不是打过你一顿板子，不准你误客。你来接我好了，顺便带你再在京里逛逛。免了，和你出去又要得罪人，我可不想天天上公堂。”范闲一口喝完碗里的豆浆，咂巴咂巴满嘴的渣子，有些不满意。这书局的生意如果做得好，将来等你大了，还会有很多生意等着你去做。范思哲没有听明白这话，摸摸脑袋就走了。范若若在一旁安静听着，这个时候才笑着说道：“决定接受这门婚事，父母之命，不得不从啊。”范闲叹息着，却始终是没有搞笑这方面的天赋，摇头笑道：“婚事我是一定要的，不过随着婚事而来的那些东西就有些麻烦了。平白无故要得罪那么多人，而且还不见得能够真正掌握那些东西，算来算去似乎都有些不划算。”范若若知道哥哥说的是皇家商号，也有些为他犯愁，毕竟长公主已经管了这么多年，谁都不知道宰相和太子那派的人从这里面捞取了多少好处。如果将来这门生意真的要交给范闲管，接手查账是一定必须的，说不定从内库到皇家商号都有不少人要出事。他皱眉说道：“
如果不查账怎么样？不查账也成，但要把以前的旧账全部封存起来，万一以前的脏水泼到我们身上就完蛋了。而且关键是这条财路断了之后，某些人一定会很愤怒，要不然只与邻家姑娘成亲，这商号就不要了。毕竟当初是爹爹与陛下商议的结果，这时候再让爹爹退让一下，陛下也应该不会太生气。范闲摇摇头，想到那天晚上父亲的神情，知道父亲对于拿回母亲的家业有一种很狂热的执着，虽然不知道这种执着来自于何处，但如果眼前有这种机会，还要父亲主动放弃，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不想放弃，毕竟那是母亲，那个女子一手留下来的事物，属于自己的东西，凭什么要让皇家的人享受好处？虽然按照宫中的说法，与林婉成亲之后也要过上几年才能亲手打理，但离肉近些，鼻子总会好过些，所以范闲此时才将书局的事情当作正事儿来办，一方面是熟手，另一方面也是想证明给某些人看看自己是有经商头脑的。会不会有人会使用一些非常的手段？范若若担心问道。范闲想了想回答道，虽然没有见过长公主，也没有见过宫里面任何一位大人物，但我想既然能够掌管内库10来年，这位长公主不管是什么性情的人，就一定是个聪明人。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如果我真的被杀死了，不管是不是他做的，肯定很多人的目光会盯着他。皇帝老儿或许不会在乎我的死活，但一定不会容忍有人会暗中破坏他的旨意。身为帝王，最看重的便是自身的威严，刚好我被缠在官司里面，不能离开京都。如果有人在京都内对我动手，他摇摇头，那也太傻了。范若若佩服地看了他一眼，哥哥分析的有道理，别这样看着我。范闲有些无奈地看着他，你这丫头现在越来越信我，我又不是神仙，只是个普通人，肯定有很多事情会在我们的意料之外。范若若听着这话有些担心，范闲却还好，毕竟五竹书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如果有人想动自己，除非正在旅行中的叶流云忽然回到京都来了。中午的时候，在滕子京等一大帮护卫的簇拥下，范闲跑到了范氏私塾去看范思哲，这不看不打紧，一看之下险些没气昏过去。只看课堂之上，那些范族的孩子们个个嬉笑玩闹，全然不将前面的老夫子放在眼里，有几个胆子大些的家伙更拿了自己的毛笔蘸了些墨汁往前面撒着玩，不仅污了墙壁，甚至连老夫子的衣角都沾到了一些。老夫子气得脸色铁青，却是不知该如何生气。这些顽童家中都颇有背景，虽然他们的父母都每叮嘱要尊师重道，但是一到私塾里，这些少年就变了模样，更有可恶的仗着自己家中小厮粗壮，所以不止在私塾里混着，更时常在街上行些无形之举。范闲将脑袋伸进门里，仔细瞄了瞄，发现范思哲还比较老实，坐在墙角的一张书桌上写些什么。家中派给他的小厮正蹲在旁边伺候他喝茶，看来也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但好在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他其实是高估了自己这个弟弟，如果不是最近有更好玩的事情捆住了范思哲的心神，只怕他会比现在屋里那些不孝子弟更加放肆。将范思哲从屋子里喊了出来，范闲沉着一张脸问道，这就是你们读书的地方？范思哲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生气回答道，是了，怎么了？你应该算是个头儿吧？范闲很相信他的领导能力，加上目前整个范氏宗族就以思南伯家最盛，所以范思哲应该在这些孩子里面地位很特殊。范思哲挠挠脑袋，我说的话他们还听听？那好，范闲接着说道，你进去把那些小杂碎都给我教训一顿，让他们好好听老师讲学。啊！范思哲似乎有些没回过神来。不尊师长。范闲眉间都皱了起来，心想自己在儋州的时候，不论是最先前的西席先生，还是后来的费介老师，自己都是无比尊敬，耳听的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喧哗，怒上心头呵斥道，你要是敢像他们一样，看我不打耳光抽你。范思哲全不知最近一直挺温柔的范闲为什么会忽然惹上自己，瞪着眼睛吼道，你凭什么抽我？他身边发小厮和几个家丁都围了上来，他们对这位范大少爷已经有些熟悉了，但一听着要打自己小主子，却是护主心切，恶狠狠地瞪着范闲。那个小厮仗着和思哲少爷熟，更是嘴贱地骂了起来。范闲眉头一皱，滕子京和几个护卫走上前去，毫不留情揪着家里的那几个家丁一顿好锤。那个骂脏话的小厮更是被扇了无数个耳光。跟着范闲的这些人本来就是直属司南伯范建的人手，哪里会将府中这些本来就低于自己好几级的家丁小厮放在眼里，如今跟着范闲，更是连当朝尚书之子痛揍了一顿都没出什么事儿，走在路上都恨不得两侧带风，下手哪会犹豫。一顿教育就此结束，家丁满脸恐惧，浑身惨痛地看着范闲，畏畏缩缩地退了回去，而那个小厮则是双颊通红，嚎哭不停。范闲居高临下看着范思哲那张害怕的脸，轻轻说道，我没说抽你，但如果你做错事了，我自然就会抽你，至于凭什么，很简单，你打不过我，骂不过我，自己又不敢去父亲那里告状，如果做错事了还要和我叫板，
岂不是找抽？看见他似乎没有打自己的意思，范思哲松了一口气。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不将下人放在心上的权贵子弟，也没有将范闲打自己手下的事情太过看重。虽然觉得有些落了面子，但跟着他在一起似乎总有些好处。以商人的本色算了一下，发现还是不要得罪范闲好些，进去把里面的秩序整顿一下。我在外面等你，不是说还要去看铺子吗？范闲说完这话，一拂袖子就出了私塾门口。在外面等着的范氏宗族的人们看见先前那一幕，不由啧啧称奇，心想司南伯家这位私生子感情这么厉害，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欺负司南伯府的正牌少爷。众人望着他的目光就有些害怕了。范闲却是理也不理这些人，自在门外的长凳上坐着等着。不一会儿功夫，便听见私塾里传来鼠声惨呼，还有响亮无比的耳光声，里面夹着范思哲嚣张的声音：“都给我老实点，再敢对老师不恭敬，看我不打耳光抽你！”这些话竟和范闲说的差不了多少，看来范小少爷是将在兄长这里受的气全数发泄到那些族兄族弟的身上。这下可就闹了起来。一直守在私塾外面的那些范氏宗族的马夫家丁小厮，听着自家主子在教室里的痛呼声，狠狠地瞪了范闲两眼，就冲了进去。范闲怕范思哲吃亏，向滕子京使了个眼色，滕子京领着几个护卫也随着人群冲了进去。不一会儿功夫，就把范思哲揪了出来。范思哲还没有打过瘾，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骂道：“别怕别怕，这些家伙可不敢得罪咱家。”确实和他说的一样，那些下人冲了进去，也只敢护住自家主人，却不敢反手还击什么。看来司南伯府如今在范氏大族之中确实地位很特殊。打完人后，范闲揪着弟弟的脖子拎到马车上，离开了这个自己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滕子京在一旁皱眉说道：“少爷，虽然族里这些人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但毕竟在京都里是些老人，有些关口还需要他们帮忙，得罪太多人不见得好。”范闲苦笑道：“怕啥？”他心里想着，也许这些族人确实有力量，但是自己马上就要娶郡主，皇帝将会是我的妻舅，我怕什么？这些小杂碎不教训一下，还真出不了这口气。爽不爽？他问范思哲。范思哲有些纳闷，也对，平常也经常打人，但都没有今天打得爽，这是为什么？先前被哥哥教训而产生的怨气，早在自己英勇的打人过程之中消散无影踪了。很简单，抽人也是要找理由的，就和打仗一样，如果有个无比光明正大的理由，那就打得毫无心理包袱。就算本朝当年进攻北魏，不也是先说他们犯边吗？范闲继续说道：“什么事儿啊，都是一样，咱们得占大义名分，大义明白吗？”不明白。范思哲回答得很诚恳。来到东川路选定的书局地址，范闲一行人好好看了看，发现位置确实还是挺不错，四周交通便利，而且离太学不是太远。从庆国各地来到京都准备考学的学子，基本上每天都要路过这里。最关键的是，这地方又不是太过热闹，如此一来才能方便各王府的郡主、官宦家的小姐们派出自己的贴身丫鬟来买书。范闲点点头，和范思哲往里面走，迎面便看着府里的那几位亲客，拱手一礼道：“崔先生，麻烦了。”那位崔先生苦笑道：“我说二位少爷，这么个书局一年能挣几个钱，还要耗这么多精神，实在是有些不值当。”范闲知道这些曾经在户部主过世的前任官员们当然不会把这种几千两银子流水的生意放在眼里，笑着解释道：“弟弟既然喜欢，那就由着他玩吧。他本不指望这事儿能一直瞒着司南伯，所以秦府里的几个亲客来帮忙，而父亲既然允许崔先生来帮忙，就等于默许了两个儿子在府外的胡闹。”几人在后厅的房间里说话，范思哲咬着毛笔杆在算什么，一旦眼前放着本账本，这家伙便会寄情于其间，将身外事全部忘记。说话间，从庆余堂请的掌柜也来了。这位掌柜面相忠厚，双眼并无金光，却是一片清澈，所谓眸子正人身正。范思哲有些满意，自与他去交代书局的事情。范若若早就已经将《红楼梦》前60几回的稿子交给了范思哲，崔先生一直派人在万松堂盯着复印，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范思哲还老催着范闲要后面的稿子，准备在京都里一炮打响。范闲这些天却没有什么心思去抄书，所以一直推着。商定好了书局开业的时间，又确认了监察院8处的批文一定可以拿到手。众人在里屋发现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到时候从万松堂进些金石子集，再以石头记为主打，似乎就等着收钱。至于伙计那些，全部由庆余堂的掌柜一手处理，也不用范家操心。范闲本有些奇怪，为什么大家如此信任那个庆余堂，等到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单独和掌柜在一起的时候，温和问道：“掌柜贵姓？”掌柜微笑应道：“免贵姓叶。”范闲心里一抖，重复问道：“姓叶？”掌柜似乎看出他的异样，有些不解应道：“是啊，庆余堂一共17位掌柜，全部姓叶，这在京都是人所皆知的事情。范少爷，全部姓叶。”范闲眉头一皱问道：“你们和20年前的叶家有什么关系？”
掌柜略感诧异，看了两眼范闲，生出些许沧桑之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知道叶家了。不错，我们都是当年叶家的掌柜，后来叶家出了些问题，产业全部没入宫中，而我们这些人本应该是离开后自寻活路才是，但不知道为什么，朝廷却不允许我们自己做生意，所以到现在就成了如此尴尬的一个局面。我们只能负责替人打理生意，但却不能自己入股，这庆余堂也就是这么来的。范闲在看这位掌柜，知道对方是自己母亲当年的属下，不免生出了一些亲近感，好奇问道：叶家出事后，朝廷没有？话没有说完，但掌柜也明白这意思。所谓斩草除根，既然朝廷连叶家的产业都霸占了，断没有还留着这些老人的意思。掌柜不知为何，也觉得面前这位范府的少爷很亲切，想了想回答道：我们也觉着奇怪，所以这些年一直过得很害怕，朝廷又不准我们离京，所以很怕哪一天就会如何了。哪一天带我到庆余堂去看看。范闲忽然在京都里找到了一个与母亲过往有关联的地方，不由惊喜，抓着掌柜的肩膀：我有很多的事情想要问你们。回到范府之后，在父亲的书房里，范闲将今天遇见的事情讲给他听，好奇问道：庆余堂真是叶家当年的旧人吗？当然是。范建捋着颌下短须，似乎在回忆过往，悠悠说道：这些人其实很不简单，当年都是叶家分驻各州的大掌柜，只不过你母亲当年得罪了权贵，遭了不幸。你也知道当年的叶家是何等样的风光，朝廷一时间也有些慌神，如果叶家倒了，这庆国只怕也要乱上好几十年。所以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先将叶家收归皇家，至少在名义上断了那些下面的官员借机大肆敲诈的可能。然后范闲截断他的话，问道：杀死母亲的仇人最后究竟是怎么死的？这是他一直有些疑惑的问题。范建看着他的双眼，冷冷说道：你年纪小，大概不记得14年前庆国发生过什么事情？记得。范闲皱着眉头说道：14年前似乎是有人意图变天，想将陛下从皇位上拉下来，所以最后闹出了很多事情，京都整整杀了1个月，将原来的那些贵族们杀得差不多了，血流飘出，贵族的头颅搁在城墙上，居然排了1里，这便是所谓的京都流血月。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听费老师讲过许多次。不错。范建寒声说道：就在这一次的清洗之中，当年曾经有份参与到谋害叶家的人全部被我们杀死了。范闲留意到父亲话中的我们2字，小意问道：我们是谁？自然是我与陈萍萍。范建微笑着，这大概是我们追随陛下20几年来最成功的一次行动。范家也是借此事而起，而监察院更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所发挥的恐怖作用，牢牢树立了在官员中的影响力。范闲叹息道：原来这场变故的起因竟然是父亲与陈大人在为母亲复仇。后来呢？范闲问的是叶家的事情。先前说过，叶家的产业收入内库，这是当时对于稳定朝政最好的办法，满朝文武不可能提出更有效的建议。范建解释道：问题就是那些大掌柜们，他们都是你母亲一手教出来的，虽然远远及不上你母亲的天纵智慧，但是如果放任不管，谁知道会不会出现第2个叶家。所以陛下决定将他们全都集中到京都来，让他们重新训练一些人手去接手那些生意，却不准他们拥有真正的产业，这才有了如今京都赫赫有名的庆余堂。你们想做生意，找他们是很好的。范闲忧伤说道：这些掌柜们居然因为这样一个理由就被迫困在京都10几年，真的很惨。父亲，如果将这些掌柜们都用起来，会不会引起朝廷的注意？范建摇摇头，用庆余堂的掌柜本来就是个王府私下产业最喜欢的手法，朝廷才不会管这些。不过如果你想将庆余堂那17位掌柜全部搜罗齐，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如果朝廷真的忌讳这些，为什么当初不将这些掌柜全部杀了？范闲提出自己的疑问。范建看着自己的儿子，微笑着解释道：当年你母亲出事的时候，我在西边追随陛下作战，陈萍萍到了本朝与北齐交界的地方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半途才明白过来折返京都，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我们都已经回到了京都，还让这些人被杀了，你也未免太低估了你父亲的力量。柳氏在外面敲了敲门，父子2人停止了谈话。范建让他进来，看见柳氏手上端的那碗果浆，范闲才知道夜已经深了，已经到了父亲入睡的时辰，站起来准备告辞。司南伯却挥挥手让他留下，让柳氏自行前去歇息。在柳氏离开前，范闲余光瞥见这妇人的眼光里流露出一丝担忧，知道她是在担心自己丈夫的身体，不由微微皱眉，心想这个女子只怕对于父亲是真有几分情意，只是可惜心肠太狠了些，当年竟做出那等事情来。他知道父亲既然不让自己走，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所以洗耳恭听，说说最近朝廷里面的局势吧。司南伯范见端起微温的果浆子，缓缓地喝着。我知道你还一直怨恨4年前柳氏派人毒杀你的事情。范闲一怔，没想明白朝廷里面的局势与柳氏有什么关系，
更加没有想到父亲会如此直白地将这件事情挑明，所以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两件事情其实互有关联。范建知道儿子在想什么，淡淡说道：“4年前柳氏之所以会动手，一方面是思哲的年纪大了，却愈发没个正经模样，而我一直没有将他扶正，他不免有些绝望，一时昏头做了那个决定。但更关键的原因，则是因为他那时候曾经入过一次宫，得到过某人的保证，一旦你死后，范思哲将来一定能够继承范家的所有。入宫是谁的保证，能让他连奶奶的性命都不顾了？”范闲冷冷说道。范建皱了皱眉头，将手中的果浆碗放了下来，似乎是嫌这温嘟嘟的碗有些烫手。我不是替柳氏开脱，只是当时他找的人表面上是听他的命令，但实际上却是听皇宫里那人的命令。柳氏在这件事情中只不过是个替罪的角色。范闲皱眉问道：“是宫里的谁要我死？为什么要我死？莫非他们早就知道我是叶家家主的儿子？”他们当然不知道。范建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异常激动，右手紧紧地握住一把。知道这件事情的，没有人会想伤害你。如果有人想伤害你，也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难道整个京都从来就没有人知道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人知道父亲与叶家的关系，为什么就没有人怀疑过我这个私生子是叶家家主的儿子？范闲满是怀疑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心里略有寒意。发现事情之后，似乎还有些更重要的问题，但他根本不敢开口去问，转而悠悠说道：“那是因为什么原因？4年前我不过是个12岁的男孩，远在儋州，和京都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瓜葛。4年前，也就是陛下收邻家姑娘为义女的时候，也就是他为郡主指婚的时候，陛下那时候就决定了，将来皇商产业以后就由你来管理。也就是那一次，你第一次出现在皇宫众人的谈话中，眼看着一个12岁的孩子却拥有了一个他抱不起来的金元宝。你想想，皇宫里面的那些贵人们会如何选择？选择干净利落的杀死我。监察院查了4年，基本上已经查清楚了这件事，只是可惜没有证据，奈何不了那些人。”范闲笑了起来，就算有证据，只怕也奈何不了对方才是。毕竟监察院是臣子，那些人却是主子。范建点了点头。想杀我的人是谁？皇后、长公主。范建微笑着。不过既然你已经平安长大，而且入了京，相信再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可能冒着陛下震怒的危险对你动手。范闲悲哀说道：“您太乐观了，就算将我杀了，皇帝难道还会把自己的老婆和妹妹如何？”范建没有回答，转而说道：“最近一段时间，靖王世子一定会想办法拉近与你的距离，而且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与二皇子见上一面，你自己小心处理一下。”范闲应了下来，知道京都里每个大族都必须主动或者被动的在这件事情里表明立场。皇子争夺天下的继承权，虽然是一个看上去有些老套的把戏，但无论在那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变的戏码。只要那层厚厚的幕布拉开，隐藏在后面的戏子们便会纷纷上场，或使3尺剑，或用3寸舌，演给别人看，也演给自己看。范府如果想不偏不倚，紧跟着皇上，似乎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深夜，范建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太师椅上，一边喝着已经凉透了的果浆，一边想着范闲刚才的话。想到当初自己付出的惨痛代价，他的唇角抽搐了一下，又想起京都那个流血的月份里恐怖血腥的场景。在那个暗淡的没人知道的夜晚，皇后的父亲在自己的刀下颤颤发抖，当自己亲手一刀将对方的头颅斩了下来，那头颅咕噜咕噜滚着，似乎想起了那个声音。范建的唇角幅现出一丝温柔的笑容。后一段日子里，范闲过得很是自在，每天在府里享受着大少爷发待遇，偶尔溜到东川路去瞧瞧筹划中的书局到了什么地步，和那位野姓叶的掌柜倒是逐渐熟了起来。一因事顺，所以府里亲客崔先生还是回到了司南伯的身边。而每隔一天的晚上，范闲总会溜到那个皇室别院去，熟门熟路的翻墙而入。只是现在的窗子已经不再关上，鸡腿姑娘总是默默地等着他。之所以经常往那里跑，不是因为恋奸情热，实在是林婉的并不能再拖。皇家的人都是木头，好在御医在收了司南伯府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递过来的贿赂后，终于开口认可稍微进些油心，对于郡主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范闲经常去那里，就是为了送吃的以及自己配的药丸，因为怕和御医开的药相冲突，所以用药都极温和。除此之外，便是带上许多好吃的，满足一下未婚妻一日馋过一日的小嘴。就这般过了些日子，林婉的身子明显有了起色，脸上的红润渐多，却不是以前那种并不健康的艳红，而且身上的肉也多了起来，脸颊处明显圆了一圈。林婉有些头痛于此，但范闲却是无比惊喜，心想成亲之后，自己岂不是可以天天揉捏自己最爱的婴儿肥美少女？别院的侍卫实在是有些松懈，加上范闲在儋州被五竹训练出来的爬墙功夫，所以夜夜偷香喂药，竟是没有人发现。不过林婉身上的病根却还是没法子根除，范闲心想还是等妃借回来再说，实在不行
成亲之后想办法搬离京都，范家在苍山上还有一处别院，最适合疗养。经过了这些夜里的接触，这一对未婚夫妻之间早就熟稔了许多。不知道为什么，从庆庙一见钟情之后，两个人便觉得对方与自己有些极其相似的地方，也许是容貌，也许是身上的气质，也许是对待事物的看法。这种投契感让初恋的范闲、初恋的婉儿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执子之手的美妙。有两个本来陌生的男女，变成了如今一眼一指便能知道对方想些什么。竟是没有花多少时间，林婉望着他的脸，忧色呼起问道：“你天天用那香让四奇入睡，时间久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范闲安慰道：“第一次来就说过了，这香对人身体只有好处的。”林婉想到他第一天摸进窗来的情形，不由扑哧一笑，说道：“如果当时真把你当采花贼杀了，你怎么办？”范闲苦笑着牵着他的手：“依晨，或许有些事情必须要让你知道。”林婉听他喊自己的小名，微微一羞，说道：“什么事情？”“如果你要杀我，估计是很难的。”范闲笑嘻嘻地说着：“我从小就跟着很厉害的人学习，所以骨子里不是什么写诗的文人，倒更像个莽夫。”林婉叹息道：“知道了，如果不是莽夫，怎么会当街痛打郭尚书之子，还闹得沸沸扬扬的，直到现在还不能离京。”说起来，范闲打郭宝坤的那案子一直没结，两边决力不下，京都府早就挂了白旗，举了免战牌，将案子递到刑部，用的名义是案情复杂，难以勘决。其实这案情有什么复杂的？如果真想查，只要把现在跟着范闲在京都街上闲逛的几个护卫一抓，然后一用刑，什么都明白了。可问题是打官司的两家背景不简单，所以案情就自然复杂了起来。这是歪门邪道，却又是官场正道。案子递到刑部之后，于是轮到刑部开始头痛，目前正在筹划着请宫中下旨，让监察院来办理这案子。虽然这种治安案件不应该是监察院的管理范围，但毕竟两边都是官员，而监察院又有监督官员的职责，所以也说得过去。京都百官都知道，监察院的院长大人是哪个官员贵戚都不会放在眼里的。所以郭家在等着监察院开始调查的那一天，殊不知范闲也在等着那一天。他手上拿着废界留给自己的牌子，才不会怕监察院的夜叉。安静的夜里，范闲略略出了些神，接着安慰林婉：“这事不要紧，过几天自然就淡了。”他忽然想到面前这个少女的母亲曾经在4年前试图要杀死自己，眉间不由皱了一下。林婉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见她神情，问道：“是不是最近有些麻烦事？”范闲看着这姑娘的如画眉目，叹了口气问道：“如果将来我与长公主之间有什么问题，我很担心你会如何自处，只怕你会很伤心。”林婉微笑着：“为什么要提前思量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婉儿从小就病着，似乎在数着日子过，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离开这个尘世，所以我一向不喜欢思考没有发生的可怕事情。”范闲叹了一口气，满是怜惜地将她搂进怀里，嗅着她发间的余香，心里不停说着：“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曾经和你有过一样的遭遇。吻君唇叶，时有余香。婉儿，你身子真软，你摸的是你前些天自己拿来的枕头。”范闲很喜欢夜里偷跑到女子闺房中的感觉，这像是偷情，却又是一种没有心理负担的偷情。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这样的日子更长久一些，至少在成亲之前，不要有太多的事情来打扰自己，能够在京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无论如何也是离开儋州前想象不到的事情。奈何所谓是不从人愿，平静的生活总有结束的一天。这天下午，晋王世子摆明车驾来到范府之中，柳氏赶紧上前恭敬迎着，将他迎入花厅用茶。世子李弘成等了半晌，发现自己要等的人还没来，不免自嘲一笑，心想这位范公子架子倒真是大，这朝中文武百官，有资格让自己的等的也没有几位。一转念便想到京中的这些事情，暗中佩服这范闲入京不久，闹出的动静倒是不小，抛出几首诗来便惹得文坛小镇，半夜打个人便惹得官场中震，至于和宰相私生女的婚事，更是让有资格知道内情的人心头大震。正想着，范闲已经老远的喊了起来，一面行礼，一面快步走了过来。他倒不是故意让世子等，只是先前正在和庆余堂的那位掌柜商量书局的一些事情，所以耽搁了下。两位年轻的男子隔几而坐，浅浅啜了几口茶，便开始说正事儿。第一个开口的当然是范闲，他必须就那天晚上的事情向对方表示感谢。听他道谢，世子李弘成笑了起来，温言说道：“我当时就想，咱俩认识也不过数日，怎么就舍得包下整坊醉仙居来招待我？原来你心里是存了这个念头，不过无妨。郭宝坤那厮草包一个，在太子的舍人之中也排不上什么名号，只是家里那个老子还有些学问，你打便打了，哪里用得着拐那么些子弯？”范闲知道世子说的是自己在公堂上的举动，自嘲笑道：“这不是没经验吗？若早知道京都里面打人也这般轻松，在王府园子上我就一拳过去了。”李弘成唬了一跳，
赶紧摇着手中的铂金小扇，那可使不得，事情做得太出格，我可不好出面保你。范闲呵呵一笑，再次谢过，然后才问世子今日前来有何吩咐。李洪成略一沉吟，开口说道：这事也瞒不得你，凭咱们两家情分，我也得把话说明白。本来二皇子是想让我诓你去见上一面，求个自然相见，免得惹你反感，但这般做法仍是骗你，所以我明说了，明儿个二皇子在流金河上设宴，专请你一个，我只是作陪。范闲皱眉说道：这我是真不明白了，二皇子身份何等尊贵，我一个去欧秀才哪里入得他的眼去？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李洪成指着他的鼻子哈哈大笑，做戏做成你这样的，倒真是失败。范闲尴尬一笑，却没有回答。李洪成注意到花厅四周并没有什么闲杂人等，正色说道：还是那句话，我初见你面便决心喜，便不忍心瞒你，似乎觉着这种手段不免让你我生分了。你也知道，如今陛下虽然依然春秋鼎盛，但所谓是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朝中众人的眼光总是看在那些皇子身上。大皇子天生神武，但却领兵在外；太子虽然是皇后亲生，但是一向品行不端。我进王府虽然不偏不倚，但实话告诉你，在这些皇子之中，我与二皇子的交情却是好些。范闲吓了一跳，心想这事儿整的怎么和自己预料中的完全不一样。前世看二月河的时候，那些皇子说话尽是把简单的话往复杂里说，恨不得套上80件衣服才不落人口实，哪有像面前这位一样，一开场就把话挑明了，这夺嫡之事是要掉脑袋的，您咋就敢裸奔着狂呼呢？似乎发现自己的话将对方吓着了，李洪成尴尬一笑道：是不是嫌我说的太直白？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着你便不想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不错，我就是在替二皇子拉拢你，这事儿和嫁人一样，总是个你情我愿的买卖。范闲一怔，看着世子干净的眸子，似乎想从里面看出一些隐藏的东西来。他可不能判断出对方真是一个胸怀如霁月的君子，还是将开诚布公又当作拉拢人心手段的谋臣。但无论如何，世子已经占明阵营，裸奔倒也罢了，区小范闲在京中既无势力又无人手，是断断然不敢脱了衣服与对方抱膀子的，微笑着说道：我能清楚的知道二皇子为什么要见我吗？为了10月的那场婚事。李洪成依然显得很坦诚，微笑着望了过来，明年大比之后，如果你显现出来了相应的能力，陛下便会将那些产业的管理权交给你。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天大的好事。首先那边的银钱入账会少许多，有些事情就不方便做了。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司南伯大人掌管庆国户部多年，一定明白新旧接手的时候，一定需要将钱账查清楚，如此一来，说不定会有些意外之喜。范闲沉默着，眉毛耷拉了下来，但并不显得很颓然，反而给人一种很安顺无害的感觉。他轻声说道：还早着呢，婚事要到10月份，我真正能接触到那些东西，得要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了。是啊，所以明天只是吃饭。李洪成很认真地看着他，就当是上次事情给我的回礼如何。你也知道，我今天说这些话是真的很信任你，也许明天你看到二皇子了，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范闲笑了笑，心想二皇子与太子之争，只怕要到10几年后才会真正开始，如今便开始连自己这种不起眼的家伙都在拉了，还真有点造反从娃娃抓起的感觉。应了下来，便送世子出了府，回到父亲的书房之中。他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盯着笔筒里的那些笔，眉头紧锁，不停地思考着。那次打郭宝坤的事情，自己选择了靖王世子做掩护，就是送给对方一个拉拢自己的机会。因为要在京都里生存下去，自己必须要站好队伍，父亲可以永远地站在陛下那边，但他也说过，以后的事情总是年轻一辈的事情。范闲要站队，不见得是站在二皇子那边，但是一定是会站在太子的对面。原因很简单，4年前皇后曾经想过自己死，4年后宫里的这些人依然会想自己死，而自己在如深海般的京都中，似乎只是一个随时都会被碾死的小蚂蚁。自己这个蚂蚁会上树吗？二皇子宴请的地点依然是在流金河上，范闲听到这个地点就苦笑了起来。最近这段时间天天与我儿夜里耗在一处，虽然香甜可口，偶尔有之，肌肤接触却嫌太少，毕竟是正牌未婚妻，所以娇羞起来自己也不好太过放肆。一想到那夜自己手下柔如软玉般的身子，范闲马上想起了对方的姓名，司礼里心动不免有些荡漾，暗中回忆着前世欧洲中世纪那些用肠子做避孕套的大能究竟是如何操作的。紧接着却又想到打官司的那天，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如此凑巧地离开了京都？京都治安一向大好，除了最近多了个范家是黑拳的家伙，所以范府的马车旁边只带了4个护卫，在春光照耀之下缓缓向着城西驶去。过了望春门之后，又走过那条自己曾经埋伏打人的牛栏街，范闲掀开车帘，呵呵一笑。滕子京等4个护卫里，倒有3个是经过那天的事情的，听见少爷发笑，自然知道他笑的是什么，心头一阵爽快，也笑了起来。
牛栏街四周民宅不多，倒有些许多年前败落了的铺子，所以得了个别名。拜门铺，这里很安静，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什么行人，真可谓是拦街敲闷棍的最佳地点。范闲将脑袋伸出帘外，看着头顶缓缓向后退去的大片梧桐叶子，看着头顶的天光，想着待会儿见到二皇子之后应该如何自处。对方应该很清楚自己父亲的实力，想来不会提什么太过分的要求，估计也就是联络感情，为10几年之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做铺垫罢了。正走着，范闲的眉头却忽然皱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感觉有些不对劲，似乎觉得四周有什么古怪的地方。他望着马车经过的四周，发现一片安静，并没有什么异样。忽然间，他抽动了一下鼻子，闻到一丝极幽淡的甜味，这是苦人碱的味道，西蛮人最喜欢用的一种青蛙中提取的箭毒。快散开！范闲喊了一声，身体已经率先从车窗里跳了出去，一手揪住离身边最近的护卫，也没有看清是谁。虽然从小受的训练让他的嗅觉异常灵敏，但既然都可以闻到这种异香，那说明箭手离自己这马车已经近在咫尺，这场毫无先兆的暗杀即将开始。就在他跳下马车的一刹那，一个大石路子被人从巷子后方扔了过来，呼啸斜风狠狠地砸中了车厢，车厢散成无数碎木溅向空中。